觉醒了超级舔狗系统，并拥有了9000万亿的舔狗资金，但他却大骂系统是个傻逼，只因舔狗资金只能用于他所跪舔的女人身上，空有无数资金却只能给别人买单。陈远眉头紧锁，神色萎靡。就在刚刚，他舔了3年的班花女友，跟一个富二代跑了。本以为觉醒了系统便可以装逼打脸翻盘逆袭，结果却是个鸡肋的提款机系统。提示：只要宿主成功逆袭，让一名女神变成宿主的舔狗，身份顺利转换，那么宿主在该目标身上所花费的一切舔狗金将会有1/10奖励到宿主的私人账户。柳暗花明又一村，陈远顿时喜上眉梢，立马按照系统的指示绑定了舔狗金黑卡。来到学校超市，陈远随意买了一些零食，打算找个目标试验一下。美女，能不能加个微信？你的账我结了。话音刚落，系统果然触发了任务，舔狗行动开始。姓名徐乐乐，年龄21岁，身高1.65米，体重47千克，颜值7.9分。该女生对宿主的好感度负50点，绑定舔狗关系。当女子对宿主的好感度超过95点，就算逆袭成功，身份也随之转换，对方会变成宿主的舔狗，并奖励10%的舔狗金以及身体强化值5点。卧槽，这尼玛要逆天啊！陈远惊了，此刻的徐乐乐在他眼里就如同一块巨大的肥肉。见陈远盯着自己，徐乐乐的好感度又降了2点。看什么看？一个穷屌丝装什么大款？全身上下加起来200都不到，就你也敢找我要微信？他徐乐乐可是湖大艺术学院排名第3的院花，他才懒得理会这种穷逼。美女，你先别忙着拒绝，只要你同意，你今天一整天的消费我全包了。陈远很是自信道，卡里有钱就是这么豪横。哟，这不是整天在女生宿舍楼下给林书彤送早餐的舔狗吗？这小子该不会受到打击了吧？徐乐乐可是学校出了名的拜金女啊，几个学生似乎认出了2人，顿时议论纷纷。你确定？徐乐乐冷笑着问。当然。陈远语气淡然的回答。那好，今天我就请在场所有的同学吃零食和饮料，你替我结账吧。陈远一声不吭，只是拿起手机开始扫码。芝麻宝到账5万元，大家随便吃随便喝。今天徐乐乐同学请客，千万不要客气哈。当收银台5万元到账的电子声音响起的那一刻，整个超市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如果这钱是哪个富二代拿出来的，大家或许不会震惊，可关键这家伙是陈远啊，湖大出了名的穷逼舔狗。现在我可以加你微信了吗？陈远笑着问道。急什么？今天的活动才刚刚开始，跟我来吧。30分钟后，徐乐乐带着陈远来到了千达商业广场。我最近看上了一款GUCCI的包包，我想你不介意送我一个吧？当然不介意。陈远毫不犹豫地说道。这么好的刷钱机会，他怎么可能会拒绝？刚走进GUCCI专卖店，没想到就碰到了熟人。俊凯哥，你看我背着这个包好不好看？林书彤背着一个最新款的GUCCI包包，对着镜子来回照了10几遍。好看是好看，不过书彤，最近我老爸对我进行经济制裁，觉得我花钱大手大脚惯了，每个月才给我不到10万块的生活费，我的日子过得是相当拮据啊。咱们要不先去别处逛逛吧？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买。黄俊凯随口承诺道，虽然口中说的信誓旦旦，可他心里压根就没打算买。他又不是那些屌丝，自己省吃俭用花几万块钱给女生买名牌包包、买水果手机，用这些钱来包装自己，难道就不香吗？富二代的人设立起来，女生倒给你花钱他们都愿意，可是人家真的很喜欢啊。书童，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女朋友是一个看重物质的人，我希望她喜欢的是我这个人本身，而不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黄俊凯突然脸色一沉，语气凝重地说道。好了好了，人家不要就是了，我才不是那种看重物质的女人。林书彤一脸讨好的看着黄俊凯，有些舍不得的将包包取了下来。他刚刚说完这番话，徐乐乐和陈远2人就先后走进了GUCCI专卖店，四目相对。林书彤愣了一下，陈远，你干嘛要跟着我？我都没见过你这么死皮赖脸的人，都说了不喜欢你，你这样真的让我觉得恶心。林书彤话音落下，陈远顿时怒火中烧，依然还有3分火气。你林书彤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3年的付出，我把你捧在心尖上，你却把我当条狗，难道就因为我喜欢你，你就可以践踏我的尊严吗？回想过往种种一切，他真的觉得很不值。我没有跟着你，我是陪着徐乐乐来买包的，既然分了，我做什么也不需要你来干涉。陈远语气生硬的回答。从这一刻开始，他再也不想和林书彤扯上任何关系。可就在此时，脑海中再次响起一道系统提示音，舔狗行动开启。姓名林书彤，年龄21岁，身高163厘米，体重48千克，颜值7.8分。该女生对宿主好感度负10点，绑定2号舔狗关系。当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超过95点，则逆袭成功，身份转换，对方会变成宿主舔狗。逆袭完成，奖励10%消费舔狗金，奖励强化点20点。陈远完全没想到，再次见到林书彤，居然重新绑定了舔狗关系。难道我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够逆袭林书彤吗？卧槽，我特么真是个贱骨头。不过逆袭林书彤，奖励的强化点居然高达20点，比徐乐乐高了4倍，这足以说明林书彤在陈远心中不同寻常的地位。可看到林书彤头顶上的负10点好感度，陈远觉得心很凉。一个人喜欢了你3年，就算是个陌生人，你都带着几分好感度吧。可是林书彤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甚至厌恶。这3年，他真的是把陈远当成了一个长期饭票，从来就没有过一丁点喜欢。陈远，包包我已经选好了，你去结账吧。就在这时，已经选好包包的徐乐乐走了过来，理直气壮的去让陈远结账。作为一名资深舔狗，
美女让你去结账的时候，绝不能有半分犹豫，这一点陈远是相当合格的。好的，陈远取出黑卡，走到柜台前，先生，您女朋友真有眼光，她看上的是这一季的最新款，不过售价是32800元。没问题，刷卡吧。当刷卡成功，林书彤满脑子问号，偏偏这一款包就是他刚刚看中的那一款，黄俊凯这个富二代都没舍得给他买，陈远这条舔狗居然眼睛都不眨就买了。什么情况？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这时，陈远看到徐乐乐和林书彤头顶上的好感度竟然同时开始上升了。徐乐乐好感度加60，林书彤好感度加15，就买了一个包。徐乐乐头顶的好感度竟然从原本的-52直接上升到了8点好感度。8点好感度代表徐乐乐对于陈远已经不算讨厌，甚至还有点好感，但也谈不上多么喜欢。林书彤也从原本的-10点好感上升到了5点，这都是超能力带来的神奇效应。走吧，看看你还想买什么？今天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买。陈远语气平淡地收起黑卡，那模样看着竟然有几分帅气，背着最新款的哭泣包包，徐乐乐的心情有些雀跃，特别是看到一个同样喜欢这款包的女人，她没买到，而自己买到的时候，那就更加雀跃了。徐乐乐好感度加10，老公你真好，鬼使神差的，徐乐乐竟然挽起了陈远的胳膊，还说了一句老公你真好。这女人很聪明，她明显看出了陈远与林书彤不同寻常的关系，此时挽起陈远的胳膊，说出亲密的话语，给陈远长了很大的脸面。看着一脸娇羞的徐乐乐，林书彤心里莫名有些吃醋，在她的印象中，陈远一直都是她的舔狗，她高兴了呼之即来，不高兴了挥之即去。这个男人不管自己怎么对她，她都会不离不弃地围在他的身边，做一条忠心的舔狗。可如今，这条舔狗居然不舔自己了，去舔别人了，这感觉就像自己的私人物品被别人抢走了一样。这件东西我可以不喜欢，但被别的女人抢走，我心里就是不爽。特别还是一个颜值身材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女人，心里就更加不平衡了。俊凯哥哥，你看，书童，今天晚上我还有点事，咱们就先不逛了吧。可是没什么可是的，听话。黄俊凯拉着林书彤走出了哭泣专卖店。表面上，黄俊凯开着豪车，穿着范思哲休闲服装，动不动就是家里每个月给他10几万生活费，但其实这都只是他自己的包装而已。他的豪车是租的，一身行头也是省吃俭用凑出来的。他泡妞从来不花钱，家里环境虽然不差，但也绝对算不上富有，最多算个小康。他天天在朋友圈发一些豪车帅照，实际上什么都不付出，可就是这样，硬是让他钓到了不少高分妹子。只能说，如今这个社会，深情总是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小丽姐，最近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你说那些穿的人模狗样的富二代，一到要给女朋友买礼物的时候，总是各种借口，各种推脱，可偏偏那些穿着地摊货的男生，几万块钱刷起来，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难道这年头，真正的有钱人都喜欢装穷吗？所以店长就教训过你们，平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这人啊，有时候缺什么就喜欢装什么，没钱的喜欢装有钱的，有钱的喜欢装没钱的，咱们一视同仁就可以了。看来我以后找男朋友可要仔细了，千万不能被那些假富二代给骗了。几个女店员议论纷纷，徐乐乐也有些疑惑地看了陈远一眼，难道这家伙以前都是装的？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个富二代。还有这家伙在学校超市请所有学生吃吃喝喝，买GUCCI包包刷卡时的淡定与从容，真的不像是装出来的。这要是没有一定的底蕴，这么大额的消费，肯定会有些紧张吧？可陈远真没有，豪门，绝逼是豪门。当这个想法冒出来以后，徐乐乐对于陈远的好感度突然蹭蹭蹭的往上升。徐乐乐好感度加10，徐乐乐好感度加10，徐乐乐好感度加10。陈远有点猛，他还什么都没做呢，只是刚刚和徐乐乐走出GUCCI专卖店，对方头顶上的好感度居然又增加了30点。如今徐乐乐的好感度已经上升到了48点，48点的好感度，这代表徐乐乐已经有些喜欢他了。难道真的包治百病？只要给女人买个名牌包包，他就会喜欢你？照这么下去，估计用不了几天，徐乐乐对他的好感度就会上升到95点。可如今花的钱也太少了，总共不到10万块，不行，得多花点钱才行，不然逆袭返利的时候奖金太少。不一会儿，陈远拉着徐乐乐来到了香奈儿服装店，他在衣架上挑了2件衣服，就这2件吧。徐乐乐看着陈远手中的衣服微微皱眉，可是这2件我都不太喜欢啊，感觉有些老气。我说的是这2件不要，其他的都包了。这位先生，您说的是真的吗？你看我的样子是在开玩笑吗？刷卡，小姐姐，你男朋友也太大方。服务员恭恭敬敬地接过黑卡，一脸羡慕嫉妒。香奈儿的服装里面随随便便一件衣服就大几千，虽然店里面的衣服不多，可全部包起来，那至少也得几10万，这可不是一般的阔绰。不好吧，这么多的衣服我也穿不了啊，要不就挑2件算了。徐乐乐有些兴奋，又有些犹豫道：这怎么可以？既然说包了，那就必须全包了。陈远现在已经占据主导地位，那他说一不二的语气，竟然让徐乐乐有些莫名感动。他觉得这个顶着鸡窝头的男生，竟然也有一股霸道总裁的气质，与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逐渐重合。徐乐乐好感度加5，徐乐乐好感度加5，徐乐乐好感度加5。可是这么多的衣服，我在学校外面租的房子也放不下呀。放不下没关系，要不我给你买个房吧。此话一出，徐乐乐真的彻底懵逼了。买房是能随随便便说出口的吗？
汉城的房价虽然不如魔都燕京，但也绝对不算低。市中心的房价普遍在3万每平米以上，学区房、商业街的一些房价甚至飙升到了5万以上。就算是偏远一些的地方，也要2万每平米，一套100多平的房子，200-300万算正常，500-600万也不算离谱。徐乐乐确实拜金，他也从来不掩饰自己拜金，可陈远的做法真的把他给吓到了。徐乐乐好感度5，原本已经上升到63点的好感度，居然又减少了5点。陈远突然意识到，买房这件事情应该是把徐乐乐给吓着了。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对一个人太好，特别是这个人还不是特别熟悉的时候，真的会产生反效果。看来刷钱的事情也不能太心急，还是要循序渐进。还是不用了吧，你今天给我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其实我不是故意花你那么多钱的，只是想要整整你，想要看你出糗而已。对不起，我今天心情有些不好，在学校超市的时候不是故意挤兑你的。我明白，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过我现在很开心。还有，衣服我挑几件就行了，真的不用买那么多，好吧？陈远点了点头。服务员，你们这里有会员卡吗？有的，先生。行，给我办一张会员卡，我要充100万，以后这位小姐来你们店里，直接给她推荐最新款的就行。好的，先生。女店员原本以为这笔大生意没了，谁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几个女店员看着陈远的目光都带着一丝异样的表情。这男生刷卡的样子真的好帅啊，虽然没怎么打扮，穿得随随便便，连头都没洗，可身上真的有一股不一样的气质，这是普通人没有的。确实，他要是换身衣服，理个发型，刮个胡子，绝对是男神级别的。看他身上的气质，应该来自不一般的家庭，没有一些暴发户的盛气凌人，反倒是有一种世家公子的内涵底蕴。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好的男朋友？店里来来往往的一些吃瓜女生，此刻也无不朝着徐乐乐投去嫉妒的目光。陈远听着这些人的议论，相当无语。我他妈怎么不知道我有这种气质，还他妈世家公子的内涵底蕴？你们可真能舔。卡你拿好，我看你还缺一块表，楼下不是有个名表店吗？我看百达翡丽就挺不错的。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你给我买了这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那要不你以身相许吧？讨厌，你这个坏蛋！徐乐乐好感度+5，徐乐乐好感度+5。我靠，这种公然调戏居然也能增加好感度，陈远差点惊了。看来老实人单身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徐乐乐来讲，他不怕一个男人对他有想法，就怕你对他没想法。随随便便收了别人价值几十万的礼物，要是什么都不付出，是会让人感到不安的。陈远以开玩笑的口吻提出了这个要求，相反会让徐乐乐会安心很多。当然，他也不会让陈远这么快得到欲擒故纵的手段，他早就玩得炉火纯青了。不过问题是，陈远还真没有过那方面的想法，他也就随便口嗨一下。对他而言，想要在几天之内把一个女生哄骗到床上，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女生还长得很漂亮的情况下。然而陈远不知道的是，这样的女生在真正的土豪面前，远比他想象中要更加主动。远哥哥，你一直给我买东西，自己怎么什么都不买？没钱啊？陈远摊了摊手，实话实说，他是真没钱，舔狗精他自己1分都花不出去。远哥哥，你可真会开玩笑。接下来，两人又来到了男装店，徐乐乐居然主动花钱给陈远买了2套男装，外加1双鞋子。随后又去楼下的理发店，找托尼老师设计了一个发型。这一趟下来，差不多花了2-3千。很显然，徐乐乐意识到陈远可能是个豪门的时候，心态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她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人，想要将一个有钱的凯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必要时付出一点小小的投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味的索取，完全不付出，这个男人肯定对你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热情。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必要时给男人花点钱，送点小礼物，说点好听的话，就足以将一个男人抓得死死的。男人就是这么肤浅。还别说，徐乐乐的做法真让陈远内心有一丝感动。他都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收到女生给他送的礼物了。虽然他刚刚给徐乐乐花了几十万，可这几十万属于舔狗精，不是他自己的钱，花起来一点都不心疼。而徐乐乐给他花的3000元，可是真金白银自己的钱啊。这时，陈远脑海中再次闪过一道身影，是林书彤。记得大一军训刚认识林书彤的时候，这个女生对他的态度还不是这么恶劣，甚至表现得颇有几分好感。两人添加了联系方式后，
林书桐回消息也挺快的，表现得十分积极。有一次陈远感冒发烧，林书桐居然主动给他买药，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陈远瞬间为之沦陷。他以为爱情来了。从那次生病事件后，陈远开始对林书桐发起了狂热的追求。可无论陈远怎么追，林书桐就是不答应，也不拒绝。每当陈远心灰意冷想要放弃的时候，林书桐又开始主动去回应他，表现出你只差一点点就可以追到我的样子。可追女生根本没有进度条，你永远都不知道差一点点到底是差多少。就这样，当陈远付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已经收不回来了。3年感情的投入，岂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他最终感动的不是林书桐，而是感动了他自己。就这样，陈远彻彻底底的变成了一条舔狗，卑微的没有一丝尊严。第005还得继续舔。如今徐乐乐给他买衣服鞋子的感觉，和林书桐当年给他买药的感觉何其相似。先给你一点甜头，然后欲擒故纵，像放风筝一样，你进一步我就退一步，你退一步我就进一步，时间长了你就变成了我的舔狗。卧槽，这熟悉的操作，这熟悉的套路，太可怕了。我他妈只是想刷点舔狗精，又不是真的想当你的舔狗，能不能放过我？陈远在理发的时候突然醒悟过来，他决定再也不随随便便投入感情了。花钱可以，约会可以，买东西可以，搞暧昧也可以，但就是不能谈感情。不得不说，托尼老师的理发技术是相当牛逼的。当陈远的鸡窝头换成了当下最流行的潮男发型，一身拖鞋裤衩加 T 恤，也换成了徐乐乐精心挑选的精品服饰后，整个人的感觉顿时就不一样了。陈远长得本来就不丑，只是平时懒得收拾而已。他的硬件条件其实相当不错，如今换装完成之后，竟然帅到丝毫不逊色于某音网红小鲜肉。徐乐乐差点看呆了，前后反差实在太大，感觉都不是同一个人。徐乐乐好感度+5，徐乐乐好感度+5，徐乐乐好感度+5。不知不觉间，徐乐乐对陈远的好感度已经上升到了83点，83点的好感度已经相当之高了。这样的好感度足以让一个女生去主动到追你。此时在徐乐乐心中，陈远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刚认识的时候不咋地，可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他身上有无数的闪光点。首先，陈远有钱，而且低调，大学3年下来愣是装得像个普通人。其次，陈远很痴情，很专一，喜欢一个女生可以默默地为她付出3年。作为一个富二代，居然能放下身段，每天早上跑到女生寝室楼下送早餐，这也太温柔太体贴了。最后这家伙居然长得还很帅，稍微整理一下，比那个黄俊凯都要帅得多，而且更加耐看。想到之前林书桐在 Gucci 专卖店明明很喜欢那款包包，可她男朋友就是不给她买的样子，还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她突然觉得这女生是不是瞎了狗眼？明明最好的都已经被她得到了，偏偏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要不咱们去吃个饭吧？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晚上9点，陈远还没吃饭。如果不和徐乐乐一起吃，他就用不了舔狗精。他自己卡里的钱总共也只有200多块而已，这要是不趁着舔狗精吃一波饭，他可真的要吃土了。好啊，徐乐乐欣然应允。出了千达广场，两人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这一顿饭下来，吃得相当愉快。陈远狼吞虎咽的样子，徐乐乐也没介意，反正怎么看都很帅。晚上11点，陈远和徐乐乐结束了今天的约会，两人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卧槽，老四，你今天去哪儿了？还搞了一身这么帅的行头。室友周海泉挤眉弄眼的问道。去约会了。和谁约会啊？林书桐吗？我觉得老四你真的够了，林书桐明显把你当个工具人，长期饭票，你干嘛要对他死心塌地？他有事就找你，没事就跟别的男人聊骚，你跟这个女人的段位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还是趁早放手吧。不是林书桐，我今天约会的是徐乐乐。谁？徐乐乐？你可别吹牛了，艺术学院的3大院花之一，人家心气高着呢，能跟你约会？老四，你最近越来越飘了，我觉得你还是别在一棵树上吊死。追女生也不一定要找漂亮的，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主要是你自己配得上才行。寝室老大曹景言苦口婆心的劝诫道。叮！这时陈远手机铃声响起，他以为是徐乐乐发来的消息，打开一看，没想到是林书桐的。陈远，你睡了吗？我今天不是故意要对你说那种话的，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只是不想让俊凯误会，所以才故意说一些狠话。
其实我也很难受，你能原谅我吗？又来了，又来了。看到这条信息，陈远差点气到把手机都给摔了。就是这种忽冷忽热的态度，才让陈远这些年沦为一条舔狗。如果是以前，陈远肯定还会继续生气，林书彤会继续哄，要不了2天，陈远就会被轰得晕头转向，继续做舔狗。他一直都被对方拿捏得死死的，可是现在还是得继续舔。没办法，系统已经绑定了舔狗关系，不舔不行啊。没关系，我原谅你，只要你开心，做什么我都愿意。编辑好信息，陈远随手发了过去。女神寝室503。看到陈远发过来的信息，林书彤愣了一下。其实他今天做的事情，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原本以为这次至少要花好几天才能让陈远消气，谁知道对方直接就原谅他了。莫非是气话？当然，他根本不关心陈远有没有生气，他只是想知道陈远那些钱是哪来的。陈远，对不起，我也有我的难处。我妈生病住院了，需要5万块医药费，我迫不得已才去求的黄俊凯。要是不在他面前那么对你，他是不会借钱给我的。我真的很抱歉。叮咚，陈远，转账5万元。点击确认收取。看到这条转账信息，林书彤懵了。其实他也没想过要真去骗陈远5万块钱，他只是下意识的说了一个谎话去圆另外一个谎话。可谁知道陈远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了。这可是5万块啊，又不是50块。再想到他一心一意喜欢的黄俊凯，连个包包都不舍得给他买，他就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第006，林书彤内心动摇。陈远，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林书彤赶紧发消息问。哦，我家拆迁了，赔了10几套房。陈远随便找了个借口。原来是这样，可就算拆迁了，你也不能大手大脚的花钱啊。书彤，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陈远强忍着心头的恶心，发出了舔狗信息。如今的林书彤在他看来，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绿茶。如果你不喜欢，干嘛要去撩拨别人，直到别人下定决心去追求你，你又开始找各种借口？难道你仅仅是享受被人追求的感觉吗？卧槽你大爷！陈远，你不要这样，我真的很为难。这一次，陈远没有去回林书彤的信息，而是转头和徐乐乐聊了起来。乐乐美女，明天请你吃饭如何？啊，明天啊，明天我约了闺蜜做指甲。哎，那算了，不好意思哦。作为一个对陈远好感度高达84点的女生，其实她心里是很愿意和陈远出去约会的，但作为一个女生，有时候矜持一下也很有必要，不然男人太容易得到，总是不会太珍惜。而且她和陈远认识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她不想把关系推进的太快。当然，陈远也不是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约会，他只是想要借着花舔狗精的机会吃几顿大餐而已。既然你不愿意，那我换一个人舔不就行了？反正舔谁不是舔，只要舔狗精花得出去就行。话说陈远没有回林书彤消息，林书彤抱着手机正在发呆，他想着陈远给他发的5万块钱转账，到底要不要领取？其实他母亲根本没有生病，这5万块钱他若是收取了，本质上就是一种诈骗。要说平时受些小恩小惠也就算了，5万块钱的数额，真拿了会解释不清。而且他今天刚刚才和陈远提出分手，要是真收了，会不会显得吃相太难看了？这时，林书彤的闺蜜孙瑞走了过来。书彤，谁这么大方，居然给你发了5万块钱转账红包？是黄俊凯吗？不是黄俊凯，是陈远。小瑞瑞，你说我到底该咋办啊？林书彤看了孙瑞一眼，显得十分烦恼。陈远啊，这个屌丝有这么多钱吗？居然能给你转5万块？孙瑞有些吃惊道。是啊，我也没想到。今天我跟他提出了分手，然后和俊凯去逛街的时候，又刚好遇见了他。当时他和那个艺术学院的徐乐乐在一起，不知怎么的，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偏偏我看中的一款包包，俊凯没给我买，反倒是陈远给徐乐乐买了。当时我都快气死了。林书彤抱怨道。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有点舍不得这个陈远，可他能和黄俊凯比，无论是长相家世都没得比吧。而且你的第一次都给黄俊凯了，可我感觉俊凯有些不老实，他的手机从来都不给我看，而且也没给我买过什么礼物，就是人比较浪漫，很会哄我开心。上次我要看他的手机，他一气之下居然还要和我分手，我气不过才答应了陈远的表白。可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发现还是陈远对我比较好，而且陈远家拆迁了，分了10几套房呢。啊，拆迁了呀？我说呢，没想到这个陈远
居然还是个潜力股。孙瑞开始有些羡慕嫉妒恨了。他自认为颜值身材只比林书彤低了一点点，可为什么就遇不到这种好事呢？特别是陈远，够痴情，够专一，还有了10几套房产，怎么看都比黄俊凯更加靠谱啊！书彤，我建议你啊，还是先不要忙着做决定，继续观察。陈远既然给你转账了，你就先收着。他如果找你要，你大不了还给他就是了。不过我建议你不要像以前那么对他了，至少留一条后路。至于黄俊凯，我觉得你在他面前太听话，容易吃亏的。我知道了。林书彤点了点头。这时，林书彤给黄俊凯发出了一条信息：俊凯哥，我母亲生病住院了，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生病住院了呀？严不严重？你应该早跟我说啊。俊凯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我这里有500块，也不知道够不够，不够我再去借点。这样吧，明天我陪你去医院看看你母亲吧，顺便买点营养品。黄俊凯表面透露出关心，可细细分析，明显是在怀疑他啊。林书彤的心突然很凉。500块，我在你眼里就只值500块。他从来没让陈远碰过他的身体，就算是这样，他随便一句话，陈远就给他转了5万块，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犹豫。可他把什么都给了黄俊凯，甚至还为他堕过胎，对方却一句500块就打发了，甚至还怀疑他是不是在说谎。虽然他确实说谎了，目的也只是试探，可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最过分的是，黄俊凯发完这条消息后，连500块都没给他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第一次，林书彤觉得他是不是真的错了。话分两头，男生寝室205，陈远洗了个澡，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打开了鲨鱼直播 app， 随手点开了颜值区的几个女主播，也不知道给女主播打赏能不能消费舔狗精。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陈远开始点击充值，没想到竟然充值成功了。这下陈远兴奋了，现实中花钱实在太难了，舔一个美女还要陪她逛街，累得一批。可在网络上舔女主播那就不一样了，一晚上消费几千万那都不算什么事，效率高得很，而且还能换不同的美女主播刷礼物。当舔狗可以广泛撒网，重点捕捞。叮，系统提示，只有当宿主选择的女生颜值超过 7.6 分以上，满足女神最低标准，逆袭后才能获得奖金返利。女主播拥有美颜护体，网络颜值与现实颜值严重不符，需宿主自行判定。好吧，陈远随便浏览了10几个女主播，他发现至少有1/3的女主播颜值是过关的。当然，这是开了美颜滤镜之后，甚至还有好几个女主播颜值超过了8分，还有一个9分的。只不过对方现实中到底长什么样，陈远不知道。比如一个比较大的跳舞主播小米儿，粉丝几百万，开了美颜滤镜之后的颜值应该在 8.5 分至9分之间。听说他还进行过素颜直播，估计现实中的长相也是过关的。重点是他身材很好，几乎称得上鲨鱼第一舞姬，拥有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这种高人气的大主播舔起来肯定没错。第007震惊，狂刷5000发超火，只不过唯一的缺点是想要现实中约出来很难，想要将其逆袭就更难了。毕竟人家也是月入100万的有钱人，喜欢他的土豪都有一大堆，单纯的想要用钱也不一定能砸出95以上的好感度。陈远想了一下，管他的，刷就完事了。至于能不能逆袭，以后再说。小米儿，能做我的女朋友吗？我要秒你的榜一。陈远随手发了一条弹幕，然后开始充钱。哈哈，3级小号也来找存在感。你要真能秒榜一，我直播吃屎。一个56级的公爵房管肆无忌惮的嘲讽道：我记得小米儿的总榜一一共刷了900多万吧，他周榜一都刷了2万多了。兄弟爱，别说总榜，你能秒周榜我都倒立拉稀。龙总又来骗吃骗喝，屎都被你们吃涨价了，我裂开了。就在弹幕飘屏的瞬间，突然一发金色的火箭冲天而起，整个直播间都被璀璨夺目的特效所覆盖。哇，感谢寂寞一根烟哥哥送出的超级火箭。你以为这样的就结束了吗？这仅仅只是炸裂的开始。随着第一发超级火箭射出，紧接着就是第2发、第3发、第4发、第5发、第6发。不过片刻时间，陈远就足足送出了100发。就算小米儿是个100万人气的大主播，也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除非是平台主播打比赛期间，公会大佬替你刷了大量的礼物。平常直播
是很少有人会出手如此阔绰的。可工会刷的钱是要全额退还的，真正的土豪并没有那么多。卧槽，这真的是神豪了！龙总，打脸了吧？叫你们看不起3级小号，还不赶紧叫爸爸！龙总，吃屎的时候别忘了叫我。我说的是总榜一，又不是周榜一，吃屎还早着呢。ID 名为龙总001的公爵房管似乎还有点不服气。100个超火，价值20万，对于真正的有钱人来说，其实算不上什么。他能开得起公爵，拿出20万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很少一次性刷这么多而已。可是100个超级火箭就是陈远的极限了吗？笑话，这仅仅是个开胃菜而已。既然要装逼，那肯定要装个大的。接下来，整个鲨鱼直播平台，所有主播的直播间公屏上，全都飘起了没有尽头的火箭雨。这一飘，就是特么整整半个小时，那超级火箭雨就没停过。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小米儿超级火箭乘号4987。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小米儿超级火箭乘号4988。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小米儿超级火箭乘号4989。卧槽啊，这特么多少发超火了，半个小时了就没停过。一个英联联盟主播，游戏也不打了，跑到小米儿的直播间去围观，恐怖如斯。小米儿的直播间热度突破20亿，神特么20亿，热度都假的，又不是真人，牛逼啊，太特么牛逼了！烟总从3级小号半小时刷到120级满级，还秒了总榜一。此时，作为直播间主播的小米儿已经彻彻底底的懵逼了。要说他直播2年，见过的土豪也不少了，可绝对没见过这么毫无人性的大佬。尼玛，二话不说，直接送了5000个超级火箭，瞬秒总榜第一，这也太夸张了。关键是这人他根本不认识，如今他的总榜前10里面，排名前3的都是工会给他刷的，实际上这个钱他1分都拿不到。可这个 ID 名为寂寞一根烟的大佬，完全是纯路人。5000发超级火箭就是1000万，与平台对半分，也能净赚500万，一天收入500万，就尼玛离谱！感谢寂寞哥哥送出的5000个超级火箭。寂寞哥哥，你想看什么舞？寂寞哥哥你在吗？要不要加个微信？等下我在后台私聊你。小米儿问了好几遍，根本无人回应。陈远已经睡着了，今天逛街实在累得一批，然后送火箭送的手酸，特么点了半个多小时的屏幕，手都快累断了，以至于小米儿在后台给他发了私信，他都没注意到陈远是睡着了。可鲨鱼直播平台的所有主播却集体炸开了锅。寂寞一根烟这个 ID 几乎在所有主播心中瞬间成名，特别是那些女主播，记住那些土豪 ID 账号几乎是一门必修功课。无数直播间观众也在第一时间记下了这个名字，主要是这个神秘的土豪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几乎造成了轰动效应。一言不合5000发超火起步，说秒榜一就秒榜一，重点是这不是打比赛期间，说明这个神豪很有可能是个路人，不是工会假神豪，是一个真正的大佬，这尼玛就很恐怖了。一时间，除了小米儿给陈远发私信，还有很多其他女主播也悄悄地给陈远发出了私信。另外一些广告、求包养之类的路人也找上了陈远。陈远的 ID 账号莫名其妙多了好几万粉丝，有一些博主觉得这是一个很火热的话题，于是写了一篇微博文，还送上火箭与照片截图。这篇文标题名为震惊，鲨鱼直播惊现史上最大气神豪，半小时狂刷5000发超级火箭，女主播直播间热度飙升至20亿。这篇微博发出之后，一不小心上了热搜。夜晚电闪雷鸣，下起了雷阵雨。第二天一大早，空气格外清新。陈远也没登录直播间账号，他拿起书本就准备去上选修公开课。其实公开课可上可不上，要是其他的公开课肯定逃课的一大堆。可今天星期一有些不一样，湖大文学院第一美女，也是整个学校排名第2的校花赵玉琪，每个星期一都会正常上公开课，于是逃课的人就少了。特别是那些男生，平常这个时候一个个都懒洋洋的，甚至懒得起床，可今天这个时候全都提前半个小时起床，能搞多帅搞多帅。这不，205寝室的3个家伙，老大曹景言，老二周海泉，老三熊涛，一大早的居然用冷水洗头，特么这是赶着去相亲，搞快点！老四，今天又能见到女神赵玉琪了。周海泉催促道：是啊，一个星期只有1次机会能见到，妈的，
每次看到他，我都紧张的话都说不出来。熊涛有些激动的整理着头发，还上了发胶。不会吧，老二老三，你们还是太年轻了，完全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老大曹景言表面淡定，实则内心慌的一批。第八尴尬的一批，赵玉琪、陈远自然认识，整个湖大文学院不认识赵玉琪的人屈指可数。这是一个优秀的、有些过分的女人。她不仅是学生会副主席，还是舞蹈社社长，曾经在好几次文艺汇演中担任过主持人。她唱歌很好听，还拿过钢琴10级证书。然而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她长得很好看，在很多男生心目中，她是比当红明星古力娜还要漂亮的女生。在见到赵玉琪面前，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一见倾心，但是见到她本人后，你就真的无法欺骗自己。不仅如此，赵玉琪的家世似乎也很不一般。可正是因为这样，学校里面敢追求赵玉琪的男生真的不多，因为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赵玉琪身上的光环太耀眼了。其实陈远有自知之明，他之前追林书彤的时候都觉得有些高攀了，赵玉琪那是他根本不敢高攀的存在。不过现在舔一舔似乎也无所谓嘛，反正又不是花自己的钱。上午8点左右，陈远来到了公开课教室。今天陈远穿的是昨日徐乐乐给他买的衣服，发型也没怎么凌乱。不得不说，徐乐乐的眼光真的很好，他给陈远挑选的衣服能完美的将陈远的气质衬托出来，显得清秀又干净。咦，这个男生是谁啊？长得还挺帅的，以前怎么没见过？不认识，不过看着有几分眼熟的样子。陈远，我的天啦，他真的是陈远，以前怎么没发现他居然这么帅？其实陈远本来就不丑，只是他之前的发型太 low 了，穿的也不怎么样，而且天天跑到女生宿舍楼下跪舔林书彤，给人感觉很屌丝的样子。没想到林书彤把他甩了之后，变化会这么大，看来分手是会让人成长的。几个女生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时不时的将目光落在陈远的座位上。这时林书彤和孙瑞手拉手一起走进了教室。这两个女生穿的时尚又青春，特别是林书彤，扎着一头马尾辫，穿着白色运动鞋，紧身包臀裤将她玲珑剔透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显得青春又靓丽。当她看到陈远的第一眼，足足愣了2秒钟，似乎不敢相信这个不修边幅的家伙稍微收拾一下也很好看的样子。林书彤好感度加10，林书彤好感度加10，林书彤好感度加10。陈远有些无语，再次见面的第一眼，林书彤对他的好感度就增加了30点。他之前整整3年的付出都没能让林书彤对他另眼相看，反而越来越厌恶。如今只是换了身行头，搞得稍微帅气一点，就增加了30点好感度。陈远心态炸裂，有点想骂人。果然女人都是肤浅的生物。几秒钟后，林书彤和孙瑞坐到陈远身后的座位上。若是以前，林书彤肯定不会和他挨得这么近，就算是他们确定关系的期间，林书彤都会尽量和陈远撇开距离。可是如今，他居然主动坐在他身后了。这时，周围几个男生开始议论纷纷：“你们昨天看鲨鱼直播了吗？卧槽！昨天小米儿的直播间，直播热度突破了20亿，有个土豪半小时刷了5000发超火，简直炸裂！昨天没看直播。不过今天早上看到微博热搜了，简直毫无人性！5000发超火，那不就是1000万？这么多钱都可以买个别墅了吧？就这样给女主播刷了，连根毛都得不到，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呵呵，你以为那些土豪真的是傻逼啊？一个个钱多烧得慌，没有好处谁给你刷那么多钱？要么是 PY 交易，要么就是工会造势，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听着周围同学的议论，陈远愣了一下。你们口中讨论的神秘土豪，不就坐在你们旁边吗？没想到刷个火箭都能上热搜，看来也没白刷。这种被人议论、被人崇拜的感觉，还挺爽，搞得他都想大声地说一句：“我摊牌了，我就是你们口中神秘的土豪，我是寂寞一根烟。”哈哈，不知道这话说出来，会不会有强行装逼的嫌疑？这时，又有2个女生从教室门口走了进来。这2个女生，其中一个打扮得很中性，剪着类似男生的短发，身高1.72米左右。另外一个女生身高1.68米。就在她走进教室的一瞬间，大教室里面200多个学生集体安静下来，特别是男生，一个个眼睛都瞪直了。这女生不仅是长得好看，而且很有气质，与普通女生的区别十分明显，就像一群丑小鸭里面走进了一只白天鹅，一举一动都惹人注目。
赵玉琪是真的好看啊，感觉也没怎么打扮，多美的冒泡。她皮肤好，身材好，脸蛋好，还偏偏很有才华。这样的女生，别说男生，女孩子都会喜欢吧。可我听说赵玉琪已经被人包 mega 养了，上次我亲眼看到她上了一辆劳斯莱斯。你管别人上了什么车？没有根据的事情，不要乱说。男生的眼神很期待，似乎希望赵玉琪能坐到自己旁边的位子，就算不能同桌，距离女神近一点也是好的呀。就在这令人期待的时刻，一个相貌英俊高大的男生突然站了起来，他直径走到赵玉琪面前。赵主席，我能加你的微信吗？我靠，李建峰这家儿胆子太肥了，居然当面要人联系方式，妈的，脸皮还是不够厚啊！早知道我先上了。一时间，在场所有吃瓜同学全都等着赵玉琪的反应。然而赵玉琪还没说话，她身后的短发中性女生很快挡到李建峰跟前。你干嘛？是这样的，我叫李建峰，想申请加入学生会，刚好玉琪同学是学生会副主席，我就想问问。李建峰解释道，想加入学生会，自己去填表申请啊。再说学生会每年都招收新生，你3年了都没加入学生会，现在逮着机会找玉琪要微信，你到底是想加入学生会，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短发女生赤裸裸地拆穿了李建峰的借口，一时间场面十分尴尬。李建峰支支吾吾，英俊阳光的面孔憋得通红，还真是尴尬的一批。第009，我到底输在哪里了？哈哈，幸好我没出手，不然这也太尴尬了。熊涛一脸幸灾乐祸，这个吴小飞简直是个魔鬼，我就知道有他在赵玉琪身边，想要搭讪的男生就没一个能成功的。看来想要接近赵玉琪，首先就得把这个吴小飞给摆平了。这时又一个清秀干净的男生站了起来，玉琪同学，其实我也想要你微信。陈远此话一出，全班同学都有点震惊，他们似乎不敢相信陈远居然也敢找赵玉琪要联系方式，这胆子也太肥了。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没看到李建峰都失败了，而且尴尬的一批，难道你也想加入学生会？吴小飞一脸鄙夷的质问。没有，我对学生会没兴趣。陈远摇了摇头。那你要玉琪的微信干嘛？因为我想泡她啊。这下连吴小飞也懵了，他似乎完全没有料到陈远会如此直接，如此大胆，这尼玛不按套路出牌啊。叮，舔狗行动开启。姓名赵玉琪，年龄20岁，身高168厘米，体重49千克，颜值8.7分。该女生对宿主好感度10点，绑定3号舔狗关系。当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超过95点，则逆袭成功，身份转换，对方会变成宿主舔狗。逆袭完成，奖励10%消费舔狗金，奖励强化点25点，强化点可强化宿主身体属性，包括体质、精神、天赋、力量、感知等。奖励技能大师级钢琴演奏。陈远完全没想到赵玉琪居然会对他有10点的好感度，这是他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不得不说，赵玉琪从小到大见过不少想要搭讪他的男生，这些男生中总有人会以各种借口接近他，为了他加入学生会的，加入舞蹈社的，总之各种理由应有尽有。可偏偏很少有人会像陈远这样直言不讳地说要泡他，可能是因为他自身光芒太耀眼了，绝大部分男生在他面前都没什么自信，自然没有在其他女生面前那般随意大胆。陈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因为他不在乎，早在他追林书彤的时候就已经丢光了脸面与尊严，他已经不在乎什么爱情了。现在所有高颜值美女在他眼中都是刷钱的机器，只要你符合舔狗精刷钱的标准，那就先舔了再说。好啊。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赵玉琪居然落落大方的点了点头，似乎以一种颇为欣赏的眼神看着陈远。其实加个联系方式而已，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赵玉琪只是有些讨厌很多男生为了接近他，故意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难道想追他就不能大大方方的吗？每一个女孩子都喜欢被人追，赵玉琪也不例外。只不过你追不追得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加了微信后，陈远没有继续舔着脸找对方说话，他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书童，陈远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他居然想泡赵玉琪，这家伙什么时候胆子这么肥了？而且他昨天不是给你转了5万钱吗？现在居然当着你的面找赵玉琪要微信，什么意思啊？孙瑞晃了晃林书童的手臂，一脸疑惑地问。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不过既然已经分手了，他想追谁我也管不了。林书桐的脸色很不好看，感觉自己好像被陈远给绿了一样。这才短短1天时间，为什么对方变化会这么大？昨天以前，这个家伙还是他身边最为忠诚的一条舔狗，可现在，这家伙居然敢当着他的面去聊学校排名第2的校花，并且还成功聊到了。你是故意做给我看的，还是真的已经不在乎我了？林书桐又气又怒，心里有些患得患失起来。他突然有点害怕失去陈远，心中的焦虑和不安越来越严重。如果一个男人他能够吃得死死的，那么这个男人对他而言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男人在他面前就是低一层次的生物，两人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对等，何来吸引？女人一般嘴上都说希望有个男人能够对他们百依百顺，可真正百依百顺的男人他们压根儿看不上。所以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从来都不会被女人掌控。陈远如今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恰恰让他显得自信大方，魅力十足。正所谓上线决定下线，他陈远连校花都敢泡，你林书桐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林书桐好感度+5，林书桐好感度+5。陈远回头看了林书桐一眼，发现他头顶上的好感度居然又增加了10点。卧槽，这他妈什么情况？陈远有点懵逼。他之所以当着林书桐的面去聊赵玉琪，其实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想要出口气的意思。你林书桐既然能和其他男生暧昧不清，我陈远为什么就不可以追校花？本来以为这波操作会导致林书桐对他好感下降，谁知道根本没有，好感度居然还上升了。 What？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花心的男人吗？你不是说你讨厌渣男吗？你不是说你希望有个男人对你一心一意吗？我他妈之前全部按照你说的做了，可结果呢？你把我当条狗一样给甩了。现在我当你面聊校花，你对我的好感不仅没下降，反倒是上升了。你丫的莫非是个神经病？陈远觉得自己完全跟不上这个女人的思维节奏了。果然舔狗必死。老四，我发现你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赵玉琪你也敢聊？牛逼！什么老四？叫四哥。四哥，你能不能把赵玉琪的微信号发我？熊涛一脸谄媚道。不太好，你想要自己去要呗。四哥别这样啊，都是兄弟，你难道忘了当初咱们1条内裤2人穿，2条内裤4人穿，4条内裤很多人穿，咱们是什么样的交情？生死之交啊！别，这忙我帮不了你，就算我给你了，人家也不一定会加你。卧槽，你这个见色忘义的家伙！不知不觉2节公开课的时间就过去了。下课后，陈远刚刚走出教室，没想到徐乐乐迎面走了过来。今天他穿的是香奈儿最新流行款式的连衣裙，一头优雅的波浪卷发，画着精致的妆容，举手投足之间都尽显女性魅力。本来昨天他和陈远约会结束后，他还不想把关系推进的太快，所以昨晚陈远约他吃饭，他委婉的拒绝了。可今天早上，当他看到一条微博热搜之后，内心彻底不淡定了。因为那个给女主播狂刷1000万软妹币的神秘土豪 ID 名叫寂寞一根烟，而陈远的微信名字也叫寂寞一根烟。因为昨天刚刚加的好友，他还没来得及改备注，而且不止名字一样，他们连头像都是一样的。徐乐乐怀疑陈远和微博热搜上的神秘土豪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 ID 名字一样很常见，可 ID 和头像全都一模一样，这就很不常见了。如果陈远真的有实力给女主播刷1000万，那他背后的财富将会何等惊人，那至少得几十亿吧，说不准上百亿都有可能。这是一般富二代能比的吗？说不准他其实是一个隐藏的集团巨子，或者是财阀阔少。这样的隐藏巨少如果错过了，那不得后悔一辈子。虽然他不是100%确定，但试探一波总归是没错的。于是徐乐乐开始主动出击了。这要巧啊，徐乐乐同学，你们艺术学院也在这上课吗？陈远语气平淡的打了一个招呼。什么巧不巧的，人家是专门来找你的。这是我上午画的素描画，送给你。徐乐乐拿着一个画板递到陈远跟前。还别说，徐乐乐的素描画功底真的有2把刷子，里面画的正是陈远本人，那栩栩如生的模样，感觉跟照片都差不多。什么情况？这么漂亮的妹子居然是来找陈远的。卧槽，这不是艺术学院的徐乐乐吗？他居然主动给陈远送礼物，他就是徐乐乐呀，听说很有名的样子。我靠，那幅画画的竟然是陈远，这是在暗中表达心意吗？我裂开，为什么要让我这条单身狗看到这种不健康的画面？不应该啊，我到底输在哪里了？论长相，
论身高，论才华，陈远各个方面都不如我，而且我还会 rap， 还会打篮球。为什么赵玉琪愿意加他微信？为什么徐乐乐会主动送他礼物？没道理啊！校草李剑锋百思不得其解。第010，当场就翻脸。书童，你发现没有？陈远这家伙好像越来越受欢迎了。先是赵玉琪给他微信，现在连艺术学院的徐乐乐都跑过来主动找他。这家伙什么时候魅力这么大了？难道别人都知道他家拆迁了？闺蜜孙瑞在背后小声说道。林书彤也不知道生气还是怎么的，一言不发地看着陈远和徐乐乐有说有笑，还故意从他们身边经过。他想让陈远知道他生气了，他想让陈远像以往一样，每当察觉到他不开心的时候，都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哄他，讨好他。这一次，陈远仿佛根本没看到他这个人，依然和徐乐乐有说有笑。有时候女生都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心理暗示，越没有女生喜欢的男生，她们越看不上，觉得这个男生矮矬穷，别人都不要，我自然肯定不会要。可如果是受欢迎的男生，别的女生都喜欢，那他肯定有自己的魅力和才华，我应该多接触了解。这种心理暗示往往是下意识的，得不到的就是好，众人争抢的我也抢，这也是为何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渣男往往混得风生水起的原因之一。而陈远现在遭受情感打击之后，已经开始从老实人逐渐转变为渣男了。在他看来，渣男和舔狗貌似并不冲突，他这叫舔渣。你前女友林书彤好像有点不开心了，你要不要去轰轰？徐乐乐有意无意地说道。从林书彤刚刚故意经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暗自警惕起来。这女人明显就是个绿茶，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如今陈远是他徐乐乐看中的猎物，说什么也不能再让林书彤给勾了去。不必了，都说是前女友了，我去哄她也不合适啊。陈远摊了摊手，他觉得这两个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若是以前的自己还真玩不过这样的渣女。可是现在，只要自己能够守住本心，不动真感情，他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反正你们在我眼里都是用来刷钱的工具人。这么一想，陈远感觉自己头脑都清晰了很多。果然啊，我还是太年轻了。徐乐乐一幅画就差点动摇了我的内心。陈远心里暗自摇头。小远哥，你平时喜欢看直播吗？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徐乐乐旁敲侧击的开始询问。直播啊，也不是经常看，只是偶尔闲着无聊会瞅一眼。哦，那你一般看什么平台？鲨鱼呀、抖音啊、龙牙呀，都看过，不过还是鲨鱼看的多一点。果然如此，徐乐乐似乎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法。小远哥，其实我也想做主播呢，听说现在的女主播都挺赚钱的。那挺好啊，自力更生。你要是哪天开播了，告诉我一声，我给你捧场。真的吗？小远哥，你真好。说着说着，徐乐乐已经挽住了陈远的胳膊，他一脸笑意，火辣的身材外加漂亮的脸蛋，吸引了不少路过同学的注意力。就在这时，一个身高1.8米左右，长得白皙文静，看着阳光帅气的大男孩，满脸怒火的朝着徐乐乐与陈远迎面走了过来。他目光血红，一副遭到了背叛和欺骗的样子。徐乐乐，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和闺蜜做指甲吗？你为什么要骗我？这个男的是谁？王宇，我和谁在一起？还轮不到你来管吧？你又不是我男朋友。可是，你前2天都已经答应和我一起看电影的，为什么出尔反尔？你们女生说话难道都是不作数的？乐乐学姐，我已经追了你半年了，你为什么总是这样？难道我在你眼里就只是一个备胎吗？王宇一脸悲愤，眼眶带着泪花。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别自作多情了。王宇学弟，我让你追我了吗？你每次泡妞都只会请人看电影，你知不知道你说的那部电影我已经看了10几遍，都快看吐了。我真的不想跟你浪费时间。徐乐乐这话说得很难听，连陈远都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从这个学弟身上，他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想到这里，陈远猛地将徐乐乐手臂甩开。小远哥，你……徐乐乐，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玩弄男生的感情有意思吗？一部电影居然能看10几遍，和谁看的？太让我失望了。小远哥，你听我解释。不用解释了，你以为追你的人多，你就可以自豪，可以得意是吗？告诉你，一块肉臭了，苍蝇也就多了。哼！陈远冷哼一声，大步离去，根本不听徐乐乐任何解释，连他送给陈远的那幅素描画也被随手扔进了垃圾桶。到了现在，
陈远已经根本不在乎徐乐乐对他的好感度了，反正解气就完事了，指着美女鼻子骂的感觉真他妈舒服。做男人就要有态度，有原则。陈远这个翻脸不认人的态度，实在看呆了不少围观路人。我去，那兄弟可真牛逼，这么漂亮的一个妞，居然舍得指着人家鼻子骂，要我肯定舍不得骂一句，捧在手心都怕给化了。你们懂什么？这才是真男人，女人就不能惯着。切，什么男人啊，这么没风度，都不懂得心疼女生，活该单身一辈子。一个女生皱眉道。不一会儿，徐乐乐将垃圾桶里面的素描画给捡了起来，她眼眶很红，隐隐约约有泪花闪烁，看上去十分可怜。乐乐，那个男人根本不珍惜你，你还是不要在他身上花心思了，我才是对你最好的。王宇看到这样的画面，突然又当起舔狗安慰起来。滚，要不是你，陈远他根本就不会误会。我讨厌你。乐乐，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王宇越说越伤心，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比陈远差，论相貌，论脾气，论气质，到底哪比不上那家伙了？可为什么徐乐乐就是看不上他？此时的徐乐乐心中只觉得无比懊悔，他已经逐渐摸清了陈远的底细，这绝对是一个家底深不可测的男人。他原本想要欲擒故纵，让这个男人不可自拔地爱上他，可谁知道各种手段都还没使出来，这个男人就当场翻脸了，煮熟的鸭子都给飞了。他突然觉得很心痛，很想挽回，他必须要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不然会寝食难安。也许徐乐乐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现在已经满脑子都是陈远了。D011莫名涨粉10万，徐乐乐好感度+5。徐乐乐当前对宿主好感度88点，看到系统界面上徐乐乐的好感度居然又增加了5点，已经高达88点。陈远整个人再次懵逼了，他原以为这次当面翻脸，徐乐乐对他的好感度会迅速下降，谁知道结果完全出人意料。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以前真的错了？觉得索然无味的陈远自己一个人回到了寝室，闲着无聊，他刷起了抖音。现在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实在火爆的一批，大多数年轻人在空余休闲时间都会刷下短视频什么的，抖音就是短视频平台上最火爆的一款软件。陈远打开同城推荐，随便刷了几下，一个颇为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视频中，一个白衣少女正在弹钢琴，虽然拍摄的距离有点远，而且感觉也不是专业相机拍摄，只是随手一拍，不过这女生的气质长相真的与一般的网红有很大区别。重点是她居然没有开美颜滤镜，这是何等自信。现在的抖音女网红开了美颜是女神，关了美颜就是路人，有些甚至比路人还丑，甚至有男人化妆开了美颜滤镜后都能变身2次元美少女，简直亮瞎你的钛合金狗眼。而这个视频中的女生，她不仅没开美颜滤镜，甚至连妆都没化，可依然清纯动人。她一袭汉服白衣，仿若古老传说中走出来的仙子，熟练的钢琴指法让她的气质显得十分高雅。这不是赵玉琪吗？她居然也拍抖音了，我靠，粉丝还不少，作品只有7、8个，粉丝居然破100万了，这是要火的节奏啊。不过想想也是，以赵玉琪的颜值才华，能火起来还真不让人意外。毕竟湖大排名第2的校花，绝非浪得虚名之辈。陈远想了想，随手点了个关注，开始浏览他之前拍摄的视频。而就在此时，赵玉琪居然开播了。也许是因为刚刚开播的原因，直播间总共也没几个人。她和闺蜜吴小飞正在聊天，两人似乎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并非学校宿舍。欢迎寂寞一根烟来到本直播间。卧槽，大佬，你这名字取得有点意思啊，是看今天的微博热搜吗？居然敢冒充我烟总，小子，你有点膨胀啊。我记得鲨鱼有个神豪 ID 也叫寂寞一根烟，半小时给女主播刷了1000万，从3级小号直满级，还秒了总榜1，搞不好人家是神豪本尊呢。哈哈，他要是神豪，我直播吃屎。赵玉琪的抖音号名叫琪琪小可爱，主要直播的内容就是唱歌弹钢琴。随着时间的推移，直播间的人数也从刚开始的几个变成了几百个，逐渐开始有人给他送礼物，但大多都是1毛2毛的礼物，也有人会送几块钱或者几10块钱的礼物，不到半个小时就收获了5000英镑，也就是500块。女主播之间经常会有 PK， 很快赵玉琪被一个女主播连线了。卧槽，是彭17。琪琪，我要叛变了，不是你不好看，而是17也很漂亮啊，而且她的粉丝实在太多了。赵玉琪毕竟是个新主播，
与彭17这样的大牌网红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对方的粉丝基数已经超过了3000万，直播间在线人数更是超过10万，几乎是全平台最火的几个女网红之一。果然，直播间 PK 条开启的一瞬间，赵玉琪就被对面给压制了。对面土豪开局就送了5个嘉年华，抖音嘉年华是打赏界面最贵的礼物，一个价值3000元，开局5个嘉年华就是15000元。卧槽，总算把钱给充好了。抖音这充值额度应该改一改了，一次最高充值只能充5万，充了200次才1000万，挺累人的。陈远相当无语，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居然会因为各大平台的充值额度太小而感到烦恼。看到赵玉琪被彭17碾压，陈远毫不犹豫地开启了疯狂刷礼物的状态。赵玉琪如今可是他的舔狗对象之一，要是有一天能够逆袭，现在刷的越多，到时候赚的也就越多。而且对方本人就在湖大，近水楼台先得月，比逆袭小米的机会大多了。下一秒，一发嘉年华礼物特效瞬间刷屏，感谢寂寞一根烟哥哥送出的嘉年华礼物。赵玉琪有些惊喜地感谢道，他本来以为这次 PK 凉透了，谁知道直播间新冒出了一位大哥，并且这个 ID 怎么看着很眼熟的样子。卧槽，这该不会是烟总？我丢啊，真的是烟总，烟总本尊降临了。琪琪，你有救了，烟总可是真神豪啊。接下来寂寞一根烟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从射出第一发嘉年华礼物开始，接下来的礼物刷屏就没有停过。感谢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琪琪小可爱嘉年华乘号108，感谢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琪琪小可爱嘉年华乘号109，感谢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琪琪小可爱嘉年华乘号999。这一刻，彭17直播间的所有土豪都集体震惊了，他们10几个土豪加在一起愣是刷不过一个人，这也太他妈毫无人性了。卧槽，对面那家伙到底是谁啊？这么刚？寂寞一根烟，他不是鲨鱼平台上了热搜的那个神秘土豪吗？牛逼牛逼！鲨鱼刷完了跑到抖音来刷，钱多的没地方花呀，尼玛也太有钱了。干不过干不过，17妹妹，不是大家不给力，而是对面大哥太牛逼，你怕是要被小主播给打了。没有任何悬念，在陈远这家伙的一顿狂刷之下，赵玉琪的这场 PK 不仅打赢了知名网红彭17，而且还上了全平台直播小时榜第1名。他直播间里面突然猛增了好几万人，粉丝关注也增加了2万多个。最让人意外的是，赵玉琪这个主播的粉丝都只涨了2万个，陈远这家伙的 ID 居然莫名涨了10万粉。然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第012神秘土豪竟然是我好友。赵玉琪和彭17的 PK 虽然结束了，但陈远的礼物却并没有结束，嘉年华持续刷屏，仿佛没有尽头一般，一直送一直送，平均1秒钟一个嘉年华，1分钟送60个，10分钟600个，1个小时后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琪琪小可爱嘉年华乘号3331，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琪琪小可爱嘉年华乘号3332，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琪琪小可爱嘉年华乘号3333。这时陈远终于停了下来，赵玉琪已经麻木了，他整个人都一脸懵逼。刚刚开播没几天的他，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小菲菲，你快掐我一下，告诉我这我不是真的，真的有人给我送了3000多个嘉年华吗？琪琪，你发财了！我靠，这土豪直接给你送了1000万，感谢土豪，感谢大佬，感谢烟总。就在陈远这1个小时狂刷嘉年华的期间，赵玉琪直播间观众人数史无前例的突破了30万。要知道，抖音直播平台的观众人数是所有直播平台中人数最真实的，30万在线观众人数，在聋哑就是3000万人气，在鲨鱼就是30亿热度。对于新主播而言，这可不是一般的夸张，牛逼！一个新主播开播没2天，音浪收获1个亿，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30万，明星开播都没你人气高。卧槽了个 DJ， 我不是来看女主播的，我是来看土豪刷钱的，哈哈。烟总，下次刷钱说一声，我要当你的头号狗腿子。烟总的眼光不错，小姐姐颜值挺耐打的，我感觉一点都不比彭17逊色。烟总，人家已经关注你了，私信约一波。陈远看了看后台，果然私信无数，全都是99加，甚至还有不少女主播给他发出了私信。其中最让陈远震惊的是，里面居然还有彭17，这位可是坐拥3000多万粉丝的大网红啊！
她还是宅男女神，无数舔狗心中的梦幻情人，甜美可爱的模样，老少通杀，位列抖音平台10大巨星女神之一。这样一位高人气网红，居然给她发私信，这是陈远以前完全没想过的事情。他点开后台私信，寂寞一根烟哥哥，我关注你了，能互关一波不？你把人家打得太惨了，对不起了，美女。陈远立刻回信道，寂寞哥哥，要不加个微信吧，我有事情想要找你谈一下。啥事啊？关于商业合作上的事情。我最近成立了一个新媒体公司，就缺您这样的土豪加盟，里面有很多小姐姐网红哦。真的吗？那我考虑一下，你把微信号发过来。陈远眯了眯眼睛，他觉得加了彭17的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对方本来就是一个大美女，可以成为舔狗对象，而且他还认识那么多网红，稍微介绍几个，陈远感觉自己很快就可以在网红圈混得风生水起了，而且都不用系统给他奖励舔狗金，一旦有了名气，他自己都能赚钱。当然，低调还是必须的，他不能去当网红，因为按照系统规定，舔狗对象对他的第一好感度不能超过20点，否则无法绑定舔狗关系。因为初始印象就有20点以上的好感度，女生一开始就有点喜欢你，你就已经不符合舔狗身份了。寂寞哥哥，我的微信号是 pen17。好的，陈远果断开始添加，不到20秒，对方就通过了他的验证。寂寞哥哥，你年龄显示是真的吗？你只有21岁。彭17发消息问道。是真的，再过1个月就22了。陈远打字回道，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在我的印象中，能有这种手笔的，都是些大型集团的老总。哎，大型集团老总算什么？就是世界500强，我分分钟都能买下来，你信不信？哈哈，小哥哥，你可真幽默。彭17很显然认为陈远在吹牛逼。世界500强是什么概念？这种巨无霸集团，动辄几千亿，甚至还有的市值几万亿的，你能买下来？你咋不上天呢？马云都不敢说这种话，你比马云还牛逼不成？还没怎么多接触了解，彭17就觉得这个神秘的土豪有点浮夸，一点都不像有钱人的样子。他甚至觉得他家的人根本就不是神豪本尊，于是就懒得理他了。老四，你咋回来的这么早？不是和徐乐乐去约会了吗？熊涛回寝室后立即问道。徐乐乐这女人不是善茬，我骂了她一顿就回来了，你可别吹牛逼了，你不被人骂就不错了。熊涛一脸不屑地摇了摇头。陈远，你又和谁聊天呢？周海泉看了看陈远的手机，随意问了一句，彭17啊。啥？你说谁？彭17啊，就抖音那女网红。你可拉倒吧，你怎么不说你和美国总统在聊天？呵呵，不信算了。陈远懒得解释。话说另一头，赵玉琪下播后，他几乎第一时间就关注了陈远的抖音账号。他觉得，无论是出于感谢，出于礼貌，又或者出于其他目的，他都应该私下里好好感谢一下这位神秘的榜一大哥。而且这位榜一大哥还是同城进来的。可当他关注陈远抖音账号的一瞬间，整个人愣了一下，因为他发现这位神秘的榜一大佬，微博热搜上的绝世神豪，对方所捆绑的微信账户竟然和他是好友关系。也就是说，给他刷了1000万的土豪其实是他认识的人。怎么样了，七七？那位神秘土豪的微信你加上了吗？我告诉你，这种一言不合就狂刷1000万的大佬，他所拥有的财富绝对是难以想象的。你要能得到他的支持，迅速火爆全网，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已经加上了。赵玉琪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这么快就加上了？不是，我发现刚刚给我刷礼物的那个寂寞一根烟，他本来就是我的微信好友。赵玉琪解释道。啥？听到赵玉琪这么回答，吴小飞顿时浮现出了一脑门子问号。D013校花主动请我吃饭，你微信好友给你刷了1000万，谁啊？吴小飞更加好奇地问。陈远，今天上午找我要微信那个男生，是他，他就是寂寞一根烟。卧槽！吴小飞震惊了，他绝对没想到，那个看上去还有些青涩内敛的男生，竟然是网络上一掷千金的神豪大佬，这反差也太大了。其实刚才吴小飞脑海中想到过几个曾经追求过赵玉琪的富二代，可这里面的人绝对不包括陈远，因为陈远是学校里面出了名的舔狗啊。也许赵玉琪不关注这些校园八卦事件，可吴小飞不一样，他对校园里面的八卦事件可谓了如指掌。陈远这样的舔狗，这种屌丝，居然会是随手打赏1000万礼物的神豪。琪琪，你确定是陈远吗？不是别人？怎么？看你的反应，你之前认识他？赵玉琪问道。也谈不上认识吧，之前听说过，
这个陈远和我们是同一院系同一年级的大3学生，他之前一直追一个女生来着，这女生就是林书彤，听说追了整整3年都没追到，还经常在女生楼下送早餐，平均每1个月表白一次，点蜡烛，摆爱心，唱情歌，送各种小礼物，可林书彤一直都没答应他。吴小飞并不知道的是，1个月前陈远已经追上林书彤了，不过林书彤要求他保持低调，不准发朋友圈，不准秀恩爱，所以知道他们谈过朋友的人并不多。不会吧，陈远这么有钱，而且他长得也不差呀，这样一个优秀的男生，为什么追了3年都没追到？赵玉琪心中更加疑惑了。林书彤他也见过，虽然有几分姿色，但也谈不上有多么独一无二，学校里面比她漂亮，比她优秀的女生不在少数，反倒是陈远拥有如此恐怖的家底，能随便拿出1000万打赏主播，这样的豪门巨少远非一般的富二代可比。富二代开几百万的豪车很常见，可让他们拿出几千万去打赏，那还真没几个。反正赵玉琪认识的几个富家公子里面，没人有这种实力。我明白了，陈远之所以没追到林书彤，是因为他一直装穷来着。这小子为了隐藏身份，平时还会去兼职送快递，学校里面根本没人知道他这么有钱。早就听说一些世家公子会有一些独特的癖好，他们喜欢寻求真爱，不喜欢一个女生因为钱和他们在一起，所以王子扮青蛙，神豪扮屌丝。陈远这家伙应该就是这样的。吴小飞平时喜欢看网络小说，想象力十分丰富，于是自动脑补分析道：真的是这样吗？我想他应该是失望了吧，所以不打算继续装下去了。赵玉琪也十分认同的点了点头，他突然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优秀，很体贴，为了自己喜欢的女生愿意付出那么多，堂堂一个豪门大少，为了真爱心甘情愿的去做那些不太体面的事情，并且持续3年，只为了感动对方，这也太浪漫了。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一个豪门大少去兼职送快递，你会觉得他付出了特别多的东西，可一个普通学生送快递，你就会觉得很正常，并没有付出什么。哈哈，就是这么真实。赵玉琪在普通学生眼中是高不可攀的女神校花，可究其根本，她也只是一个在校学生而已。她也喜欢比她更加优秀的男生，陈远在她看来就挺优秀的。小飞，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感谢他呢？人家给我刷了1000万的礼物，连带直播间的粉丝都涨了好几万，可我觉得这礼物太大，有些太沉重了。赵玉琪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依我看，那家伙应该是真的下定决心要泡你了，不然不会出手如此阔绰。不过玉琪，你可千万要顶住啊，不能随随便便就被人给拿下了。吴小飞建议道。我知道了。赵玉琪点了点头，随后他拿起手机给陈远发送了一条信息：陈远同学，谢谢你给我刷的礼物，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明天晚上6点半我请你吃饭吧，就当感谢你的大力支持。啥？校花要请我吃饭？看到赵玉琪发出来的消息后，陈远有点懵逼，他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赵玉琪会主动请他吃饭，这可是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学生会副主席，文学院第1美女，湖大第2校花，这种女神普通的男生连追都不敢追，最多只是心里面偷偷暗恋而已。而现在对方居然要请他吃饭，好啊，能跟赵主席一起吃饭是我的荣幸。陈远立刻打字回消息，那就说好了，6点半学校东门，不见不散，到时候吃穷你。哈哈，尽管放马过来，我家是开饭店的，你尽管吃。赵玉琪回消息还挺快的，丝毫不介意陈远和他开玩笑。表面上赵玉琪给人的印象是一副亭亭玉立、大家闺秀的样子，可私底下她似乎是一个很活泼的女生，而且话很多。聊着聊着，陈远都快跟不上对方的节奏了，基本上陈远回一条消息，对方至少回2-3条。一想到自己以前给林书彤发消息，基本发10几条消息，对方才回1条，而且还是2-3个小时以后。陈远觉得很心酸，他一直欺骗自己，只要持之以恒的付出，总有一天林书彤会看到他的好。可现实一次又一次的打了他的脸，一个男人要是不提升自己，无论你做了多少，在他眼里你终究只是一条舔狗。老四，别一直玩手机了，来不来开黑？缺个辅助，带你上黄金。周海泉喊道。得了吧，你什么水平我还不知道，玩了7年联盟，至今还是白银，你说要带我上黄金，我信你个鬼。陈远翻了个白眼，咱们艾欧里亚的跟别的区不一样，我一区白银，吊打郊区王者，要不是队友太坑，我至于7年了还是白银吗？不玩，一边去。
我还要跟校花聊天呢，你就吹吧。一转眼就到了第二天下午6点半，湖大东门校门口，一位穿着中长白色 T 恤，脚下一双小白鞋，扎着一头马尾辫的女生，已经在这里等了10几分钟。来来回回的学生不少，可这位女生的回头率几乎高达90%以上，就连女生都忍不住回头多看几眼。对方一双修长纤细的美腿，实在吸睛无比。虽然穿得很简单，可却将完美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更显青春活力。不仅如此，当男生看到这个女生的模样后，就更加挪不动腿了。这女生是谁啊？太他妈漂亮了！赵玉琪你不认识？咱们学生会副主席，舞蹈社社长，学校排名前3的校花。原来她就是赵玉琪啊！看样子好像在等人哎。第014大型翻车现场。这时，一辆红色法拉利488突然停在了校门口。哇塞，是法拉利超跑哎！400多万的豪车，车上好像坐着一个帅哥，他单手开法拉利的样子，真的好帅啊！当法拉利跑车停下，只见一个身高1.82米，大概25、26岁的青年男子，直径来到赵玉琪跟前。玉琪，去哪儿啊？我送你一程。不了，郑斌学长，今天我约了人。赵玉琪摇了摇头，表示拒绝。约了谁啊？一起叫上呗。刚好我知道一家私房菜馆，味道很不错，还是有些不太方便。赵玉琪并没有因为对方开着豪车就有所动摇，400万的跑车而已，陈远随便刷个礼物都可以买2辆法拉利488了。郑斌脸色有些难看，他没想到赵玉琪如此难啃。自从上一次生日聚会中见到赵玉琪之后，郑斌对其一见倾心，他发誓要追到这个妹子，并且还跟兄弟打赌，半个月之内将其拿下。可现在都过了1个多星期了，依然毫无进展。这次开着豪车过来，没想到居然还会被拒绝，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就在此时，一个骑着自行车的清秀男生缓缓来到2人跟前。玉琪同学，我来的是不是有些晚啊？我是卡点过来的，没想到你会早到。陈远颇为抱歉地说道。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刚好6点半，不多1分钟，也不少1分钟。以往陈远约林书彤出来，对方至少要迟到半小时以上，而他自己通常会拖后半小时，这样一去一来，他每次约会至少要等上1个小时。经过很多次内心焦灼的等待后，陈远也开始学乖了，他每次都会提前跟对方说到了，然后卡点过去，这样就省去了很多无聊等待的时间。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和赵玉琪出去吃饭，所以他没有耍这些小套路，而是刚刚好6点半，不多1分钟，也不少1分钟。主要他没想到赵玉琪一个女孩子，堂堂校花女神，居然会提前10几分钟到达约会地点。至于这个开法拉利的家伙，似乎想要挖他墙角。郑斌学长，我们先走了。赵玉琪十分礼貌地说道，然后众人瞠目结舌的目光中，坐上了陈远的自行车后座。我的天啊！赵玉琪情愿坐自行车，都不愿坐法拉利。我好像又开始相信爱情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满脸震撼地说道。爱了，爱了，不愧是咱们的校花学姐，就这高洁傲岸的品质，与那些拜金女就是不一样啊。玉琪学姐，从此路转粉。我靠，那个载着玉琪学姐的男生，不是舔狗陈远吗？这……看着陈远骑着自行车带着赵玉琪离开，郑斌脸色一阵铁青。你要说他输给一个同级别的富二代，他也就认了，可输给一个骑自行车的屌丝，这特么算怎么回事？还特么被屌丝给无视了。哼，一个屌丝也想玩高配，你怕是不知死活。郑斌冷哼一声，一脸阴沉的驾车离去。赵玉琪他是不会放手的，他会让那个穷学生知道什么才是现实。玉琪同学，咱们去哪里吃饭啊？今天可是你请客哦。自行车上，陈远笑着问。一想到赵玉琪众目睽睽之下上了他的自行车，而没上法拉利超跑，他就觉得倍有面子，感觉今天的阳光都格外明媚。谁说女生都情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赵玉琪不就坐在了他的自行车上，人家还是校花呢。学校附近不是有家一趟龙虾吗？味道还可以，咱们去吃虾子吧。赵玉琪建议道。好的。来到龙虾馆，里面的环境确实不错，而且价格也不算贵，一顿下来基本上也就300-500块钱左右。如果3-4个人聚在一起，平摊下来每个人平均100块钱不到，普通的学生也都吃得起，所以店子里面的生意很好。赵玉琪似乎特别喜欢吃龙虾，而且点的特辣的那种口味。这妹子在陈远心目中的印象好像逐渐开始变得真实起来。原来女神也喜欢重口味，原来仙女也是会辣巴巴的。
就在两人有说有笑开始剥壳啃虾的时候，门口又走进一对俊男靓女。男的一身名牌范思哲，女的同样青春靓丽，只不过对比赵玉琪，无论气质、身材、容貌，都要稍微逊色一筹。林书彤，陈远真的觉得有点晦气，怎么走哪儿都能碰到这对狗男女。上次在 Gucci 专卖店，这次在一趟龙虾馆，简直阴魂不散。林书彤看到陈远也是一愣，可当他看到与陈远坐在一起的人是赵玉琪以后，整个人都有点懵逼了。陈远怎么可能约得到赵玉琪？这不可能的，这根本没道理啊！这几天的时间，林书彤对陈远的印象虽然有所改观，可他舔狗的形象还是根深蒂固的。可谁能想到，这条舔狗居然连文学院第1美女、湖大排名第2的校花都约得到。他有这么优秀吗？为什么先是徐乐乐给他送素描画，赵玉琪也和他单独来吃龙虾？难道我以前真的看错了，没发现陈远身上有什么独特的优秀品质？林书彤开始有点怀疑自己了。别说是他，黄俊凯同样有点开始怀疑人生。赵玉琪可是连他都聊不到的极品妹子，陈远这舔狗何德何能，居然能和校花一起吃龙虾？俊凯哥，要不咱们换一家吧？林书彤扯了扯黄俊凯的衣袖，有些不对味的说道：不用换了，这家就挺不错的。那不还有熟人吗？黄俊凯说着，径直朝着陈远旁边桌子的空位走了过来，他的手挽着林书彤的腰肢上，来回游走，仿佛在炫耀一般。可他的目光却始终停在赵玉琪身上，明显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黄俊凯，你这个渣男，你在干什么？突然，一个角落座位上的4个女生，其中一个长得十分肥胖的泼辣女子，突然站起来暴吼道：魏小青，你怎么在这里？黄俊凯支支吾吾，脸色都白了一大半。这句话应该是我来问你吧？说，你旁边的这个婊子是谁？还有你这个贱货，小三，你不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人吗？黄俊凯，你不是人，难道我对你不好吗？我给你买衣服、买鞋子、买手表，连车都借你开，你居然背着我找小三，你个畜生不如的狗东西！肥胖女子愤怒无比地踹了黄俊凯一脚，反手给了林书彤一耳光。啪！林书彤被打懵逼了。D015该出手时就出手，黄俊凯脸上的表情跟吃了屎一样难受。小青，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都是这个婊子勾引我，其实我是不喜欢他的，我的心里只有你，你一定要相信我。众人瞠目结舌的目光中，黄俊凯一把推开了林书彤，像条狗一样抱住了魏小青的大腿。呵呵，这家伙穿的人模狗样的，我还以为是个高富帅，没想到是个跪舔富婆的小白脸。我去，这兄弟口味可真重，这种吨位的坦克也能下得去手，牛逼牛逼啊！医生说我胃不好，其实我也想吃软饭。一时间，吃瓜群众指指点点，林书彤整个人已经懵了，他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完全不敢相信他眼中又高又帅又多金的富二代男友，竟然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真的是他勾引你的吗？那好，我给你一个机会，给我当面打他2个耳光，扒光他的衣服，我就原谅你，不然赶紧把车钥匙交出来，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魏小青咄咄逼人的说道。啪啪！黄俊凯果真翻脸无情，居然真的当众打了林书彤2个耳光，并且下手极重，林书彤脸都差点被打肿了。黄俊凯，你什么你？你个贱婊子，绿茶，勾引别人男朋友的小三，你脖子上戴的项链都是我的，赶紧给我取下来。面对魏小青的强势霸道，林书彤只觉得心中无限委屈，他又不知道黄俊凯这个渣男有女朋友，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小三，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帮他说句话？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林书彤遭受到了人生中最大的羞辱。而这时，一个相貌清秀的男生突然站了起来，他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随手拿起一盘热腾腾的龙虾，不疾不徐地走到黄俊凯身后，猛地一盘子扣了上去。砰一声巨响，盘子砸成粉碎，滚烫的龙虾浇了黄俊凯一头。你干什么？为什么打人？魏小青质问道。老子打的就是这个龟儿子。黄俊凯，你他妈就是个狗东西！陈远不依不饶，似乎并不打算放过黄俊凯。卧槽你大爷，你个臭屌丝，敢打老子，老子弄死你！黄俊凯被打之后很快反应过来，面容扭曲，和陈远扭打在一起。论打架，陈远和黄俊凯互殴，其实有些吃亏。黄俊凯身高183厘米，体重70公斤，而陈远身高只有179厘米，体重63公斤。
在块头和力量上，他都不如黄俊凯。而就在这时，他发现林书桐对他的好感度突然蹭蹭蹭的往上升。林书桐好感度加20，林书桐好感度加20，林书桐好感度加20。本来林书桐对他的好感度已经上升到了35点，此刻出手，好感度瞬间暴涨60点，居然直接达到了95点好感度。这是陈远完全没想到的。原来英雄救美的时机把控好，真的可以让一个女生对你好感瞬间爆炸，甚至化身为你的舔狗。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一个男人该有的态度。林书桐此刻早已泪如雨下，他真的没想到，在他被人当成小三肆意羞辱的时候，真正愿意帮他的人依然还是陈远。也只有陈远，这个曾经他看不上的男人，这个曾经被他当成舔狗一样呼来唤去的男人，这个被他恶语相向所赶走的男人，在他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只有这个男人肯挺身而出。忽然他想起了这3年来陈远对他的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反观黄俊凯，嘴上说的好听，可实际上却并没有为他付出过什么，反而花言巧语把他骗得团团转，最后连富二代的身份都是假冒的。可笑自己鬼迷心窍，一心想要攀高枝，最后却落得如此田地。危难时刻方显本心，陈远才是那个从始至终一直对他好的人。他真的后悔了。很显然，林书桐有点想多了。陈远这次出手，并非对他念念不忘，余情未了。他早就想打黄俊凯了，只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出手。可今天看到黄俊凯这没皮没脸的模样，实在令人恶心。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先不谈打不打得过，必须干了再说。叮，检测到2号舔狗对象林书桐，对宿主好感度成功突破95点，恭喜宿主逆袭成功。叮，2号舔狗对象共计消费舔狗金5万元，奖励宿主5000元。叮，林书桐成功转化为宿主舔狗，奖励20点强化点。姓名陈远，年龄21，身高179厘米，体重63 kg， 力量9，体质9，精神10，敏捷9，感知10，成年人巅峰水平值10，状态亚健康，技能5，强化点20，请宿主选择强化方向。我选择强化10点力量，10点体质。看着眼前突然弹出了系统界面，陈远毫不犹豫地选择添加了力量和体质。叮，强化成功。宿主当前力量19点，当前体质19点。下一秒，陈远只感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原本略显消瘦的身躯突然觉醒了一股爆炸性的力量。黄俊凯掐着陈远的脖子，正想要挥拳打他的脸，可突然间，陈远手臂猛地一紧，不仅死死地握住了他的拳头，竟然还将他整个人给提了起来，猛地摔在地上。卧槽你马拉隔壁，老子弄死你个狗东西！砰！黄俊凯刚从地上爬起来，陈远猛地一脚踹出，竟然将他这个1米8几的大个子活活踹飞的3米远。这一下，黄俊凯再也不敢动手了。谁能想到陈远这个瘦不拉几的家伙，打起架来竟然如此彪悍。黄俊凯明显比他高大不少，竟然完全不是对手。3下5除2，就被打得丧失战斗力。陈远，谢谢你。林书桐眼带泪花的感谢道。不用谢，我不是帮你，我只是看他不爽很久了。陈远实话实说，可林书桐很显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陈远心里面还是在乎他的，只是拉不下当初丢的脸而已。小青，帮帮我，扶我去医院，我快被打死了。滚一边去，你个渣男被打了也是活该。嗨，帅哥，能加个微信吗？魏小青见黄俊凯被打，一点都没有同情他，反而跑过来找陈远要微信。陈远刚才出手果断，吊打黄俊凯的样子简直帅炸了，这才是真男人。第016，我们回不去了。黄俊凯这个虚有其表的家伙，越看越恶心，不仅吃软饭，还是个废物，没皮没脸也就算了，连打架你都打不赢，你不是废物是什么？老板，今天店里砸坏的所有东西，还有给生意造成了影响，都算我账上。赵玉琪走到前台，对着店里的老板娘笑着说道。本来老板娘还打算报警处理，可既然有人愿意赔偿损失，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赵玉琪看陈远的眼神似乎越来越欣赏了，一个低调多金的神豪，不仅长相帅气，就连身手都这么好，还正义感爆棚。尽管林书桐多次对不起他，可他却并没有因此记恨对方，反而出手惩戒渣男，何等风度，何等潇洒。赵玉琪好感度加10，赵玉琪好感度加10，
赵玉琪好感度加10，不知不觉间，赵玉琪对陈远的好感度已经达到40点，40点的好感度已经可以开始建立暧昧关系了。陈远倒是没想到，他出手暴打黄俊凯，居然能让赵玉琪对他好感迅速攀升。实际上，他帮林书彤解围，林书彤对他好感度暴涨，可以理解。可赵玉琪就是个旁观者，他居然也会增加这么多的好感度，这真是意外的惊喜。看来女生崇拜强者，应该是一种天性。几乎所有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一个有实力、有风度、有担当的男人。不好意思啊，今天这顿饭吃的。陈远走到赵玉琪跟前，一脸抱歉地摸了摸后脑勺。没关系，我觉得今天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你，好像每一次和你接触，都能发现你不同的一面。赵玉琪眨巴着大眼睛，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男孩子。这家伙真的好像一个宝藏男孩。什么不同的一面？我不一直都是我吗？陈远摊了摊手。其实之前我一直对你没什么印象，直到上一次你找我要微信，而且说话挺直接，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蛮真诚的，没有那么多弯弯道道。可谁知道你回头在我直播间刷了那么多的礼物，而且你网上那么有名的时候，我才知道你不是一般的有钱。现在你居然连打架都这么厉害，真的挺出人意料的。赵玉琪大大的眼睛里面冒着星星。陈远一开始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可是现在陈远已经成了核心竞争选手，在他认识的所有优秀男生之中，陈远绝对能排前3。是这样的吗？我可是关注你很久了，原以为咱们的校花女神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谁知道你居然是个重口味、特辣加辣、吃虾子不戴手套，居然还喜欢舔手指。你该不会是个钢铁直男吧？居然这么说人家女孩子，讨厌。赵玉琪气呼呼地跺了跺脚，还挺可爱的。林书彤看着赵玉琪和陈远打情骂俏，心里面很不是滋味。陈远刚刚虽然替他解了围，可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去安慰他、讨好他，反而和赵玉琪聊得越来越起劲，仿佛真的将他整个人给忘了似的。这时候的林书彤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赵玉琪无论身材、相貌、谈吐，各方面都不比他差，甚至能稳稳压过他一头。这样一个女神级人物，居然对陈远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兴趣。陈远有了更好的发展对象，他还能对自己一心一意，将自己无微不至的捧在手心里吗？不可能了。为什么我才刚刚发现陈远的好，真心真意想要去了解他、喜欢他、爱他的时候，他就要被别的女生给撩走了？不可以，不可以这样。陈远是我的，陈远一定是我的，谁都不能抢走。人往往在得到的时候不会珍惜，当失去的时候却总是后悔莫及。这大概就是林书彤当下最真实的心理写照。陈远，我能和你聊聊吗？林书彤走了过来，打断了陈远和赵玉琪的谈话。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了吧？可是我真的有话要和你说。你以前不会对我这么冷漠的，我以前有再多的不对的地方，你都会原谅我的。这一次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回到以前好不好？你是爱我的，对吗？林书彤眼泪汪汪，十分可怜问道。他希望得到陈远肯定的答案。回到以前，继续像一条狗一样围在你身边吗？你高兴了回2条信息，不高兴了理都不理。咱们在一起1个月，你不准我发朋友圈合照，不准我公共场合牵你的手，理由竟然是怕你家里人知道了影响不好。我信你个鬼！我看你是怕你那些备胎知道了，一个个全都跑了吧。3年，这3年我承受了什么你知道吗？为了让你开心，我拼尽了所有的努力，我付出的一切在你看来都是笑话。你只是享受我追求你的过程，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林书彤，我现在就告诉你，回不去了，我不爱你了。陈远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他没有再理会林书彤，而是转身拉起赵玉琪的手，离开了龙虾馆。一路上，赵玉琪被陈远强行拉着手，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陈远这家伙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反正刚刚在龙虾店，当着林书彤的面，赵玉琪并没有反抗被陈远牵手，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陈远面子，还是一种奇怪的心理因素作祟。赵玉琪就这样老老实实的被陈远抓着手走了很长一段距离。其实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心里应该很难受吧？我听过你和林书彤的故事，只是我一直想不通，你既然那么喜欢他，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告诉他你的身份？他要是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应该早就答应和你在一起了吧？我什么身份？陈远有点懵，他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娃儿，能有什么牛逼的身份？可是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赵玉琪应该是看他在直播间刷了几千万的礼物，出手无比阔绰，所以猜测他身份不一般。D017林书彤心如刀绞，
其实我只是个普通人，想要的也只是一份很简单的爱情而已。可偏偏事与愿违，陈远这话说得很诚恳，他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也没有什么牛逼的身份。在赵玉琪看来，陈远太谦虚了。果然和他之前猜想的一样，陈远一直隐藏身份，就是想获得一份纯粹的爱情，不想将感情和物质挂钩。可现实却是，屌丝是不配拥有爱情的。童话故事终究只是童话故事，你没有钱，给不了女生浪漫，给不了女生安全感，给不了女生想要的各种小资生活，人家凭什么选择你？你装成屌丝去试探，就注定了要被人家养鱼，注定了要成为备胎，成为舔狗，成为千斤顶。话分两头，陈远离开龙虾馆以后，林书桐一个人失魂落魄的回到了寝室。他觉得自己这一次真的玩砸了，不仅被黄俊凯这个渣男给狠狠骗了，就连陈远好像也对他彻底死心。如果是以前，他根本就不在乎陈远对他的看法，反正只是一条舔狗，没了就没了，大不了培养下一条舔狗就是了。林书桐的鱼塘里面可不仅仅只有陈远和黄俊凯两个人，还有其他鱼儿放养着，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填补空缺。虽然这些鱼儿的条件也就那样，但有总比没有好，总算有个过渡不是？可是这一次，他对陈远好像真的上心了，特别是对方出手越来越阔绰，为人越来越潇洒，就连打架都越来越有男子气概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以前似乎并不了解陈远。还有赵玉琪、徐乐乐这种学校里面女神级的人物，都纷纷主动与陈远接触，他才越发觉得陈远其实是一个有内涵的男人。书童，你总算回来了，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本来想告诉你的，可你今天和黄俊凯在外面约会，我就想有些不太方便，还是等你回来了再说。孙瑞挤了挤眉毛，一脸兴奋地说道。什么秘密？林书桐面无表情，很显然兴致不高，他今天遭受的羞辱和打击实在太重，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缓过来的。书童，你知道寂寞一根烟的真实身份是谁吗？孙瑞问道。寂寞一根烟，就是微博上了热搜的那个神豪，给女主播刷1000万的那个。不是1000万，是2000万。书童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随便刷了一下抖音，谁知道全平台人气最高的主播居然是赵玉琪。我当时震惊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赵玉琪不仅拿下了小时榜榜1，并且本场音浪高达1个亿，这个土豪就是寂寞一根烟。然而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寂寞一根烟，我关注了他的抖音账号之后，发现他居然和我是微信好友关系，而这个人是陈远。我的天啊，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我简直懵逼了。陈远这个屌丝居然是网络上狂刷2000万巨款的神豪，这家伙隐藏的也太深了。我估计他家里拆迁是假的，他真实的身份应该是个超级富二代或者集团巨子。书童，你这是要发达的节奏啊，将来要是能嫁入豪门，可别忘了姐妹哦。孙瑞一直喋喋不休，简直兴奋的停不下来。林书桐如遭雷击，感觉瞬间遭受到了1万点暴击。你说什么？陈远，他就是寂寞一根烟，是真的。书童，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抖音平台绑定的微信账号是错不了的，而且陈远能随随便便给你转5万块钱，我觉得就算是家里拆迁了，他父母应该也不会随便给他这么多钱吧。那么只有一个可能，陈远他本身就是一个富二代，本身就是一个超级神豪。书童，你要不把黄俊凯甩了，跟陈远在一起好了。孙瑞建议道。可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林书桐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被人给活活捅了几刀，在滴血。别说了，小瑞瑞，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怎么了，书童？你怎么哭了？林书桐此刻心如刀绞，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赵玉琪会和陈远单独出来吃饭。这可是1000万啊！本来这1000万应该是他的，可为什么便宜了赵玉琪这个贱人？原来他之前一直追求的豪门阔少，他早就已经得到了。这个阔少甚至比他想象中还要阔，还要好，而且还对他一心一意，简直就是理想中的完美男神。可是这个男神又偏偏被他亲手给推开了。这一刻，他恨不得狠狠给自己2个耳光。空有宝山而不自知，何止是愚蠢，简直就是愚蠢。不，事情不该是这样的。陈远是我的，我还没有输，我还有挽回的机会，我不该这样的放弃，我一定要把陈远重新给追回来。经过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林书桐决定重整旗鼓。俗话说得好，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而且陈远追了他整整3年，本身就有难以割舍的情感，只要他化被动为主动，
就有很大的机会挽回这段感情。老四，今天怎么又回来这么晚？最近也没看你打游戏啊，跑哪儿潇洒去了？室友周海泉问道。不是早和你们说过了吗？和赵玉琪出去吃饭了，后来闲着无聊又去逛了下街，他还给我买了双椰子鞋呢。陈远指了指脚下的新鞋，一脸淡定地说道。老四，吹牛逼也要有个度。赵玉琪约你出去吃饭，还给你买鞋，你他妈越说越离谱了。好吧，你们不信我也不解释，也许人家想追我也说不一定。卧槽，这今儿真欠打，要不要干他？干他丫的！老四，接我一招降龙18掌，亢龙有悔，猴子偷桃，断子绝孙脚。地灵181不小心多打了个0。今夜月明星稀，陈远和室友周海泉、熊涛、曹景年三人打闹一番后，就准备洗澡睡觉了。在洗手间里面，陈远发现自己居然多了8块腹肌，原本瘦不拉几的身材，脱下衣服之后居然健壮无比，标准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系统的强化点也太管用了。这身材放普通人身上，至少得在健身房3-5年才能练出来吧。陈远心中腹诽道，20点的强化点几乎让他的身体素质和力量全都增加了1倍有余，这才仅仅只是逆袭了一个林书彤而已。要是多逆袭一些女神，陈远怀疑自己以后有没有可能变成超人。不过这次逆袭奖励的舔狗金还是太少了，才5000块，早知道应该在林书彤身上多花点钱的。陈远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不久前他刚刚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私人账户，确实多了5000块钱。这5000块对于陈远来说是他自己的钱，可以随便怎么花。对于一个普通的大3学生而言，这可是一笔不菲的巨款，舔狗金再多也花不到自己身上。私人账户上有钱，才能让陈远的腰板挺得更直一点。洗漱完毕后，陈远发现微信上有几条未读消息，他一一点开。赵玉琪，晚安哟，我的榜一大大。林书彤，陈远，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可能彻底伤了你的心，可你并没有拉黑我的好友关系，就说明你心里至少还是有一丝丝在乎我的。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很后悔，后悔到现在才明白到底是谁真的对我好。陈远，我的心里是在乎你的，原来我一直都是在乎你的，求求你不要离开我，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弥补曾经对你的亏欠。徐乐乐，陈远哥，你能借我点钱吗？3条消息，陈远全都仔细阅读了一遍。赵玉琪的消息，他回了声晚安。林书彤他压根就没回。至于徐乐乐的这条消息，按照一般常理来讲，陈远最不该理会的人应该是徐乐乐，因为这女人开口闭口都是钱。上次陈远给她花了几10万，她还不满足，现在居然主动开口要钱了。说实话，徐乐乐吃相有点难看，而且这个女人的名声确实不太好，不仅到处勾搭富二代，学校里面只要有男生给她花钱，她似乎都来者不拒。如果说林书彤是一个典型的绿茶，那么徐乐乐就是拜金渣女，不仅拜金，还渣得明明白白的。可是对于现在的陈远来说，他最喜欢的就是徐乐乐这种人，不怕你拜金，不怕你开口要钱，就怕你要得不够多。老子舔狗金有9000万亿，现在才花了多少？照这个速度花下去，怕是花1万年都花不完，必须增加输出额度才行。陈远果断回了一条消息，要多少？另一边，梦湖水岸小区一个合租房内，看着陈远回过来的消息，徐乐乐绝望的眼神中仿佛出现了一道亮光。这2天他被高利贷公司追债，连学校都没敢去。陈远，我爸做生意亏欠钱，还欠了高利贷，你能帮帮我吗？徐乐乐这话并没有骗陈远，他爸徐天傲原本是做网吧生意的，在汉城有17家连锁网咖，家里资产几千万，原本网吧生意火爆，之前投资的钱要不了1-2年就能回本，可谁知道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导致全城乃至全国的网吧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打击，所有网吧被强制歇业，并且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于是徐乐乐家里破产了，之前和她玩的比较好的闺蜜朋友现在都对她敬而远之。在找陈远开口借钱之前，徐乐乐几乎所有朋友都借过了，特别是那些追求过她的富二代。然而徐乐乐开口数额巨大，那些所谓的富二代一听要借这么多钱，立马就和徐乐乐撇清了关系，甚至还有人侮辱她是个鸡。当然骂人肯定不对，但换个角度来讲，你开口找人借那么多钱，家里还是借了高利贷的无底洞，你真当人家都是人傻钱多的沙雕吗？没有任何承诺保证，没有书面协议，仅凭借你的身体美色，别天真了，这个社会很现实，
几万块就能玩到的女人，凭什么要花几百万？徐乐乐内心有些忐忑。陈远虽然有钱，但也不一定真的肯借他那么多钱，并且上次因为王宇突然出现，导致陈远对他有所厌恶，他心里没底。陈远哥，我想借50万，你放心，我可以跟你签字画押，一定会还给你的，把你银行卡号发过来。陈远打字回道，他没有任何废话。好的，我的银行卡号是6225。不一会儿，徐乐乐就收到了银行转账消息，叮咚，您的尾号6987的账户到账500万元。徐乐乐看着银行短信提示，他顿时一懵，陈远哥，我借的是50万，为什么你给我打了500万？徐乐乐赶紧发消息询问。哦，一不小心多打了一个0。看到这条消息，徐乐乐哭了，他真的哭了。陈远哥，原来你是在乎我的，要不你怎么会知道我家里一共欠的高利贷是500万？原来你早就打听清楚了，谢谢你，陈远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徐乐乐这2天他所遭受的所有委屈，这一刻全部爆发了，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瞬间烟消云散。他家里总共欠了480万的高利贷，他一个学生，就算出卖身体，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凑到这么多钱。他只是抱着能借多少是多少的心情，他借遍了所有的朋友，那些曾经嘴上说要爱他、保护他、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男生，到头来甚至连1毛钱都不肯借。特别是那些富二代，越有钱越是1毛不拔。而陈远什么都没问，他甚至都没说要签借款协议，就给他转了500万巨款。这笔钱足以一次还清他家里所有的高利贷。徐乐乐感动了，他内心一层坚硬的外壳被打破，彻底的沦陷了。这一刻，陈远略显消瘦的身躯在徐乐乐记忆中突然显得无比伟岸。他觉得这个男人拥有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是如此的令人着迷。至于徐乐乐微信上有几个男生将自己1个月的生活费全借给了他，他似乎选择性的忽略了。D019目瞪口呆。徐乐乐好感度+1，徐乐乐好感度+1，徐乐乐好感度+1。当陈远500万转账过去之后，徐乐乐对陈远的好感度开始再次增长了，即便见不到面的情况下，也一直往上升。徐乐乐对陈远本身好感度就已经达到了88点，此时稳步上升之下，好感度已经来到了94点，只差1点就能突破临界值，成功将其逆袭。可偏偏只差1点的时候，好感度停止增长了。我靠，能不能不要这么搞人心态？差一点你给老子停住了！陈远看着系统界面，关于徐乐乐的舔狗逆袭进度，差点破口大骂。难道要继续转钱？不行，凡事过犹不及。如果一直赚钱，对方很有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提款机，并不一定会增加好感度。金钱加甜言蜜语等于无敌。按照这个公式，现在金钱有了，但是甜言蜜语说的还不够，而且陈远本身并不擅长说甜言蜜语。当然，陈远是绝对不会向徐乐乐表白的，因为他有过血淋淋的教训。当初就是因为过早的跟林书彤表白，才陷入了无比被动的局面。后来他总结出经验，泡妞最正确的方式就是永远不要表白，直接约出去就完事了。能约得出来，就说明对方对你有点意思，可以继续发展。要是约不出来，那就趁早结束，及时止损，免得越陷越深，最后无法自拔，变成一只舔狗。一旦表白，需求感暴露，女生会下意识闪躲，甚至会和你拉开距离。这时候去追，难度就是地狱级的。当初陈远从来都没打算真的去追徐乐乐，他一直把徐乐乐当成一个刷钱的工具人，所以在徐乐乐面前，他的态度很随意，很放松，甚至前2天还当他的面故意发脾气。因为不在乎，反倒显得他格外潇洒。想了一下，陈远开始打字，以后有困难跟我说，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助你的。不行，这也太舔狗了，我特喵的借了他500万，又不是他借我500万，凭什么这么讨好他？陈远想到以前就是这么讨好林书彤的，顿时一阵恶心，赶紧将信息删掉了，重新打字。徐乐乐，你以后不准和其他男生暧昧不清，听到没？还是不行，这话说的太强硬了一点，让人听着不太舒服。而且我也没打算把徐乐乐发展成女朋友啊。继续删掉。最后陈远干脆给徐乐乐发送了2个字，晚安。没错，晚安这个礼貌性的用语，这时候才是最合适的。陈远觉得自己不应该去猜测徐乐乐的内心想法，反倒是应该让徐乐乐摸不准他的真实态度，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化主动为被动，这才是舔狗的最高境界。晚安，陈远哥哥。
徐乐乐立刻回了过来，但是好感度还是没有增长。算了，随缘吧，越心急越是容易犯错，还是明天再说。陈远叹了口气。第二天一大早，27公寓男生宿舍楼下，一个身材模样颇为正点的女生，手上提着一份精致的早餐，已经等了10几分钟。卧槽，这妹子挺正点的呀，她居然拿着早餐，也不知道是哪位兄弟这样牛逼，居然能让妹子给她送早餐。男生给女生送早餐我见多了，女生给男生送早餐我还是第一次见。哎，这年头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如此英俊的我已经单身了20多年。就在一群男生指指点点的时候，陈远和熊涛、曹景言、周海泉3个室友下楼了。他刚刚走出男生宿舍，已经等待多时的林书彤小跑着来到了陈远跟前。陈远，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早餐，我们一起去上课吧。林书彤讨好着说道。不了，你自己吃吧，咱们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免得让别人误会。陈远一脸严肃，果断地拒绝了林书彤。此话一出，好几个关注林书彤很久的男生差点当场吐血。卧槽，这男的谁啊？这么拽，你妹的，这么正点的妹子给他送早餐，他居然一脸嫌弃，长得也不是特别帅啊，还没我帅呢，妹子该不会是瞎了眼吧？就在2个戴眼镜的男生一脸气愤的时候，又一个身材火辣、颜值超高的女生走了过来。她看了林书彤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敌意。陈远哥哥，人家给你带了早餐，还是热的，赶紧吃吧。徐乐乐嗲声嗲气，那酥酥糯糯的声音让不少宅男骨头都差点软了。卧槽，又有一个极品妹子给他送早餐，这家伙到底何方神圣？他一定是家里有矿，牛逼啊，这才是大神，居然能让2个如此正点的妹子为他争风吃醋，这泡妞水准也太高了。这时候室友周海泉、熊涛、曹景言3个家伙也差点惊呆了。之前他们一直认为陈远在宿舍吹牛逼，可谁能想到他居然真的这样牛逼。林书彤和徐乐乐居然抢着给他送早餐，并且明明看见了对方，也毫不退缩，这尼玛什么情况？倒追吗？此时现场气氛有些诡异，2个身材相貌都很不错的女生，一人提着一份早餐，同时递到陈远跟前，就看他选哪一份。下楼的男生越来越多，已经引起了围观。这家伙不是舔狗陈远吗？什么时候这样牛逼了？看来我努力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你看，陈远这舔狗都已经成功了，我要是坚持跟秦冰雪表白，说不准有一天也能成功。秦冰雪，胡大第一校花，你怕是在想屁吃吧？兄弟，一大早你喝了几瓶雪花，这么飘？老四，哥几个还没吃早餐呢，你不吃让我们吃啊。熊涛看现场气氛有些尴尬，于是出言缓和道，那行，就给你们吃吧。陈远将徐乐乐和林书彤的早餐同时接了过来，然后转手塞进熊涛和周海泉手中。这个做法让徐乐乐和林书彤都有些不高兴，不过他们不高兴的同时反而松了口气，至少陈远没有吃对面女人的早餐，多少留下一点面子，气氛稍微缓和了一点。可就在这时，文学院第一美女校花赵玉琪拿着一份打包好的豆浆、油条、米粉走了过来，她迈着轻盈的步子缓缓走到陈远跟前。诺，这是你的早餐。一时间全场男生集体石化，目瞪口呆。第020，赵玉琪也不是省油的灯，这怎么可能？赵玉琪怎么可能给陈远送早餐？这不是真的，这他妈一定是幻觉。玉琪学姐可是我心中的女神，她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不，我不相信。这个陈远到底施了什么魔法？为什么林书彤、徐乐乐、赵玉琪3个大美妞全都要讨好他？他也没那么帅啊，而且也没什么钱。上个星期我还看他送过快递。大部分男生此刻脑海中浮现出了一连串的问号。周海泉、熊涛、曹景言3个家伙也彻底懵了，他们心目中暗恋了3年的女神赵玉琪，居然反过来给陈远送早餐，这还是他们的室友吗？你确定你是陈远本人？你特喵的该不会情圣附体了吧？要不怎么可能如此牛逼？相比较其他男生而言，林书彤和徐乐乐才真正明白赵玉琪为什么要示好陈远。开玩笑，人家给他送了1000万的礼物，他就是送1个月的早餐都丝毫不为过。只要能和陈远维系好关系，得到他的支持，赵玉琪在直播事业上的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成为一个大网红，月入100万轻轻松松。就在今天早上，赵玉琪成功登上了微博热搜。而他上微博热搜的原因，
和前几天的小米儿一样，被神秘的土豪寂寞一根烟疯狂刷礼物，导致人气爆炸。短短2天时间，涨粉好几百万。抖音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频繁讨论那天的事情，甚至还专门截图发视频，居然全都上了热门。抖音这个短视频平台十分神奇，有时候一个人火了，就是那么突如其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人气突然爆炸了。其他网友也疯狂蹭热度，赵玉琪被越蹭越火，越火越蹭。就在这种神奇的效应之下，她已经有了大火的趋势。当然，赵玉琪本身长得就漂亮，气质也好，加上多才多艺，自身条件摆在那里，陈远的出现就是点燃了那一根导火线而已。就算没有陈远疯狂刷礼物，赵玉琪在直播短视频行业的发展也不会差，只是可能不会火得这么快而已。对了，陈远，我还有一个礼物送给你。昨天看你手机都那么旧了还在用，给你买了个新的，你看看喜不喜欢？说完，赵玉琪从包包里面掏出了一个还未拆封的新款手机。我靠，这是最新款的苹果12 Pro， 要1万多块钱呢。赵玉琪给陈远送手机，这狗比到底何德何能，值得女神这样对他？为什么？我不明白，我到底输在哪了？女神你是不是瞎了眼？这陈远到底有什么好的？不行，我看不下去了，我要揭露陈远这个狗逼渣男的无耻行径。他不仅吃软饭，还脚踏3条船。咱们校园论坛见。在一群男生愤愤不平的目光中，陈远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收下了赵玉琪送给他的新手机，苹果12啊，1万多块钱呢，不要白不要。陈远啃了一口油条，美滋滋的喝了一口豆浆，爽！被女神送礼物的感觉实在太爽了。果然印证了那句老话，并不是美女不主动，而是你从来都没见过美女主动的样子。赵玉琪好感度+5。陈远收下礼物之后，赵玉琪头顶的好感度居然又增加了5点，变成了45点。陈远有些意外，他没想到除了送礼物可以增加好感度，原来收礼物也可以增加好感度。而对于赵玉琪而言，林书彤和徐乐乐先后给陈远准备的精致早餐，他都没有吃，甚至将他们的早餐直接送给了室友，反倒是他随便买的豆浆油条，陈远却吃了好几口，连他送的礼物也一脸高兴的收下了。这就说明他如今在陈远心目中的地位是徐乐乐和林书彤所无法媲美的。区1万多块钱的手机，陈远会买不起吗？他之所以这么高兴，肯定不是因为收到了一个苹果手机，而是送手机的人让他觉得好，觉得贴心，所以才这么高兴。他看重的是情谊，是心意。赵玉琪是这么认为的。很显然，他误会陈远了。陈远没有那么高尚，也没有想那么多，他其实很肤浅。1万多块钱的手机，对他来说真的是个奢侈品。你丫的给我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我能不兴奋吗？玉琪，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你喜欢就好。我先走了。晚上我接了一个直播活动，是关于直播带货的，这还是我第一次接这样的活动，希望你到时候能帮我捧捧场。说到这里，陈远才明白赵玉琪为何突如其来的给他送苹果手机，原来是想让他捧场啊。想想也是，赵玉琪对他的好感度还远远没有高到能让他倒追陈远的程度。他如今给陈远送早餐、送手机，表面上暧昧不清，实际上他仅仅只是想利用陈远继续造势而已。这个女人其实很冷静，她不是一个会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女生。今天她突然出场，不仅打压了林书彤和徐乐乐，让二女知难而退，而且还会给陈远营造出一种错觉。如果陈远没有看到他头顶上的好感度只有45点，搞不好会以为赵玉琪真的爱上他了。实际上对方并没有投入真正的感情，他还在试探，只是单纯的聊了陈远一波而已。如果陈远脑袋发热，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赵玉琪，那么最后他就会丧失主动权，变成一条舔狗。高，实在是高，这个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陈远突然清醒过来，所谓的校花女神，其实失去了女神光环之后，也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最多长得好看一点，仅此而已。校花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尚，那么清纯，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她也一样是人，一样拥有七情六欲，一样会有正常女人的虚荣心。看着赵玉琪头顶45点的好感度，陈远原本火热的内心仿佛被浇了一桶冷水。女人心，海底针啊！如果仅仅看她在你面前的表现，你根本无法判断她到底爱你有几分。放心吧，赵主席，到时候我一定捧场。陈远说完，又把林书彤和徐乐乐准备的早餐分别尝了一口。咦，这味道也挺不错的呀。来来来，米粉我不吃了，你们谁要？
陈远说完，将赵玉琪送给他的米粉，转头递给了老大曹景言。老四，这可是人家校花送你的。没事，一份早餐而已，我一样吃一点就可以了。陈远一脸无所谓，仿佛女神赵玉琪亲手送的早餐，在他眼中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老大，我其实比较喜欢吃米粉，要不你给我算了。熊涛立刻说道。滚你丫的，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第021感谢寂寞哥哥开通的皇帝。赵玉琪刚准备离去，可回头看见陈远居然毫不在意的把他送过来的米粉给别人吃，顿时心里一阵不舒服。很长时间以来，他已经习惯了男生把他当女神的样子，只要他稍微有一点点表示，对方就会感动不已，甚至感激涕零。他以为陈远在他面前也是一样的，虽然这个男生很有钱，但本质上和其他男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样都被他的魅力所征服。可现在陈远根本就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在这家伙眼中，自己和林书彤、徐乐乐是一样的。赵玉琪讨厌这种感觉，他转身大步离开，脸色明显有些不太好看。陈远，我看赵玉琪好像生气了。我说你这家伙也是，人家堂堂一个校花给你送早餐，你居然舍得给别人吃，要我也生气。周海泉一脸叹息的摇了摇头，就是我这个钢铁直男都明白的道理，你怎么会不明白呢？虽然你很够哥们意思，但也不能误了终身幸福啊。曹景言拍了拍陈远的肩膀，一脸语重心长，话语之间怎么听都有那么一丝丝猥琐的气息。老大，你不是暗恋赵玉琪很长时间了吗？就这么甘心你的女神被老四这狗日的给泡走了？熊涛插话道。放屁，正所谓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我特么像那种重色轻友的人吗？老大，你确定不是你根本泡不到赵玉琪，所以故意说这种话安慰自己？都是兄弟，能不能别装逼了？卧槽你大爷，你特么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赵玉琪离开后，林书彤和徐乐乐也相继离开了。今天是3个女人第一次正式交锋，原本以为是赵玉琪碾压了徐乐乐和林书彤，可最后发现其实谁也没讨到便宜，主要是陈远这家伙态度暧昧不清，根本摸不清他到底喜欢谁。林书彤自从昨晚得知陈远的底细后，已经彻底坚定了自己的内心，不管陈远怎么对他，他都发誓要把陈远重新给追回来。既然陈远能追他3年，那么他也能倒追陈远3年。曾经失去的东西，他一定要夺回来。可能他没有发现，自己的行为已经越来越像一条女舔狗了。至于徐乐乐，他觉得陈远对他是有感觉的，要不怎么会随随便便借他500万？而且有钱的男人身边从来都不缺女人。陈远如此优秀，如此有钱，身边有些莺莺燕燕也很正常。相比较那些没人要的屌丝，他宁愿去争取众多女生都喜欢的男人。男人越好，女人喜欢，说明他越优秀。连赵玉琪都喜欢陈远，他就更加不可能放弃了。知难而退，那是弱者的无病呻吟，强者只会迎难而上。来到教室，陈远花了点时间调试好赵玉琪送给他的新买的苹果手机。刚刚登上微信，突然好几条消息弹了出来。林书彤、陈远，晚上一起去看电影吧，票我已经买好了，10点场的，看完电影再去吃点宵夜。最近心情很低落，陪陪我好不好？林书彤的这条信息相当露骨，足以让人浮想联翩。晚上10点场的电影，看完不得12点，再吃个宵夜不得转钟，至少凌晨1、2点了吧？到时候学校关了门，没地方睡觉怎么办？还不得找个宾馆开房？孤男寡女去宾馆开房，不可能开2间吧？那多浪费钱，开1间正好可以说说话，谈谈人生，谈谈理想。这套路怎么这么熟悉？陈远，不聊，今天晚上我要复习功课，明年就要毕业了，我还准备考研呢。这借口陈远自己都不信，简直就是瞎鸡巴扯淡。不过还是给林书彤发了过去。林书彤，你要考研啊？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很努力的男生，如果你要考研，我可以陪你一起考研啊。陈远，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其实我不想去看电影。林书彤，没关系啊，你今天不想去，明天也可以啊。林书彤，周末也行的。林书彤，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林书彤，能不能理一下我？林书彤一连发了几10条消息，陈远压根就没回。这时候他才终于体会到，当初陈远给他发了几10条消息，他几个小时都不回的抓狂心态，太他妈折磨人了。赵玉琪，我的榜一大大，晚上8点，直播间不见不散哦。陈远，好的。回复完赵玉琪的消息，陈远又点开了徐乐乐的未读消息。徐乐乐，陈远哥哥，晚上我在家里亲自下厨，很感谢你的帮助，能不能赏脸来吃个饭呢？徐乐乐，对了，
我今天打印好了借款协议，虽然是陈远哥哥的帮助，但500万的借款，无论怎么样都是要签一份借款协议的，不然我心里不踏实。陈远，你亲自下厨啊？那我可得尝尝你的手艺了。徐乐乐，保证让陈远哥哥满意。徐乐乐消息秒回道。关了微信聊天页面，陈远开始下载鲨鱼直播 App、抖音 App、龙牙直播 App、企鹅聊团软件、支付宝等诸如此类的常用软件 App。因为是新手机，很多软件都需要重新下载。不过现在5G 时代，网速很快，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下载好了。陈远闲着无聊，打开了鲨鱼直播 App。他原本是想看一下游戏直播的，可莫名其妙的瞅了眼颜值区，发现小米儿在直播，他随手点了进去。这一次，陈远不是3级小透明了，他是120级满级大佬。虽然没有开皇帝，可排场还是有的。卧槽，燕总来了！那个男人他来了！欢迎燕总，欢迎燕总，欢迎燕总！燕总，你都是120级的大佬了，不考虑开个皇帝？皇帝是给那些小土豪充门面的，你也不看看人家燕总是谁，需要充门面吗？寂寞哥哥来了呀！前几天人家发你私信，你都一直没回，人家还说加你微信来着。小米儿嘟嘴道：哇，感谢寂寞一根烟哥哥开通，不给燕总面子。贵族皇帝12万1个月，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只是进直播间的时候有进场特效，发弹幕显眼，看上去有牌面，女主播也会对你另眼相看。花12万开贵族皇帝，就为了让自己有点牌面，这种行为在陈远看来真的有点沙雕。听说还有会计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居然挪用公款给女主播打赏几百万，这尼玛简直就是个脑残。你要真的有钱，我就不说你什么了，没钱你还装逼，最后把自己装进牢里面去了，你也是牛逼。不过陈远现在就做了这种沙雕之事，开个皇帝而已，反正又不是自己的钱，舔狗精随便花。小米儿，你私信我了吗？那我去看看。陈远发完一条弹幕，立刻就去后台看私信了。他私信有点多，找了半天才找到小米儿的私信，里面有小米儿给他发的微信账号。陈远复制粘贴，果断在微信账户上添加了他的好友。可是等了好几分钟都没通过，他又跑到了直播间。小米儿，我加你微信了，你通过一下。好的，燕总哥哥。不一会儿，对方通过了陈远的微信好友申请。小米儿，我可以请你吃饭吗？陈远在直播间公然打字问道。吃饭啊？我基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粉丝见面活动的，在魔都浦东这边。燕总哥哥，你是哪里人？我汉城的。哦，其实也不远，坐飞机2个小时就到了。燕总，你要来看我吗？不了，没时间。如果是粉丝见面会，人肯定比较多，陈远不想去凑那个热闹，要么就不去，要去也得私下见面才行。燕总哥哥这样的成功人士，肯定是个大忙人。不过下个月鲨鱼直播嘉年华就在汉城举行，到时候也是会有见面机会的。哈哈，嘉年华活动，小米儿，你是不是在暗示燕总刷火箭？每次嘉年华都是尼玛割韭菜啊！燕总，人都来了，不刷个火箭再走。哇，感谢寂寞一根烟哥哥刷出的超级火箭，爱你么么哒。陈远既然刷礼物，自然不可能只刷一个超级火箭，仅仅只是刚刚开始，短短几分钟时间，他就刷了100个超级火箭，然后就溜了。不是他不想继续刷，而是账户上的鱼翅又刷完了。妈的，这些直播平台的充值额度都太小了，每次充钱都要充很多次，要是一次能充1个亿该多好。陈远忍不住开始吐槽。半个小时后，陈远再次上线了。这一次他准备了无比充足的弹药，不过这一次没有点进小米儿的直播间，因为他发现又一个高人气的美女主播上线了。小深深同样是一个跳舞主播，擅长古风舞、现代舞、韩舞，长得比较可爱，身材极好。单论颜值而言，她可能比小米儿稍微逊色一丝丝，但在才艺内容方面却做得更好，估计大概8分左右的颜值，但才艺却是满分，同样拥有几百万粉丝。卧槽，燕总你不去看小米儿，跑小深深这里来了？欢迎燕总，欢迎燕总。燕总，你刚给小米刷了100个超级火箭，来深深这里就不意思一下？燕总意思一下，至少100个超火起步吧。燕总，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我能不能去给你打工？陈远刚刚来到小深深的直播间，弹幕就开始带节奏了。女主播直播间的粉丝基本都是重叠的，很多人一会儿看一下这个主播，
一会儿又去看一下另外一个主播，基本都处于一个流动状态。陈远如今在鲨鱼直播的名气，比很多主播的名气都大。哇，是燕总来了，欢迎，欢迎！小深深立刻欢迎道。面对无数弹幕带节奏，陈远没说任何废话，他只发了一条弹幕：小深深，你总榜一是多少？我来秒！这条显眼的弹幕刚刚发出，顿时整个直播间都轰动了。卧槽，燕总开始了，他又要开始了，恐怖如斯！燕总要冷静啊！我刚看了一下，小深深的总榜亦有1800万，而且他的榜一大佬可是龙皇啊！燕总，你要秒龙皇吗？龙皇早就是120级的大佬了，他自己旗下就有好几个经纪公司，据说本人还是企鹅集团的股东之一，牛的一批。燕总，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榜一开玩笑。就在直播间弹幕开始疯狂刷屏的时候，一发金色的火箭从屏幕底端升起，正式打开了战斗的硝烟。第一发，第二发，第100发，第1000发，第2000发，第5000发。从陈远送出的第一发火箭开始，那无边无际的火箭雨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这一刷就是整整2个小时，没错，就是2个小时不间断的刷。小深深直播间的热度从一开始的200万攀升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40亿热度，所有直播间观众一个个人都傻了。小深深张大了嘴巴，一动不动，仿佛整个人都石化了。整个鲨鱼平台80%的观众全都被吸引到了小深深的直播间。我震惊了，麻木了。燕总，你也太吓人，特么都刷了1万多发超火了，太夸张了，太牛逼了。燕总，你是不是得了癌症，所以想要散尽家财？爸爸，你要是钱多的花不完，你给我花呀，我可以给你当儿子。就在小深深直播间疯狂刷屏的时候，小米儿的直播间弹幕有点稀稀疏疏，看着世界公屏上无边无际的火箭雨，小米儿十分嫉妒，他开始怀疑刚刚是不是说错了话。燕总邀约他吃饭，他并没有同意，而是委婉地说出了粉丝见面会的时候有机会见面，因为对方是在直播间里面问的，他如果直接答应私下可以见面，终究影响不太好，而且他还有那么多粉丝，其中老公粉居多，自然不能答应的太露骨。可就是因为他没答应，燕总转头就给小深深送了1万多发超级火箭，并且现在都没停下来，很有可能明天上热搜的就是小深深了。想到这里，小米儿越发后悔自己说错了话。燕总这样的神豪能和普通粉丝一样吗？他公然拒绝，不就是不给燕总面子？第023肖若雨，对不起了，小米儿，我要去小深深的直播间围观一波。同去，同去，那边实在太热闹了。哈哈，我不是去看小深深的，我就想看燕总到底能刷多少个火箭。我特么人都快傻了，你们这些叛徒，畜生，等等我啊！看着直播间又走了10几个贵族，小米儿欲哭无泪。燕总实在太好了，在1万多发超火的巨大冲击之下，他所带动的流量简直超乎想象。人都是比较好奇的，都喜欢看热闹。你如果刷几10发，甚至几百发火箭，也许还不会怎么样，因为这种情况已经稀疏平常了。鲨鱼直播成立多年，还不缺这些能刷几百发火箭的土豪，可一下子能刷1万多发超级火箭的，从未有过，史无前例，旷古绝今。鲨鱼直播从成立至今，还从来没有人能一次性刷1万多发超级火箭。而今天，寂寞一根烟做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绝世神豪，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俨然已经成了土豪界的扛把子。他不仅在鲨鱼平台刷，还在抖音平台刷，每次出手都好无人性，并且一次比一次狠，一次比一次豪。短短3次出手，都刷了快5000万了，半个亿的礼物，你特喵的都可以去当鲨鱼股东了。看着直播间人气越来越少，小米儿终于下定决心，他要给燕总道个歉，他要解释一下刚才直播间没有答应邀约的原因。这样一位神豪要是得罪了，他也就不用吃这碗饭了。拿起手机，点开微信聊天，他开始编辑信息。燕总哥哥，今天不好意思啊，之前直播间人比较多，所以有些话不方便回答。其实我这几天是有时间的，正好也想去汉城旅游一下。燕总哥哥方便做个向导吗？编辑好信息，小米儿立刻发了过去。此时的陈远还在继续送火箭，点了2个小时的屏幕，手真的有点酸，幸好他身体得到过强化，不然都有点扛不住。叮咚，突然微信上弹出一条消息，居然是小米儿发过来的。陈远点开看了一下，有点懵，啥意思啊？之前约你见面吃饭你不同意，
现在居然有时间从魔都飞来汉城旅游了，这态度转变得有些猝不及防啊！莫非是终于明白了歌的内涵？一定是这样的。陈远笑着点了点头。算了，今天就不刷了，一直刷火箭也太累了，手机也快没电了，这还是苹果12呢，怎么电这么不经用啊？当陈远停止刷火箭后，足足过了5分钟，鲨鱼直播平台的水友才终于反应过来，结束了，终于结束了，12700个超火！我的妈呀！这次一共刷了12700个超火！欢迎龙皇！卧槽，龙皇你终于回来，你被人爆局了，你知道不？你的榜一被人给秒了。认识燕总之前，我觉得刷100个火箭就是土豪了。认识燕总之后，我觉得不刷1000个超火，我都不好意思出去装逼。小深深的直播间依然热闹非凡，但陈远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不知不觉，上午的课结束了，陈远这才意识到自己刷火箭居然刷了一上午。老师讲课他也没怎么听，大学老师除了辅导员以外，其他任课老师基本不怎么管人。你要真心学习，虚心请教，他自然会教。你要自甘堕落，也没有老师会督促你学习，全凭自觉。基本上，坐在前排的学生是比较爱学习的，并且准备考研；坐在后排的学生是打算混个毕业证，只要考试不挂科，混个60分及格就行。湖大算是一类本科大学，但不在985和211之列。对比武大、华大、中南大、理工大，要差上一个档次。说起来，陈远在高中时的成绩也并不算好，勉强处于中上游水准。本来这个成绩是考不上一本的，可是有一天，当他得知自己暗恋的3年的女生肖若雨准备考武大的时候，他突然就开始发奋了。有一些青春题材的电影，男主高中3年成绩都不好，最后3个月为了追女神，拼了命的学习，高考时一下子就冲到了全校前10。故事听着很励志，但这种狗血的桥段现实中其实并不常见。陈远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他以为自己也是开了挂的存在，高考前最后3个月拼命学习，就能和肖若雨上同一所大学，一起考上武大。就算当不了肖若雨的男朋友，只要能在一个学校里面默默的关注他，陈远就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承认3个月的努力冲刺确实有一些作用，他的学习成绩有了不小幅度的提升，但距离武大分数线已然差了不少，所以他失败了。肖若雨最终成功考上了武大，这是华夏排名前10的大学，而陈远最终只上了一个湖大。虽然同样是一本，但其实差得很多。上了大学之后，陈远为了忘记肖若雨，他选择了去追另外一个女生，也就是林书彤。一开始只是想忘记一个人，谁知道最后越陷越深，反倒成了林书彤的舔狗。他真的爱上了林书彤，彻底忘记肖若雨了吗？陈远觉得并不是。3年的付出，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对林书彤死心塌地，他只是因为感动了自己，所以不甘心而已。突然想起那个如春日般温暖的少女身影，陈远才发现，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一直都没有忘记她。高中3年，因为暗恋肖若雨，陈远会每天早上第一个跳窗爬进教室，给她擦桌椅，晚上下晚自习偷偷尾随送她回去，然后再独自回家，经常埋伏在她经过的路上，只为看她那微微一笑。无意中看到别人把她名字刻在桌子上跟那人打架，故意借她书，只为看她一眼跟她说句话，上课盯着她发呆。肖若雨这个名字几乎占据了陈远整个青春岁月，她太优秀了，优秀到陈远压根儿就不敢表白。从他进入湖大开始，他就知道他和肖若雨的人生从此以后就是2条平行线，再也没有任何交叉点。第024加了一个土豪群，想到肖若雨，陈远有些感慨地摇了摇头，拿起手机给小米儿回了一条消息：好啊，小米儿，你要来汉城旅游，我一定给你做向导，保证让你不虚此行。那就这么说好了哦。燕总哥哥，你定个时间通知我就行，这周6吧。燕总哥哥，你觉得怎么样？没问题。那哥哥能不能先发一张照片？我怕到时候不认识你。照片就不必了，到时候你就知道我长啥样了。成功约到小米儿后，陈远感觉有些不可思议，他真的没想到这个大主播居然这么容易就约到了，而且还让对方从魔都飞来汉城找他，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回完微信消息后，陈远再次打开了鲨鱼直播 App， 他想看看小深深有没有给他发私信。这同样是一个高人气主播，颜值过关，身材过关，才艺过关，同样可以作为舔狗绑定对象。钱都已经刷了，不管最后能不能逆袭成功，至少得尝试一波吧。
万一最后成功了呢？果然，陈远打开后台，很快就找到了小深深的私信。感谢燕总大大成为我的榜一，大大加我微信吧。除了小深深的私信，还有一个人的私信引起了陈远的注意。你好，燕总，我是龙皇，交个朋友吧，都是圈子里的人，多个朋友多条路。我有个微信群，里面全是鲨鱼的贵族皇帝，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以后生意上的事情，彼此有个关照。燕总赏脸不？这个龙皇的账号等级同样是120级满级，绝比有钱人无疑。陈远想了一下，加个土豪圈子，貌似也没什么坏处。他直接将自己的微信号码发了过去，同时也不忘添加小深深的微信好友。不一会儿，陈远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面的人不多，总共也只有30多个。陈远刚刚进群，整个群都炸开了锅。卧槽，燕总，真的是燕总本尊吗？龙皇你太牛逼了，居然真把燕总给拉进群了。我顿时觉得整个群的牌面得到了提升，以后我说燕总和我认识，是不是贼有面子？哈哈，大佬，以后多多关照啊。这个微信群里面的人虽然都是皇帝，可皇帝也分3、6、9等，像陈远这种一次性能刷几千万礼物的大佬，就算在皇帝群里面也是最顶级的存在。大家好，我是寂寞一根烟，还请各位大佬多多关照。陈远十分客气地发了一条信息，燕总别这样，谁能在你面前当得起大佬？燕总客气了，燕总客气了。燕总你在汉城吗？我那边有套别墅想要出手，燕总感兴趣不？一个名为清风徐来的群友突然问道。青黄你就别搞笑了，燕总是什么身份的人物，能缺你这套别墅？我也没办法呀。你们也知道我是做酒店生意的，受前段时间影响，国内旅游业、酒店行业基本全都凉了，我资金链不足，现在是亏本运营，只能卖别墅，先扛一段时间，等待行业回暖。你别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大家资金都不怎么充足啊。要不你找蓝黄吧，蓝黄这今儿去年年尾收购了一个口罩工厂，特么的跟抢钱似的，现在肥的一批。可是蓝黄不在汉城啊。陈远看着群里面的消息，顿时眯了眯眼，有别墅出售，还是汉城的，作为群友，怎么说也得优惠一些吧。当然，陈远没钱买别墅，可是他可以给别人买啊。林书彤、徐乐乐、赵玉琪或者其他女生，只要绑定了舔狗关系，房产证上写别人的名字，别墅不在他名下，自然可以当做舔狗金消费。到时候买了别墅自己住，就算不是自己名下也无所谓啊。想到这里，陈远回了一条消息，既然是一个群里面的，帮帮忙也无所谓，你加我好友私聊吧。陈远打字回道，谢谢燕总，燕总大气。很显然，在这些皇帝的印象中，燕总这个级别的神豪肯定不缺1、2套别墅。他之所以肯买青黄的别墅，那纯粹就是看着群友的面子，帮帮忙而已。这种大方又豪爽的朋友是非常值得结交的，只要打好关系，日后好处少不了。叮咚，清风徐来申请成为你的好友，请问是否同意好友申请？同意。陈远点击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很快对方的消息就发了过来。燕总，鄙人洪远桥，您就叫我小红就可以了。我最近确实资金有些紧张，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来看房？今天没时间，要不明天或者后天都可以。你房子在什么地方？陈远打字问道。在江口这边，这套别墅是我18年买的，江景别墅，其实装修也才1年多的时间，面积有980平，独栋3层楼，带花园、车位、草坪、露天游泳池、私人电影院。说到这里，洪远桥还发了几张别墅照片，有室内照片，还有室外照片，无论是装修还是设计，都豪华的一批。从落地窗的角度看去，居然还能看到美丽的长江风景。这地段，这面积，这装修，陈远差点惊了。江景别墅小区，陈远自然知道，这可是汉城最贵的小区之一，房价每平米高达5万多。洪远桥这套别墅至少5000万以上，这绝对是汉城最顶级的别墅之一。毕竟不是1线城市，与魔都还有京都的房价相比，算是便宜的，不会动不动就出现过亿的房子。不错，你这房子还行吧？发个定位，明天过去的时候我会联系你的。好的，燕总，只要您想来看房，我随时都有时间的。洪远桥立即回复道。实际上价值太高的别墅并不好出手，可能挂网上半年甚至1年都卖不出去，
远不如普通的商品房好卖。特别是最近经济不太景气，一套价值5、6千万的别墅，想要在短时间内出手，实在太难了。这次能够意外结识燕总，实在是幸运至极。燕总不愧是燕总，太好了，买个别墅跟完事的。燕总给女主播打赏，动不动上千万，买个别墅不就跟买玩具一样吗？我现在越来越好奇燕总的身份了，他该不会是马总的小号吧？蛋黄，你不是第一天进群了，有些规矩你不懂吗？别问太深。龙皇开口警告道。第025终于可以展现我的技术了。关闭了皇帝群消息，时间已经到了中午12点。陈远和室友老曹、老周、老熊3人一起去食堂吃饭。学校食堂的午餐很便宜，一餐也就7、8块钱。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刚刚在直播平台刷了1万多个超火的神豪烟总，居然吃7、8块钱的食堂午餐，连个肉菜都舍不得点。小瑞瑞，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陈远他好像不愿意理我了。林书彤抱着几个小时都没回消息的手机，心态有些炸裂。书彤，你最近怎么了？陈远以前不是一直被你拿捏得死死的吗？怎么你知道他有钱以后，在他面前就没有自信了？你不能这样，你要知道，男人都是天生犯贱的，你越是惯着他，他越是不鸟你。你呀，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对付他就行。他不理你，你也可以不理他啊。孙瑞建议道。可是，我感觉这个方法已经行不通了。陈远现在被好几个狐狸精给盯上了，有艺术学院的徐乐乐，还有学生会的赵玉琪。我要还像以前一样对他忽冷忽热，搞不好他就被另外2个狐狸精给勾走了。林书彤一脸丧气的摇了摇头。今时不同往日，以前陈远只追他一个人，现在有了2个竞争对手，而且人家身材颜值都不比他差。他之前还侮辱过陈远，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如果还像以前一样，陈远绝对不会继续讨好他。这样啊，想想也是，知道陈远有钱的又不是只有咱们，看来真的不能以从前的眼光来看待他了。不过书童你也有优势，你要知道，陈远当初追了你3年都没放弃，说明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男人都有初恋情节，你就是他的初恋，这一点任何女人都比不上。所以我猜测，陈远之所以对你这么冷漠，可能也是想发泄心中的不满，毕竟你以前也是这么对他的。等他发泄够了，气消了，估计就能原谅你了，到时候你的机会就来了。闺蜜孙瑞进行了一波理智分析，林书彤听着觉得很有道理，估计将自己和陈远的身份调换一下，他肯定也是有脾气的，也想要发泄，将心比心，也就能解释陈远为什么不回他消息了。我明白了，小瑞瑞，现在想要挽回陈远，首先得让他消气，我不会放弃的，加油，书童你一定会成功的。孙瑞举着小拳头打气，表面上一副支持闺蜜的模样，内心却十分鄙夷。你林书彤当初嫌弃人家，把别人当舔狗，现在知道别人有钱了，就开始记得人家的好了，想要挽回？你在做什么青天白日梦？不过林书彤没机会了，自己有没有机会呢？可是直接找陈远聊骚，未免显得有些绿茶。正好陈远的室友周海泉在追他，这个关系可以利用一下。中午吃饭完以后，老曹、老周、老熊3个家伙硬是拖着陈远去网吧打联盟。本来不想打的，奈何众怒难犯，因为下午没课，都是学生，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除了躺寝室睡觉看小说，估计大学生最多的活动就是去网吧打游戏了。网管有没有4连坐的机子？老曹走进网吧就开始问。有啊，最近网吧生意不好，联机很多的。坐在收银台的妹子笑着回答，好像长得还不错。徐乐乐，你怎么在这里？你在网吧兼职当网管吗？看着收银台坐着的2个妹子，其中一个正是徐乐乐。陈远一脸懵逼的问，我不是网管啊，这家网吧就是我家开的呀。陈远哥你不知道吗？徐乐乐有些兴奋，他没想到居然能在网吧碰到陈远。他家有17家网咖，由于疫情影响，生意至今都还没恢复，网吧里面有6、7个员工，已经有3、4个月没发工资了，而且马上要交房租，网吧的租金至少都是1年一交。这个网咖就在学校附近，地段很好，每年租金高达20万。徐乐乐今天就是来给员工发工资的，顺便把租金交了。陈远借给他的500万，足够维持他家的网吧运营，并且把贷款还上。我还真不知道，你家原来这么有钱，居然是开网吧的。陈远感慨道，这个网吧将近200台机子，都是高配，加上装修、房租，一个店开起来，怕是没有200万都拿不下来。卧槽，
我记得大罗网咖好像是连锁吧，有10几家店呢。难道整个大罗网咖都是你家的？熊涛震惊地看着徐乐乐。是啊，不过现在所有的网吧生意都很差，基本都在赔本。我家也快破产了。徐乐乐大大方方地承认，还有意无意地瞥了陈远一眼。要是没有陈远的资助，他家就真的破产了。牛逼啊！徐乐乐，你居然是个富二代！周海泉感叹道。之前学校里面还有很多关于你的谣言，说你是拜金女，不过现在看来，应该都是些柠檬精。老曹笑着看了陈远一眼，好像在说你这家伙的桃花运未免也太好了一点。他们说的没错呀，我本来就是拜金女，别以为咱们认识，你们就可以免单。哼，当然，陈远哥哥除外，他在我家网吧上网，永远都是免费的。徐乐乐开了个玩笑，很自然地化解了一个尴尬的话题，关键还让陈远觉得有面子，这情商真的不低。我靠，老四，要不你就从了他吧，受不了了，要吐了。妈的，怎么就没有妹子倒追我？难道我长得就不帅吗？熊涛一脸嫉妒地吐槽道。几个室友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了，陈远这家伙怎么突然就招妹子喜欢了？没理由啊！要说寝室里面最会泡妞的，一直都是熊涛，这家伙能说会道，长得帅，为人风趣幽默，大学3年下来，已经谈了7、8个妹子。当然，主要他不挑食，稍微有几分姿色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找高分妹子。而现在倒追陈远的3个妹子，好像都是高分，一个比一个漂亮，完全不科学。开个5连击吧，等下孙瑞要过来。周海泉突然说道。谁？孙瑞？他不是林书彤的室友吗？老周，你啥时候勾搭上的？其实我都已经追了他好几个月了，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刚刚我说咱们寝室几个室友要在网吧打游戏，他居然很贴心的说可以给我当辅助，正好5黑。哈哈，终于可以在妹子面前展现我的技术了。周海泉一脸兴奋地搓了搓手掌。第026，你特么再给老子嚣张一下试试，你啥技术啊？不屈白银吗？你不懂，我亚索贼溜，等我起来一秀舞。周海泉摆了摆手，他只玩一个英雄，就是托索。虽然英雄是练得很熟练，但经常把自己给浪死，动不动就喜欢1挑2、1挑3，喜欢极限反杀，与他现实中老实巴交的性格可谓判若两人。1个小时后，孙瑞就骑着一个哈罗单车来到了网吧。他今天明显打扮过一番，化了淡淡的妆容，显得淡雅又不那么俗气。更过分的是，他居然穿着 JK 萝莉风制服，短裙、美腿，校园学生，还戴着一顶小帽子，显得青春可爱，又不失性感。陈远寝室几个室友人都看傻了。我去，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孙瑞这么好看的吗？老周你可以啊，人家妹子还精心打扮过一番呢。孙瑞是个潜力股啊，他以前有点婴儿肥，现在减肥成功之后，这颜值身段都不输给林书彤了。几个猥琐的室友评头论足，老周显得有些拘谨，差点脸都红了。不过他此刻也感觉自己贼有面子，毕竟是自己约出来的妹子。嗨，美女，加个微信呗。孙瑞刚走进网吧，一个嘴角叼着香烟，看上去流里流气的青年拦住了他，开口就索要联系方式。对方的目光十分大胆，在孙瑞的胸口和大腿2个部位扫视了好几圈。不好意思，我找人的。孙瑞摇头拒绝。美女别走啊，加个微信又不会少你一块肉。我不想加，请你让开。操，给脸不要脸，穿成这样，一看就是出来卖的，装什么清高？流里流气的青年似乎不肯罢休，居然上手抓住了孙瑞的胳膊。操，你他妈要谁微信呢？狗日的，你再动手动脚一下试试。周海泉猛地站了起来，一脸暴怒，自己约出来的妹子被人当面给调戏了，这特么能忍。周海泉冲上去就是一脚，操你妈，小鼻崽子，你敢打我！流里流气的青年刚想还手，他发现周海泉身后又走来3人，明显是一伙的，1对4，干不过，打你怎么了？我兄弟的妞你也敢撩？你他妈是想找死吧？熊涛色厉内荏的吼道。好，你们人多，算你们狠。流里流气的青年甩掉香烟，仿佛认怂一般的走了。切，还以为多么牛逼，没想到就是个怂货。老周，可以啊，平时看你老老实实，没想到关键时刻这么给力，说动手就动手了，真男人。老曹，老熊相继夸赞道。嘿嘿，其实也没什么，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周海泉一脸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后脑勺，随后看了孙瑞一眼，
谁知道孙瑞目光居然盯着陈远。陈远，刚才谢谢你替我解围，还有海泉，也谢谢你们。我刚才好像也没做什么吧？你要谢就谢老周吧。陈远一脸懵逼，他从头到尾，别说动手了，连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单纯的站在周海泉身后看着而已。这孙瑞该感谢的人不谢，不该感谢的人偏要谢，你是不是脑壳有毛病啊？这时，徐乐乐走了过来，陈远，要不你们几个先走吧。那人一看就是个混子，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搞不好他等一下会找人来堵你们。徐乐乐这话说的有几分道理。陈远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是那人真的找人来堵他们，那吃亏的搞不好就是他们了。陈远刚想说话，周海泉有些脸色难看的打断了他，老四要走你先走吧，今天我是不会走的。一个怂逼，怕他个毛，他真找人来了，老子也不怕他。周海泉显然说的是气话，他不是傻子，明显能看出孙瑞看陈远的眼神有些不太一样。当然，男生都比较在意面子。徐乐乐一个女生跑过来让他们走，让他们认怂。是个男人都不太喜欢听这种话，更别说那家伙也不一定会找人来堵他们呢。要是因为一个假设条件被唬住了，就显得更怂了。放心吧，老周，都是兄弟，咱们肯定不会走的。有问题一起解决，有架一起打。熊涛拍了拍周海泉的肩膀，来吧，来吧，上线开搞。孙瑞，你就坐老周边上吧。老曹不动声色的使了个心眼，让孙瑞坐周海泉旁边。那好吧。孙瑞兴致不高的点头答应。他其实是想坐陈远旁边的，不过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了。陈远觉得自己有些无辜躺枪，他明白老周的心情，自己约出来的妹子，居然对寝室的另外一个室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态度，这尼玛也太扎心了。可陈远也没有勾搭孙瑞啊，他连林书彤都不想搭理，更别说孙瑞了。乐乐，你去帮我们拿几瓶水吧。没事的。陈远摸了摸徐乐乐的头，表现出他已经名草有主的样子，很显然打算与寝室室友共同进退。那好吧。徐乐乐害羞的点了点头，他如今对陈远的好感度高达94点。陈远这个亲密举动不仅不会让他觉得讨厌，反而会让他兴奋不已。对了，陈远哥，晚上去我家，我要给你亲自下厨的，你可别忘了哦。送水的时候，徐乐乐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附在陈远耳边说道。陈远只觉得骨头一酥，身上的血液开始躁动不安起来，总觉得天气有些闷热。他看了一眼徐乐乐火辣的身材，枪有些压不住了呀。打游戏，打游戏，哼，女人都是祸水，怎么可能会有游戏好玩？游戏开始之后，陈远上路盖伦，老周中路亚索，孙瑞下路辅助风女。本来辅助风女在下路建立优势后，是可以去中路帮助亚索，两人技能配合，抓死对面中路，建立更大优势。可孙瑞不知道是真的不会玩，还是故意的。他不去帮中路亚索，反而绕了大半个地图，跑去帮上路的陈远，连 ADC 都不管了。孙瑞，上路不用你帮，我已经杀了对面2回了，你去帮中路吧。没关系的，陈远，我先帮你把塔推了，建立更大优势。可是你吃我经验了，那我站远一点，就看着你吃兵吃塔前。瑞姐，你要不回下路帮帮我吧，我已经被压得完全出不了塔了。熊涛忍不住开口道，他一个 ADC 也太难了，这把游戏前期是有优势的，但最后却输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心知肚明。本来还想开第2把的，可就在这时，网吧门口突然涌来10多个青年男子。这群人有的纹身，有的黄毛，有的圆寸，奇形怪状，各不相同，但嘴角都叼着烟，一副气势汹汹要找茬的模样。其中一名青年男子正是之前被周海泉踹了一脚的流氓。操！一群小鼻崽子，给老子滚出来！你们特么刚才不是很嚣张吗？再给老子嚣张一下试试！第027神勇无比，一声爆吼打断了所有在网吧打游戏的网瘾少年，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周海泉脸色铁青，熊涛和曹景言2人眼神也有些闪躲。尽管他们都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可他们毕竟不是经常打架的不良少年。此刻对方有10几个人，要说一点不发怵那是不可能的。涛子，老曹，这件事你们不用管，刚才是我踹的他，大不了被他打回去就是了，不就是挨顿打，还能要了命不成？关键时刻，周海泉很讲义气，打算一个人把事情扛下来。就在周海泉说话的期间，这群混子已经围了过来。孙瑞吓得花容失色的喊道，你们这些流氓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就报警了，报你麻痹的警！
把这贱货的手机收了。你妈蛋！今天老子干死你们这群小兔崽子！黄渤一声咆哮，猛地一巴掌朝着周海泉的脸上扇了过去。他以为这一次没人敢拦他，毕竟他身后站了10几个人，这群学生早就被吓破了胆，根本就不敢还手，也不可能还手。可事情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黄渤一巴掌铲过来的时候，周海泉拳头握得死死的，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可就在这一记重抽距离周海泉脸颊只有10公分的时候，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死死地抓住了黄渤的手臂，让他动弹不得。无论他怎么用力，就是无法挣脱出来。我操你妈！还敢还手？你他妈居然还敢还手！我为什么不敢还手？打我兄弟你也不问我的意见。陈远态度强硬道：你他妈算什么东西？砰！黄渤话还没说完，陈远猛地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陈远力量已经高达19点，是正常人的2倍。这一脚活活将黄渤踹飞了3米远，连带着地上滚了好几圈。好疼！我他妈！操！老子兄弟你也敢打？一起上！干死这群小逼崽子！一个寸头大汉见黄渤被打，顿时怒不可遏地冲了过来。陈远不退反进，居然孤身一人朝着这群混混冲了过去。当力量与身体素质达到了正常人2倍水准以后，陈远所拥有的战斗力绝对不是1+1等于2这么简单。身体素质好，代表他更加耐揍；力量强大，代表他打人很疼。陈远打别人一拳，别人受不了；别人打他一拳，他不痛不痒。他如今又肉又有输出，这一次陈远也想检测一下20点的强化点到底给他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蜕变。接下来众人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这个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强壮的男生竟然神勇无比，一人单挑10几人，丝毫不落下风。他并没有什么高超的格斗技巧，就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硬碰硬，刚强无比。实际上这群混混虽然有12个人，但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只有5、6个动手，剩下5、6个就是摆设，专门拉来助威的。5、6个打陈远一个，竟然真的打不赢他。陈远力量太强，又特别抗揍，没人能束缚得了他。他悍然出手，宛若虎入羊群一般，勇猛异常。老四别慌，我来帮你。妈的，一群人打我兄弟一个，真当老子是摆设呀！熊涛暴吼一声，与其中一个混混扭打在一起。操！老二、老四你们这么猛，我特么怂个尖儿！干！曹景言加入了群架之中，周海泉也随后跟上。这件事情因他而起，如今3个室友都已经上了，他没有理由在背后躲着，更何况孙瑞还在一旁看着，就更加要表现一波了。有了3个室友的帮助，陈远更加如虎添翼，毕竟被10几个人围着打，还是有点吃亏的。如今有人分担压力，他自然更加勇猛，而且气势更足。不过几分钟时间，10几人躺了一地，一群围观网瘾少年几乎全都懵逼了。这人是谁啊？我去，也太猛了，一个打10几个，牛逼！我特么刚才应该拍视频发朋友圈的，主要是没动刀子，要是动刀子，你看他还能不能一挑10？小伙子能不能别抬杠，承认别人牛逼你难道会死吗？陈远，你太厉害了！孙瑞一脸崇拜地看着陈远，大大的眼睛里面冒出粉红的星星。他没想到陈远除了有钱，还这么能打。刚才他神勇无比的模样，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这个男人太英勇了，太有男子气概了。他觉得林书桐真的是沙雕，居然错过了一个这么完美的男神，他都快哭了。与此同时，徐乐乐也是愣了好几秒，他看陈远的眼神越发欣赏，甚至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陈远不仅英勇，还很有担当。原本是室友惹的麻烦，最后却是他出手解决问题，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一句室友的不是。这样的男人太有安全感了，而且他长得很帅，还很有钱。这样一个男人要是错过了，徐乐乐估计自己会后悔一辈子。徐乐乐好感度+1，叮，检测到1号舔狗对象徐乐乐，对宿主好感度成功突破95点，恭喜宿主逆袭成功。叮，1号舔狗对象共计消费舔狗金530万元，奖励宿主53万元。叮，徐乐乐成功转化为宿主舔狗，奖励5点强化点。姓名陈远，年龄21，身高180厘米，体重67 kg， 力量19，体质19，精神10，敏捷9，成年人巅峰水平值10，状态健康，技能5，强化点5，
请宿主选择强化方向。我选择强化敏捷，5点强化点，全部添加敏捷。叮，强化成功。宿主当前敏捷14点。下一秒，一股熟悉的暖流涌遍全身。陈远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变轻了，整个人都灵活了很多。他之前与这群混混硬碰硬，看上去神勇无比，实际上也挨了不少打。他一共被人打了7、8拳，踢了10几脚，还好身体素质强，才扛住了这一波狠揍。如今敏捷增加，身轻如燕，他有信心，如果再打一次，绝对不会这么狼狈，也不会被人踢10几脚。D028表面闺蜜，滚！以后别让我看到你，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周海泉猛踹了已经倒地的黄波一脚，气势汹汹地说道。他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已经十分英明神武了，4个人打10几个人，以少打多，还打得对面满地找牙。这种牛逼事迹拿出去至少可以吹1年。他觉得孙瑞应该会对他刮目相看的，可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这妹子已经屁颠屁颠的跑到陈远跟前去献殷勤了。他脸色又开始难看起来。卧槽，老四你怎么这么猛？以前都没发现啊，你丫的是不是练过？熊涛此刻才一脸惊奇的问道。绝逼是练过，不然不可能这么凶残。看来他以前在宿舍都是装的，他要真出手，咱们3个加一起都干不过他。难怪妹子都喜欢他，原来这小子是个练家子。几个室友一脸羡慕嫉妒，他们似乎终于发现了陈远受欢迎的原因。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这些女生之所以舔陈远，并不是因为他比较能打，而是因为他有超能力。陈远并没有理会孙瑞献殷勤，他也就7.5分的颜值，连女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陈远根本不会在他身上花费精力。看了一眼系统版面，陈远发现自己体质力量强化之后，他身体似乎迎来了2次发育。本来只有179厘米的身高，现在居然长到了180厘米。别看只增加了小小的1厘米，这代表他拥有了继续长高的可能。体重也增加了不少，难怪最近总觉得吃的也比较多。不好意思啊，徐乐乐，在你们家网吧打架，刚才好像还砸坏了好几台电脑吧？没关系，没关系，就坏了几个显示器而已，换一换就没事了。你说吧，这几个显示器多少钱？我们凑一凑。周海泉一脸肉痛的说道。打架是打爽了，可是砸坏了东西是要赔的。他是一个很固执、很实在、有些认死理的人。不用赔，不用赔，你们都是陈远的好兄弟，别说只是坏了几个显示器，就算把整个网吧给砸了也没事。这话说的，差点让几个室友当场吐血。陈远这狗比到底使了什么魔力？为何能让妹子如此死心塌地，连网吧砸了也在所不惜？陈远有这么好吗？卧槽，老四人呢？怎么一晃眼的功夫就不见了？陈远已经离开了大罗网吧，他实在受不了孙瑞有意无意的献殷勤，他就像一条舔狗一样，明明知道自己对他不感兴趣，还非要死皮赖脸的贴上来，太恶心了。更何况她还是林书彤的闺蜜，当初陈远追了林书彤3年，好不容易感动对方，让林书彤答应做他女朋友，就是这个孙瑞整天在林书彤耳边嚼舌根，还各种看不起陈远。林书彤拜金绿茶是一方面，孙瑞背后挑唆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倒好，这孙瑞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毛病，居然跑过来给他献殷勤。林书彤知道吗？你是表面闺蜜吗？她就算不喜欢林书彤了，你这闺蜜立刻就跑过来勾引，是不是吃相太难看了？ D029， 我就随便跑着玩一下。离开网吧之后，陈远一个人来到了学校操场。他刚刚添加了敏捷强化点，正想找个地方好好试验一下强化敏捷之后的效果。不过今天下午操场的人好像有点多。同学，今天操场的人怎么这么多啊？陈远找了一个附近最漂亮的妹子询问道。你不知道吗？体院今天有短跑比赛呢，听说要选国家2级运动员。妹子一脸和善的解释。原来是这样啊，美女，我能加你个微信吗？不好意思，我有男朋友了。中间那个穿红衣的比赛选手，他就是我男朋友。原本态度和善的妹子，一听陈远想加她微信，态度立刻冷漠疏远起来，好像自动架起了防御姿态，并且一脸自豪地指着跑道上正在热身的红衣背心男子李阳。居然是他！陈远眯了眯眼。你认识我男朋友？何止是认识，咱们可是高中同学呢。他可是咱们那一届学校运动会的短跑冠军。原来他在高中时候就这么厉害啊，我还以为他一直在吹牛呢。妹子听陈远夸她男朋友，并且还是李阳的高中同学，态度逐渐缓和了一些。陈远和李阳的确是高中同学，可关系并不怎么友好，甚至还打过一架。打架的原因是因为李阳想泡肖若雨，并且这个李阳不是一般的花心，
曾经就因为拿了学校运动会短跑冠军，大出风头，换女朋友跟换衣服一样勤快。李阳花心陈远管不了，他也没资格管。可这小子想泡萧若雨，陈远便和他结下了梁子。当初那一架，陈远打输了，被李阳骑在地上扇耳光，这是他一生的耻辱，至今都耿耿于怀。不过有一说一，李阳长相阳光，身材健壮，又是运动风，确实招妹子喜欢。他找的女朋友质量都很高。这时陈远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道系统提示音，叮！舔狗行动开启。姓名何芷英，年龄19岁，身高169厘米，体重50千克，颜值8.2分。该女生对宿主好感度-5点，绑定4号舔狗关系。当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超过95点，则逆袭成功，身份转换，对方会变成宿主舔狗。逆袭完成，奖励10%消费舔狗金，奖励强化点22点，奖励技能舞蹈精通。什么情况？居然绑定了舔狗关系？系统，你这是逼着我去挖李阳墙角吗？陈远摇了摇头，他曾经最讨厌的就是渣男，可如今却活成了自己当年最讨厌的样子。可是为何？有点爽呢。这时陈远才仔细打量了何芷英两眼，第一眼只觉得这妹子是全操场上最漂亮的，没想到居然这么漂亮，颜值高达8.2分，比徐乐乐和林书彤的颜值都高，而且只有19岁，应该是个大一学妹。快看，比赛要开始了！李阳加油！李阳加油！何芷英跳起来喊道。陈远并没有继续索要对方微信，他如果强行索要，那和之前的流氓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么做只会让人厌恶。就在何芷英加油打气，一群吃瓜学生指指点点的时候，陈远悄无声息地朝着橡胶跑道走了过去。这个李阳是个很好的苗子，他最好的成绩是100米10.12秒，已经有资格成为国家队替补选手了，而且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是啊，李阳确实不错，这一届就他最有潜力了。两个教练互相议论着，说完吹起了口哨。体院男生已经做好准备，预备，砰！当教练打出了手中的信号弹，跑道上10多个体院男生仿佛猎豹一般冲了出去，他们速度极快，明显都经过专业训练，特别是跑到中间的李阳更是一马当先，无论速度反应几乎都达到了国家专业运动员水准。等一等，那人是谁？就在两个教练目光都看着李阳的时候，一个穿着普通休闲服的男生突然从赛道上追了上去，在原本已经落后其他运动员5、6个身位的情况下，拔腿狂奔，居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超越一个又一个体院选手，最后以拉开李阳2、3米的距离率先跑过红线。100米9秒63，我的天了，超过10秒以内了！卧槽，他刚才起步将近慢了1秒，要是全力发挥，那不是世界级种子选手？天才，这是个天才！同学，你别走啊，你有没有兴趣进国家队？教练屁颠屁颠地追过去询问道。没兴趣，我就随便跑着玩一下。谁知道体院的这些家伙居然这么惨。第030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同学，你是哪个学院的？我文学院的。啥？教练一脸懵逼。文学院的学生不都是一群书呆子吗？居然在专业田径赛场上碾压了一群体院猛男，怎么听着有点玄幻？你确定你不是在装逼？陈远，怎么是你小子？李阳脸色突然变得有些难看，他当初可是和陈远打过一架的，两人互相看不顺眼已经很久了。在李阳眼中，陈远就是一条令人无比厌烦的舔狗。高中的时候，他想追萧若雨，可陈远这小子老是从中作梗，你他妈自己不敢追，还不让我追，什么意思？你这不是脑子有毛病？有一次，李阳安排了一场英雄救美的套路，他找了2个校外的哥们，故意在萧若雨放学回家的路上堵他，只待关键时刻自己跳出来拯救萧若雨，以此赢得美人芳心。可谁知道，关键时刻陈远跳出来了，这小子一路尾随萧若雨，抢在他前面拦住了2个演戏的哥们，只好将错就错，把他打了一顿。谁知道这小子不仅不长记性，后来每天都尾随萧若雨回家。也正是因为有了陈远的阻拦，英雄救美计划彻底泡汤。最后毕业，李阳都没追上萧若雨，这也成了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因此他恨透了陈远。你小子占着茅坑不拉屎，一条舔狗也想当护花使者。李阳，你认识这位同学啊？正好，虽然这位同学是文学院的，但谁也没规定文学院的学生就不能加入田径队吗？同学，只要你同意加入田径队，
我就破格把学校里面唯一一个省级推荐名额让给你，到时候你先代表咱们学校去参加省级田径大赛，很快就能脱颖而出，进入国家队。以你的天赋，要不了多久就能参加国际奥运会，甚至有希望夺得奥运冠军，为国争光啊！教练一脸兴奋地描绘道。陈远刚才所展现出来的爆发力实在太惊人了，这绝对是他从业多年以来见过天赋最好的种子选手。他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就已经能跑这么快了。要是专业训练一番，那还得了？教练，你不是说要把省级推荐名额给我的吗？李阳猛逼道。李阳啊，老师明白你的心情，虽然你也很优秀，可就算你拿了这个名额，也不一定能代表咱们学校取得省级比赛冠军。可这位同学就不一样了，他刚才的爆发力你也看见了吧，比你强很多。我敢断言，只要他肯参赛，就一定能拿下省级冠军，而且肯定能成为国家特级运动员。国家特级运动员是什么概念？比国家一级运动员还要高上一个等级。而他们今天比赛，仅仅只是为了选拔国家二级运动员而已，两者之间宛如云泥之别，其中的差距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如果今天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天才是别人也就罢了，可偏偏这个人是陈远，他曾经瞧不起的一个舔狗废物，居然在他最引以为傲的专业上把他给秒了，地031肺都气炸了。这时原本在场外观看比赛的何芷英拿着一瓶矿泉水走了过来，他是来给李阳送水的，可却一脸惊奇地对着陈远说道：原来你这么厉害啊，刚才你跑得太快了，比我家李阳都快。何芷英好感度+5，何芷英好感度+5，何芷英好感度+5。因为陈远刚才的表现，何芷英对陈远的好感度一下子从-5点提升到了正10点。毕竟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的确会让女生无形之中产生好感度。崇拜强者是女人的天性。可李阳闻言差点肺都气炸了。教练想要陈远加入田径队，顶替他的位子，代表学校参加省级田径比赛，他无话可说，毕竟这件事情他做不了主，只能忍气吞声。可何芷英是他的女朋友啊，居然当面说陈远比他强，这是谁？陈远啊，陈远这个扑街废物怎么可能比自己强？田径比赛是他最为骄傲的专业，短跑冠军是他引以为豪的称号。他可以接受别人说他其他缺点，但唯独不能接受在短跑领域输给别人。而现在自己的女朋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自己不如一个舔狗废物，不能接受，无法接受。李阳心态炸裂了。何芷英你什么意思？说他比我强，他到底哪一点比我强？难道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连一个陈远都比不上，你既然觉得他那么厉害，那你怎么不去跟他算了？李阳大声吼道。当然这话只是气话，说完他就后悔了。你吼我？你居然吼我？当初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才1个月不到你就本性暴露了吗？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陈远是你高中同学，人家刚才还夸你是学校运动会的短跑冠军，你呢？跑得本来就没人家快，你朝我发什么脾气？何芷英眼眶多出几许泪花，一脸委屈指着李阳发脾气。他虽然长得婉约亲和，柔柔弱弱，但性格却有些刁蛮。这年头女生地位都比较高，何芷英这种长得漂亮身材又好的女生地位就更高了。她可不是那种被人骂了还不还嘴的女人。你李阳对我不好，外面有的是人对我好。李阳原本也有些后悔刚才说的气话，可何芷英非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居然还火上浇油，三番两次说陈远比他跑得快，还说陈远夸他是短跑冠军。这是夸吗？这明显是讽刺啊！而且什么时候夸的？你俩已经私下交流过了吗？何芷英，你不要太过分了，我已经忍你很久了。好啊，李阳你真的可以。你比赛，我好心来给你送水，你非但不领情，输了比赛就朝我发脾气，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要真是个男人，就去赢陈远啊，就去证明自己啊！我不知道当初是不是瞎了眼，不然怎么会看上你？何芷英越说越气，他同样已经彻底恼了。算了，别吵了，小情侣因为这点小事至于闹得这么不可开交吗？李阳你也是，男子汉就应该大度一点。教练随口调解了2句，转头就对着陈远说道：对了，陈远同学，你考虑好加入田径队了吗？不了，田径队还是算了吧，我有事先溜了呀。陈远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操场。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一个神秘的背影，让人仰望。不行，这么天才的人物不加入田径队实在太浪费了，简直就是华夏短跑界的损失。我一定要给他做思想工作。孙教练，
要不你去和校领导谈一下，我去找他辅导员深入了解一下这个学生。可以，就这么办。两个教练互相商议的时候，李阳与何芷英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缝。与此同时，同样观众席上的两个女生，她们把刚才的短跑比赛拍了一个抖音视频，随后编辑了一个文案发了上去。文案标题是这么写的：学校田径队短跑比赛，一男子误入赛道，展现出了魔鬼般的速度。第032键盘之侠，青青，你说我这个视频能火不？发抖音视频的梁小晴笑着问道。能不能火我不知道，不过那个男生真的好牛逼啊，一个文学院的男生居然比体院田径队都跑得快那么多。他是刘翔附体了吧？哈哈，我本来只打算拍个正常比赛视频的，谁知道突然冒出一个大神。两个女生笑着讨论，她们也并没指望这个视频真的能火，本来也就随便拍的好玩一下。视频上传成功之后，她们就没管了。话分两头，这边陈远刚刚离开学校操场，室友老曹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喂，老四，你人在哪里呢？怎么一个人偷偷溜了？我出来散散心。之前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吧？老周好像对我有点意见了，你替我跟他解释一下。我对那个孙瑞没意思，其实正常人都看得出来你对孙瑞没意思，可孙瑞他对你有意思，我就奇了怪了。他以前不是挺瞧不上你的吗？怎么突然态度转变这么大，感觉好像一条舔狗舔着你似的。可能我太帅了吧？陈远开玩笑道。滚你丫的，给你说点正事，你被人给批斗了。学校论坛上，一个名叫键盘之侠的家伙到处抹黑你呢，你的名声已经臭大街了，你自己去看看吧。听到老曹的提醒，陈远顿时一愣，他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怎么会被人批斗呢？而且校园论坛上不都是一些风云人物才会被讨论批判的吗？陈远一直都很低调啊，当然他只是自以为低调而已。所谓校园批斗帖子，一般都是某些学生做了极其恶劣的事情之后被人曝光在网上，呼吁大家集体去抵制，去声讨这个家伙，这样的帖子才叫战斗帖。简单的来说，也就是网络暴力。陈远立刻打开浏览器，登录校园网，很快他就发现了一篇置顶的帖子。这个帖子是今天早上发的，不过大半天时间，评论就已经上千了。这是一篇长帖，帖子的内容是这样写的：现实中我沉默不语，网络上我重拳出击，天不生我键盘侠，喷到万古如长夜。我有一剑开天门，我有一剑可斩仙人，只口独占3000地，双剑横推13州。仙之巅，傲世间，有我键盘就有天。大河之剑天上来，一剑横天震世间，破红尘，杀尽仙，一剑在手斩9天。倘若世间无真仙，我愿持剑化为仙。今天我键盘之侠重出江湖，只为人间正义，曝光无耻渣男。此人名叫陈远，目前就读于湖大文学院，大3学生，外表单纯老实，背地里无耻之尤，狼心狗肺，脚踩3条船。下面我将附上截图证据，图片1，图片2，图片3，3张图片刚好拍到了3个青春漂亮的女生给陈远送早餐的模样。女生都面带笑容，陈远则目光冷淡。看见没有，这是同一天早餐，3个不同的女生给他送早餐，其中最漂亮的一个女生居然还给这个渣男送了一个苹果12手机。他不仅渣，还是小白脸。我已经无法用语言去形容我的愤怒了，我也没法用文字去描述这个渣男的恶行。她们都是青春美丽的姑娘，如此的单纯善良，她们的笑容那么纯真，可为何要惨遭渣男欺骗？为什么这样一个社会败类都能拥有3个女朋友，还一个比一个漂亮，而我们老实人就活该当接盘侠？不，人间自有正义，渣男自有天收。今天我在这里战斗他，曝光他，我将以键盘之侠的名义呼吁全校女生共同去抵制他。希望这篇帖子能够置顶，让更多人看到，以后大家看到渣男陈远就不会再遭受他的蒙骗。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键盘之侠留笔。看完这篇战斗帖子，陈远已经彻底无语，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我特么招你惹你了？你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乱喷，偏偏你文采还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反驳你。键盘之侠不愧是键盘之侠，这文笔，这骂人的功底，都特么能去写小说了。看完这篇帖子之后，陈远又看了一下底下的评论，太渣了，实在太渣了。键盘之侠，我支持你。狗比，畜生，人渣，就会玩弄我们女生的感情，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楼上的妹子，请不要伤及无辜。我承认图片里面的小子有点小帅，可也没帅到惊天动地的地步啊。反倒是3个女生，一个比一个漂亮，最后一个简直绝了，太亮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特么单身23年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他一次享受3回，我感觉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打击。支持战斗，抵制渣男，支持战斗，抵制渣男。怎么办？我就是湖大的女生，我怕被渣男伤害，都不敢谈男朋友了。楼下评论太多了，陈远都看不过来。老实说，陈远对于这样的战斗帖子，他根本就没怎么当回事。反正他的名声以前就不好，一直都被人当成舔狗，现在被人骂成了渣男。渣男怎么说也比舔狗强一点不是？这么一想，似乎还升级了。与此同时，27公寓男生宿舍709，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正在迅速敲击键盘，只见他嘴角露出一丝猥琐的笑容。陈远，你小子这次死定了，居然敢让我的女神赵玉琪给你送早餐，这次你就等着被全校女生鞭尸吧。我键盘之侠，又岂是浪得虚名的存在。 PS 推荐一本神作《留守小神农》，真的很好看，作者都在追的大神新书。第033陈远放校花鸽子了，你们看这人是不是校园论坛上爆出来的渣男陈远？我去，还真是他，死渣男！呸！校园论坛我没看，不过班级群里面有人把他的照片发出来了，要人肉他。这家伙我认识啊，以前经常就在女生宿舍楼下晃悠。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原来不只是渣男，还是个变态偷窥狂。陈远很显然小看了校园论坛的威力，他完全没想到一路走过来居然有这么多女生认识他，并且对他指指点点。他的照片甚至还被传到了各大班级群里面。网络信息时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加上有人在背后故意抹黑，陈远一不小心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原本还想着看今天能不能碰运气多发展几个舔狗对象，可现在那些女生见到他跟见到瘟疫似的，唯恐避之不及。这还怎么发展？舆论之火可以燎原，网络暴力一点都不逊色于现实暴力。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林书彤的电话打了过来。陈远想了一下，按下了接听。喂，陈远，校园论坛上的事情我知道了，没想到给你送早餐也会造成这么大的负面影响。不过你别担心，无论外面的人怎么说你，怎么骂你，我都不会离开你的，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别人口中说的渣男。以前是我错过了你，现在我时时刻刻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后悔，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林书彤声音哽咽，态度无比真诚，言语之间卑微如狗，正如当初陈远对他一样。听着如此真诚恳切的话语，陈远的心莫名动摇了一下。他想起了当初刚认识林书彤时，这个女孩在他眼中是那么美好，仿佛精灵一般可爱。他对林书彤的感情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得清楚。也许当初追林书彤的确只是为了忘记肖若雨，可他不得不承认，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他真的喜欢过林书彤，并且爱得很深。林书彤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徐乐乐，甚至超过校花赵玉琪。他曾经多么希望林书彤也能够真的爱他，可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他始终记得分手那天，林书彤用一副丑恶的嘴脸说出了多么恶毒的话语，又是如何践踏他的尊严。而现在只是因为他发现陈远有钱，就想要挽回，你未免也太现实了一点。当初陈远几乎跪在地上求他不要分手的时候，他给过陈远一丝一毫的机会吗？既然你当初如此待我，现在我又何必心软？林书彤，最后说一次，我已经不爱你了，请你以后别再来烦我，可以吗？陈远用无比生硬冷漠的语气挂断了电话。不，陈远，你不能这么对我！林书彤哭喊着又打了过来。陈远拒绝了，他又打了过来。陈远干脆关机。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听着电话里的人工智能语音，林书彤的手机掉在了地上。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心像针扎一样疼，仿佛全身的力气一下子都被抽空。为什么？我的心好疼，好疼！林书彤哭了，疯狂大哭。20多年来，从未有一刻让他感觉如此撕心裂肺。他真的爱上陈远了。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上你了。林书彤边哭边吼，他一个人坐在马路上，对着打不通的电话不停哭诉，绝望的让人心疼。陈远关机后同样有些心情不好，这一次他做的真的很果断。男人终究要学会长大，
不能永远都那么心软，学会拒绝，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受伤害罢了。可始终感觉心里有点空落落的。陈远进了一家餐馆，点了10几个菜，狠狠地大吃了一顿，内心的空虚有时候可以用撑饱肚子来填补。陈远喝了2瓶二锅头，然后一个人醉醺醺地回到了寝室。可能由于他身体素质得到过强化，2瓶二锅头下肚，居然还能保持一丝清醒，也是牛逼。到了寝室，他倒头就睡，不管外面如何天塌地陷，他只管睡醒了再说。可陈远似乎搞忘了，他今天还有一些事情没做，比如晚上徐乐乐约他去家里亲自下厨，又比如赵玉琪今天晚上有一场十分重要的带货直播，需要网络神豪寂寞一根烟大佬来捧场。陈远醉成这个模样，连手机都关机了，自然也就放了他们的鸽子。晚上8点，赵玉琪开启了直播，到了晚上10点，他直播间人气依然稀疏平常。琪琪，你联系到陈远了吗？都2个小时了，那家伙怎么还不来？吴小飞有些着急地问道。因为陈远没来，没有大额礼物打赏，登不上小时榜。赵玉琪开播都已经2个小时了，直播间观看人数也就2000多，与前几天30万在线人数相比，简直天差地别。直播带货订单销售好像也不太理想，我上午跟他说过的，他答应的挺好的，我怎么会知道他竟然放我鸽子？赵玉琪差点肺都气炸了。她堂堂一个校花女神，以前吩咐那些男生做事的时候，随便表示一下，对方还不屁颠屁颠的给他办好。今天的这场直播是他一个十分重要的广告客户，就看直播效果和带货销售情况，这关系到他的个人流量评估和未来发展潜力。为了确定这件事情，他上午亲自跑去给陈远送早餐，还送了他一个苹果手机，以表心意。可是陈远放他鸽子了，太过分了。也许陈远是有什么紧急事情要处理，一时间也没顾得上我，他手机也打不通，发微信也不回，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吧。赵玉琪找理由给陈远辩解道，什么事情那么重要，答应的事情都能反悔。而且琪琪你知不知道，寂寞一根烟可是又上热搜了，这家伙上午给鲨鱼主播小深深刷了12000多个超级火箭，这可是12000多个超火呀，整整2500多万。他上午有空给一个鲨鱼女主播刷几千万，晚上却不来看你，他这是明显没把你放在心上啊。吴小飞说完，赵玉琪赶紧掏出另外一个手机，打开了微博热搜。果然，鲨鱼第一神豪寂寞一根烟11个大字登上了微博热搜第5名。一点开，里面全是火箭截图，还有主播小深深直播间热度突破40亿的截图。可恶，太过分了！赵玉琪气得牙痒痒。作为一个校花女神，她从来没有被男生如此忽视过。她以为陈远已经快要被她拿下了，根本逃不脱她的手掌心。可谁知道D034狂轰乱炸的消息，陈远压根就没把她当回事。这种不受重视的感觉才是赵玉琪最抓狂的，这会让她产生一种挫败感，她会怀疑自己的魅力是不是下降了。陈远当初为了一个林书彤都能付出那么多，为什么到了他这里就不把他当回事呢？难道他还不如一个林书彤吗？女生都比较爱攀比，越漂亮的女生越喜欢攀比。如果陈远今天满足了赵玉琪的要求，真的给他继续打赏礼物，给他带动人气，那么赵玉琪就会始终认为陈远是受他掌控的，无论这个男人多么有钱，还不一样拜倒在了他的石榴裙下。根据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人天生都有一种犯贱的本能，他会潜意识的觉得，只要能够轻易得到的东西，那都不是最好的，得不到的才最珍贵。你越不把他当回事，他就越想要你把他当回事。当然，前提是这个女人已经对你产生了足够的好奇心，并且拥有一定的好感。女生嘴上都会说她喜欢对她好的男人，喜欢疼她，爱她，什么都迁就她，绝不会惹她生气的男人。实际上，这样的男生基本单身，因为一开始你和女生的地位就不对等，你只是一条舔狗，你想追她，所以你卑微，这和你有钱没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就算是有钱人，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同样可能会变成一条舔狗。陈远因为林书彤的事情喝醉了酒，不小心放了赵玉琪的鸽子，赵玉琪心里很不爽，可她越不爽就越在乎，越在乎陈远在她心目中的分量就越不一样。有时候偶尔让女人生气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看后续如何处理。处理不好，一拍两散；处理得好，完全可以让感情迅速升温，甚至可以将其逆袭。小飞，我今天不播了，没有心情。赵玉琪说完，关闭了直播间。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陈远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
他拿起手机，准备看看时间。卧槽，怎么关机了？不对，好像是我自己关的。等一等，我昨天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想到这里，陈远立刻从床板上坐了起来，看着窗外明媚的晨光，陈远心里一凉。我靠，我把大校花赵玉琪的鸽子给放了。还有徐乐乐晚上8点邀约我去他家吃饭，这特么都第二天早上了，我居然放了2个美女的鸽子。靠！陈远使劲拍了拍有些昏沉的脑袋，喝酒误事啊，昨天那么好的机会居然给耽误了。想到这里，陈远赶紧开机。刚刚开机不到几秒钟时间，顿时一连串的消息弹了出来，一共有20多个未接电话，300多条微信消息。林书彤、徐乐乐、赵玉琪都给他打过电话，居然还有孙瑞的。未接电话先不管，陈远率先点开微信消息。林书彤，陈远，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陈远，我好伤心，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真的不能离开你，不要不理我，求求你回我一条消息好不好？就一条，哪怕1个字都可以。徐乐乐，陈远哥，为什么打你电话你不接？你今天不来我家吃饭了吗？陈远哥，我菜都做好了，还准备了1瓶红酒，可是为什么你没有来？你是不喜欢我了吗？陈远哥，你是不是介意我身边有很多异性朋友？你放心，我可以把他们都删掉的，我现在就删。赵玉琪，陈远，你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放我鸽子？我知道你有钱，我知道你不在乎我，可你答应的事情总得做到吧？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孙瑞，对不起，可能有些唐突，但是我想告诉你，陈远，我喜欢你，直到现在我都忘不了你在网吧的英勇形象。林书彤他不珍惜你，但是我可以给你林书彤给不了的。看着一连串狂轰乱炸的消息，陈远有点头皮发麻，这些女人也太恐怖了，怎么一个个都跟夺命追魂似的？我还不是你们男朋友吧？我是只单纯的把你们当成工具人，想要多刷一点钱而已。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无论是徐乐乐还是赵玉琪，陈远从一开始的目的就很单纯，仅仅只是把他们当成刷舔狗精的工具人而已。现在钱是花了，可为什么你们要和我谈感情呢？难道你们都喜欢和有钱人谈感情，和穷人谈钱吗？能不能把标准固定一下，咱们只谈一样行不？还有这个孙瑞，更加莫名其妙，烦！一大早醒来就被妹子纠缠，太难受了。陈远忍不住开口抱怨道：老四，你他妈是不是欠扁？一大早说这种畜生话，没看到咱们寝室还有3条单身狗？就是，太畜生了，建议把这家伙逐出503。复议，双手赞成。这时，陈远微信上又有一条讯息发了过来：燕总，我是小红啊，昨天您说好了要来我这看房子的，不知道今天什么时候有时间呢？这条消息是洪远桥发过来的。陈远想了起来，好像确实说好了今天要去看房子的，是洪总啊。我今天有时间，你发个定位给我吧，我等下就打车过去找你。打车？洪远桥发了一个问号。在他的印象中，神豪燕总怎么可能会没车？哦，前2天司机回家探亲了。陈远立刻反应过来，打字回复道：原来是这样，既然燕总您的专职司机回家探亲了，那我派我公司的司机去接您吧，您给我发个定位就行。这样也可以。陈远回复道。既然答应了洪远桥去看房，陈远自然有买下别墅的打算，可舔狗精他自己花不了，还得找个人帮他花才行。想了想，陈远给赵玉琪打了一个电话。陈远，你可终于舍得回电话了。赵玉琪声音清冷地质问道。对不起，赵主席，我昨天有件事情耽误了，回头会给你解释的，现在能不能出来一下？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商议。什么事情？你先出来再说。学校正门9点半，不见不散。第035，都是套路。琪琪，谁啊？一大早给你打电话，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闺蜜吴小飞一脸抱怨地说道。是陈远，他约我9点半在学校正门见面，好像要解释昨天放我鸽子的事情。赵玉琪如实汇报。谁？陈远，这家伙终于肯露面了。琪琪，这事你可千万别轻易就算了，不然这小子以后还不得上天啊！你必须让他知道得罪女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特别是他还得罪了咱们的大校花，就更加不可饶恕了。吴小飞咬牙切齿，一副同仇敌忾的样子。那我应该怎么做呢？赵玉琪问。很简单，他不是约你9点半见面吗？那你10点半再去，或者11点半去，让他急不可耐的等上几个小时，看看他认错的态度到底诚不诚恳。吴小飞出了一个馊主意。
赵玉琪却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那好，就这么办。谁叫他昨天放我鸽子？今天我就故意迟到2小时，狠狠地出一口恶气。赵玉琪气呼呼地说道。说完，他就开始化妆了。不知不觉，时间就已经到了上午9点半。陈远在床上眯了一下，才开始洗脸刷牙，然后顺手给赵玉琪发了一条信息：琪琪大美女，我已经到学校正门了，你什么时候到啊？很快，赵玉琪回了消息：快了，马上就到。看到这条消息，陈远露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他昨天放了赵玉琪鸽子，这女人今天不迟到才怪。以前他追林书桐的时候，对方就经常无故迟到，若是他心情好也就罢了，要是心情不好，让你等上2、3个小时都算轻的。陈远已经被锻炼出来了，对于这种套路，他早已了然于胸。洗脸、刷牙，顺便洗了个头，再把头发吹干，换衣服、穿鞋子，对着镜子照了10分钟，果然帅气依旧。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10点钟了。陈远给赵玉琪再次发了一条信息：赵主席，玉琪姐姐，你咋还不到啊？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快了，马上就到了。又是一条同样的信息回了过来。陈远呵呵一笑，老子真信了你的话才有鬼。陈远慢悠悠地走下楼，一点都不着急地来到学校后街的一家面馆。他点了2碗热干面，2杯豆浆，2个鸡蛋，再加1笼小笼包。最近他食量很大，一顿能吃3人份的早餐。陈远美滋滋地吃着，一边吃一边给赵玉琪发消息：玉琪小姐姐，玉琪大佬，我都等了你快1个小时了，你怎么还不来啊？我知道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可你也不能迟到这么久吧？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连续2条信息发过去，陈远表现出已经快要等得不耐烦的样子。小飞，陈远已经等了快1个小时了，估计他应该得到教训了，咱们也不能太过分。我现在就动身吧，从我这儿到学校正门还要20分钟呢。赵玉琪说道。不可以，才等1个小时就不耐烦了，你可千万别惯着他，这种男人就应该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不然他下回还敢放你鸽子，你可是琪琪大校花，追你的人多了去了。陈远他有钱怎么了？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要让他知道，你和别的女生不一样，不是有钱就可以让你另眼相看的，必须得拿出真心实意才行。吴小飞见赵玉琪心软，立刻进行了一波洗脑。那好吧，就让他再等1个小时，我也想看看他是不是真心实意在乎我的。他要是真的在乎我，就应该不会在乎多等2个小时的。赵玉琪一脸认同的点了点头，她觉得闺蜜吴小飞说的很有道理。另一边，陈远吃饱喝足，几分钟以后，他又收到了赵玉琪发来的消息，这次真的快到了，再等我一下。看到这条消息，陈远呵呵一笑，转头就进了旁边的一家网吧。机子开好，他登上了英雄联盟账号。就赵玉琪这情况，至少还得等半小时以上，先开一局联盟难道不香吗？当然，如果赵玉琪先到了，没看到陈远的人，陈远也可以找借口，就说等了1个半小时，还没得来得及吃早餐，就去后街吃了碗面。反正后街到学校正门走路也就不到10分钟。校花怎么了？一个工具人而已，还不让小爷玩点套路？就在陈远刚刚开好机子，登上联盟账号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了过来。陈远按下接听。喂，您好，请问是燕总吗？我是洪总的司机小刘，现在已经按照您发的定位来到了湖大附近，请问您什么时候到呢？这样吧，小刘，你先把车开到湖大正门马路边，我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就到。好的，燕总，我的车牌号是A12345。小刘开着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很快将车停在了学校正门的马路边。洪总交代过了，这位燕总是一位相当重要的客户，对方身份十分牛逼，无论有什么样的要求，他都必须照做，并且态度一定要恭敬。别说只是让他等上1个小时，就算让他等半天，他也必须老老实实听候吩咐。陈远挂了电话，随便选了个石头人上单，就开始打游戏了。这局游戏前期差点被人虐成狗，后期团战石头人发挥出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特别是最后一波大招，直接打飞敌方5人，瞬秒对面 ADC， 队友立刻跟上输出，在39比56人头的差距之下，赢得本场胜利。不过这局游戏时间有点长，足足打了40多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陈远拿出手机，给赵玉琪开始发信息：玉琪大佬，我已经等到望眼欲穿了，您什么时候才能到？快了快了，我已经出门了。看到这条消息，如果陈远真的傻傻的跑到校门口等了2个小时，
估计要被活活气到吐血。不过现在，他心太稳的一批，退出游戏，关机。陈远开始动身前往相约地点。刚刚来到校门口，陈远没看到赵玉琪身影，反倒是看到了2个熟人，正是李阳与何芷英2人。2个人似乎已经和好如初。李阳，你看到那辆车没有？劳斯莱斯幻影啊，好像是价值600多万的豪车呢。这有什么？开这种车的，一般都是司机，真正的大老板都是坐在后排的。李阳有些吃味地说道：“是啊，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有钱人才能买得起这车。”何芷英拿出手机，开始拍照。这时，李阳发现一个令他十分厌恶的人走了过来，不是陈远这狗比又是谁？D036瞬间打脸。上次因为这家伙，他差点跟女朋友闹分手，今天好不容易把何芷英哄好，没想到这家伙又出现了。上次的事情，李阳已经了解前因后果。当他得知陈远在冲入赛道之前，居然还找何芷英要过微信，差点气到当场暴走。一个高中时期的舔狗，一个他看不起的垃圾，一个曾经被他骑在地上狂扇耳光的怂逼，现在居然胆子大到要挖他墙角。陈远要挖他李阳的墙角，你敢信？可是陈远他真就做了。他不仅做了，还在田径赛场上狠狠地羞辱了他，在他最骄傲的短跑运动中将他给玩虐了。这狗比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当年陈远被他打了一顿，这小子至今都还在记仇。哼，就算你短跑赢了，我又怎么样？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始终是钱。他李阳家境优越，毕业后直接就能接管家族企业，从总经理开始做起。你陈远一个舔狗穷比，拿什么跟我比？哟，这不是老同学吗？你昨天的表现让我有些刮目相看啊。看你的样子，是要去什么地方吗？我可以送你一程啊。李阳呵呵一笑，仿佛完全忘记了昨天气急败坏的样子。只见他随手掏出一把车钥匙，爹，前面一辆宝马7系的轿车突然闪烁了2下，这可是一辆价值接近100万的豪车。本来这车是他老爸的，今天开出来带女朋友出去兜风，没想到还能顺便在陈远面前装个逼，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呀。这个逼，他今天必须给装圆满了。他要让陈远以后看着他就自卑。舔狗终究是舔狗，难道你还能逆天不成？不用了，李阳同学，今天我也约了人。陈远语气平淡的回答，说完掏出手机给小刘发了个短信。陈远，你也约了人吗？那正好，我这个车还有2个多余的空位，咱们一起出去户外烧烤吧。怎么说也是老同学了，有空就多聚聚，联络联络感情嘛。李阳搂着何芷英的腰肢，嘴角的笑意越发明显。他已经享受到装逼的快感了。他觉得自己不仅在何芷英面前找回了丢失的面子，陈远这家伙也自卑得快抬不起头了。哈哈，爽！真的不用了。陈远依然拿着手机发短信，并摇头拒绝。那行吧，芷英上车，今天我带你去吃法国菜。就在李阳一脸春风得意，觉得在陈远面前扬眉吐气的时候，前面那辆已经停了1个小时的劳斯莱斯突然动了。这辆豪车缓缓行驶到他们跟前，一个穿着西装戴着白手套加墨镜的中年男子立刻下车，随后十分恭敬地来到陈远跟前。少爷，请上车。中年墨镜男小刘躬身给陈远打开车门。陈远迈着淡定自若的步伐，缓缓地坐上了劳斯莱斯。李阳瞬间懵逼，整个人都傻了。何芷英嘴巴张得老大，一脸目瞪口呆。什么情况？这辆价值600多万的劳斯莱斯幻影居然是来接陈远的，司机还叫他少爷，我靠，太丢人了。李阳突然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刚才他还在炫耀自己的豪车来着，没想到瞬间就被打脸，太尴尬了。李阳如今是什么样的复杂心情？陈远不想理会，他只是意外地发现何芷英对他的好感度突然又开始蹭蹭蹭的往上涨了。何芷英好感度+5，何芷英好感度+5，何芷英好感度+5，就这么随意的上了个车，何芷英对他的好感度就增加了15点，目前已经达到了25点的好感度。不得不说，这是个意外的收获。芷英，我们走。李阳已经心态炸裂，他拉着何芷英的手，硬拽着上了那辆宝马7系。何芷英回头望了好几眼，他原本觉得李阳的车很好，毕竟是宝马7系，已经属于豪车级别，他才大3而已，就能开上这么好的车。同学之中几乎没几个能做到这样。可回头看了一眼陈远坐上的劳斯莱斯幻影，还有司机叫的那一声少爷，实在让人浮想联翩。陈远的身份太不简单了。李阳，我觉得你以后要多跟人家陈远学习一下，你看人家那么优秀，还偏偏这么低调，
你就是有点太喜欢炫耀了，这不闹笑话了吧？何芷英忍不住开口批评道。李阳原本就心态炸裂，何芷英此话一出，他瞬间就炸毛了。陈远优秀？他哪里优秀了？难道你看他有个豪车，所以你心动了吗？你是不是后悔昨天没有给他留微信了？李阳大发雷霆的吼道。你吼我？你居然又吼我？对，我就是看上他了，我就是后悔昨天没给他留微信。怎么了？有本事你也去开一辆劳斯莱斯，没钱你还在人家面前装什么逼？何芷英一字一句如针扎一般，刺痛着李阳脆弱的自尊心。他这话说的实在太狠了，简直就是在挑战一个男人的底线。啪！李阳气急之下，抬手就给了何芷英一个耳光。何芷英被打懵了，她也是家里娇生惯养的小宝贝，连她爸妈从小到大都没舍得打过她。可是现在，她却被李阳打了。李阳，你不是个男人，分手吧！何芷英猛地推开车门，捂着脸愤然离去。这一次，李阳没有追上去，他觉得这次何芷英说话真的太过分了，让他彻底忍无可忍。一个女人，就算你长得再漂亮，你也不能一次又一次的去挑战一个男人的自尊心，特别是抬高陈远，贬低他李阳，这对他而言就是一种侮辱。李阳坐在车上，点燃一根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他至今还是有些想不通，陈远这个吊丝舔狗，为何突然变得这样牛逼了？难道以前他都是装的？这时，校花赵玉琪终于姗姗来迟。这不是赵玉琪吗？居然运气这么好，能恰巧碰到学校排名第2的校花。哼，你何芷英要分手，那就分手好了。等我追上了赵玉琪，你何芷英又算个什么东西？李阳打定主意，他要泡最好看的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第03期，看看别墅。赵玉琪今天穿了一身素色学院风仙女裙，不太鲜艳的颜色，却衬托出了她淡雅清澈的气质，再加上精致的妆容，明眸皓齿，天生丽质，仿佛一朵天山上的雪莲，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李阳仅仅只看了一眼，就已经怦然心动，难以忘怀了。嗨，你好，玉琪同学，我是李阳啊，校田径队队长，咱们之前见过的。李阳下车打了一个招呼。是你啊，李阳同学。赵玉琪礼貌性的点了点头，他是学生会副主席，而李阳也算是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之一，他们之前打过一次交道，互相认识，也可以理解，但并不是很熟。玉琪同学要去什么地方吗？要不坐我车，我送你一程。李阳有意无意的指了指他身旁的宝马7系。不了，我今天约了人的。赵玉琪左顾右盼的朝着四周扫视了一圈，竟然没发现陈远的人，他生气的跺了跺脚。今天他可是精心打扮过一番，虽然让陈远等了2个多小时，可你这家伙也太没品了吧，才2个小时就等得不耐烦了，那今天的妆岂不是白化了？琪琪美女，你终于来了，赶紧上车吧。就在这时，陈远将车窗玻璃摇了下来，对着赵玉琪呼喊道。赵玉琪转身一看，发现陈远已经坐在车里，而且是劳斯莱斯幻影顶级豪车。他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以陈远出手大方的程度来判断，赵玉琪早就猜测他是个豪门公子。虽然上次骑了个破自行车，但人家有豪车也挺正常啊。就这样，赵玉琪直接将李阳给忽视了，仿佛他这个人不存在一样。陈远，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赵玉琪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很自然的上了车。李阳再次傻掉了，原本还想要扳回一城，借着跟校花聊天的机会，在陈远面前找回点面子，可谁知道竟然又被打脸，太难了，实在是太难了。一天丢1次人不够，居然还连丢2次，装逼不成反被草，这回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这破宝马，我他妈下次再也不开出来装逼了。赵玉琪上车之后，这辆停在学校门口已经很久的劳斯莱斯才终于缓缓离去。车上，赵玉琪发现陈远对他迟到了2个多小时，似乎并没有什么怨言，显得很有男人风度。他并没有计较这些小事，对于陈远的反应，他很满意，这才是一个成熟男人该有的心态。实际上他并不知道，陈远也才刚刚到而已，最多等了他10分钟，自然心态稳得很。小刘啊，刚刚真的谢你了，演技不错，回头我跟你们洪总表扬你，让他给你涨工资。燕总客气了，其实我也没想到，燕总居然这么年轻。中年司机小刘笑着说道。刚刚陈远给他发短信，让他配合装逼，他在后视镜里面看了好几眼，才确定陈远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就是他今天要接的燕总。听说这位大佬可是网络上的神豪，随随便便就豪掷几千万给女主播打赏。原本以为这位大佬
应该是个事业成功的中年男人，谁知道居然还是个大学生。当然，大学生他也不敢小瞧，能够这般手笔的人物，家庭环境能一般吗？陈远，咱们今天到底去什么地方吗？赵玉琪不知道陈远和司机小刘在谈论什么，一脸好奇地问。去了你就知道了。陈远微微一笑，保持神秘。半个小时后，这辆豪车终于驶进了江景别墅小区，最后停在了最为豪华的1号花园别墅前。燕总，到了。司机小刘礼貌性地说道。好的。陈远拉着赵玉琪下车。这时，花园别墅之中，一个模样37、8岁，梳着一个大背头，一看就是成功人士的中年男子，面带笑容地走了出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身材火辣的戴着眼镜框的女秘书。燕总。洪远桥看到陈远的第一眼，有些不太敢相信，但还是疑惑问了一句：洪总，我就是寂寞一根烟。陈远伸手大大方方地承认道。卧槽，燕总原来这么年轻啊，果然英雄出少年。咱们就别在这里客套了，直接谈正事吧。陈远不想说那些虚头巴脑互相恭维的话。他和洪远桥第一次见面，虽然是群友，但也谈不上什么交情。洪远桥想要将别墅出手，用来回笼资金，陈远想要入手，捡个便宜，就这么简单。相比较来说，洪远桥比他更急，他如今手上的资金链几乎快要断掉了。燕总快人快语，那我也就不说什么废话了。丽娜，给燕总介绍介绍。好的。洪总。戴眼镜的女秘书点了点头。燕总，请跟我来吧。丽娜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陈远拉着赵玉琪的手走进了花园别墅。洪远桥有些赞叹的点了点头。燕总出手就是不一样，他带的妹子比他精挑细选的女秘书还要漂亮。有时候判断一个男人有没有实力，看他身边带的妹子就知道了。陈远，你和那个洪总到底要谈什么生意啊？赵玉琪小声询问道。没什么大生意，洪总的这套别墅想要出手，想问我有没有兴趣买下来，这不今天就带你来看看。陈远语气随意，仿佛买别墅对他而言就跟菜市场买菜一样。女秘书周丽娜心中暗自吃惊不已，她可是知道洪总的这套别墅当初可花了5700多万买下来的，再加上各种豪华装修，满打满算都超过6000万了。6000万的别墅买卖，居然在对方眼中还不算大生意。一时间，女秘书对陈远的态度越发恭敬。燕总，这是别墅的1楼，目前整个别墅的样式是小复式3层楼，还有1层地下室，总共4层。这套别墅总共有2个厨房，3个卫生间，还有单独的浴室，2个衣帽间，1个主卧，4个客卧，还有1个保姆房。另外，别墅前面有个私有游泳池，2楼有私人电影院，3楼还有1个星空房，是采用落地窗设计，采光极好，特别是夏天，只要按下遥控器，星空房顶就会自动弹开，可以躺在床上看星星，特别浪漫。洪总为了这个星空房设计，还专门花50万买了个天文望远镜。女秘书丽娜带着陈远将整个别墅都逛了一遍，一边走一边介绍。到了2楼介绍主卧的时候，也不知道洪总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他的床居然长4米，宽3米，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还好主卧室就有100多平的面积，不然这么大个床还真放不下。D038这别墅写赵玉琪名字，这一圈逛下来，赵玉琪越看越吃惊。虽然他家里面环境不错，也是开饭店，但他父母都是从一穷二白打拼出来的，因此也比较节俭，从不铺张浪费。家里面的房子虽然有170、80平，但也是普通商品房，而江景别墅的这套房子实在豪华的一批，简直刷新了他的3观。就连一个普通的衣帽间都比学校8人住的女生宿舍还大，都可以当成一个服装店了。还有一面斜墙，表柜、皮带柜、领带柜、私人首饰柜、专用包包墙、保险箱等等。另外3楼除了星空房，还有一个豪华无比的书房，加上一个70多平米的超大阳台和一个画室，地下室还有一个舞蹈练习房、钢琴房，加上私人健身房。要是每天都住在这里，估计早上醒来都会被笑醒吧。而且还可以眺望远处滚滚长江，这风景实在令人心旷神怡。燕总，您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丽娜将所有地方都介绍完以后，面带微笑着问道。一般般吧，其实我不太满意，这别墅还是有些太小了。不过看在洪总和我是群友的面子上，你让他给个实在价吧。陈远其实相当满意，不过他肯定不可能说这种话，人家要是知道你相当满意，还不把价格蹭的往上提。买别墅跟买衣服不都一个道理？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给洪总汇报。丽娜踩着高跟鞋走进了电梯。你别说，虽然这别墅只有3、4层，但一样安装了电梯。陈远和赵玉琪留在阳台上看风景。陈远，你真的要买下这套别墅吗？我刚刚用手机查了一下这里的房价，好像5万1平。这套别墅大大小小加起来，至少得5、6千万，再加上对方所投入的豪华装修、风格设计，估计6、7千万也有可能。赵玉琪一脸吃惊地说道：“那你喜欢吗？你觉得这里的环境怎么样？”陈远一脸笑意，仿佛根本没有在乎赵玉琪算出来的价格，仅仅只是问了一句：“你喜不喜欢？”我自然是喜欢的，谁不想拥有这么大、这么好看的房子啊？不过，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只要你喜欢，我就买了。陈远大手一挥，将赵玉琪的话给打断了。他正愁没地方消费舔狗精，这次好不容易逮着一次大额消费机会，怎么可能放过？你这女人，休想阻止小爷我刷钱！赵玉琪好感度+5，赵玉琪好感度+5，赵玉琪好感度+5。陈远这番话完全说到了赵玉琪的心坎里，仅仅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个男人就要花半个多亿把别墅买下来。虽然听起来有些俗套，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赵玉琪还是无比感动。而且听陈远这番话的意思，好像是打算别墅买下来之后要和他住一起。他已经在着手建造爱的巢穴了吗？可是人家还没有准备好啊，也没说答应当他女朋友，他怎么这么霸道了？都不问问人家的意见的吗？赵玉琪心中娇羞不已，虽然觉得陈远霸道，可他偏偏就喜欢这种霸道。另一边，丽娜，燕总对这套别墅还满意吗？洪远桥十分关心地问。燕总好像不太满意，他说这套别墅太小了。丽娜如实汇报道：这还小啊？不过想想也是，燕总这样身份级别的人物，定然是顶级豪门世家无疑。我这套小别墅他看不上也很正常。不过燕总还说了，他看在洪总您和他是群友关系的份上，让您给他一个实在价。丽娜，下次你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别老调皮。洪远桥正色道。很显然，这个女秘书和洪远桥的关系不一般，不然哪有秘书敢在老板面前开玩笑的？好啦，好啦，人家下回不开玩笑了。不一会儿，洪远桥亲自来到了3楼阳台。燕总，你觉得这里风景怎么样？洪远桥点燃一根香烟，又给陈远发了一根。还不错吧？刚好可以看到长江。陈远接过香烟，顺手点燃。对了，燕总，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您的真名呢。我叫陈远。陈远兄弟，不瞒你说，如果不是因为今年行情实在太差，整个酒店业、旅游业都在亏本运营，公司里面还有几百个员工等着我发工资，这套别墅我是绝对不会卖的。不过现在，兄弟，你要是愿意接手，我可以给你一个实在价，5800万。当初这套别墅我买下的时候，一共花了5700万，后来装修设计总共投入400多万，就算不算升值空间，按照市场价也在6千万以上，5800万绝对是一个实在的价格。洪远桥几乎是掏心掏肺的说道。当然，陈远能够判断出他说的应该有些水分，但也不会太大，毕竟市场房价摆在那里，手机上网一查就知道了，出入自然不能太大。一口价5500万，全款购买，一次性付清。洪总，你要愿意我随时打钱。陈远砍的不多，因为房子是不动产，甚至还有升值的空间，并不是衣服可以对折砍价的贬值物品。具体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陈远兄弟，这个价格刚好是我的底线，你要真能一次性付清，那就按照这个价格签订房产转让协议，咱们随时可以办理过户手续。洪远桥点了点头，也并没有继续讨价还价。没问题。陈远打出一个响指。对了，这栋别墅你并不是过户给我，而是给他，房产证上写赵玉琪的名字。陈远一脸淡然地说道。没办法，房产证上写他自己的名字，舔狗金根本就花不了，可是写赵玉琪的名字就不一样了。陈远此话一出，赵玉琪瞬间懵逼，整个人都傻了。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陈远，感觉有点窒息。洪远桥也懵了，丽娜也懵了，这可是价值6千万的江景别墅啊，陈远居然要送给他。D039赵玉琪好感度暴涨。不，陈远，这个我真不能要，这可是价值5、6千万的别墅，你怎么能写我的名字？赵玉琪虽然心中无比震惊，也很感动陈远能有这样的心意，可这个礼物实在太大了，大到他都有点不太敢接受。毕竟直播间打赏礼物和现实中直接送一套别墅
意义可完全不一样。就算一对新婚夫妻，男方买房的时候都不一定会写女方名字，甚至为了避免离婚时产生经济纠纷，还会去做婚前财产公证。而现在陈远还跟他没什么，两人之间最多有点暧昧，彼此之间有些好感，连真正意义上的男女朋友都算不上。你这就要送别墅，赵玉琪是真不敢收，而且如果他真的一口答应下来，会显得他这个人很贪婪，很拜金，很没品。只要稍微有点情商的女人，就不可能一口答应，那样吃相太难看了。玉琪，如果这套别墅不写你的名字，恐怕我今天是买不了了。为什么？赵玉琪立刻询问道。还能为什么？因为我名下的房产实在太多了。你知道国家有个限房令吧？当一个人名下有多处房产之后，就不能再购买新的房产了。所以这套别墅只能暂时过户在你名下，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当然，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帮忙，我只能给洪总说声抱歉了。洪总，真的对不起，你这个忙我怕是帮不了你了。你的资金缺口，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吧。陈远摊了摊手，一副他也很无奈的样子。这个借口是他早就想好的，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他能够猜到赵玉琪并不一定会接受，而限房令这个借口简直完美。一来是给了赵玉琪一个台阶下，给了他一个接受房产过户的借口，这样他就显得并不是那么贪婪，也不是那么拜金，他仅仅只是帮陈远的忙而已。有了这个借口，在道德层面上就更加容易让人接受，女生也是要面子的。二来，陈远当着洪远桥的面说不买了，洪远桥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定然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赵玉琪接受这套别墅。陈远根本就不用多费口舌，自然会有人替他说服赵玉琪，这不是一举两得。果然，当陈远说不买了，洪远桥立刻就急了。这位美女，既然陈远兄弟都这么说了，要不你就答应了吧，这套别墅就暂时转让到你名下。不，我真的不能要，5、6千万的别墅真的有点太吓人了。赵玉琪还是摇头拒绝。美女，算我求你了，你就答应了吧，我公司还有几百号人等着我发工资呢。如果这套别墅卖不出去，我的资金链就断了，到时候公司破产，一大堆人失业，那些人也上有老下有小的，你真的忍心看到他们全失业吗？洪远桥不愧是做生意的人，鬼话编起来一套一套的，直接从大义凛然的角度进行劝说，好像你今天不接受这套别墅，你就是十恶不赦的人。可是没什么可是的，美女，我真的快破产了，急需要一笔资金渡过难关，要不然也不会这么急的卖别墅，你就当给我一个面子，帮我一个忙，行不？是啊，妹妹，我们洪总是真的遇到困难了。洪远桥和周丽娜开始车轮战劝说，二人混合双打，赵玉琪根本招架不住。终于，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洗脑，赵玉琪点头接受了。洪远桥为了尽快拿到资金，当天下午就和赵玉琪签订了别墅转让协议，并且完成了过户手续。陈远也毫不犹豫，5500万资金瞬间打款。当赵玉琪拿到别墅钥匙和房产证，他还是有点梦幻。陈远，这套别墅真的过户在我名下了吗？是啊，以后你就是江景别墅1号花园洋房的主人了。陈远笑着说道。不，别墅是你的，我就是暂时帮你一个忙而已，下次我再给你转过去。赵玉琪对今天整个行程都有点懵，莫名其妙就多了一套价值6000万的别墅，说出去你敢信？即便这套别墅只是暂时寄居在他名下，也足以说明陈远对他的诚意。赵玉琪突然想到，陈远昨天之所以放他鸽子，该不会就是为了准备今天这么一个巨大的惊喜，而自己不仅误会了他，早上还故意迟到了2个多小时。他心中莫名的觉得有些亏欠。对不起陈远，其实上午我是故意迟到的，希望你别生气。没关系，这点小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啊。陈远实话实说，他也就等了10分钟，自然不可能将这点小事放心上。可赵玉琪认为他等了2个多小时，从头到尾都没有抱怨过一句，还给他买一栋别墅，这个男人的心胸太宽广了，太有风度了，太浪漫了。赵玉琪好感度加10，赵玉琪好感度加10，赵玉琪好感度加10。陈远随口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击中了赵玉琪心中某个柔软的地方，他对陈远的好感度居然一下子暴涨了30点。之前赵玉琪对陈远的好感度有45点，后来看房子的时候增加了15点，现在又暴涨30点。如今赵玉琪对陈远的好感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0点，只差最后5点就能成功将其逆袭。陈远看着赵玉琪头顶90点的好感度，心中顿时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有点兴奋，
逆袭赵玉琪的奖励实在太丰厚了，他在赵玉琪身上已经消费了6、7千万的舔狗金，只要逆袭成功，奖金就有6、700万，还有整整25点的强化点。这个工具人有点肥，收割一波直接起飞，哈哈，爽！陈远，你老看我头顶干嘛？我头上有脏东西吗？没有，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特别好看。哪有？人家以前就不好看吗？赵玉琪娇羞着说道。她如今在陈远面前是越来越害羞了，特别是一想到如果以后和陈远住在一个别墅中，岂不是要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毕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很容易走火。哎呀，真是羞死人了！我怎么会想这些东西？D040陈远情商太高了。陈远，下个礼拜是我生日，我想请闺蜜朋友，还有以前的高中同学来这里搞个生日 party， 不知道可不可以？赵玉琪脸颊泛红的看了陈远一眼，征求意见道：虽然这套别墅如今在他名下，可毕竟是人家陈远出钱买的，他想要在别墅里面搞生日 party， 自然要征求陈远的意见。原来你马上要过生日了呀？怎么不早说？我应该给你提前准备一下的。陈远想着，开生日派对是不是又可以消费一笔舔狗金，而且送礼物啥的，也名正言顺，既能够博取赵玉琪好感，又能持续刷钱，简直两全其美。赵玉琪觉得陈远不仅人有风度，又有涵养，而且情商简直太高了。赵玉琪问他能不能在别墅开 party， 他直接就关心起了他的生日，一下子就关注到了问题的重点。女人有时候说话一般都分2层意思，她如果问你一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并不是重点，她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想告诉你她的生日时间，或者她看中了某样东西，她想去哪里玩，等等诸如此类深层含义。如果男生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仅仅只是关注问题本身，他就会说你是个直男，觉得你这个人情商低。这大概就是男女之间思维方式的区别。陈远本质上也是个直男，而且是个钢铁直男，不过他从头到尾都只想着要多花舔狗金，这种思路误打误撞就和赵玉琪的思路撞到了一起，这样赵玉琪本能的就会觉得陈远情商特别高，和他在一起相处非常舒服，非常愉快。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男神。他帅气，有钱，身手不凡，出手大方，体贴入微，有绅士风度，有涵养，低调内敛，还霸道总裁范。这么一想，陈远身上的优点简直太多，多到赵玉琪在他面前都快没有自信了。陈远可不知道赵玉琪会这么想他，他以前就是别人眼中的一条舔狗，浑身上下无一处优点，连林书彤都骂他是个废物。可是有了超能力之后，好像以前的缺点都变成优点了。果然你有钱，放个屁都是香的。陈远兄弟，这栋别墅里面还有一些我的私人物品，这2天我就找搬家公司来搬一下，会很快处理干净的，可能你们要等个2、3天才能入住。不好意思啊，洪远桥表示歉意的说道。没关系的，老洪，我们也不急。陈远摆了摆手，其实除了主卧的一些东西要处理一下，几个客卧还是能够住人的。别，你让司机小刘送我们回去吧。对了，小刘今天可帮了我一个忙，我还得好好谢谢他呢。陈远随口提了一句，哈哈，小刘可是我的得力助手，下回我就给他涨工资。陈远兄弟，你以后要是在汉城有什么用得着老哥的地方，随便吩咐就是。我这个人没什么其他优点，就喜欢交朋友。洪远桥哈哈一笑，解决了资金上的困难。他觉得陈远这个人更应该好好结交一下，这种随随便便就能拿出半个多亿资金的豪门公子，可不是想认识就能认识的。如今既然有这个机会认识，自然得顺杆子往上爬，到时候人家随便介绍他一个生意，估计就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生意场上，人脉至关最重要。洪远桥做生意多年，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D041赵玉琪，你踩着狗屎了！坐上劳斯莱斯，陈远和赵玉琪开始返回学校。车上的气氛有些暧昧，赵玉琪不知道自己现在算不算陈远的女朋友。她做了这么多，可就是没开口表过白，也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想当她男朋友。这种不太明确的态度，让赵玉琪有些抓耳挠腮。你说其他的男生，一开口就说喜欢你，可从来都只是嘴上说说，完全不付出什么实际行动。就算真有实际行动，也就送个小花，送个小玩偶之类的。现在的女生对这种礼物早就嗤之以鼻了，而陈远恰恰相反，他动不动就送几百上千万，甚至送别墅，实际行动满分。可偏偏他从不开口说喜欢你，这样搞得赵玉琪很被动。她一个女生，总不好意思先开口表白吧？陈远这家伙怎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
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里了，只要你开口表白，我就会答应你的呀。可你为什么不表白？你还在想什么啊？车上，赵玉琪用圆溜溜的大眼睛时不时盯着陈远，眼神中暗送秋波，仿佛在暗示对方加大火力输出，并且他雪白的胳膊经常故意与陈远的胳膊触碰一下，仿佛触电一样。这种小范围肢体接触差点让陈远把持不住，但陈远最终还是强行忍住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不能被赵玉琪美色所诱惑。以前林书彤也用同样的手段将他撩得心猿意马，可事后他撩完就走，陈远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变成了一条舔狗。所以陈远如今牢记9字真言：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表白是不可能表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表白的，只有妹子主动表白才能继续维持生活。半个多小时以后，车开到了湖大门口，陈远和赵玉琪下了车。玉琪，我有话跟你说。你说。赵玉琪内心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来了吗？他终于忍不住要开口了吗？你好像踩着狗屎了啊！赵玉琪刚刚没注意地上的陷阱，听到陈远的提醒，立刻往鞋底一看，真有一团黑黄色的东西，还很臭。他居然真的踩到狗屎了，太恶心了！哈哈，没想到校花也有踩到狗屎的时候，太臭了，你赶紧离我远一点！陈远一脸嫌弃地说道。陈远，你个混蛋，不准笑人家！等一等，你先别动，让我拍照发个朋友圈。陈远立刻掏出了手机，不准拍，我打死你个坏东西！赵玉琪心头一怒，开始追着陈远打。陈远立刻拔腿就跑，他怎么都追不上，打不着，差点气哭。原本今天是很浪漫的一天，谁知道最后居然变成了恶搞风。咦，那不是校花赵玉琪吗？她居然追着一个男生在打闹，好羡慕啊！我也想被校花追着打，就算被打死，我也心甘情愿啊！那不是渣男陈远吗？卧槽，这渣男还活着呢，还把赵主席给气哭了，太过分了！一开始看到校园论坛上的爆料，我还不信，没想到赵玉琪真的被渣男给套路了。我的女神啊，你能不能清醒点，不要再被渣男欺骗了？随着几天时间的发酵，学校里认识陈远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名声也越来越臭，甚至这件事情已经反映到了校领导面前，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就在这时，抖音平台上一个校园田径比赛视频突然火了起来，仅仅只是发布了2天时间，点赞超过1000万，评论超过10万加。这个视频彻底火了，第0421不小心就火了。与赵玉琪结束打闹之后，陈远回到了寝室，刚刚走进503，3个室友立刻一脸兴奋地冲了过来。卧槽，老四你火了，这次你是真的要火了，我他妈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小子居然还有做网红的潜力。熊涛一脸羡慕嫉妒地打量着陈远，似乎真的不敢相信，网上红得发紫的奔跑侠居然是他的室友陈远。什么火了？是校园论坛上的臭名声吗？陈远问道。不是，校园论坛才多少人看，我们说的是你在抖音还有 B 站全都火了。老曹开口解释道。陈远闻言顿时心头一惊，难道我的身份暴露了？别人都知道我是网络神豪寂寞一根烟了。卧槽，不会这么倒霉吧？陈远想着，如果他身份真的暴露了，以后继续装舔狗岂不是变得很难？不过很显然，他误会了，寂寞一根烟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他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而火了起来。陈远，你自己刷一下抖音就知道了，现在全网最火的差不多就是你那个视频了。陈远闻言立刻掏出手机开始刷抖音，连续刷了10几个视频之后，一条无比火爆的短视频映入眼帘，视频点赞1200多万，评论超过10万多条，还是2天前发布的。校园田径比赛，一男子误入赛道，竟跑出了魔鬼般的速度，震惊全场。陈远点开视频，整个视频只有短短10几秒钟，可却清楚地拍下了田径比赛中一个穿着休闲服的清秀男子，在已经落后其他运动员5、6个身位的情况下，居然赶超了所有人，并且以绝对的优势拉开第1名2、3米远，短短100米的跑道展现出了无比惊人的爆发力，简直一骑绝尘，令人望尘莫及。要知道，那些在赛场上奔跑的田径选手也都不是普通人，他们都比正常人要跑得快一些。普通成年男子正常的奔跑速度大概在100米12秒到100米15秒之间，一般都在13秒左右，能达到12秒的，正常人中绝对算跑得快的，必须要有非常优秀的体能爆发才行。达到100米11秒速度的，已经算专业运动员水平了。
至于10秒到11秒之间，国家队选手也才这种速度。至于10秒以内的成绩，基本都是要破纪录的。当年的亚洲第一短跑健将，以 9.91 秒的成绩打破黄种人最快奔跑速度，曾一度创造了历史。而视频中的清秀男子，竟然展现出了完全不逊色于亚洲第一短跑健将的惊人爆发力，这速度几乎能与世界第一短跑之王相媲美了，太惊人了！而且这个视频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特效，是真实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意外事故，不可思议。陈远将这个视频看了好几遍，里面不是他本人又是谁？卧槽，这尼玛就火了！陈远那天原本只是想单纯的装个逼，谁知道居然被人给拍了下来，还上传到了短视频平台，莫名其妙的就这样火了。还好这视频拍的不是特别清楚，距离也有点远，并不能将他一眼就认出来。陈远点开评论区，里面热闹非凡，似乎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不得不说，高手在民间啊，这小伙也跑得太快了。我是一名专业的体育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短跑知识。可能单纯看这个视频，你并没有意识到视频中的小伙跑得到底有多快。这个视频总共有15秒，从小伙起跑开始，一直到他冲过终点线，整整100米的距离。你在他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按下暂停，你就会发现他跑过100米距离，总共也就用了不到10秒的时间。世界冠军是多少秒？自己算一下，牛逼！100米冲刺世界纪录，好像也就 9.58 秒吧。这家伙要是参加奥运会，搞不好能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个视频有水分，并不能作为参考依据。说他比世界冠军强，牛皮吹的有点过了吧？人家能不能比得上世界冠军我不知道，反正肯定比你强。D043我特么不想火啊！老四，抖音上你都不算最牛逼的， B 站上你才是真正的大火，不信你自己去看看。陈远闻言赶紧打开了电脑，登录 B 站，他立刻发现了一条全平台最火的视频，好像就和他有关。视频的发布者是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 UP 主，此人名为第一帅哥。陈远打开视频，这个视频明显被剪辑过，里面刚好是陈远从跑到起点一路跑过100米红线的过程。视频上方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秒钟计时剪辑，通过计时剪辑，然后与视频中男子奔跑全过程的画面进行同时播放，形成鲜明对比。最后时间停留在了 9.31 秒上，画面也随之定格。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UP 主第一帅哥，虽然我很帅，但你们千万不要崇拜哥，因为哥只是一个传说。好了，言归正传，今天咱们这一期的视频，帅哥将会给你们分析出本期最为牛逼的民间大神。这个大神的名字咱们暂时还不知道，姑且称他为奔跑侠吧。为什么要称他为奔跑侠？因为他真的跑得很快，而且他很有可能是下一个打破世界短跑纪录的人物。你们千万别觉得帅哥危言耸听，夸大其词，信口开河，言不由衷，瞎鸡脖乱讲。本帅哥是有根据的，毫不夸张地说，我特么真的从来不出吹牛，一直都只讲究实事求是。前面的那条视频就是铁一般的证据，上面的视频我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加速处理，这一点本帅哥可以用颜值来担保。根据知情人士爆料，视频中的比赛是某大学田径队正在选拔国家专业运动员的比赛，实力水准相当之高，里面跑得最慢的运动员速度都达到100米12秒以内。而视频中突然冲出来的奔跑侠，他并没有穿专业的运动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热身运动，就连鞋子都只是最普通的淘宝版鞋，也就50-60块钱一双。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骚年，突然冲入了比赛跑道，他用实力证明他究竟到底有多么牛逼。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当教练打出信号弹的一瞬间，其他运动员仿佛猎豹一般冲了出去，而奔跑侠却慢了别人4-5米的距离。他在已经慢了别人5米距离的情况下，居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反超了所有田径运动员，最后一名选手甚至与他拉开了10米距离，这是多么恐怖的速度！通过本帅哥最后一番详细的剪辑分析，还有速度评估，最后得出了100米 9.31 秒的速度估算。虽然可能做不到完全精确，但也相差无几。世界第一飞人曾经用100米 9.58 秒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10几年来无人超越，而咱们的奔跑侠却跑出了100米 9.31 秒成绩。是的，你没有看错，也不用去怀疑，我已经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心中的震撼了，恐怕也只有恐怖如斯这4个字才能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UP 主第一帅哥一边用夸张的语气去讲解，一边拿出视频分析比对。陈远这短短10秒的奔跑视频被他反复研究，
足足播放了10几遍，还真的让人越看越觉得牛逼。乍一看不咋地，仔细一分析，居然比世界第一还牛逼。这个人确实很牛逼啊，没有任何反驳的空间。帅哥牛逼，奔跑侠牛逼。帅哥，你说奔跑侠牛逼我信，可是你说你从来不吹牛逼，我特么连标点符号都不信。帅哥，你用颜值来担保，是不是有点搞笑了？你特么有颜值吗？这段视频火了，是真的火了，不仅抖音上能刷到， B 站首页能看到，就连企鹅看点都能刷到，简直火得一塌糊涂。陈远有点懵逼，他觉得这个第一帅哥是不是跟他有仇？我特么不想火呀，你这家伙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那么多想红的网红你不去推荐，你特么搞我干啥呀？第044快乐的赵玉琪。另一边，赵玉琪回到了女生合租公寓，她刚一回来，闺蜜吴小飞就劈头盖脸的一顿质问：琪琪，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一大早出去，现在都晚上了，陈远这家伙到底带你去干什么了？陈远啊，他带我去买房子了，他给我买了栋别墅。赵玉琪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去诉说，这样显得自己更淡定一些。啥？琪琪，你在说什么胡话？今天没发烧啊？吴小飞摸了一下赵玉琪的额头，想看看他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是真的，我骗你干啥？这些房产证都在我这里，还有别墅钥匙。赵玉琪从包包里掏出一本房产证和钥匙。吴小飞打开房产证一看，顿时整个人都石化了，僵硬了，窒息了。他感觉自己三观都崩裂了，这本房产证居然是真的。等一等，江景别墅小区980平，只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卧槽！卧槽！卧槽！吴小飞一连3个卧槽，然而再多的卧槽也表达不了他此时此刻的震惊的心情。这可是980平的大别墅啊，而且还是在寸土寸金的长江边上，居然送给了赵玉琪。陈远出手也太好了吧，这尼玛哪个女人能顶得住？吴小飞嫉妒了，他真的嫉妒了。琪琪，你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都是幻觉，你这房产证是假的，你居然出去一趟就完成了我一生都在奋斗的梦想。操，这世界太不公平了。吴小飞一脸目瞪口呆，看着闺蜜夸张的样子，赵玉琪脸上瞬间洋溢出了快乐的表情。谁说校花就不会装逼的？她在闺蜜面前装逼的样子就十分快乐，简直太快乐了，爽！好了，小飞，你也不要太夸张了，这栋别墅目前也就暂时挂我名下，主要是陈远他名下房产有点太多了，不符合国家限房令的购房标准，所以才将房子暂时放我名下的，以后我还是要还回去的。赵玉琪赶紧解释道。还回去？干嘛要还回去啊？这可是980平的大别墅哎！姐姐，你以后要是跟陈远在一起了，这别墅不就是你的了？说真的，琪琪，富二代我见多了，他们是有钱，出手也很大方，可以给你买奢侈品包包、衣服、化妆品，但是很少会有富二代直接给你买车买房的，两者之间的价值还有意义根本完全不一样。陈远不仅给你买房了，而且还是980平的大别墅，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真的不一样，他对你应该也是真心实意的。吴小飞此时也开始给陈远说好话，因为根本没得黑，人家别墅都买了，你还能说什么？女生衡量一个男人爱不爱她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他肯不肯给你花钱。陈远在花钱这方面简直无懈可击。其实我也觉得陈远真的很好哎，他真的是我的理想型。你跟他接触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不仅长得帅，人也幽默，还和我三观契合，就连身手都很好呢。赵玉琪圆滚滚的大眼睛里面已经开始冒出崇拜的小星星了。要是让别人看见校花赵玉琪居然也会露出这般花痴模样，估计得震惊到开始怀疑人生。行了，你就别夸他了，你不是马上要过生日了吗？准备怎么过？吴小飞问道。我已经打算好了，这次生日就在江景别墅开个派对，到时候把学生会还有高中同学都叫上，还有几个玩得好的，最好把秦冰雪也叫上。赵玉琪笑着说道。秦冰雪，你不是跟他不对路吗？哦，明白了。吴小飞点了点头，当然知道赵玉琪和秦冰雪不对路。秦冰雪是大4学姐，他们两个一个是学生会副主席，一个是学生会主席。秦冰雪稳压赵玉琪一头，而且学校里面经常有人传言，赵玉琪是学校第2校花，秦冰雪才是第1校花。无论赵玉琪怎么努力，好像都无法超过秦冰雪，她被压得死死的，谁心甘情愿一直做老二？这次生日聚会，要是能把学生会和秦冰雪都请过来，到时候一亮相，江景别墅小区980平花园别墅，肯定让人羡慕的鸡儿发紫。
想想都觉得兴奋。D045烟总要不买辆车？陈远的视频虽然在网上火了，但他也并没有特别担心。第一，这视频拍的不是特别清晰，也就拍到了一个轮廓背影。他走出去并不担心被人认出来，可能身边比较熟的人能将他一眼认出，但不熟的人走到大街上照样无人问津。第二，如今是网络信息爆炸时代，一个人突然火了，但只要他过一段时间不露面，很快就会销声匿迹。想要保持长久的热度，必须经常在观众面前亮相。所谓网红，火的也快，凉的也快。几个月前你很火，几个月后你就凉了，再正常不过。晚上，陈远抱着手机和赵玉琪聊天，谁知道皇帝群里面的消息响个不停。他打开群聊看了一眼，里面聊天的内容竟然全都围绕着他。青黄，你资金问题解决了吗？已经解决了，这次真的感谢严总，他已经把我的别墅买下了，而且直接打的全款。有了这笔资金，估计应该能够撑到市场回暖了。严总大气啊，办事效率真高。严总何止是大气，这次和他打交道，简直刷新了我的三观，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神豪。清风徐来卖了个关子，怎么说？告诉你们，严总这次过来的时候带了个妹子，他转手就把我这套别墅送给妹子了。虽然我承认这套别墅算不上最顶级的豪宅，但怎么说也价值6000万呢。严总眉头都不皱一下就送人了，简直牛逼。不过那妹子确实长得水灵。洪远桥在群里面吹牛逼，不过这个牛逼的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群里面的皇帝都是有钱人，他们能够随随便便给女主播刷10几万礼物，甚至上百万，但绝对做不到出手就是6000万的豪宅送人。就算龙皇，估计也要好好掂量一下。牛逼！严总真的拿钱不当钱了。什么样的妹子值6000万？严总把钱给我，我给你找10个不一样的美女主播，保证都是极品。严总，我是做豪车代理的，国内很多 4S 店搞不到的豪车，我都有渠道，不知道严总感不感兴趣？一个 ID 名为车皇的群友发消息问道。严总应该不缺豪车吧？不过多买几辆也无所谓。有布加迪吗？这时，陈远冒泡发出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一出，整个群都炸开了锅。严总不愧是严总，开口就是布加迪，牛逼！布加迪一般都是全球限量款，在国内要是没有渠道，还真的有钱也买不到。不过车皇应该有渠道吧？我之前在他手里买过一辆阿士顿马丁。严总，私聊。车皇回了个信息，叮，来自鲨鱼皇帝群的车皇，申请添加您为好友，请问是否通过？通过。陈远很快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严总，您如果真的想要布加迪，我可以想想办法，不过我要抽5个点的佣金，您觉得如何？没问题。有布加迪凯龙吗？陈远毫不在意地问道。想要搞到这种顶级豪车，对方抽取一定佣金是很正常的现象，毕竟人家有渠道。你没有？陈远直接问布加迪凯龙，差点把车皇给吓尿了。这可是价值1.6亿的顶级豪车，全球只有20辆。我以为你只是想要一辆布加迪威龙，谁知道你特么想要的是布加迪凯龙。很抱歉，严总，布加迪凯龙我这边怕是也没有渠道能买到。兰博基尼毒药或者帕加尼风之子也是可以的。陈远打字回道，退而求其次。车皇已经无语了，这生意也太难了，你丫的怎么动不动就要这种全球限量款？他代理的豪车一般都倾向于200-300万到800-900万之间，而陈远要的都是全球顶级限量款，价值最低的帕加尼风之子也要4800万，兰博基尼毒药更是价值9000万，即便他车皇关系网很深，也有点顶不住啊。严总，您说的车型实在太难搞到了，要不您看看其他的？我这边能够搞到最贵的车，是一辆法拉利拉法，售价2250万，还有兰博基尼大牛顶配，售价920万。您要是购买这类车型，我可以不抽取您的佣金。车皇发完信息，又发来好几张图片。图片1，图片2，图片3，图片4。陈远看了一下图片，觉得兰博基尼大牛更加符合他的审美，也更霸气一些。不过才900多万，也太便宜了，拿不出手啊。法拉利拉法价值更贵，但车型太小，适合女人开。对了，下周不是赵玉琪的生日吗？正好还没想到要送什么礼物，这辆法拉利拉法倒是挺合适的。陈远想了想，决定拿下这辆车，正好当成礼物送过去。车皇，我选好了，就这辆法拉利拉法吧，价格不是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下周将车送到汉城江景别墅小区1号花园别墅。
货到付款，没问题。燕总的名号，我还是信得过的。车皇很高兴，又谈成了一笔生意。这笔生意至少可以让他赚100万，仅仅只是聊了会天而已。在皇帝群里面卖车，接触的圈子不同，赚的钱自然也不一样。要不怎么说大佬们随便吃个饭就是几千万上亿的项目，只要能混进这个圈子，赚钱就会变得很容易。第046先冲2个亿，和车皇商议了一下具体的购车事宜，陈远退出了微信。通过2次和皇帝群里面的人打交道，陈远越发体会到了认识这些大土豪的好处，这就是人脉。土豪圈子里面的人大多都有自己的能量，关系网也十分复杂，他们所涉及的行业五花八门，但基本都处于行业顶尖。你平常买不到的东西，办不到的事情，也许这些人就很容易替你办到。难怪有那么多人挤破了头，都想要进入上流社会，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面子，其中所涉及的利益才是让人趋之若鹜的原因。而陈远在网络上建立的神豪马甲，让他受益匪浅。寂寞一根烟这个神豪 ID， 陈远觉得并不单单只是为了给女主播打赏，这个身份背后给他带来的好处也是难以想象的。既然如此，那就干脆让这个名头更响亮。如今他在鲨鱼平台和抖音平台建立了一定名气，但其他平台并没有。今天陈远瞄准了龙牙平台，还是老老实实的打赏女主播吧。打赏女主播是舔狗行为，符合系统规定。登录龙牙直播 App， 陈远建了一个新的小号 ，ID 寂寞一根烟，等级1级小号。直播平台的马甲名字是允许重复注册的，因为每一个 ID 名字背后还会有一个直播平台给你的账户编号，所以不用担心 ID 相同的问题。换了一个直播平台，陈远从一个120级神豪皇帝变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小杂鱼。他开始穿梭于各大女主播的直播间，这个不行，长得太丑了；这个也不行，太小；这个还是不行，没什么才艺啊，就只会坐着聊天。咦，这个还不错，声音很好听，身材可以，颜值也过关。陈远溜达了10几个女主播的直播间后，终于锁定了其中一个主播。这个主播 ID 名叫沙拉拉，也是龙牙直播平台人气很高的一个女主播，直播间人气接近100万。她说话声音嗲嗲的，很轻柔，很温润，好像听她说话你就会觉得很舒服。接下来是时候展现一波操作了。陈远登录充值页面，开始充钱。他发现龙牙直播平台的充值页面可以自己输入充值金额，最高可充90万，这比抖音充值额度大多了。陈远用了半个小时来充钱，这一次他足足充了2个亿。但要填充完毕，陈远再次登录沙拉拉的直播间。主播你声音真好听，叫声哥哥来听一下，我给你刷藏宝图，秒你的榜1。卧槽，这1级小号有点骚啊，敢盗用我大烟总名号。我说这 ID 怎么这么眼熟，原来是鲨鱼第1神豪的 ID。 你们说的烟总到底是谁啊？主播沙拉拉好奇地问道。他一直都在龙牙直播，不关注其他平台也很正常。倒是一些网友在各大直播平台流通，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沙拉拉很显然看见了陈远发出的弹幕，但并没有理会。女主播就是这么现实，等级高刷礼物，他就把你当爸爸；等级低理都懒得理你。陈远想了一下，选择先开贵族。龙牙直播的贵族总共分为剑士、骑士、领主、公爵、君王、帝皇、超神、帝皇。首次开通帝皇15万，1个月内消费超过15万才能开通超神帝皇，而超神帝皇开通需要150万人民币。陈远想也没想，直接开通了帝皇贵族。哇，感谢寂寞一根烟哥哥。开通的帝皇，人美声甜的主播沙拉拉突然惊喜地叫道：我日，这该不会是烟总本尊吧？那个神一样的男人跑到龙牙来装逼了吗？不，我不相信。烟总出手，必秒榜1。来了来了，真的来了。第047居然是个实力主播。烟总大大，你想听什么歌？我给你唱首歌吧。沙拉拉在直播间说道。随意，你拿手的就行。陈远是看颜值进来的，还并不知道他还会唱歌。不过对方说话声音这么好听，是个唱歌主播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正当陈远准备随便刷几个藏宝图就走的时候，沙拉拉的开始唱歌了。一开口，那仿佛天籁一般的嗓音瞬间就把陈远给吸引住了。居然是个实力主播，难怪有这么高的人气。不得不说，现在的直播平台女主播之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能够从万千女主播中杀出重围。在平台上拥有超高人气的主播，基本都有2把刷子。单纯长得漂亮不行，必须得有才艺，而且还得专业。越是专业的表演，越容易留住粉丝。陈远不得不承认，他被沙拉拉的歌声给打动了。这个女主播的演唱功底，竟然完全不逊色于专业明星歌手。陈远莫名产生了一种惊喜的感觉，就好像你原本只准备给他打8分，突然发现他竟然有9分，有一种挖到宝藏的感觉。才艺加分，小姐姐，你的唱功惊艳到我了，所以准备好接收礼物了吗？那烟总大大，你是真的打算给我刷藏宝图吗？龙牙直播平台的藏宝图是最贵的礼物，一个价值5000元。陈远确实打算刷藏宝图，不过一个藏宝图怎么够？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沙拉拉藏宝图陈浩1。一个巨大的礼物特效顿时亮瞎了整个屏幕。不过这仅仅只是刚刚开始，陈远并不知道这个主播的总榜第1是多少，但他绝对有信心秒掉榜1，因为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沙拉拉藏宝图陈浩2，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沙拉拉藏宝图陈浩3，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沙拉拉藏宝图陈浩4。几乎不到1分钟，陈远就刷出了30个藏宝图，价值15万软妹币。消费突破15万以后，陈远花了150万，选择开通超神帝皇。既然要开贵族，那自然要开最有牌面的贵族。哇！感谢烟总大大送出的30个藏宝图，感谢烟总大大开通的超神帝皇，烟总大气威武，爱你么么哒！比心！卧槽，这绝逼是烟总本尊了，动不动就开超神帝皇。除了烟总还有谁？寂寞一根烟送给主播沙拉拉藏宝图陈浩31。开通了超神皇帝之后，陈远开始继续刷礼物，他保持平均1秒钟刷一个的频率，就这样刷了1个小时。一开始直播间的观众只是有点震惊，可慢慢的开始石化了。1个小时后，全都僵硬了。2个小时后，全平台主播观众集体石化，集体僵硬，集体震战，集体傻眼，一个个眼珠子都快被震出来了。沙拉拉直播间人气突破1个亿，他本人已经彻底懵逼，除了懵逼还是懵逼。卧槽，我不行了，烟总已经刷了1万个藏宝图了，1万个藏宝图，我滴神啊！这尼玛是5000万软妹币，半个亿！坐下，都坐下，这是基本操作。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烟总出手，向来如此，太牛逼了。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我就想采访一下沙拉拉的心情。这尼玛一夜暴富啊！这一次，不仅仅是龙牙主播和观众震惊，就连龙牙董事长和平台股东都差点震惊了，因为他们刚刚得到后台充值数据，这个 ID 名为寂寞一根烟的大佬居然充了2个亿，如此巨大的资金流，你特么都可以成为龙牙股东了。D048兄弟被绿了，龙牙直播已经全平台炸裂了。寂寞一根烟这个神豪 ID 仅仅只是冒泡了1次，就让全平台主播和观众记住了他的名字。人们可能对于一般的神豪记忆并不是那么深刻，可是对于造成全平台轰动并且打破最高打赏记录的神豪，绝对会记忆犹新。因为只要想起那些神豪，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最牛逼的一个。而寂寞一根烟这个 ID 已经3番2次的创造了打赏历史，在各大直播平台都留下了他的传说。截止目前为止，寂寞一根烟给女主播打赏的金额已经超过1个亿啊！烟总大大，太感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我唱歌给你听吧？我真不知道你会给我刷这么多礼物，怎么办？太开心了，谢谢你，谢谢烟总大大，谢谢神豪大佬。主播沙拉拉已经彻底语无伦次，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很想说一些由衷感谢的话语，可无论怎么感谢，似乎都显得语言之间太过苍白无力。烟总大大，你加我微信吧，我在后台给你发私信。拉拉，你怎么能这样？我都看你1年了，你都不给我微信。烟总才看你1天你就给了，兄弟爱，你看了1年都不到10级，说明你是个白嫖的屌丝。烟总，你家里还缺狗吗？会说话的那种。烟总，我姐36弟，你感兴趣不？我不介意你当我姐夫。直播间弹幕飞起，满屏都是烟总大气。陈远正准备添加沙拉拉微信，突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也打断了陈远继续刷礼物。来电显示上是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刘文哲。陈远按下了接听。老陈，你在干啥呢？刘文哲问道。没干啥，躺寝室玩手机，看看女主播，刷刷礼物啥的。
陈远实话实说，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喝杯酒吧。别问为什么，我特么不想说。刘文哲也没跟陈远客气，直接让他出去喝酒。行，你报地点，我马上来。陈远想着，老刘一般不会大半夜叫他出去喝酒，现在既然打了这个电话，就一定发生了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需要说那么多废话。在陈远心中，刘文哲可比一个女主播重要多了。我到你们学校东门了，你过来找我就行。10分钟。陈远挂了电话，立刻就出门了。刘文哲是陈远的死党，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比寝室几个室友还要铁一些。他们是小学同学，后来初中又是同班同学，还是同桌，高中也是同班同学，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兄弟。10几年感情，当年一本小说撕下来一起看，你看一页，我看一页，就是这么铁。就连被班主任捉住，都是一起挨的打，同甘苦，共患难，歃血为盟，八拜之交。不过上了大学后，陈远进了湖大，而刘文哲进了武大，两人之间的联系比以前少了很多。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学校不一样，不可能3天2头聚在一起。之前陈远为了给林书彤买礼物，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生活费，连泡面都吃不起，最后还是刘文哲接济的他。要不是刘文哲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他转了几百块钱，他可能已经饿死了。有些情谊并不需要挂在嘴上，记在心里就是了。10分钟后，陈远到了湖大东门，果然看到了一个落魄男子，一脸颓废地蹲在马路边。本来从不抽烟的三好青年，如今地上却洒满了烟头，几乎一根接着一根。这模样，8成是被女朋友给甩了。你和廖家分手了吗？靠！你怎么知道的？刘文哲一脸懵逼，本来不打算说的，谁知道一见面就被陈远给猜到了。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半个小时后，陈远和刘文哲找了一个烧烤摊，一边撸串一边喝酒。几瓶酒下肚，刘文哲终于开始诉说衷肠。陈远，我不甘心，我为廖家付出了那么多，他凭什么这么对我？6年了，整整6年了呀！从高一开始我就喜欢他，他是学习委员，我是学渣。为了让自己配得上他，我拼了命的学习，最后终于考上了武大，可他却上了财大。早知道我就应该少考一点分数，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上同一所大学了。卧槽，你他妈说的是人话吗？陈远白了他一眼，觉得这小子有装逼的嫌疑。真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上了大学以后，我几乎3天2头的往财大跑。我以为廖家会看到我的付出，可他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我发10几条消息，他甚至都懒得回一条。今天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就去了财大。可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廖家居然在和别人接吻，他竟然在和别人接吻。刘文哲一字一顿，几乎是咆哮着说道，手臂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我那么爱他，他居然绿我，就只是因为那男的开了一辆保时捷。看着刘文哲一脸痛苦的模样，陈远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当初在林书彤面前还不是一样卑微如狗？别这样，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不值得。当初高中你追了她3年，她都没同意，后来要不是听说你考上了武大，她根本不会答应和你在一起。这个女人并不喜欢你，她只是觉得有个武大的男朋友听上去有面子而已。你自己1个月生活费2000，留800吃饭，1200给廖家，她天天酒吧 KTV 玩得飞起，你吃糠咽菜，你咋就这么喜欢作践自己呢？别说了，廖家不是这种人，她只是推脱不了闺蜜的应酬而已。那她绿了你，也是应酬吗？可能只是因为我没有长期在她身边陪着她，她才被人趁虚而入了。刘文哲开口解释道。这话听得陈远差点当场喷出一口老血。人家绿了你，你居然还给她找借口。D049，你们谁能借我个车？那你现在到底想怎么办？陈远问道。我也不知道，我真的很痛苦。刘文哲猛地吹了一瓶啤酒，由于喝得太急，他一口吐了出来。嗨嗨，老刘，如果你信我，我来替你安排，保证让廖家后悔。陈远眯了眯眼，你想怎么做？听我的就是了。陈远呵呵一笑，说完，他打开了微信皇帝群。此时群里面的讨论依然热闹非凡。你们知道吗？刚刚燕总又跑去龙牙装逼了。我去，你们是没看见那场面？燕总一口气刷了1万多个藏宝图，现在龙牙土豪圈都炸了，牛逼啊！燕总实在太牛逼了，特么一口气刷了半个亿。王校长都不一定有这样牛吧？校长还是很牛逼的，人家曾经还开过直播平台呢。不过燕总的身份地位
估计比校长也差不了多少。燕总和我是一个群里面的人，以后我又有吹牛逼的资本了。哈哈！看着群里面的讨论，陈远淡然一笑，他立刻编辑了一条信息，发了出去。你们谁有比较牛逼的车，明天借我用一下，地点在汉城，就当我欠你们一个人情。这条消息刚一发出，立刻就有人回复了燕总，我有一辆玛莎拉蒂，不过燕总您应该看不上。燕总，我有保时捷911。燕总，我有兰博基尼大牛。燕总，燕总我有宾利，您想用随时拿去。燕总，虽然我人不在汉城，但我朋友在汉城有一辆科尼赛格，这辆车最低售价2600万，应该算是比较有牌面点。龙皇亲自陈远，给他发了一条信息，燕总，私聊。陈远立刻回复了过去。他刚刚在龙牙直播平台刷了半个亿，如今在土豪皇帝群里面的地位相当之高，几乎是最有牌面的神豪，人人都想与他交好，但是刻意讨好会显得有些唐突，而且目的性太强，会招人厌烦。但如今燕总亲自开口借车，这就是一个可以和神豪燕总结交的机会啊，自然不能放过。这就是牌面，人一旦有了足够的名气地位，别说只是借车，就算借飞机、借游轮、借老婆都没什么问题。可如果你只是一个穷逼屌丝，借一辆自行车，人家都不一定会答应。陈远开始和龙皇聊起了借车事宜，刘文哲还是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毕竟头顶一片青青草原，谁遇到这种事都会糟心的。陈远感同身受，他和刘文哲可以说是同一类人，都属于舔狗，曾经都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卑微到极致。刘文哲的舔狗程度甚至还要超过他，要不也不可能玩到一起。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都有同样的感受，才能更加理解对方的感受。陈远如今走出来了，并且做出了改变，他也要帮刘文哲改变。舔无可舔，无需再舔。廖家这种贪慕虚荣的性格和林书桐极其相似，他如果觉得你没钱没本事，付出再多都没用，只有狠狠地打他的脸才行。想了想，光借车还不行，还得给老刘安排一个妹子。D050好感度达到96点。乐乐，你明天有空吗？想了想，陈远给徐乐乐发了一个信息，有的呢。陈远哥，你终于肯主动联系人家了，上次约会你没来，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理人家了。徐乐乐信息瞬间秒回，其实上次约会陈远没到，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在陈远心目中的地位。他没有怪陈远，只是痛恨自己一开始就在陈远心目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她是学校里面出了名的拜金女，而且还和很多男生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认识陈远只是偶然。她这样的渣女又怎么可能和校花赵玉琪比？无论长相、气质还是名声都无法相比。一开始认识她还表现得十分贪财，以前就算真有男生对她有意思，那也只是玩玩而已，她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反正互相玩嘛，你玩我，我也可以玩你，互相渣，谁也不吃亏。年轻就应该放纵，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可是现在她后悔了，当她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陈远的时候，她开始变得很自卑，因为她的身体已经不纯洁了，只恨自己年少无知，过早的献出了一血，还被渣男伤害。也正因为如此，她开始自甘堕落，喝酒、抽烟、纹身、叛逆、酒吧蹦迪、彻夜不归。年纪轻轻就经历了太多，男朋友都换了10几个，这样的她如何奢求陈远会爱上她？她心中有恨，她恨世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要在她遍体鳞伤之后才遇到如此完美的陈远？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也是一种悲哀，若是能早点遇到陈远，她何至于变成如今的模样？人生的悲哀是你想真的为一个人全心全意付出的时候，却已经没了资格。乐乐，我有点事想找你帮忙，我有个特别要好的兄弟被绿了，我想让你帮他演一场戏。陈远编辑好信息，立刻发了过去。可以的，陈远哥，能帮你的忙我很开心。上次借了你500万，你都还没跟我签借款合同，你真不怕我欠债不还了？徐乐乐问。无所谓，反正也没打算让你还。陈远发消息回道，这500万本来就是舔狗金，是为了博取徐乐乐好感才花的钱。如今徐乐乐好感度已经达到95点，陈远成功将其逆袭，自然还不还都无所谓了。花系统的钱有啥好心疼的？徐乐乐好感度+1。叮，当前逆袭对象徐乐乐，对宿主好感度达到96点，奖励宿主强化点5点。提示：
当宿主绑定的舔狗对象，好感度达到95点以后，继续提升好感度，可获得强化属性点，每提升1点好感，奖励5点强化点。卧槽！看到系统提示，陈远差点惊了。他原本以为逆袭对象只要达到95点的好感度，就算完成任务了，后续也不用维持关系，反正任务都完成了，工具人自然也就没用了。谁知道好感度继续提升，还会有意外奖励，而且每提升1点好感度，就奖励5点强化属性点，这奖励简直丰厚的一批。当然，好感度越往上提升，难度也越大，毕竟好感度满级也才100点，超过100点好感度，代表这个人爱你甚至超过了爱自己。这个世界每个人最爱的都是自己，基本不会出现爱别人超过爱自己的情况。如果有，那应该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了，他们甚至可以为了对方去死。这时，系统界面弹了出来，姓名陈远，年龄21，身高180厘米，体重67 kg， 力量19，体质19，精神10，敏捷14，成年人巅峰水平值10，状态非常健康。强化点5点，请宿主选择强化方向。我选择强化精神。陈远用心念回答道。叮，强化成功。宿主当前精神15点。系统话音刚落，陈远顿时感觉自己的脑海中涌现出一股清凉的气息。他莫名觉得自己的思维开始变得异常清晰，好像以前很多不懂的问题突然茅塞顿开了，有一种顿悟的感觉，舒服的一批。第051，你真的没救了。老陈，你在给谁发信息呢？刘文哲问道。给你安排个演员，这样明天你约廖家出来好好谈一下，我保证让你在他面前扬眉吐气一回。陈远信誓旦旦地说道。这样真的可以吗？妥妥的，为了给你找回面子，我特么还给你借了个车呢。刘文哲认为陈远只是借的普通的车，他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不过既然是兄弟的一番好意，他也没必要拒绝。重点，他也想找廖家好好谈一下，6年的感情终归要有个交代。晚上，陈远没有回寝室，他一直陪着刘文哲喝到了凌晨1点。陈远还好，他身体素质强化后，酒量也跟着增加了，即使喝了半箱啤酒，也就有点微醺而已。而刘文哲已经喝倒吐了2、3回。男人失恋需要大醉一场，陈远没有阻止，找了个宾馆，随便对付了一宿。第二天上午10点，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过来。喂，您好，是燕总吗？我是龙皇的朋友，张浩天，您可以叫我小张。小张啊，你是来送车的吗？陈远语气随意地问。是的，燕总，您昨天在龙牙直播的操作实在太牛逼了，小弟目瞪口呆啊，能有机会结识您这样的大佬，实在很荣幸。电话里的张浩天仿佛粉丝遇到了偶像一般，姿态放得很低，一点都没有盛气凌人的富二代架势。张浩天算是汉城顶级富二代之一，张家在汉城是大型房地产开发商，江景别墅小区这样的顶级楼盘就是张家开发出来的。张浩天平时也喜欢看直播，有时候看得开心了，也会给主播刷个几十万的礼物，开个地皇装装逼。几十万对于他这样的顶级富二代而言根本不算什么，毕竟他可是能拿出2、3千万买科尼赛格豪车的张家巨少。不过今天这位张家大少的姿态放得很低，因为他要面对的人是神豪燕总。这位大佬可是在各大直播平台刷了1个亿的猛人。张家虽然有钱，资产超过50亿，但张浩天绝对不敢拿1个亿去给女主播打赏，而这位燕总却轻轻松松地做到了。特别是听龙皇提起，燕总不仅在直播平台随随便便刷了1个亿，更是大方到随手给一个妹子送6000万的别墅。由此可见，这位大佬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沙雕脑残，而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神豪，底蕴深不可测。张浩天平时豪横惯了，但在燕总面前他根本豪横不起来。哦，昨天你也在龙牙看直播呀？都是些小事，不值一提。我在友谊大道沁园小区这边，你把车开过来就行。好的大佬，我大概20分钟左右到。就在陈远这边刚刚挂完电话，刘文哲的电话又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正是廖家。刘文哲迟疑了片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最终选择了接听。喂，文哲，有些事情其实早就想和你说清楚了，只是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你有时间吗？我想和你当面聊聊。电话里的廖家语气十分平淡，似乎并没有因为自己出轨而感到半分羞愧。好的，佳佳，
我有时间，其实我也有话想对你说。中午12点，木叶咖啡馆，不见不散。廖家通知好地点，就挂断了电话。陈远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家伙被人绿了，态度还这么好。你是当舔狗当习惯了吧？老陈，我想清楚了，我还是想挽回佳佳，我不能失去她。刘文哲目光坚定地说道。靠，你他妈真是没救了。D052把哥几个都叫上。出了宾馆，陈远随手在路边买了2碗热干面。这时一道银色的闪电呼啸而至，宛若幽灵一般。只见一辆极为霸道的超跑停在了如家宾馆面前。卧槽，这是什么车？怎么感觉很牛逼的样子？比我上次见过的法拉利488还拉风。这跑车至少得好几百万吧？一个路过的妹子震惊道。呵呵，没见识的家伙，488算什么？人家这可是科尼赛格，全球顶级超跑，售价高达2600万。自己去度娘搜索一下，2600万，我的天，这也太夸张了吧！一辆车而已，比别墅都贵了。我还以为是杂牌跑车，原来牛逼到突破天际了。就在一群路人赞叹不已的同时，科尼赛格上走下一个戴墨镜的青年男子，他嘴角叼着一根牙签，手腕上戴着百达翡丽，一身范思哲名牌，脸上仿佛写了2个大字：豪横。喂，燕总，我已经到了，您在哪儿呢？在你右前方10米的小巷子里面。白 T 恤，工装裤，手上拿着热干面点，就是我了。听着电话里的声音，按照陈远的指引，张浩天循声望去，只见巷子里面有2个吊丝模样的男生朝他走了过来。这2个家伙身上穿的都是不到200块钱的地摊货，吃着5块钱的热干面。其中一个脸上带着笑容，挥手和他打了个招呼。张浩天一脸懵逼，这就是传说中的燕总？太年轻了，太屌丝了，怎么看也不像随便拿半个亿打赏女主播的绝世神号啊。您是燕总？是我。陈远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啊，大佬，刚才都没反应过来，您这也太低调了。张浩天摘下墨镜，他很快反应过来，有一些真正的神豪大佬其实不需要那些表面的东西来衬托，因为这种东西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大佬做事一切讲究随心随性，无论低调还是霸道，模式随意切换，这才是真正的高境界啊。看来我以后要向燕总学习，不能太浮夸了。小张啊，车钥匙给我吧，明天就还你。对了，你这手表也挺不错的，先借我朋友，等以后有时间了回头请你吃饭。陈远虽然和张浩天是第一次见面，但也没跟他客气，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毕竟这样的做派才更加符合他神豪大佬的气质。张浩天看了看陈远身旁的刘文哲，瞬间露出一副秒懂的表情。看来燕总的这个朋友应该只是个普通人，因为某些原因丢了面子，燕总决定帮他把场子找回来。这种事情在富二代的圈子里面几乎屡见不鲜。燕总，这是车钥匙，还有手表，您要是觉得不够，要不我再叫几个朋友过来。别的不说，10几辆车队是没什么问题的。张浩天此话一出，陈远眼神瞬间一亮。可以，可以，小张你要愿意帮忙，那就再好不过了。等一下，我这就给朋友打电话。喂，狗子，今天有活动了，带你认识个人。谁啊？燕总。卧槽，天哥，你该不会说的是昨天在龙牙刷了半个亿的燕总吧？这回知道你天哥我的牌面了吧？赶紧的，把哥几个都叫上。D053。当场实话。中午12点，木叶咖啡馆。陈远和刘文哲已经提前到了10分钟。木叶咖啡馆是一个十分富有小资情调的地方，整个咖啡馆的格调非常富有艺术气息，干净、整洁、宁静。在喧嚣繁华的都市中，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喝喝咖啡，看看书，享受一下午时光，是很多都市女白领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之一。不过这里面随便点一杯咖啡就要100-200，对于普通学生而言算是高消费，偶尔来1-2次没什么问题，经常来就得家庭环境比较好才行。刘文哲坐在咖啡馆里面有些局促不安，陈远坐在一个比较远的角落，拿着一本书挡着自己。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12点半左右，一辆保时捷卡宴终于缓缓驶入咖啡馆门前。这时，一个让陈远熟悉又陌生的女生从卡宴中走了下来。这女生颇有几分姿色，穿着一身香奈儿女裙，手上提着 LV 包包，脖子上戴着施华洛世奇项链。这一身穿戴大概2-3万左右，虽然都是奢侈品，但只是奢侈品中的普通款式。可她脸上的表情
却高傲的像一只孔雀似的。佳佳，你终于来了，我点了你经常喝的美式咖啡，你看看喜不喜欢？廖家刚坐下来，刘文哲自动切换到了舔狗模式。文哲，我们分手吧。廖家直接说道。为什么？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也许真的是我的错，我不该没有通知你，就去找你。我可以当昨天的事情没有发生，我可以当什么都没看见，只要你和那个男人撇清关系，我可以原谅你的。刘文哲眼眶通红的抓住了廖家的手，就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6年的感情，他真的放不下。在廖家面前，他早就卑微的没有一丝尊严了。可廖家却猛地将刘文哲的手甩开。刘文哲，我想你搞清楚一件事情，我并不需要你的原谅。实际上，我也没做错什么，咱们又没结婚，我有选择的权利。也许我应该早点和你讲清楚，这个社会很现实，咱们还有1年就毕业了。你知道刚出社会的大学生工资有多低吗？你根本给不了我想要的。分手吧。廖家语气决绝地说道。佳佳，你相信我，我以后肯定会努力赚钱的。不管怎么样，我也是985名牌大学本科，我还会努力学习去考研，将来的工资肯定不会低的。就算我一个人赚钱养家，我也可以保证让你将来衣食无忧。刘文哲信誓旦旦，可这话在廖家耳中简直是个笑话。考研？现在一个研究生刚工作，有1万块工资吗？了不起2、3万吧，还要等你好几年以后。女人的青春是最宝贵的，我等不了你那么长时间。而且就算你有了2、3万块钱的工资，买房、买车、彩礼，哪样不要钱？日子一样要精打细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你根本不懂。廖家说到这里，陈远实在听不下去了。女人的青春宝贵，难道男人的青春就不宝贵吗？你想不劳而获就直说，干嘛要把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简直又当又立。2、3万块钱的工资你嫌低？请问你自己1个月能赚3000吗？我靠，佳佳，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这么多年的感情，你真的要说断就断吗？刘文哲目光血红，语气开始转冷。不是我绝情，是你太幼稚。看到我身上的包了吗？ LV， 你要花1年的生活费才能买得起这样一个包。我不想和你多说什么废话了，凯哥还在车上等我，今天来就是和你断个干干净净，你以后不要联系我了。廖家说完这番话，正准备转身离开，保时捷卡宴上的男子突然走了进来。这家伙大概27、8岁左右，一副人模狗样的样子，大热天的穿着西裤皮鞋红马甲，留着一个大背头，十分浮夸。佳佳，你们说完了吗？我都跟他说清楚了。凯哥，廖家说完，凯哥一脸不屑地指着刘文哲，小子，哥奉劝你一句，没钱别玩高配，穷比就赶紧滚一边去，以后不准骚扰我女朋友，不然小心我弄死你。马甲男嚣张无比地威胁了刘文哲一句，随后拉着廖家的手离开。刘文哲被3番2次羞辱嘲讽，他终于忍不下去了。廖家，你会后悔的，从今天开始，你失去我了，你彻底失去我了。刘文哲几乎吼着说道。切，一个穷比舔狗，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马甲男一脸不屑地冷笑道。廖家闻言突然失神了片刻，他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失去了，但很快甩了甩脑袋，将这个幼稚可笑的想法抛开。咦，前面有辆超跑好炫酷啊，也不知道是谁的。我靠，这是科尼赛格，价值2600万的顶级豪车。佳佳，咱们过去拍个照吧，这样的顶级超跑平时可不多见。马甲男很显然是个豪车爱好者，对世界顶级豪车倒是颇有研究。这辆车价值2000多万，也太恐怖了吧，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买得起这车。廖家心有余悸地说道。说完就开始站在车前自拍，摆出各种 pose。 马甲男一边给廖家拍照，一边同时也自拍。就在这时，刘文哲走了过去，麻烦你们让一下。刘文哲，你到底要干嘛？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滴滴，刘文哲按一下车钥匙，科尼赛格剪刀门宛如蝴蝶翅膀一般缓缓开启，流畅霸道的车型极具视觉冲击。廖家当场石化，一脸目瞪口呆。这D054妹子心太炸裂了，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豪车？我明白了，刘文哲，这车是你租的吧？我没想到你现在都学会这些骗人的把戏了。你以为租一辆豪车过来就能让我回心转意吗？告诉你，不可能。廖家刚开始一脸震惊，但很快反应过来，他和刘文哲认识不是1天2天了，彼此之间虽然算不上知根知底，但也颇为了解。
刘文哲家里是什么情况，他能不知道吗？你说你装个毛？果然被拆穿了吗？早就告诉过小陈，这招行不通的，你偏让我这么干。刘文哲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他知道装逼失败了，今天这个面子不仅找不回来，恐怕还要丢更大的面子，面子里子全都要丢光了。呵，原来是租的车，当心别刮着碰着了，不然你卖肾都赔不起。马凯越发鄙夷地说道。这时，一个相貌妖艳动人、身材无比火辣的美女，踩着红色高跟鞋，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文哲哥，你不是说好了今天带我去兜风的吗？赶紧上车吧。哼，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竟然说文哲哥的车是租的，2600万的豪车，你去租一个给我看看。徐乐乐双手抱胸着骂道，他演技相当之高，完全本色出演。他一脸鄙夷地看着廖家与马凯，眼神中的轻蔑与鄙视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说的没错，市面上几百万的豪车的确有的租，可是2000多万的豪车你根本租不到，能买这个级别豪车的人绝对不会把车租出去。你行啊，刘文哲，这回不仅学会了租车，竟然连演员都请好了，花了不少钱吧？告诉你，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了，没用，假的就是假的，装的再像，你也不是富二代。廖家继续嘲讽道，他绝对不相信刘文哲这条舔狗会是传说中的超级富二代。你要真买得起2000多万的超跑，当初为何让你买个苹果手机？你都磨磨蹭蹭，还攒了2个月，等到双11打折活动才肯买。轰轰轰！廖家嘲讽之言刚刚落下，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阵马达轰鸣声，这是超跑炸街的声音，而且不止一辆，一共20多辆豪华超跑，竟然齐刷刷的朝着木叶咖啡馆驶了过来。路边一些吃瓜女生纷纷惊呼不已，我的天啊，这是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保时捷911、法拉利488、阿什顿马丁、迈巴赫，卧槽卧槽卧槽，太牛逼了！还有科尼赛格，这是顶级富二代聚会吗？赶紧拍照发朋友圈，这画面，这排场，恐怖如斯啊！哇，那个单手开法拉利的帅哥真的好帅啊！一个身材正点的女生惊呼道，帅个毛，我要开法拉利，我比他还帅。女生的男朋友不服喊道。在所有人惊异的目光中，所有豪车齐刷刷的停到了木叶咖啡馆附近，将整条街道都堵了起来，气氛压抑的令人窒息，场面一发不可收拾。这时，一个嘴角叼着牙签、戴着黑色墨镜的豪横青年缓缓走下了车，随后他3步并作2步小跑到刘文哲跟前。文少，听说有人瞧不起你，我特么来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敢得罪咱们文少，是活腻歪了吧？文少好，文少好，文少好！骤然间，所有开着超跑的富二代，他们下车之后，竟然全都走到刘文哲跟前，态度恭敬地叫了一声文少。一时间，全场懵逼。刘文哲逼气暴涨，装逼如风，长伴无声。虽然这位文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可依然不影响他成为了全场焦点。太霸气了，太有排面了，廖家整个人都傻了，他3观崩裂，心态爆炸，有点开始怀疑人生。刘文哲竟然真的是超级巨少，身份如此牛逼，排场如此惊人，就连这群不可一世的富二代，在他面前也要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文少。我靠，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事到如今，廖家不得不相信，2000多万的超跑也许真的是他的。事实摆在眼前，无法反驳。一个演员好请，2个演员也好请，可现在特么20多个富二代开着超跑炸街来，不可能全是演员吧？就算真的是演员，你能请得到这种阵容，那说明也很牛逼了。去你大爷的，我特么还以为是什么牛逼存在，敢在文少面前装逼，原来是马凯你小子。一个染着白头发的富二代似乎认出了马甲男，顿时满脸鄙夷道，白猫，你认识这小子？张浩天问。那可不，这小子别的本事没有，泡妞倒是挺有一手的。他们那一群人都是搞包装设计的，low 的一批。白毛嘲讽道，包装设计啥玩意？这你们就不懂了吧？现在有些屌丝明明没什么钱，非得装成富二代，通过打造朋友圈来钓高分妹子。他们这一伙人一共有20-30个人，租一辆豪车，20个人轮流拍照，平均每个人花个100-200，豪车自拍照就有了。租一间5星级总统套房，平均每个人200块，豪华套房照有了。
租一艘豪华游轮，平均每个人500块，奢华游轮照有了。租飞机，租别墅，几十个人轮流 A1波，一套流程下来，平均每个人不到2000块钱。他们的朋友圈个个高端的一批，不是高档场所，就是豪车别墅。这些妹子以为自己遇到了白马王子，实际上这家伙搞不好一个月连5000块钱都不到。就他身上背的 LV， 我特么一眼就看出是假的。白毛一脸笑意地指着廖家手上的 LV， 肆无忌惮地嘲讽道。这下子就连躲在暗处围观的陈远也是一脸懵逼，原来泡妞还能这么玩的吗？几千块钱也能钓高分妹子，天朝人才何其多，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操作666啊！不可能的，我的 LV 包包怎么可能是假的？有正规发票的呀。凯哥他们都是骗人的，对不对？你没有骗我，对不对？廖家急忙询问道。正规发票，100块钱我给你搞10张，你要不要？地055烟总，能给我捧个场吗？廖家看马凯的眼神越看越怀疑，因为一切都被白毛给说中了。马凯的朋友圈确实奢华无比，今天5星级酒店，明天游轮看日出，后天别墅酒庄，要多奢华有多奢华，要多高端有多高端。当初正是因为看了马凯的朋友圈，第一印象满分，觉得他完全是自己的理想型，所以才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与他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关系。可是最近几天，他发现马凯的车并不是经常开，给他买 LV 包包似乎也是提前准备好的。当时他觉得这是一个惊喜，所以并没有在意什么，甚至还觉得很感动。再加上马凯的一顿花言巧语，他已经被哄得迷失了自我，现在被人指出漏洞，顿时发现疑点重重。马凯看着廖家越发怀疑的眼神，当即就选择破罐子破摔了。好吧，廖家，我摊牌了，我确实不是富二代，不过我也从来没说过我是富二代，也不算骗你。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这种拜金女老子见多了， LV 老子还花了200块呢，你也就值这个价。开房也是老子花的钱，吃饭也是老子花的钱，和你出去约会3次，我特么一共都花了1000多了，你该知足了。一听这话，廖家差点气得当场吐血。原来他真的被人给套路了，偏偏就算知道自己被骗了，也只能自认倒霉，就连报警的理由都没有。因为从始至终，马凯没有从他身上骗1分钱。从法律层面来讲，没有任何诈骗性质。你俩是正常的谈朋友，就算开房，也是你心甘情愿的。你不能因为男女感情矛盾，就告人家诈骗，这理由不成立。廖家心态崩了，一想到自己因为一个骗炮的人渣，竟然失去了开着2000多万超跑的真富二代男友，偏偏这个男人还对他那么好，6年付出，一心一意，随叫随到，体贴入微，人家还是985高材生。这么一对比，刘文哲简直是个天使。他后悔了，他真的无比后悔。文哲，别这么叫我，既然你说要断得彻彻底底，希望以后你也不要联系我了，就这样吧。这一次刘文哲终于硬气了一回。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刘文哲转身上了科尼赛格，徐乐乐坐上了副驾驶位。在一众围观女生羡慕嫉妒的眼神中，这辆豪华超跑绝尘而去。好帅啊，要是我有这样的男朋友该多好。你们是不知道，刚才我亲眼看见这女的在咖啡馆向人家提分手，这不傻比吗？为了芝麻丢了西瓜，偏偏现在连芝麻都没得到，我服了。呵呵，现在的绿茶呀，就是看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一心想着傍大款，活该被人玩弄，没什么好同情的，拜金女活该。呸！刘文哲开车离开后，廖家被人指指点点，每一句刻薄的话都像是一把尖刀，狠狠地插进他的胸口，让他流血不止。终于他彻底崩溃了，坐在地上疯狂大哭。但是没人同情他，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那个谁，马凯是吧？你特么挖了文少的墙角，就想这么轻易离开吗？这时一直躲在角落看戏的陈远终于站了出来，拦住了想要离开的马凯。刘文哲性格内敛，一般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可这小子挖了他兄弟的墙角，陈远可不会轻易放过他。陈远刚一站出来，张浩天立刻跟上，他后面的一群富二代也齐刷刷的将马凯给围住了。马凯瞬间差点吓尿。各位兄弟，我真不知道这女的是文少的马子啊，怪我有眼无珠，对不起，我立刻就和她断了，微信我也将她拉黑，以后真的不敢了。各位大佬能放我一马不？对不起就完事了，我特么砍你一刀，给你说声对不起能算了不？白毛起哄道。
我不跟你动手，自己扇自己100个耳光，打完就可以走，不然你信不信我让你在汉城混不下去？陈远语气冷漠地说道。我打，我这就打。马凯唯唯诺诺的点头，说完就开始扇自己耳光，打得还挺卖力。开玩笑，这里面随便一个富二代都可以轻易整死他，更别说这还是一群。这是今天要是能过去，丢点面子受点罪也无所谓。他们搞包装设计的都是大丈夫，能屈能伸。100个耳光扇完后，马凯脸都肿了。牛逼，敢对自己下狠手的人也是个人物。张浩天有些意外的点了点头。滚吧，以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我这就滚，我这就滚。终于，马凯灰溜溜的开着租来的保时捷卡宴，像条狗一样逃走了。哈哈，燕总，刚才我的演技还可以吧？张浩天笑着说道。在陈远面前，他取下了墨镜，收起了平时豪横的姿态。卧槽，这位才是燕总吗？我以为刚刚那位文少才是燕总本尊呢。我特么刚才还给那小子鞠了个躬，我也以为文少是燕总，搞了这么半天，原来闹了一个大乌龙。我看天哥叫文少，我也跟着叫文少了，原来燕总一直在旁边看戏啊。我说呢，燕总怎么可能看上那种稀烂货色？等一等，你们觉不觉得燕总的背影有点熟悉啊？好像和前2天抖音爆火的奔跑侠有点像。还真是哎。别闹，燕总怎么可能是奔跑侠？应该是神豪侠才是。一群富二代，你一句我一句，姿态都放得很低。各位兄弟，今天多谢你们捧场。刘文哲是我兄弟，你们给他捧场就是给我面子，要不去咖啡馆坐坐，我请你们喝咖啡。陈远客套着说道。既然人家帮了忙，给你捧了场，礼尚往来也是应该的。可如果请这群富二代吃饭的话，陈远是请不起的。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点一些贵的要死的东西？如果只是喝咖啡，陈远还是请得起的。虽然花自己的钱有点心疼，但面子不能丢。可以，正好口渴了。对了，燕总，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不知道方不方便？染着白毛的富二代突然开口说道。陈远顿时心里一慌，你特么的还真不客气啊。是这样的，燕总，我最近看上了一个女主播，她颜值、身材、才艺都没得说，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人气不高。我想请燕总过去捧个场，就说是受白毛大侠邀请过来的，这样我也很有排面啊。陈远闻言松了口气，给女主播捧场，这不是他的强项吗？今天就让你们这些富二代亲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绝世神豪。D056，我去上个厕所。白猫，别太过分了，第一次和燕总见面，你就敢提这种要求？张浩天训斥了一句。没事，都是小事。你说的这个女主播是哪个平台的？陈远笑着摆了摆手。他们这一群人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木叶咖啡馆。燕总，我说的这个女主播就在龙牙呀，我还在龙牙开了个公爵呢，不过牌面一般。燕总若是肯帮忙，那可真是太感谢了。白毛一边求着帮忙，一边也有另外一层意思。截止目前为止，他还是有些不太相信眼前这个家伙就是神豪燕总。陈远太年轻了，而且身上穿的衣服鞋子加起来都不到200块钱，这特么活脱了一个穷逼屌丝形象，哪里符合神豪燕总的气质？不止白毛有些怀疑，其他富二代或多或少也有些怀疑。这年头，各种五花八门的套路实在太深，不得不防啊。你既然是神豪燕总，让你当着大家伙的面给女主播捧个场不过分吧？当然，你要让陈远请客吃饭，他可能会很犹豫，可你要让他给女主播刷礼物，那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龙牙还有1亿5千万没刷呢，系统舔狗精多的花不完。你既然想试探，我特么就满足你。服务员，上20杯咖啡。好的，先生。咖啡馆里面的美女服务员甜甜一笑，她可是知道这群人都是些什么样的存在，外面还停了20辆豪车呢。他们这一群人一进来，咖啡馆的座位差不多就坐满了。本来咖啡馆里面还有5、6个女白领，此时也都一个个面露娇羞之色。平常情况下，哪能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富二代？一时间，木叶咖啡馆的生意突然好了很多，来来往往的女生多了好几倍，其中不乏青春靓丽的时尚美女。找个了座位坐下来以后，陈远掏出了赵玉琪给他买的苹果12手机，开启流量数据，点开龙牙直播 App， 竟然真的是燕总。一个富二代看到陈远手机上寂寞一根烟这个熟悉的 ID 名字，终于认可的点了点头。兄弟，你喜欢的女主播叫什么名字？陈远一脸淡然朝着白毛问道。燕总，我喜欢的女主播
名叫若曦同学，她是新秀区的女主播，目前也才5万多的订阅，只是一个小主播。好的，陈远点了点头，开始搜索若曦同学这个名字。他平时真不看这些小主播，不过小主播里面也有很多长得好看的。通过搜索，陈远点开了若曦同学的直播间。很巧的是，这个女主播不仅正在直播，而且还和另外一个女主播在 PK。现在各大平台的女主播，很大一部分收入都是靠 PK 赚来的，因为 PK 可以促进观众消费，又能与其他主播互动吸粉，这就导致很多女主播只要开播，基本都在 PK。不错呀，长得确实正点。陈远忍不住夸赞了一句。他看着手机上正在直播的美女，颜值几乎能打9分了。这个若曦同学，在陈远见过的所有女主播里面，颜值能排前3，连赵玉琪都不一定比她漂亮。当然，关了美颜滤镜之后就不知道了。白毛哥的审美标准，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啊！不错不错，真的可以，太正点了。我擦，这不是音乐学院的校花周若曦吗？她居然在龙牙直播。人群中，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富二代似乎认出了这个女主播。音乐学院是汉城音乐学院吗？是啊，周若曦在音乐学院很有名。之前我有个哥们想泡她都没泡上，谁知道白毛哥已经关注上了。就在几个富二代议论纷纷的时候，若曦同学似乎终于发现了直播间有神豪降临。陈远开通的超神帝皇进场特效实在拉轰的一批，让人想不注意都难。而且这个进场的超神帝皇不是别人，正是昨天刚刚在龙牙刷了半个亿的燕总。哇，欢迎燕总！燕总大大吓我吼，怎么办？有点小激动，都没想到燕总大大能进我的直播间。若曦你火了，燕总光临的女主播就没有不火的。燕总牛逼，我燕家军在哪里？燕总大气，感谢燕总送的1000张藏宝图。哈哈，我是不是说早了？燕总大气，燕总大气。陈远还没开始刷礼物，直播间弹幕已经开始满屏的燕总大气。这时，陈远发了一条弹幕。白毛大侠介绍我过来的，说这里有个很好看的小姐姐，果然没失望。卧槽，白毛你认识燕总吗？太有排面了吧！陈远上线后，白毛也掏出手机上线了。那可不，燕总是我好哥们呢。你们这群家伙根本不知道哥的能量。白毛打字，顺手装了个逼。陈远看着这条弹幕，嘴角微微露出一丝微笑。他点开礼物界面，动作娴熟的刷了起来。哇！感谢燕总送出的藏宝图，谢谢燕总。周若曦刚刚说完谢谢，就发现藏宝图礼物数量已经超过30个了，并且还在以每秒2个的速度疯狂乱刷。这特么可是价值5000块一个的豪华礼物啊！怎么在燕总手里，感觉跟刷免费的荧光棒差不多。开始了，燕总又特么开始了。燕总，你到底有多少钱？能不能分我一点？就算是王校长，天天这么刷，也会破产的吧？直播间弹幕飞起，女主播若曦同学已经目瞪口呆。然而更加目瞪口呆的是亲眼看着陈远刷礼物的这群富二代。在直播间看别人刷礼物，最多只是感叹一下对方真有钱，可现实中亲眼看到一个神豪拿着手机给女主播打赏，不过短短几分钟都已经刷了上百万了。而且看燕总这手速，似乎根本停不下来啊！太夸张了，太毫无人性了。我日，燕总您别刷太多礼物了，这才几分钟，1辆跑车都已经刷出去了。白毛赶紧制止道，一开始是他让陈远去捧场的，现在人家给你看上的主播刷了几百万，请问你是不是要把这个人情给还上？可是人情太大，还不起啊？没事，也就几张藏宝图而已，你们谁还有看上的女主播？我今天一一给你们去捧场，如何？陈远一脸微笑的说道。不知不觉，直播间的藏宝图礼物已经刷到了1000张，白毛差点跪了。燕总，500万了，别刷了，真的别刷了，我还不起，没让你还呀。这主播我看着挺不错的，就先刷1万张藏宝图吧。对了，你们谁帮我点一下，我去上个厕所。D057燕总怎么可能舍不得一杯咖啡钱？震惊，傻眼，燕总已经毫无人性到这种地步了吗？竟然让人帮他刷！白毛傻了吧唧的接过手机，然后陈远真去上厕所了。他点开后台查看剩余龙牙币，噗！白毛刚喝一口咖啡，猛地喷了出来。我靠，咋回事啊？白毛，你特么喷了我一脸！张昊天不爽道：“不好意思啊，天哥，刚才没忍住。”燕总后台的龙牙币太特么惊人了，我看看我看看。除了张昊天，一群富二代赶紧凑过去看手机，数一数，
这是几位数啊？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1000万、亿，我日，9位数，1亿4000多万龙牙币！我套你猴子！燕总之前在龙牙就刷了5000多万了，他岂不是至少充了2个亿？龙牙币和人民币的比例是1比1，就像鲨鱼直播的鱼翅和人民币也是1比1，2亿龙牙币就代表2亿软妹币，这尼玛将如此巨额的一笔资金用来充钱给女主播打赏，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场的一群富二代，一个个几乎被打击得体无完肤。之前他们感觉自己是高端玩家，看不起平民选手，可是在燕总面前，自己特么就像一个小学生，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服了，这次我真的服了。燕总这段位比咱们高了，怕是不止1星半点。天哥，那我还要继续刷吗？感觉手有点软，都不听使唤了。白毛询问道。燕总既然让你帮他刷，那就刷呗，反正不是你的钱。你小子平时不是总觉得钱不够花吗？这次让你装逼装个够。张昊天起哄道。白毛哥，这不是你的性格啊，你平时不是挺无所畏惧的吗？这回怎么萎了？另一个富二代同样起哄道。谁说老子萎了？不就是刷钱吗？这方面老子从来就没慌过，信不信燕总不回来，我特么就敢一直刷。白毛信誓旦旦地说道。这年头什么都能丢，就是面子不能丢。白毛哥，这可是你说的，希望别自己打自己脸。一群富二代不嫌事大，反正燕总都开口了，刷就完事了。白毛把心一横，开始疯狂点击礼物赠送，左手点累了还右手，右手点累了换左手。5分钟后，陈远还没回来。10分钟后，陈远还是没回来。20分钟后，我靠，燕总怎么还不回来啊？我特么都刷了快2000万了。白毛额头开始冒汗，他真的从来没有一次性打赏过女主播这么多钱。虽然燕总之前让他帮着刷，可你真刷了别人1、2千万，还是会有点慌的。这也就是这群富二代才敢胆子这么大，要别人根本不敢乱刷。我刚才去厕所问了一下，燕总说他昨天吃烧烤吃坏肚子了，现在正在蹲大号。我裂开，燕总就不怕我把他钱给刷光了？白毛哥，你不是说燕总不回来，你就不会停的吗？你要是慌了，就直说吧，在燕总面前慌不丢人。谁说老子慌了？我特么只是点屏幕点的有点累。30分钟后，陈远终于上厕所回来了。昨天晚上和刘文哲吃烧烤吃的太多，这东西有点不太干净，搞得他今天一大早就有点不舒服。如今一波大号，终于将体内污秽之物排出体外，顿时神清气爽。不过这波蹲坑时间确实有点长，都快蹲了半个小时。燕总，您可终于回来了，白毛都刷了你3000万了。啥？陈远闻言顿时皱了皱眉头，众人还以为陈远生气了，毕竟自己的账号被人刷走了3000多万，是个人都会生气的。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主要白毛这家伙做事没有分寸，一点都不知道适可而止，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压抑。这时陈远话锋一转，白毛你这家伙不行啊，给你半小时你才刷了3000万，连我1/2的手速都没有，菜的一批。陈远满脸不屑，丝毫没有因为白毛刷了3000多万生气，反而怪他手速不够快。而且他这话不是为了装逼，他是真的嫌白毛手速不够快，自己一个人经常刷礼物也挺累的，好不容易有个人帮他刷，你特么就不能刷快一点？实话，僵硬，呆滞。一群富二代你看我，我看你，感觉三观都炸裂了。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很有优越感，现在我发现我特么竟然是个穷比，不，我连穷比都算不上。燕总，我以后当你小弟好不好？我要以你为榜样。燕总，手机还给你。对不起，其实刚开始我是故意试探您的，但是这回我真的服了，我白麒麟心服口服。原来白毛叫白麒麟。陈远接过手机，点了点头。一杯咖啡的时间，整整20个富家公子全都被陈远强大的逼气所折服。他的淡定与洒脱完全不像装的，被人刷了3000万，心态还能这么好，只能说3000万在人家眼中可能真的只是几毛钱的零花钱。没关系，都是朋友，不打不相识，咱们面对面组个群吧，有时间下回再聚。陈远主动提议道。好啊，燕总，能跟燕总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燕总是我群主，我他妈以后岂不是可以出去吹牛逼了？哈哈，这牛逼你能吹1年？
何止1年，我特么能吹50年。就这样，陈远建了个微信聊天群，20个富二代纷纷加入，无一人缺席。有了这些人加入，陈远感觉自己的人脉圈子又扩大了不少，他能利用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这些富二代也许现在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可他们背后的家族势力在汉城都是他有头有脸的，出了事随便一个电话就能解决，而且他们也会逐渐成长起来。总之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诸位兄弟，下回再聚。陈远离开了木叶咖啡馆，烟总都撤了，这群人自然也打算散了。各位，你们谁把单买下？美女服务员突然叫道。啊，烟总没买单吗？应该是搞忘了吧。烟总这样的存在，怎么可能舍不得几杯咖啡钱？第0581枪一个小朋友，恐怕谁也没想到，刚刚在直播间狂刷3000多万，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神豪烟总，居然是故意逃单的。妈的，一杯咖啡100多，20杯咖啡不是2000多，太贵了。老子淘宝买的手冲咖啡，30块钱能冲50杯呢。陈远一脸吐槽。很快，他打了个车，准备回学校。路上，刘文哲的电话打了过来。喂，小陈，你请的那个演员徐乐乐，我已经给他送回去了。刚才廖家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哭得很伤心。他说他真的后悔了，我该咋办啊？电话里，刘文哲语气十分纠结地问道。打住，你丫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是？他之前是怎么对你的？你忘了吗？怎么人家说2句好话你就心软了？靠！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今天花了这么大排场给你撑场子，你3言2语就被人给说动了，你不觉得对不起兄弟的一番苦心吗？你到底是啥立场？陈远一脸气愤地挂断了电话。皇帝不急太监急，你丫的舔狗毛病，咱咋改不了呢？回到宿舍，已经下午5点了。老四，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特么一宿没回来，是不是和妹子约火包去了？室友熊涛一脸猥琐地问道。是啊，你小子不仅昨晚上一宿没回来，今天上午的课也没去上，辅导员都点名批评你了，还是我给你请的假。老曹语重心长地说道。操，我特么被伏地魔给阴死啊，差一点就吃鸡了。周海泉抱着个手机，一脸狂怒。最近寝室的几个家伙联盟开始打得比较少了，反正打了这么多年一直都上不去钻石，要是不能5黑组队，一个人玩就更加没意思了，还不如玩吃鸡，反正抱着个手机就能玩，不用去网吧，随时随地就能搞起。来吧来吧，4排走起。正好老四回来了，咱们可以组一个满编队，估计很快就能苟上超级王牌了。熊涛吆喝道。陈远一脸无语，老子还以为你说要大杀四方，谁知道你居然说4排组队一起苟。吃鸡这游戏陈远以前也玩过，玩了2个多月，打到了不朽星钻，再往后就打不上去了，因为他不喜欢狗，喜欢和人刚枪。刚枪的结果就是死得快，分掉的多，段位自然上不去。喜欢狗的当伏地魔，就算不杀人，只要能活到最后决赛圈也能上分。很快4个人掏出手机一起上线了，除了陈远目前还是不朽星钻，周海泉、熊涛、曹景言3个家伙全都已经打上了荣耀皇冠，特别是周海泉，他已经上了荣耀皇冠1，很快就能打上超级王牌。进入游戏界面，操作特种兵。陈远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涌上心头。昨天增加了5点精神属性之后，陈远只觉得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并没有发现和平常有太多的改变。可突然集中精神打游戏的时候，他莫名感觉到了和以前的变化。原本十分笨拙的操作技术竟然变得异常得心应手。跳哪里？熊涛问道。跳G岗吧，咱们去钢枪。陈远提议道。不去，这航线G岗人肯定贼特么多，估计一去就落地成盒了。卧槽，老四你怎么先跳了？果然越才越喜欢钢枪。周海泉嘲讽道。刚刚飞机上一下子就少了30多个人，这波G岗至少有6、7个满编队。老四你凉了，你要能活着走出来，我跪着叫你爸爸。老曹一脸笃定。陈远并没有说话，他只是在开伞的一瞬间迅速计算所有敌人落地的方位。跳到集装箱后，陈远落地捡了一把 Uzi， 可他身边居然同时有4人降落下来。陈远一梭子子弹瞬间打倒2人，但他并没有补掉，因为敌方另外2个队友，一个落地 M4， 一个落地 AKM。 陈远被打了2枪，瞬间匍匐跳下集装箱，他已经半血了，重新上好子弹，在集装箱中绕了2圈，
根据脚步声判断敌人位置之后，他瞬间冲出，将一个敌方一个正在扶人的队友打倒，很快又躲进了集装箱。敌方已经倒了3人，只剩最后一个队友。绕后了。陈远嘴角溢出一丝冷笑，他抬手切换界面，就是一梭子子弹打了出去。对方刚刚从集装箱背后冲出来，居然被预判打了个正着，开局4杀。我日，居然会预判，你他妈是开挂了吧？最后被打死的家伙开全部语音骂道。灭了一个满编队以后，陈远很快将他们的盒子舔干净。这下子鸟枪换炮了，左手 M4， 右手 AKM， 加上2级甲、2级头、3级包，虽然子弹不多，但也够用了。接下来，陈远开启了真正的屠杀之旅。以前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老觉得对手很强，每次刚枪都刚不过。今天玩这个游戏，竟然觉得所有人的反应都很慢，一个个仿佛人机一样，呆的一批。陈远单人就灭了4个满编队，还有3个人机，2个独狼。从 G 港走出来，他居然杀了21个人，简直夸张！卧槽，老四，你杀了这么多人！看了一眼陈远手机上的人头数，熊涛震惊了，套你猴子，21个人头，老四你是不是开挂了？从 G 港走出来后，陈远已经神装，接下来他到处找人杀，实力 1v4， 又灭了一个满编队，3个独狼，1个人机以后，人头数达到了29个。卧槽，老四你赶紧过来，我们特么开车被人打下来了。满编队实力很强。老曹刚说完这句话，就被人补掉了。熊涛和周海泉也先后被补掉，全队只剩下陈远一个人。陈远开着一辆摩托车，在队友成河400多米的高坡停了下来。他现在是一把 M4 加一把 AWM， 拿起狙击枪，开启8倍镜，瞬间将一个正在舔河的敌方特种兵爆头。就算是3级头，也扛不住 AWM 的威力。卧槽，有大狙，赶紧躲到车后面。在高坡上，就一个人，应该是最后一个独狼。怕个球，敢跟老子对枪，我特么！一个吃鸡主播正在吹牛逼，然而他牛逼还没吹完，就被一枪爆头啊！我日，移动靶500米爆头，这特么是开了锁头挂吧？砰！又是一声枪响，第3个队友倒下了。砰！第4枪，最后一人开着玛莎拉蒂，在车上被爆了头，一枪一个小朋友，狗比，这特么绝对开挂了！举报他！鲨鱼直播平台，一个100万人气的吃鸡主播破口大骂道：“第059，小米儿来汉城了。”他开启了观战模式，却无比震惊地发现，这个灭了他们满编队的独狼，竟然已经杀了33个人，简直恐怖如斯！和平精英这个游戏，开局也就投放100个特种兵，一场游戏下来，能不能遇到30个人都不一定。你特么居然就杀了33个，这还没进入决赛圈呢！你是人头收割机吗？主播你也太菜了，连个路人都打不赢，这人绝逼是挂了，不是挂我吃屎，不科学啊！企鹅官方大力整顿了好几次以后，外挂基本已经看不到了，基本看不到，并不代表没有。等一等，我看一下击杀回放。这个主播将陈远击杀他们的画面回放了10几次，却无比疑惑地发现，好像真的是预判，并不是锁头。可是一个人的预判，怎么可能强成这样？这也不科学啊！难道真的是个高手？最起码有无敌战神的实力。想了一下，这个吃鸡主播并没有选择举报，而是选择了添加好友。不知不觉，陈远已经进入了决赛圈。场上最后只剩下5个人，这5个人和自己对拼了一波，就只剩下2个人了。陈远手持 M4 冲上去将一人打倒，随后就被另一个伏地魔给攻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已经被人打残血的情况下，陈远居然进行了一波蛇皮走位，然后以不可思议的反应，瞬间锁定伏地魔的位置，3枪爆头，将其打死，残血反杀，以35杀的人头数据，成功吃鸡。震惊、疑惑、懵逼，熊涛、周海泉、曹景年3个家伙仿佛看外星人一般看着陈远。不可能啊，老四你怎么会这么强？35杀，这特么都可以去打职业了。难道这2个月你都在苦练吃鸡技术？没道理啊，平时也没看见你怎么玩啊，你真开挂了。老曹越发疑惑地问道。他发现自从陈远和林书彤分手后，短短1个星期，陈远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受妹子欢迎了，打架变牛逼了，现在居然连玩游戏都这么强，还有没有天理了？难道真的分手就能变强？失恋可以让人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是陈远以前一直都在隐藏实力，
其实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陈远。老曹，你这猥琐之人，别转移话题了。不是说我能走出纪港你就叫爸爸的吗？现在老子吃鸡了，赶紧叫吧。陈远笑着说道。啊，这个都是兄弟，开个玩笑话，别当真。老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男子汉大丈夫，铁血真汉子，怎么能说话不算数？熊涛突然叛变，和陈远达成了统一战线。就是，赶紧叫，赶紧叫！周海泉也开始帮腔。你们这群龟儿子，哎呀，我去吃饭了，肚子都快饿扁了。老曹铁了心的要耍赖，陈远也没办法。走吧，走吧，一起去食堂吃饭。晚饭后，陈远躺在寝室。今天已经星期五，明天就是周六。陈远打开微信，发现主播小米儿已经给他发了好几条信息。烟总哥哥你在吗？烟总哥哥，我明天就要来汉城旅游了，上午9点到11点的飞机。烟总哥哥，你可以来接我吗？这2天直播，烟总哥哥怎么都不来看我了，人家有点伤心呢。看着小米儿发来的3条微信消息，陈远恍然大悟，小米儿是他第一个打赏的主播。当时小米儿虽然说过要来汉城找他，可陈远并没有当真。人家一个几百万粉丝的大主播，和你聊骚2句，你就当真了？万一人家是逗你玩的呢？这年头套路这么深，有些话听听也就算了，跟这些主播打交道，陈远始终持有保留态度。和小米儿聊骚，他也就纯粹口嗨了2句。没想到这周六，人家真的要过来了。这2天有点忙，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做，所以没去直播间看你。明天刚好有时间，咱们机场见啊！陈远编辑好信息，给小米儿发了过去。毕竟是自己第一个约出来的主播，而且还是人气大主播，陈远有些小激动。另一边，一个豪华的酒店内，小米儿看到陈远发过来的信息，十分无语。忙？他自然知道烟总很忙，忙着给别的女主播刷礼物了呢。给鲨鱼小深深刷礼物还不够，还跑去龙牙直播刷，短短2天就刷了将近1个亿。昨天是龙牙人气唱歌主播沙拉拉，今天是完全不知名的小主播若曦同学。你烟总到处给女主播刷礼物，动不动就是几千万，整个直播圈子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若非如此，小米儿也不打算这么快去汉城，因为烟总实在太豪了，他迫切的想要得到烟总的支持。鲨鱼直播马上就要举办1年1届的直播嘉年华活动，到时候全平台所有主播都会为了争夺鲨鱼10大巅峰主播而全力以赴，这关系到他们日后的发展，还有平台的流量扶持计划。因为顶着鲨鱼10大巅峰主播的名号，你的名气和流量就不会差。有的主播为了给自己打出名气，自己拿钱出来刷，甚至贷款刷，因为只要有了名气和流量，赚钱就会变得很轻松。自己给自己打比赛也是一种运营方式。本来如果是以前的情况，小米儿是没有机会竞争10大巅峰主播的，他最多能拿下分区10大优秀主播就不错了。可是这一次他看到了希望，只要有了烟总的支持，打比赛谁能赢他？10大巅峰主播未必就没有他一席之地。既然想上位，那自然要有所付出。这一次他已经决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烟总，否则烟总要是被其他骚狐狸给勾走了，那后悔也来不及了。直播平台那么多女主播，谁不想得到烟总的青睐？小米儿心中产生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地来到汉城约陈远见面。我就知道烟总哥哥是个大忙人，可你也不能不理人家啊，人家还以为你把米儿给忘了呢。小米儿信息回道：怎么会？米儿你这么漂亮，可爱，性感，我反倒是怕你这个大主播太忙，都没空搭理我。第060套路吗？烟总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家在忙，也不可能不理烟总哥哥的呀。小米儿秒回信息，还发了一个娇羞的表情包。哈哈，我面子这么大的吗？在米儿这里，烟总哥哥的牌面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一波反舔，舔得陈远极度舒适。一想到一个100万人气的大主播放下姿态来讨好自己，陈远顿时觉得生活是如此的多姿多彩。无数宅男心中的女神，如今却当了我的舔狗，这感觉不是一般的爽啊！米儿你真的太贴心了，搞得我现在都迫不及待的想见到你。今夜的时光竟如此漫长。陈远回信息道：人家也想快点见到神秘的烟总大大呢。很好奇，烟总哥哥，你确定不发张照片给人家看看吗？就算你长得不怎么好看也没关系，男人最重要的不是帅气的外表，而是内涵。小米儿一连发了3条信息，似乎很想知道陈远的长相。陈远越不让他知道，
他越想知道。不过他猜测，燕总长得应该很普通，甚至年纪会有点大，极有可能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毕竟长得帅的，朋友圈怎么可能连一张自拍照都没有？我平常不喜欢自拍，不过你明天就会见到了。陈远和小米儿聊天，一聊就聊了2个小时，从兴趣爱好到喜欢吃什么、玩什么，喜欢看什么电影，喜欢哪个明星，最近追的电视剧是哪一部，你喜欢什么类型样子的女生，是可爱的、活泼的、清纯的，还是安静的？我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是成熟稳重的，还是阳光运动的，亦或是斯文有学识的，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2个小时聊下来，陈远感觉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还是蛮多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对方故意配合的结果。就这样，陈远带着对明天约会的期待进入了梦乡。不知不觉外面下起了大雨，似乎预示着明天并不是一个好天气。第二天一大早，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一片，乌云并没有散去，虽然雨势减小了很多，但出门还是会有些不方便。陈远今天起得很早，洗脸、刷牙、洗头，换好衣服鞋子，他就出门了。在路边吃了2碗热干面，喝了2杯豆浆，打了个车就去了商场。陈远买了一身帅气的衣服、鞋子，还去理发店做了一个发型。说到底，他还是有些屌丝心态。第一次约美女主播见面，还是一个人气大主播，难免有些紧张。他下意识的就想把自己搞得帅气一些，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免得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种心理暗示是不受控制的，就像女生出门约会前总喜欢化妆一样。而且越是见不熟的人，他们越想要把自己的形象搞得完美一些。男人亦是如此。经过了托尼老师的发型设计，陈远看着镜子里面优雅帅气的男子，顿时满意的点了点头。最近他身材挺拔壮硕了一些，显得更有男子气概。本来长得就不丑，以前稍微有点干瘦，像个网瘾少年，现在模特身材，8块腹肌，还有人鱼线。以前鸡窝发型，现在专业设计。以前裤衩拖鞋，现在一身时尚潮牌。感觉自己都快有点不认识自己了，太帅了。搞完这一身行头，时间已经到了上午10点。机场距离市中心有点远，打车去差不多也要1个小时，时间刚刚好。因为对方从机场走出来，差不多也到11点20左右，陈远才不会提前去接机，时间刚刚好就可以了。就算迟到10几分钟也无所谓，宁愿让女神等我，我也绝不等女神。这是渣男行事10大准则之一。就像曹操名言，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休叫天下人负我，是一个道理。当然做可以这么做，但话不能这么说。刚刚打上出租车，陈远就给小米儿发了一条信息，我已经到机场了。小米儿没有回，可能是飞机上没有信号，或者手机关机了。不过没关系，到时候他收到的消息也会显示是10点钟发的。发完这条消息，陈远开始和赵玉琪、徐乐乐聊天，保持每天联系的习惯，才能让好感度不下降，才能缓缓地增进感情。有时候欲速则不达。而就在这时，林书彤突然给他发了一条消息，陈远，你理我一下好不好？你如果不理我，我就去自杀了。我靠，林书彤，你有毛病是吧？陈远真怕他自杀，赶紧回消息骂道。女生宿舍，林书彤抱着手机一脸兴奋，小瑞瑞，陈远回我消息了，这一招果然管用，说明他心里还是在乎我的。林书彤一边说话一边打字继续发信息，陈远，你终于回我消息了，你怕我出事，你心里还是在乎我的对不对？不对，我只是怕你连累我，你别多想。陈远赶紧解释道，你不用否认了，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总之你既然肯回我消息，还没有拉黑我，就说明我还有挽回的机会。陈远，当初你用了3年时间来证明你爱我，我也会用3年时间来证明我也是爱你的。陈远看着这条信息，他想着是不是应该把林书彤的微信给拉黑算了。叮，系统警告，舔狗绑定对象，宿主不可主动删除对方联系方式，否则扣除20点基础属性。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警告的声音，让陈远一脸懵逼，这尼玛还有这种坑爹规定的吗？绑定了舔狗对象，竟然连删除对方联系方式都不允许。陈远仔细想了想，有这种规则应该也是合理的，否则你绑定一个删除一个，等于自己切断了舔狗关系，那么之前获得的奖励也就不存在了。想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后，陈远没有继续纠结，不删就不删，一个好友位而已，这点容忍质量他还是有的。
1个小时后，终于达到了天河国际机场。这时，小米的信息发了过来：“不好意思啊，燕总哥哥，刚下飞机，你已经等了很久了吗？”“不久，也才1个小时。”陈远发信息回了一句。其实他刚下出租车，套路嘛，就是要让对方开局有点愧疚，这样才能博取更多的好感。第061，当街要债。陈远到了接机入口，等了大概5分钟，终于，一个戴着大号蛤蟆镜和口罩的女生缓缓走了出来，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女助理。女助理长相一般，身材略显肥胖，暂且不提。这个戴着蛤蟆镜的女生，身材相当完美，1.7米左右的身高，穿着百褶裙，纤纤玉腿，洁白无瑕，婀娜多姿，曲线玲珑，不愧是跳舞主播，这身材真的没得说。至少在陈远认识的女生中，包括女明星，她的身材都能排在最顶尖一类。仅仅只看身材，陈远几乎就一眼认出了小米儿。小米儿，这里。陈远挥手打了个招呼，小米儿顿时一愣，停下脚步。他摘下蛤蟆镜，露出了一张清纯又带着一丝疑惑的容颜。你是燕总哥哥？是我。陈远点了点头。天啦，燕总哥哥你居然这么年轻，还这么帅。小米儿捂着嘴惊讶道，眼神中明显露出一丝惊喜。对于神豪燕总，他一开始就没期待对方能长得多帅多好看，毕竟男人有钱和有颜往往不成正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可是没想到见面之后，陈远的颜值相貌远远高于他的期待值。他不仅那么有钱，还那么英俊，连身材都挺拔有型，简直就是童话里白马王子的标准，太惊喜了。相比较小米儿的惊喜反应，陈远却稍微有点失望。他在直播间几乎拥有9分的超高颜值，现实中估计也就8.3分左右，比赵玉琪都差了一丝丝。虽然在人群中也是非常亮眼的存在，但绝没有直播间里面那般祸国殃民。谁说女主播现实中比直播间还好看呢？简直一派胡言。没有美颜滤镜的法力加持，她也就学校系花级的水准，根本达不到国民女神的级别。不过还好，勉强能接受，差别也不算太大，总比一些见光死的主播要强得多。小米儿，终于见到你真人了，没想到你现实生活中比直播间还好看。陈远露出一副惊喜的样子，表示尊重。不过这都是场面话，基本男生第一次见一个女生都会这样说，即使心里认定她比照片上长得丑，也会说长得比照片上好看。但有些女生竟然会当真。燕总哥哥，你也比我想象中要好看得多，我一开始以为你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呢，谁知道你这么年轻。小米儿说的倒是实话，她一脸羞涩的模样，似乎真的对陈远的第一印象很不错。系统，你咋还不绑定舔狗关系？丁，姓名许一涵，艺名小米儿，年龄23岁，身高169厘米，体重45千克，颜值8.3分。该女生对宿主好感度70点。丁，由于该女生对宿主第一好感度太高，舔狗关系绑定失败。提示，当该目标对宿主好感度下降至10点以下，可重新绑定舔狗关系。卧槽！听着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陈远感觉整个人都有些风中凌乱，心里头1万头草泥马狂奔而过。他真的没想到，第一印象太好，居然也会导致舔狗关系绑定失败。早知道就不搞这身行头了。他也完全没想到，小米儿对他的初始好感度竟然高达70点，这几乎快要达到一见钟情的地步了。当然，小米儿对陈远的第一印象之所以这么好，并不仅仅只是因为他今天搞得很帅，帅只是一方面，重点是神豪燕总的身份已经深入人心，而且之前还给他打赏过巨额礼物，种种因素之下，才导致小米儿第一次见到陈远就达到了70点的好感度。可是现在不能绑定舔狗关系，要这么多好感度有毛用？不行，钱都已经花了，必须要让好感度下降才行。陈远把心一横，他决定开始恶心人了。燕总哥哥，您的车停在什么地方？小米儿随口问道。我没开车呀，我都没买车，刚才是坐出租车过来的。陈远摊了摊手，实话实说。燕总哥哥，你别开玩笑了，你这么有钱，怎么会可能连车都没买？小米儿一脸不相信。陈远看着他的眼睛，语气十分认真的说道，我真没开玩笑，我在直播间刷礼物都是刷我爸的钱，现在我爸的公司都快被我刷破产了，还欠了银行几千万，这次叫你过来也是想和你商量一下，能不能把之前我给你刷礼物的钱退还一部分给我。此话一出，小米儿当场懵逼，他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陈远，似乎不敢相信
这个人模狗样的家伙，竟然会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自己刷出去的礼物，居然还好意思找人要回去，太不要脸了吧！许一涵好感度10，许一涵好感度10，许一涵好感度10，许一涵好感度10。该女子对宿主当前好感度30点。燕总，你是认真的吗？小米儿语气开始转冷，就连他旁边的助理也从原本的欣赏目光变成了一脸鄙夷。认真，肯定是认真的啊！你看，我之前大概给你刷了1000多万，我知道你们平台要抽一半，那就500万好了，你还我500万，多的我就不计较了，如何？陈远理直气壮地说道，一副没钱耍无赖，当场要债的样子。小米儿心态差点崩溃，他这次来汉城，原本是想拉近与神豪燕总的关系，想要获得更多的支持，帮他登上鲨鱼10大巅峰主播的位置。可是没想到，这个神豪完全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他居然把自己家都给刷破产了，现在居然想要找自己讨钱，你他妈是在做梦吧？操！老子就没见过你这种臭不要脸的人！当初是你自愿给我家小米儿刷的礼物吧？没人逼你吧？现在没钱了，就想要回去？你好歹也是个成年人了吧？自己做的事情就要自己负责任，少他妈耍无赖！胖助理一脸暴怒的冲了过来，拦在小米儿跟前，指着陈远的鼻子破口大骂：许一涵好感度10，当前好感度20点。我当初的确是自愿刷的礼物，可凭什么不能退款？人家淘宝、京东、拼多多都能7天无理由退款，你们咋就不能退？今天我就把话放这里了，这个钱你们不退也得退，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们！陈远大声吼道，他这副当街无赖的模样，彻底败坏了小米儿对他最后一丝好感。许一涵好感度20，许一涵好感度20，许一涵好感度20。当前女生对宿主好感度-40点。叮，舔狗关系绑定成功。第062，这就是个败家玩意，终于绑定成功了。不过好像有点恶心过了头，小米儿对他的好感度居然下降到了-40点。一开始小米儿对他的好感度可是高达70点，短短不到5分钟时间就出现了惊天大逆转，从70点好感度下降至40，中间相隔110点，简直夸张的一批。当你想要博取一个女生好感的时候，往往需要付出很多，才能慢慢提升一点点好感度。可是想要让一个女生厌恶你，却十分轻松，只要随便说几句恶心的话，败坏你在她心目中的形象，让你的人设崩塌，好感度瞬间就掉光了。果然，当坏人比当好人容易，当反派比当英雄简单。此时，小米儿原本欣赏的眼神，已经带着一股浓浓的厌恶。你去告我呀？你以为我会怕你不成？一个成年人，又不是小孩子，自己有民事行为能力，就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我就没见过你这种恶心的男人，废物，败家子，还打肿脸充胖子，没钱你就别装逼啊！小米儿一脸鄙夷的骂道，他翻脸简直比翻书还快，刚才还一口一个烟总哥哥，不到5分钟就骂你废物败家子了。陈远也是醉了，虽然他承认刚才为了降低好感度，故意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可无论怎么样，他至少给小米儿刷过1000多万的礼物，就算不退钱，你也不用说话这么难听吧？什么叫废物？什么叫败家子？我他妈现在还是你的榜一呢！一听没钱你就翻脸了，太现实了吧？果然对于这些女主播而言，有钱的时候你就是爹，没钱的时候你连狗都不如。小米儿和陈远的争吵吸引了机场不少围观路人的注意。我说这美女身材怎么这么好？原来是个主播。刚刚我听到什么了？这小子给女主播刷礼物，把家里刷破产了，现在居然想找人家要回去。我去，还有这种奇葩沙雕，这种人现在还少吗？网上前2天不是还报道，一个快递员月入3000，给女主播打赏5000，贷款2000，就为了听一句老铁666，这就是屌丝心态。现实中没什么本事，就想在网络上装逼，找存在感。哈哈！一群围观路人指指点点，看陈远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沙雕，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浓浓鄙夷之色。你说你要有钱，有本事给女主播刷礼物也就算了，就当你土豪，有钱任性。可你他妈屁本事没有，自己也不赚钱，居然还偷你老爸的银行卡给女主播打赏。你是脑残吗？你是傻逼吗？你是智障吗？废物东西，没本事还喜欢装逼，活脱脱的一个败家子。这样的人活该遭人唾弃。这时，机场大厅的马路边，一辆宾利豪车停了下来，
只见一位30-40岁的中年男子从豪车中走出，这男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正装，体型有些微胖，看着就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米儿，听说你今天来汉城，我特意过来接机的。中年男子目光肆无忌惮地在小米儿身上打量。啊，您是秀皇吗？我只是随便发了一个朋友圈而已，没想到您竟然会过来接机。小米儿看了看手机，似乎通过微信照片认出了眼前这个中年男子，他一脸惊喜地说道。陈远有点想笑，没想到这个女人不仅仅约了自己，还约了其他土豪。果然只要粉丝多，全国到处都是备胎。这个秀皇，陈远有点印象，他的 ID 名字叫天地神秀，因此被直播间水友戏称为秀皇。秀皇也是小米儿直播间总榜前10的土豪，一共刷了200多万，位居第8。看来小米儿这次来汉城并不仅仅只是为了陈远，他还想一次性多摆平几个土豪，这样鲨鱼嘉年华他就更有竞争力了。咦，这位是？秀皇似乎终于发现了陈远的存在，于是出言问道。这位啊，可不就是大名鼎鼎的神豪燕总。小米儿满脸不屑地介绍道。啊，原来您就是燕总啊，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认出大佬，早知道燕总亲自来接机，我就不来自取其辱了。虽然陈远看着很年轻，可是得知他就是网络上威名赫赫的神豪燕总之后，秀皇立刻放低了姿态。开玩笑，人家短短几天时间就在各大平台直播间刷了1个亿，他看直播2-3年也才刷了200多万，总资产都不超过1个亿。如今见到这位传说中的神豪大佬，怎么可能不放低姿态？做生意的人见人下菜碟是基本操作。秀皇，你不用这样，他只是一个败家子而已。你知道他的钱是哪来的吗？偷他爸的钱，把他爸的公司给刷破产了，还欠了银行几千万，他现在居然要找我退钱，真是气死我了。直播2年，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人，他真的好意思开口？太恶心了。小米儿越说越愤怒，越说越鄙夷。一开始他还觉得陈远挺帅的，可是现在越看越觉得龌龊、恶心、败类、人渣、废物一个，令人作呕。就这样的废物渣子，他刚才居然心动了，差点一见钟情，想想都不寒而栗。怎么会？网络上的神豪燕总居然会是这种人？秀皇一脸懵逼，他始终不敢相信，能在各大直播平台狂刷1个亿的猛人，竟然会是一个偷家里钱给女主播打赏的败家玩意。可貌似小米儿也没有必要骗他，而且陈远太年轻了，应该还在上大学。这样一个大学生，就算家里很有钱，应该也不会给他1个亿去打赏女主播，也不可能让他掌控如此巨大的一笔资金。所以偷钱应该是真的，把家里刷破产也是真的，这就是个脑残玩意。鉴定完毕，想通了其中的关卡，秀皇看陈远的眼神不再带有任何一丝尊重。他在想，今天这个事情爆出去，估计能引起土豪圈子震动，明天都能上新闻。他连劲爆的新闻标题都想好了。近日有网友爆料，新晋崛起网络第一神豪，寂寞一根烟，竟是超级败家子，为了给女主播打赏，3天刷光1个亿，全家破产。哈哈，秀皇是做自媒体起家的，他觉得这个新闻应该能卖不少钱。第063，鄙夷的笑了。陈远目光冷漠，面对种种嘲讽，仿佛置身于世外。一开始他对小米儿还是很有好感的，毕竟昨天晚上聊得很愉快。可是没想到，他仅仅只是为了绑定舔狗关系，故意说了几句让对方厌恶的话，他竟然会是这样一副嘴脸。拜金女陈远不是没见过，比如徐乐乐，人家虽然也拜金，可至少懂得感恩，借了500万之后还时刻想着要还。可小米儿的吃相也太贪得无厌了，让陈远觉得恶心了。刚才陈远让他退钱，仅仅只是说说而已，他并没有真的打算让小米儿还他500万。如果对方表现出稍微迟疑或者商量的语气，就算最后决定不退钱，陈远也不会多说什么，毕竟人家就是做这个工作的，还你是情义，不还是道理。可他的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翻脸无情不说，竟然还在别人面前落井下石的嘲讽他，这尼玛能人？小米儿，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是你的榜一，你不用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吧。陈远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语气十分平静的说道。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榜一？可笑，有你这样的榜一，算我倒了血霉。要是让人知道你烟总是偷钱刷的礼物，我还不知道要被多少人带节奏。你考虑过对我名声造成的影响吗？我没找你赔名誉损失费就不错了，
还有，你又不止给我一个人刷了礼物，你怎么不去找小深深要？你怎么不去找沙拉拉要？你不去找其他人要，为什么偏偏找我要？我可是你刷礼物刷的最少的一个主播，你是想欺负老实人吗？小米儿说的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差点没指着陈远的鼻子破口大骂。米儿，别跟着败家子一般见识了，你还没吃饭吧？我在5星级酒店订了一个位置，你不是说来旅游的吗？过2天我带你去看三峡，还有美丽的神农架原始森林游玩，如何？秀皇故意将陈远忽视，然后不动声色地挽住了小米儿的玉腰。讨厌，秀皇哥哥，你不知道女生的腰是不能乱摸的吗？不好意思啊，米儿，你的腰实在太细了，没忍住。坏人，秀皇哥哥，你太坏了！小米儿一脸娇羞着说道。他居然没生气，难道美女主播与土豪之间的关系？明白了，陈远总算看明白了。许一涵，小米儿，这个女生表面清纯可爱，在直播间的时候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可被地里竟然如此放浪形骸。她与土豪之间的关系恐怕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秀皇直接上手，她居然还能面不改色的与人打情骂俏，可见经验之丰富。这样一个女人，陈远在她面前连装逼的欲望都没有。他不想去解释什么，你误会就误会吧。这种舔狗对象即使已经绑定了，陈远也不想继续在他身上花1分钱。就这样，秀皇、许一涵还有他的助理3人一起朝着马路边的宾利豪车走去。就在此时，一道银色的闪电呼啸而至，带着炸裂无比的轰鸣之声，停在了宾利豪车的后面。我的天，科尼赛格，价值2600多万的超跑，太拉轰了！许一涵一脸震惊地说道。据我所知，在汉城有这辆车的也只有一个人，张家巨少张浩天。秀皇一脸敬畏地看着从科尼赛格上走下来的年轻男子。张家巨少，许一涵明显不知道张家在汉城所拥有的能量，但秀皇知道啊，正因为知道，才更加敬畏。张家是汉城顶级豪门之一，主营房地产开发业务，关系网遍布全市。与张家这样的庞然大物相比，我就是个小喽啰。秀皇解释道。原来是这样啊！许一涵美眸含春，看张浩天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只巨大的猎物。这种年少多金的顶级富二代才是他的理想型。至于秀皇这种小土豪，他最多也只会让对方占便宜，并不会轻易付出所有。张少你好，鄙人冯秀波，上次咱们在酒会见过的。秀皇主动伸手打招呼。哦，原来是你啊，有点印象。张浩天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他今天来机场是接人的，哪有心情理会这种攀关系的路人甲。张少你好，我叫许一涵，是鲨鱼直播的一名跳舞主播，你也可以叫我小米儿。许一涵主动撩了撩头发，一脸羞涩的开始自我介绍。这时陈远从机场大门走了出来。张浩天看到陈远顿时一愣，他没想到居然在机场也能碰到陈总。陈远也是一愣，有时候朋友多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熟人。张少，你们等一下，我碰到一个大佬，去跟他打个招呼。对于张浩天来说，燕总才是真正的神豪大佬。先不提他背后有什么样的家族势力，单单人家能在直播平台充2个亿用来娱乐打赏，随便送妹子6000万别墅，这就远远不是他张浩天能比的。经过了昨天的事情，他们这一群富二代都已经被燕总强大的逼气所折服，那是心服口服，差点没当场认大哥。现在碰到大哥了，自然要赶紧去打招呼。张浩天3步并作2步，小跑着来到陈远跟前。燕总，没想到这妖巧能在机场门口碰到您。张浩天姿态放得很低，跟陈远打招呼的时候甚至还用上了您这样的敬语。许一涵有点懵，冯秀波也有点懵。张少，您也认识他吗？冯秀波问道。自然认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燕总，各大直播平台当之无愧的第一神豪大佬，谁不认识？张少，你可别被他给骗了，这个所谓的燕总，他是个屁的神豪，不过是偷他爸的银行卡，到处给女主播刷礼物，现在他家都被这败家子给刷破产了，到处找人借钱呢。许一涵添油加醋的说道。张浩天闻言仔细打量了许一涵2眼，然后看了看陈远，似乎想到了什么，顿时鄙夷的笑了。D064烟总会找你退钱，你别搞笑了，怎么回事？张浩天随口问道。还能怎么回事？这个所谓的烟总刷家里的钱在网上装逼，打肿脸充胖子，现在他家破产了，居然找我退钱，什么人啊？真是！许一涵愤愤不平地说道。无论见到谁，
他似乎都要把陈远狠狠地嘲讽一遍，气氛突然变得有些诡异。张浩天看许一涵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沙雕。呵呵，燕总找你退钱，你可别搞笑了，人家随随便便就在龙牙充了2个亿，还有1个多亿没刷呢，破产！臭妹妹，你怕是根本不知道燕总的实力。陈远懒得解释，可张浩天不会惯着他的臭脾气。你丫的连燕总都敢鄙视，你是要上天啊？震惊、石化、傻眼。许一涵一脸懵圈，若是其他人说这话，他可能会不信。可是开着2000多万超跑的张家巨少说这话，他觉得对方没有必要欺骗他，也没有必要故意抬高陈远的身份。卧槽，难道燕总之前是故意试探他的？许一涵顿时醒悟过来，他差点当场给自己一耳光，太扎心了，居然犯了这种低级错误。听说有些超级富二代，他们不喜欢一个女人因为钱和他们在一起，觉得这并不是真爱，所以总会想方设法装穷来考验对方，若能经受住考验，就可飞上枝头变凤凰。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总觉得那些女人沙雕，没想到自己遇到这种事也沙雕了，后悔、心痛，感觉错过了1个亿。米儿，我就知道你肯定误会燕总了，能随随便便在各大直播平台刷1个亿的存在，怎么可能会轻易破产？人家燕总只是给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你竟然当真了。冯秀波话锋一转，竟然劈头盖脸的开始训斥许一涵，仿佛他一直都是站在陈远这边的一样。我去，这调转枪头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可思议，就连一旁的助理都看得一脸懵逼。秀皇不愧是秀皇，秀到你头皮发麻。这时许一涵看陈远的眼神再次发生了变化。许一涵好感度加30，许一涵好感度加30，许一涵好感度加30，当前好感度50点。燕总哥哥，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你能原谅我吗？许一涵内心忐忑，赶紧道歉。陈远内心冷笑，他已经彻底看透了对方是个什么人。总之在他眼里，有钱你就是爹，没钱你就是狗。既然如此，那也不用讲什么情面了，狠狠地打他的脸，狠狠地在他面前装逼，把他彻底当个工具人就行了。想到这里，陈远也不生气了，没必要生气，一个工具人而已。等刷满好感度之后，我特么就不鸟你了。打定主意，陈远淡定自若地挥了挥手，没关系，我根本不在意，只是有些失望罢了。陈远叹气道，要是普通人被人那样嘲讽贬低，估计早就暴跳如雷，逮着机会还不得狠狠地骂回去。但是陈远没有，他从始至终都很平静，似乎无论遇到多么严重的羞辱，他都能云淡风轻地去处理这件事情。从这方面来看，这就是顶级世家培养出来的贵族气度啊！果然与别人不一样。许一涵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60点。这女人，陈远有些无语了。她好感度降得快，升得也快，似乎你富二代的人设立起来，她对你的好感度就会蹭蹭蹭的暴涨。富二代的人设一旦崩塌，好感度瞬间就清零了。而有些女生是慢热型的，好感度只会一点一点的增加。女人和女人之间也有很大区别啊。燕总，我来机场是来接我姐的，就不闲扯了，我先进去了。张浩天开口说道。好的，你去吧，下次有空再约。陈远摆了摆手，他打算打车回市中心。燕总，要是您不嫌弃，不如坐我的车吧，正好咱们都是回市中心，顺路。其实刚刚都是些小误会，还希望燕总不要介意。冯秀波赶紧道歉，他之前虽然没有说什么过分嘲讽的话，但也露出过轻蔑的姿态，现在也有点后悔，干嘛要听信小米儿的一面之词？若非如此，他说不定能抱上燕总的大腿。与一个超级神豪结交的好处，可比一个女主播重要多了。女主播再漂亮，也就娱乐一下而已，而且还要不停的给她花钱，她会永无止境的割你的韭菜。可是与超级神豪结交，人家可以带你赚钱，一个消费，一个赚钱，两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是啊，燕总哥哥，咱们一起吧。刚才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可能我这2天身体不舒服，那啥来了，情绪有些不对，一遇到事情就毛了。其实我平常不是那样的人。许一涵一脸真诚的解释，试图挽回他在陈远心目中的形象。好吧，既然顺路，那就一起吧。你们也不用一直道歉，我真的没放在心上。陈远说完，打开宾利豪车的后座，十分自然的坐了上去。冯秀波松了口气，燕总既然肯上他的车，那就说明有冰释前嫌的打算。许一涵同样微微一笑，
小芳，你去前面坐副驾驶，我和燕总坐后排吧。好的。就这样，许一涵和陈远坐在了后排座位上。冯秀波也没说什么，他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跟一个神豪闹不愉快，气氛有些尴尬。车上的4人都没怎么说话，主要不知道从哪里开口。道歉已经道过了，一直道歉也并不一定能让燕总彻底放下之前的不愉快。这时陈远掏出了手机，打开了龙牙直播 App。 许一涵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明明后座有很大的空间，他非要和陈远挨得很近。陈远几乎能够闻到他身上淡淡香味，这女人用的香水牌子还挺高级的，闻起来不会给人一种刺鼻浓郁的感觉，反而很自然很清新。不过越自然的香水价格就越高，他是人气主播，能买得起顶级香水也很正常。燕总哥哥，你在看龙牙直播吗？最近几天你好像都没去鲨鱼直播了。许一涵瞄了一眼陈远的手机，发现他已经点进了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然后第065集体站立啊！欢迎神豪燕总大大。燕总大大，您昨天怎么一声不响就走了？我后台给您发了私信的，您要是看到了请回一下。陈远点进的直播间正是他昨天刷过礼物的若曦同学。周若曦颜值极高，身材也很好，无论长相气质都不比他旁边许一涵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周若曦目前还只是一个学生，直播也纯粹看心情，3天打鱼2天晒网，有空就播，没空就不播。他在龙牙直播了好几个月，一直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但也有不少土豪给他打赏，每个月能赚1万多块钱，足以支撑他平时的生活开支了。周若曦对这种生活状态很满意，他也并没有什么野心。可就在昨天下午2点左右，他只是偶尔心血来潮的播了一下，谁知道竟然引来了神豪燕总的关注。燕总出手，果然炸裂全场，短短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竟然给他刷了3000多万的礼物。他差点震惊到开始怀疑人生，就连与他一起 PK 的主播大兔子都瞬间石化了。就昨天1天，他直播间粉丝从5万订阅暴涨到了30万订阅，增加了25万新粉。不仅如此，他直播间人气昨天更是突破1000万，就算过了昨天的热度，今天开播他直播间人气依然稳定在100万以上，贵族也多了好几百个，似乎有一种要火的节奏。当然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昨天燕总给他刷了3000多万的礼物，就算扣去平台分成，扣去个人所得税，他也能分到1000多万的巨款。1000多万啊，他一个学生从来没想过自己一天能赚这么多钱，太不可思议了。对于小主播周若曦而言，燕总简直就是上帝一般的存在。他昨天下播后重点关注了一下燕总的事迹，这个神秘的土豪虽然出手阔绰，每次都是上千万的打赏，可却不怎么给同一个女主播打赏第2次，这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规律。今天开播，他并没有期待燕总能够再次降临他的直播间，只不过刚刚增长了25万新粉，他需要好好直播几天，稳固一下直播间人气。可是没想到刚刚开播不到半个小时，燕总居然再次降临了。若曦同学兴奋了，激动了，血液都开始沸腾了，他有种被皇帝宠幸的感觉，仿佛今晚又被翻到了牌子。燕总大大，您要听什么歌？周若曦话音刚落，一张藏宝图礼物飞了出来。哇，感谢燕总大大送出的藏宝图。燕总大大，您别一来就送礼物，昨天送的礼物太多了，我现在内心都还有点忐忑，都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您再继续这么送下去，我恐怕只能以身相许了。主播，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若曦，你平常不是挺高冷的吗？怎么在燕总面前2天就被征服了？主播666居然敢打我燕总的主意，你怕是在想屁吃？我就想问一句，燕总你草粉吗？直播间弹幕飞起，陈远没有去理会这些弹幕节奏，他只是当着许一涵的面就开始给周若曦送礼物了。5000块钱一个的藏宝图，陈远仿佛刷免费荧光棒一样，轻松写意，毫不在乎，这一送就没停下来过。10分钟后，陈远刷了1000万，许一涵粉嘟嘟的小脸突然变得无比娇羞，他看陈远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座金矿。许一涵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70点。半个小时后，许一涵开始有点呼吸困难了，因为就这么一会儿时间，陈远已经给若曦同学刷了3000多万。3000多万，许一涵直播入行接近3年，他3年总收入加起来也没赚到3000万，可就这么半个小时时间，陈远把他3年的工资都给刷出去了。他可是人气主播，月入100万的存在，要是普通人岂不是一辈子的收入？
都刷出去了。1个小时后，许一涵窒息了。他在直播间收礼物，和亲眼目睹别人打赏，可是2种不一样的感受。陈远从上车开始，整整1个小时，整整1个小时，整整1个小时，重要的话说3遍，他都在给若曦同学刷礼物，从未间断。藏宝图已经送了13000多个，加上之前的打赏，他给若曦同学一个人送的礼物就超过了1个亿。震惊、石化、呆滞，他内心波涛汹涌。陈远却淡定的一批。从始至终，陈远一直保持着云淡风轻的神色，好像他刷出去的不是6、7千万，只是6、7块钱。卧槽！直到这一刻，许一涵才真正意识到燕总的实力到底有多么恐怖，无法想象，深不可测。这绝不仅仅只是装逼，若是没有强大的底蕴支撑，你真当着别人的面一下子刷6、7千万出去，怎么可能面不改色？许一涵心中越发后悔。他想着，之前要是没有得罪燕总，没有说那么多难听的话，要是能通过考验，也许今天这6、7千万燕总就刷给他了。可惜这世上并没有后悔药。看着燕总给其他女主播刷礼物，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开始责怪自己。燕总年少多金，长相帅气，气度不凡，这完全是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啊！自己怎么就被猪油蒙了心，竟然在白马王子面前表现出那般丑态，留下了这种不好的印象，太愚蠢了，太失误了。燕总哥哥真的越看越帅气哎！许一涵好感度加10，许一涵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90点。陈远看着许一涵头顶已经飙升到90点的好感度，差点懵逼。我他妈只是当你面刷了几千万礼物而已，这也能暴涨好感度？好吧，看来对于有些女人来说，只要你有钱，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你做什么都有魅力。我的天啊，燕总哥哥，你已经给我刷了1个亿了！此时此刻，除了许一涵已经被陈远巨大的手笔所震惊，龙牙直播平台、若曦同学直播间，所有观众都集体站立了。第66大型翻车现场，燕总太好了，2天刷了1个亿了，何止1个亿，加上给沙拉拉的打赏，3天刷了1亿5千万，我震惊了，我他妈真的震惊了。有人说我是燕总的狗腿子，我想说，当狗有什么不好？汪汪汪！直播间弹幕飞起，若曦同学90度鞠躬感谢，光说谢谢都差不多说了几百遍，直播间的气氛无比火爆。短短3天时间，陈远彻底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龙牙第一神猴，他在龙牙直播的名气甚至远在鲨鱼斗鹰之上。整个龙牙所有女主播无不期待燕总光临，他们对于若曦同学几乎羡慕的眼睛发紫。龙牙那么多女主播，可是燕总单单就看上了若曦同学，实在太让人羡慕了。一个毫不知名的小主播竟然获得了1个亿的打赏，单单是分成就有大几千万，有了这么多的钱，自己当老板难道就不香吗？还做个毛的直播，这简直一步登天。燕总，我们已经到了，我在前面的赵氏私房菜订好了一个位子。您别看赵氏私房菜规模不如5星级酒店，可在这里吃饭，位子绝对要比5星级酒店要难订得多。冯秀波将宾利豪车开进停车场，指着前面的赵氏私房菜馆，信誓旦旦说道：赵氏私房菜，陈远还是有所耳闻的。这家私房菜馆在汉城相当有名，据说老板赵建国曾经是燕京国宴大厨，拿下过无数厨师比赛金牌，一身厨艺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就连他的徒弟都个个堪比米其林3星大厨。赵氏私房菜馆的生意太过火爆，而这个菜馆追求精益求精，因此他们有一个奇怪的规定，每天只接受50桌预订。有时候赵氏私房菜馆的预订甚至会排在1个月之后，就是这么夸张。想要吃到真正的美食，汉城首选赵氏私房菜。可以的，秀皇，没想到竟然能在赵氏私房菜订到位子，早就听说这里的美味堪称一绝，今天秀皇请客，那我就不客气了。陈远给了他一个台阶下，既然人家请你吃饭，定然是想冰释前嫌。陈远觉得也没有必要太过计较，你有时候敌人可以变成朋友，朋友也可以变成敌人，只要没有太大的利益冲突，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陈远关了龙牙 App， 下车，和冯秀波、许一涵、小芳4人一起往赵氏私房菜馆走去。也不知道许一涵是不是有意的，他总是故意往陈远身边靠。陈远身形挺拔，相貌帅气，气质不俗。许一涵身材高挑，曲线玲珑，婀娜多姿，肤白貌美，看上去和陈远倒是挺相配。
这一对俊男靓女走在路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走进赵氏私房菜馆，里面的格调十分雅致，并不是传统的中式风格，而是北欧极简主义风，干净整洁，环境优雅，落地窗采光设计，水晶玻璃桌面。虽然生意火爆，但并不会显得拥挤吵闹。陈远刚刚走进这个私房菜馆，便听到了一段令人陶醉的钢琴旋律。只见一位白衣飘飘、气质若仙、长发如瀑的美貌女子，正熟练地弹着著名钢琴曲《天空之城》。《天空之城》的钢琴曲十分简单，可真正想要弹好，却很难，因为这首曲目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感情，想要将这种感情融入曲中，引起他人共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眼前坐在钢琴椅上的白衣女子，她的手指仿佛蝴蝶一般灵动美丽，她所演奏的《天空之城》几乎一瞬间就让人进入到了情感共鸣的状态，可见演奏水平之高。陈远看见这个弹钢琴的白衣美女之后，顿时愣了一下。燕总，这个美女很有灵气吧？她可不是一般的钢琴小妹，她正是赵氏私房菜馆的千金，赵建国大厨的独生女赵玉琪。听说追求她的富家公子可不在少数。冯秀波颇为欣赏地看了赵玉琪一眼，随后他又看了看身旁的美女主播许一涵。两个女生年龄相差不大，身材也都很好，甚至颜值差别也不是很大，可是站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赵玉琪的气质更胜一筹。许一涵看到一个颜值样貌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女生，心里稍稍有些不服气。钢琴她不会弹，可如果比跳舞，她觉得自己能完胜眼前的女生。她是鲨鱼第一舞姬，是拥有100万粉丝的人气主播，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绝不甘心被另外一个女生给比下去。这时许一涵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她的手竟然不动声色地挽住了陈远的胳膊，似乎想要宣示主权。而恰恰就在此时，赵玉琪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她轻轻地抬起头，正打算躬身感谢，可没想到一眼就看见了陈远。然而她看见的并不仅仅只是陈远，还有一个肤白貌美、长腿细腰的时尚美女正挽着陈远的胳膊，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一时间，赵玉琪脸色瞬间惨白，几乎一下子失去了所有血色。她感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背叛，一个前几天才送她一套豪华别墅，并让她倾心不已男人，一个让她芳心大乱、几乎彻底沦陷的男人，居然转头就和别的女人搞在了一起。陈远，你不是玉琪，你听我解释。陈远也有点懵，他真的没想到赵玉琪竟然是赵氏私房菜馆的千金，早知道就不和许一涵还有冯秀波一起吃饭了。本来吃饭也没关系，碰巧遇到了也可以解释，可谁知道这许一涵是不是脑子有病，恰巧就当着赵玉琪的面挽住了他的胳膊。这尼玛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陈远心态有点炸裂，谁知道突然遇到了这种大型翻车现场，修罗地狱开局，太扎心了，太难了。陈远虽然并不一定真的爱上了赵玉琪，可赵玉琪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绝对远远高于许一涵，所以他果断地甩开了许一涵挽着他的手，追上去想要跟赵玉琪解释。你想要解释什么？难道我看到的还不清楚吗？陈远，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第067陈远一顿忽悠。陈远，你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以为你有钱我就会当你的小三吗？告诉你，不可能，我赵玉琪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和其他女人分享同一个男人，不管这个人是谁。赵玉琪说的斩钉截铁，他看陈远的眼神仿佛就在看一个十恶不赦的渣男一般，脚踩2条船，这样的行为已经触及了道德底线，根本不配得到任何原谅，无论做什么样的解释都是借口。陈远脑海迅速思考对策，关键是如何才能化解这种翻车局。赵玉琪好感度5，赵玉琪好感度5。陈远只是沉默了片刻，赵玉琪的好感度已经开始持续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无论做什么样的解释都是徒劳的，只会越描越黑。唯一能够破局的办法就是化被动为主动。玉琪同学，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咱们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你怎么突然对我抱有这么大敌意？什么小三小四的，你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陈远开口反问道。这么一问，直接把赵玉琪给问懵了。他好像确实还不是陈远的女朋友，从始至终人家也没开口表白过，他们也没正式确定过关系，根本算不上男女朋友。既然不是男女朋友，那陈远脚踩2条船的行为也就不存在了。人家是自由单身，自然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根本不关他赵玉琪的事。不对，不是这样，如果咱们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
你为什么要送我豪华别墅？你为什么要在直播间送我上千万的礼物？你难道不是在追我吗？赵玉琪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依然咄咄逼人的质问道：玉琪同学，这个事情就说来话长了。你应该知道，我并不仅仅只给你一个人打赏。这段时间，我在各大直播平台，不知道已经刷了多少钱，但其实我是有苦衷的。陈远说着说着，悄无声息地转移了话题。你有什么苦衷？咱们借一步说话。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陈远说着，拉起赵玉琪的胳膊，走到一个没人的楼梯间。赵玉琪也没反抗。玉琪，你看过《西红柿首富》吗？看过。你问这个干什么？既然看过，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其实我的情况也差不多，我有500亿的遗产要继承，可继承这笔巨额遗产的条件，必须得在1个月内花光10个亿，并且不能留下任何资产。不过我的限制没有电影里面那么多，唯一的要求就是只能给女生花钱。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要给你买别墅，给你刷礼物，还给其他女主播同样刷礼物？其实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对了，刚刚你看到的那个女生，其实就是鲨鱼直播平台的一个女主播。她今天刚从魔都飞过来，只因为我给她打赏过1000万，她就赖上我了。其实我跟她没什么关系的。陈远一顿忽悠，顺带着解释了和许一涵的关系。赵玉琪突然得知如此劲爆的秘密，她有点懵。你有500亿的遗产要继承，继承的条件要在1个月内花光10个亿，这尼玛不是电影里面的剧情吗？你确定你不是在讲故事？本来这种事情，要是其他人讲出来，赵玉琪根本不信，只会当你在开玩笑。可陈远讲出这番话，突然就有了几分可信度，因为他之前确实是这么做的。他在各大直播平台疯狂给女主播打赏礼物，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为此，闺蜜吴小飞还专门吐槽过陈远好几次，觉得陈远可能很花心，看到漂亮女主播见一个爱一个。如今看来，人家的确是有苦衷的，要不就算是王校长，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给女主播打赏那么多钱。这么一想，陈远之所以给他买6000万豪宅别墅，也仅仅只是为了完成家族任务，继承500亿遗产而已。人家确实没有追他，他居然自作多情了。我去，好丢脸！赵一起脸红了，他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第一，陈远没有追他；第二，他和陈远不是男女朋友关系。按照以上条件来讲，陈远脚踏两只船的理由根本不成立。人家不是渣男，而且陈远也解释过了，刚刚挽着他手的女生，就只是鲨鱼平台一个赖上了他的女主播而已。对方今天才从魔都飞过来，怎么可能和陈远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这么一想，他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发脾气。你都不是人家女朋友，有什么资格指着别人鼻子破口大骂？仅仅只是看到一个女生挽着他的手，你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批判人家？别搞笑了，梳理清楚关系。赵玉琪所思考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不同的关系，自然要求不一样，也更加容易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重点是，陈远居然有500亿的遗产要继承，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资产啊！要是让其他女生知道，还不知道得吸引多少骚狐狸过来勾引陈远。人家年少多金，帅气英俊，气度不凡，还有几百亿遗产等着继承，这样的顶级金龟婿，现代版白马王子，你赵玉琪还真不一定配得上。对不起，陈远，是我误会你了，刚才不该在那么多人面前骂你的。赵玉琪小声道歉，说完就低下了头。没关系，你能理解我就好。反倒是你，如果这段时间我的行为让你产生了误会的话，真的很抱歉。也许我该早点和你讲清楚的。其实经过了林书彤的事情之后，短时间内我都不想谈恋爱了，我只想快点完成任务，继承家族遗产。陈远一脸深情的缅怀道，似乎被伤过心以后，不想马上开始下一段感情，这样也是对于过去感情的一种尊重。当然，陈远说这个话，仅仅只是打个预防针而已。他可能以后还会继续给其他女主播打赏，也会继续和其他女生暧昧，这样连借口都不用找了，简直完美。第068惊天大逆转，赵玉琪好感度+5，赵玉琪好感度+5，赵玉琪好感度+1，当前好感度91点。陈远这一波实力忽悠，不仅让赵玉琪掉下去的好感度又重新涨了回来，竟然还增加了1点。虽然仅仅只是1点，可好感度越往上提升越难，特别是90点以后，每提升1点好感度都相当不容易。其实陈远解释清楚之后，赵玉琪内心是有些难受的，因为他发现陈远从一开始就没有真心喜欢上他，也并没有追求过他，人家仅仅只是为了完成继承遗产的任务而已。可偏偏他心里难受的同时，
对陈远这个人的品行却越发欣赏。这恰恰说明陈远并不是一个随便的男人。刚刚和林书桐分手，就可以转头去追求另外一个女人，这种无缝衔接其实也是一种渣男的行为。之前赵玉琪对陈远的态度一直都有所保留，因为陈远无缝衔接追求她，而且还在网上给其他女主播打赏。要说完全不吃醋，完全不怀疑陈远的品行，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有再多的优点，也不可能完全掩盖缺点。可是陈远这一波解释，让他知道，人家并非单纯的见色起意，也并非胡乱给女主播刷钱的败家子。人家花光10个亿，还可以继承500亿，他只是为了完成继承者的任务，他有正当理由。而且，陈远虽然嘴上说的简单，可真正继承500亿遗产的任务，可能会这么简单吗？自然不可能。他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背后不知道承受了多大压力。那种动辄几百亿资产的豪门，怎么可能不勾心斗角？偏偏如此重要的一个秘密，陈远却告诉了他。这说明他在陈远心目中的地位是有些不一样的。进行了一波自我脑补之后，赵玉琪看陈远的眼神开始变得越发柔和了。陈远，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你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和你相比，我实在太幼稚了，还一直误会着你，真的很抱歉。啥？我承受了很多吗？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你丫的到底想哪里去了？陈远满脑子问号。他觉得赵玉琪可能平时肥皂剧看的有点多，总喜欢自行脑补一些故事情节，不然不会说这种神叨叨的话。原来你真的懂我。陈远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反正说你懂我这种话肯定没错。赵玉琪好感度+1，当前好感度92点。卧槽，这也行？就这样，陈远拉着赵玉琪在楼梯间谈论了5分钟，然后就带她回到了餐厅。出去之前，整个大厅的人都看到赵玉琪当时一脸愤怒，恨不得活活吃了陈远。这样一个渣男，脚踏2条船被女友现场活捉，就应该将他碎尸万段，不然难消心头之恨。可是5分钟以后，赵玉琪回来了，她脸色恢复正常，还一脸娇羞，甚至跟着陈远屁股后面，十分愧疚的样子。什么鬼？实心问号 ？What？ 实心问号？冯秀波推了推脸上的金丝眼镜，差点下巴都惊掉一地，一脸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当场懵逼。他刚才看得很清楚，燕总和赵玉琪的关系一目了然。这种被正牌女友现场捉住，当场翻车的死亡局面，在他看来根本无解，只能越描越黑。赵玉琪的反应也不像是能够哄好的样子，可是燕总拉他去了楼梯间。5分钟，仅仅只用了5分钟，死亡翻车局面竟然出现了惊天大逆转。赵玉琪好了，他不仅完完全全好了，反而露出了一脸愧疚的样子，仿佛刚才翻车的不是燕总本人，而是女方犯了错一样。卧槽，太牛逼了，这也太牛逼了！这种神鬼莫测的泡妞技术，简直秀到你头皮发麻。这尼玛是情圣附体吧？死亡翻车局竟然也能完美化解，不科学，真的不科学。冯秀波已经36岁的年纪了，他竟然产生了一种想要拜师的冲动。如果他有燕总这样的泡妞技术，家里的黄脸婆早就被他驯服的服服帖帖，哪里用得着每次出来都跟做贼一样？不好意思，刚才我心情不好，影响大家用餐了，我给大家道个歉。赵玉琪先给其他用餐的食客道了歉，然后转头对着冯秀波和许一涵大大方方地说道：“你们是陈远的朋友吧？既然是他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今天这顿我请了。”不，赵小姐，今天说好了是我请客的。冯秀波立即客套地说了一句：“没关系，陈远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都是自家菜馆，别客气。”赵玉琪这话好像在和冯秀波交谈，可实际上话里话外都透露出一个意思，他和陈远的关系不一般，是自己人，不是某些人随便就能挑唆的，想要勾引男人，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许一涵明显也听出了赵玉琪的意思，可他根本不在意。燕总这样优秀的神豪大佬，身边怎么可能没几个红颜知己？光是打赏巨额礼物的女主播就有4、5个了，他也从来没计较过什么。看赵玉琪的模样，估计也不是燕总的正牌女友，否则怎么可能3言2语就哄好了？既然大家都不是燕总的正牌女友，你说你豪横个什么劲？大家公平竞争，都有机会，遇到优秀的男人就应该主动出击，将他抢过来。那些没有女人喜欢的屌丝，他才看不上。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许一涵在直播界打拼3年，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小主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他深刻明白这个道理：你不拼，你不抢，最后吃亏的只有你自己。来吧，坐下吃饭吧。
都饿了一天了。陈远摆了摆手，找了个餐厅的位置坐了下来。赵玉琪立马跟上，毫不犹豫地坐到了他的左手边。许一涵也毫不示弱，坐到了陈远的右手边。气氛莫名的有些剑拔弩张，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火药味。燕总，其实中午的事情，我还是想解释一下。2年前，我还是一个小主播，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他是我直播间的榜一，出手很大方。后来见面，我发现他这个人不仅风趣幽默，长得也还过得去，是个成熟的大叔，很会照顾人，然后就在一起了。我和他相爱了1年，我是真的很爱他，几乎付出了所有。可最后，他不仅和我最好的闺蜜在了一起了，还骗我的钱。我辛辛苦苦直播1年的工资，都被他以做生意为由给借走了。因为合同漏洞，我的钱也要不回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于借钱的谁有很敏感，因为这件事，我才会在机场出现过激反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许一涵眼眶泛红，语气无比真诚，他似乎真的想起了曾经不堪回首的伤心事。第69个的胃口大，陈远有些无语。若是其他人，搞不好真的会被许一涵真诚无比的语气所打动，彻底忘掉之前的不愉快。因为他这个借口找得恰到好处，能让人产生一丝同情之心，也更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如此现实，如此拜金。可是陈远刚刚好像就是用这个套路将赵玉琪一顿忽悠。你他妈转头就用同样的套路来忽悠我，请问你在搞笑吗？你编的故事比我还狗血。你想了1个多小时，就这？陈远心里面嗤之以鼻，但表面上却露出了一丝同情之色。原来你有过这样不堪回首的经历。唉，同是天涯沦落人，其实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懂你。陈远点头说道，他似乎真的彻底放下了机场被嘲讽的不愉快经历。许一涵，好感度+1，当前好感度91点。果然，女生似乎特别喜欢听我懂你这句话。反正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懂，只要你说懂了，顺着他的话，表现出理解感同身受的情绪，他就会对你表现出好感。反正不管你到底明不明白，你就说明白就行了。燕总哥哥，谢谢你能够理解我。对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燕总哥哥的真名呢，我叫陈远。原来是陈远哥哥。陈远和许一涵的对话让赵玉琪松了口气，没想到搞了半天，他竟然连陈远的名字都不知道。看来陈远的确没有骗他，他们才刚刚认识。哼，不要脸的绿茶，刚认识就挽着男人的手臂。要是你知道陈远有500亿资产等着继承，还不得直接生扑了？赵玉琪心里鄙夷的想到。不闲聊了，肚子都快饿扁了，赶紧点菜。点菜。陈远拿起菜单，转移话题。这个雪花肥牛来1份，极品红烧肉也来1份，还有干锅辣子鸡、清蒸东星斑、澳洲大龙虾、水煮小黄鱼、农家小炒肉、燕窝莲子羹，这些菜都上1份。陈远看着菜单，随随便便点了7、8个菜，反正不花自己的钱。赵氏私房菜的价格普遍偏贵，一个很平常的农家小炒肉都要108，清蒸东星斑更是2000多一条。陈远随随便便点的7、8个菜，加起来都快超过1万块了，真特么贵，简直是个黑店。其他的小餐馆，人家的农家小炒肉也才20块钱1份，你卖108，足足贵了5倍。陈远心里开始吐槽，平时他都只吃学校食堂，就算有空出去下馆子，几个同学加在一起，一般都不会超过500，超过1000，那肯定是10几人以上的聚会。对于陈远来说，几个人吃饭，花1万多块钱，是真他妈奢侈。半个小时后，卧槽，太好吃了，味道太正点了。就1份最普通的农家小炒肉，用的都是最精瘦食材，真香。果然人家卖的贵，也是有贵的道理的。玉琪，你家这个菜馆的味道是真的不错啊。赵氏私房菜能在汉城有这么大名气，果然名不虚传。陈远夸赞了一句，就开始狼吞虎咽了。他饭量很大，越吃越香。是吗？陈远，你要觉得好吃，那以后经常来啊，我叫人专门给你留一个位子。其实这些菜都只是我爸徒弟做的菜，要是我爸亲自下厨，那才是真正的美味呢。你要不下回去我家，我让我爸给你亲自下厨。不太好吧？你不用紧张，我也是开玩笑的。哈哈。赵玉琪哈哈一笑，吐了吐舌头，露出一副乖巧可爱的样子。这一顿饭，陈远吃得相当满意，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燕总不愧是燕总，泰山崩于前儿面不改色，牛逼。这时刘文哲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喂，小陈，你明天有时间吗？干嘛？是这样的，
明天高中同学聚会，是班长金梦颖发起的，刚好又是星期天，你打算去不？不去，没什么意思啊。哦，不过我听说这次聚会，班长把肖若雨也叫上了。听到肖若雨这个名字，陈远瞳孔骤然一缩，呼吸为之一顿。第070何芷英好感度莫名暴涨。肖若雨是陈远高中时代的女神，也是他的初恋。16岁，第一次心跳加速，第一次面红耳赤，第一次紧张到说不出话来。在这个女生面前，陈远连表白的勇气都没有。直到高中毕业，他都仅仅只是在人群中默默地望着她。这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女孩，而陈远却卑微宛如一粒尘埃。仔细回想起来，他并不是不敢表白，而是他有自知之明。肖若雨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他？这根本不可能。既然不可能，又何必自取其辱？一个男人怦然心动的次数是有限的，可能青涩萌芽的少年时期是最容易心动的，他也会因为第一次怦然心动的感觉而死死地记住一个女孩，直到很多年后都不会忘记。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见过的女生越来越多，即使后来遇到很漂亮的女生，他也不会产生青涩少年时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了。可能见多了，看淡了，无所谓了，亦或者心房已经住进了一个人，就很难住进第二个人。直到多年以后，他就会变得越来越随便。随便是因为反正谁都不是他。陈远足足沉默了10几秒，才开口说道：明天在哪里聚会？明天下午5点，九州饭店。另外提一句，李云涛这家伙也会去。这么多年了，这小子还是贼心不死啊。刘文哲提醒道。李云涛在高中时期是学校里面的优秀3好学生，班级先进干部，后来又考上了华夏地质大学，同样985高材生，并且家里条件很好，老爸是教育局领导。当初高考结束后，李云涛当众给肖若雨表白，虽然后来被拒绝了，可他还是做了很多男生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没事，明天我有空了。陈远挂断了电话，心中不知是何感想，反正很复杂。这时许一涵又给他发了一条微信：燕总哥哥，等下人家会开直播，你会来直播间看我吗？会的。陈远心不在焉的打字回道。其实他都已经打算不再给许一涵刷礼物的，不过仔细想了想，许一涵对他的好感度只差4点就能逆袭成功了，现在多刷点礼物，很快返还的舔狗金也会越多，完全没有必要跟钱过不去啊。也是时候让神豪燕总的威名在鲨鱼平台稳固一波了。陈远打开系统版面，看了一下许一涵的舔狗进度条，姓名许一涵，艺名小米儿，当前好感度91点，舔狗金消费额度1020万，逆袭返还奖金102万，未完成，奖励强化点25点，未完成，奖励技能舞蹈精通，未完成。再看看赵玉琪的进度，姓名赵玉琪，艺名琪琪小可爱，当前好感度92点，舔狗金消费额度6500万，逆袭返还奖金650万，未完成，奖励强化点25点，未完成，奖励技能大师级钢琴精通，未完成。姓名林书彤，当前好感度95点，当前状态逆袭成功。姓名徐乐乐，当前好感度96点，当前状态逆袭成功。姓名何芷英，当前好感度76点，舔狗金消费额度0，逆袭返还奖金0，未完成，奖励强化点22点，未完成，奖励技能舞蹈精通，未完成。当前绑定的舔狗对象一共有5个女生，其中林书彤和徐乐乐已经逆袭成功，她也获得了丰厚奖励。赵玉琪和许一涵好感度也都达到了90点以上，能不能逆袭就差最关键的一波。让陈远意外的是何芷英，他好像从来就没有在何芷英身上花过1分钱，也就和李阳冲突2次，打了李阳2波脸，顺带炫耀了一波豪车。可是他记得当时何芷英对他的好感度也就25点啊，怎么几天不见莫名就涨到了76点的好感度？卧槽，难道什么也不用做，好感也能蹭蹭蹭往上升？陈远惊了，莫非何芷英知道了我燕总的身份，又或者是因为奔跑侠在网上火爆的事件让他心跳加速难以自持了？陈远能想到的只有这2个方面。没错，这还真让陈远给猜着了。陈远那段视频在网上火爆之后，何芷英心中莫名就有些后悔。他并不后悔和李阳分手，而是后悔没有给陈远留下微信。这个男人不仅在田径赛场上所向披靡，横扫无敌，镇压一切，就连真实身份
也是如此卓尔不凡。一个开着劳斯莱斯的富家大少，在学校竟然这般低调。他实力惊人，却不喜欢装逼炫耀。要不是李阳咄咄逼人，自取其辱，人家根本就不屑于在他面前装逼。这么一想，陈远简直比李阳强了几百倍。而且李阳脾气还不好。这2天，何止英刷抖音，每次看到陈远的视频，心中就后悔一次。不知怎么的，他感觉自己好像喜欢上陈远了。虽然现实中他和陈远仅仅只见过2次，可偏偏这2次，陈远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导致他后来翻看这条视频的时候，越看越帅，越看越心动，每天恨不得重复刷个几百次。湖大女生宿舍708，芷英，今天星期六，你不和你男朋友出去玩吗？天天在刷视频，奔跑侠的视频你都看了几百遍了吧？不厌烦啊？室友周晴问道。我和李阳已经分手了，他就是个渣男，我决定了，奔跑侠就是我下一个男朋友。你可别搞笑了，你知道奔跑侠是谁吗？当然知道，这个故事说来有些话长。当时我在学校操场看比赛，有个长得很帅的男生突然冲过来和我搭讪，还找我要微信，我没给他，他肯定很失落。后来为了证明自己，他就冲上了比赛跑道。这个人就是如今火爆抖音的奔跑侠。何芷英信誓旦旦地说道。啥？奔跑侠是因为你火的？你可别吹牛了。小英，我知道你喜欢奔跑侠，你喜欢运动型的男生，可你不能因为喜欢一个网红，还是脸都看不清的网红，就把自己男朋友给甩了呀。周晴劝道。刚刚我在楼下看到了，李阳捧着一束玫瑰花，摆了999根蜡烛，准备给你道歉呢。一个刚回宿舍的室友对着何芷英说道。道歉？现在知道道歉了？晚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下去看一下吧，总得把话说清楚不是？这时陈远回到了学校，他刚刚走进校门，路过图书馆的时候，发现女生宿舍那边人很多，乌泱泱的一大片，不少人拿着手机拍照起哄。陈远带着八卦的好奇心，朝着人群走了过去。第071，用才华也能吸引妹子。哇，这就是田径队队长李阳吗？长得还挺帅的。李阳不仅是田径队队长，据说家里面还是开公司的，资产好几千万呢。看见旁边的宝马7系没有？大3学生，有几个开得起宝马的？李阳这么优秀，这个何芷英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这样的男朋友都要甩了？他不就是仗着自己长得漂亮，胸大腿长，有什么了不起的？一群围观人群之中，有几个女生吃醋道，她们似乎对李阳很有好感，因此特别看不惯何芷英。去年刚入学的时候，作为大一新生的何芷英在元旦晚会上出尽风头，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学长来追求她，导致很多女生都看不惯。后来李阳在一众学长追求的竞争中，成功战胜所有对手，花了小半年的时间，赢得何芷英的芳心。可这才谈1个月，居然就要分手。何芷英真的太作了。与女生的想法不同，男生觉得李阳这狗比真的艳福不浅。何芷英在这一届新生学妹当中，绝对算得上最漂亮的几个学妹之一。她不仅颜值超高，最重要的是波澜壮阔，此起彼伏，拥有 S 型曲线。李阳这家伙不就是仗着家里有2个臭钱，要不怎么能追上这么诱人的学妹？好白菜简直让猪给拱了。下来了，何芷英下来了。陈远走近了才发现，居然是李阳这家伙在给何芷英道歉。他在女生宿舍楼下用蜡烛摆了一个巨大的心形，手捧99朵玫瑰花，单膝跪地，然后旁边还停着一辆宝马7系。豪车、鲜花、蜡烛、爱心，加上围观群众，气氛烘托有了，诚意也有了。正常情况下，何芷英应该原谅他，毕竟这不是表白，而是道歉。李阳肯这样花心思，足以说明诚意十足，也给足了何芷英面子。可事情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何芷英刚刚下楼，竟然一眼就发现了在人群中围观的陈远。小英，对不起，我那天不该朝你发脾气的，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李阳走到何芷英跟前，双手递出鲜花，语气诚恳地说道。你走开。何芷英并没有接住他的鲜花，而是一路小跑着来到陈远跟前。对不起啊，那天其实要不咱们加个微信吧。何芷英说话吞吞吐吐，一脸娇羞之色。这一次他竟然主动找陈远要微信。刹那间全场懵逼，一群吃瓜群众傻眼了。李阳脸色铁青，感觉一顶绿油油的帽子扣在了脑门上，差点让他气到吐血。何芷英不是李阳的女朋友吗？他在干什么？当面撩汉？卧槽，
这不是渣男陈远吗？咱们校园论坛上的第一人渣，林书彤、徐乐乐、赵玉琪这3个美女都给他送早餐，现在连李阳的女朋友都被他给挖墙脚了吗？为什么我感觉他很牛逼，名声都臭成这样了，竟然还有妹子主动投怀送抱？何止因在故意气李阳，还是为了陈远？他真的想甩了李阳？看着吃瓜群众指指点点，李阳只觉得颜面尽失。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最丢面子的事情莫过于当面被人挖墙脚。李阳怒了，他真的怒了，感觉胸口有股火焰在燃烧，彻底摧毁了他的理智。我操你妈逼！陈远，今天老子不弄死你，我特么就不信李！李阳暴怒着冲了过来，挥起拳头朝着陈远的脸就是一拳。他是体院田径队队长，身体强壮，体型高大，爆发力惊人，一般平常2-3个男生加起来都不一定打得赢他。可他今天面对的人是陈远。李阳的速度快，陈远的速度更快。李阳的爆发力强，陈远的爆发力更强。他在挥拳的一瞬间，陈远以闪电般的速度一脚将他给踹飞了出去。李阳很快的又冲了过来，然后又被踹飞了出去。不到2分钟，李阳被陈远给揍趴下了。一个体院猛男竟然完全不是陈远这个文学系病秧子的对手。什么鬼？你特么一身强壮的腱子肉，难道都是摆设吗？连陈远这个文院的废物渣子都打不过，简直丢体院的脸。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会打不过他？李阳有点开始怀疑人生了。还记得3年前，他骑着陈远的脖子上扇耳光，这个小逼崽子根本连任何反抗之力都没有，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怎么羞辱就怎么羞辱。可是3年后，陈远不仅当面敲他女朋友，他竟然连打架都打不赢。比短跑，他输了；比豪车，他又输了；比妹子，他还是输了。现在连打架他都输了。李阳心态崩了。何芷英，你这个贱女人，竟敢背叛我！陈远，你特么给我等着，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李阳撂下一句狠话，旋即灰溜溜的逃走了。再不走，等着被人看笑话吗？神经病吧！我特么招你惹你了？陈远相当无语，他承认他和李阳关系确实不好，可除了第一次在田径赛场上故意针对了一波，其他2次他都没有主动去挑衅过对方，反而是李阳这家伙想在他面前装逼，结果被打了脸而已。今天这个事情纯粹也是个意外，他也就看个热闹而已，谁知道就无辜躺枪了。你的妹子主动撩我，怪我喽？你特么想打我，我不可能不还手吧？这又怪我喽？陈远摇了摇头，他正准备离去，何芷英突然又跑到他的跟前，他十指紧扣，一脸羞涩，圆滚滚的大眼睛里面仿佛冒出了粉红泡泡。他看陈远的眼神十分火热。陈远，你太厉害了，我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连李阳都打不过你，你练过吗？何芷英好感度+5，何芷英好感度+5，何芷英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91点。何芷英直接将李阳给忽略了。这个胸大腿长的妹子似乎有点崇尚暴力，可能这也是为何她会喜欢运动型男生的理由。陈远完全没想到何芷英对他的好感度居然增长得这么快，总共也才见过3次面而已，好感度就已经增加到91点，而且他从来没有给何芷英花过1分钱。莫非哥已经到了不用花钱，用才华也能吸引妹子的高深境界了？第072锤一波渣男。话分2头，就在何芷英追着陈远要联系方式的时候，另一边赵玉琪回到了女生公寓。她刚刚回到女生公寓，闺蜜吴小飞一脸纠结的走了过来。琪琪，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如果我不说的话，担心你上当受骗，可是说了我又怕你伤心。吴小飞支支吾吾的说道。赵玉琪心里咯噔一下，还以为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没事，你说吧。琪琪，我劝你以后还是不要和陈远这个渣男联系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他到底有多过分啊。赵玉琪心里一懵，怎么又扯到陈远身上了？他干了什么？琪琪，你自己看一下吧，这是今天下午刚刚出来的微博热搜。赵玉琪看了一眼吴小飞递过来的手机，只见微博标题写道：绝世神豪寂寞一根烟，3天狂刷1亿5千万，默默无闻小主播1日涨粉100万，成为直播界新贵。这条微博热搜出来不过短短几个小时，下面评论已经超过了2万加，看见了吧？琪琪，这2天我一直替你关注寂寞一根烟的动向，谁知道陈远这个渣男这么狡猾，他不去鲨鱼直播了，也不去抖音了，反而跑到了我从来都不关注的龙牙直播，还给2个女主播，狂刷了1亿5千万，这可是1亿5千万啊！特别是那个若曦同学，
陈远单单是给他打赏的礼物，就超过了1个亿。我原本以为他给你买豪宅别墅，是打算一心一意对你的。可是你看看，这才2天时间没见面，他都干了些什么？这个花心大萝卜，人渣、败类、畜生，根本就是在玩弄你的感情。他就是个败家子，再这么继续刷下去，就算家里面有再多的钱，也会被他给败光的，简直气死我了！烂泥扶不上墙。吴小飞越说越气，陈远的所作所为简直十恶不赦，罄竹难书。他在网络上到处聊女主播，根本就是一个不靠谱的对象。可是赵玉琪听完他这一番爆料后，非但没有对这件事情感到任何震惊，反而十分平静。小飞，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陈远坏话了，你根本就不懂他。还有，他给女主播刷礼物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啥？吴小飞懵了，震惊了，他实在搞不懂赵玉琪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既然知道陈远背着你给其他女主播刷礼物，而且还刷巨额礼物，你咋一点都不生气呢？难道被洗脑了吗？任何一个女人知道这种事情都会生气的啊。琪琪，你这是怎么了？你真的被渣男勾走了魂吗？陈远这个畜生，他真的不是好东西啊，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吴小飞苦口婆心地说道。小飞，你再这么说我真的生气了。陈远是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他给女主播打赏礼物也是另有原因的，你不许再诋毁他，听到没有？赵玉琪脸色一沉，突然无比认真地对着吴小飞说道，她似乎真的很反感闺蜜在背后说陈远坏话。疯了，疯了，你真的疯了！吴小飞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她真的没想到自己好心好意帮闺蜜时锤渣男，赵玉琪非但不感激她，反而处处维护陈远，这尼玛是被下了迷魂汤吗？都这样实锤了，你还继续执迷不悟，你是脑子瓦特了吧？因为这件事情，赵玉琪和吴小飞吵了一架。如果陈远知道这件事情，估计会十分庆幸自己提前打好了预防针，不然今天就算没有翻车局。经过吴小飞这一波实锤，赵玉琪对他的好感度也会迅速下降，甚至会反感。而且这件事情若是不及时处理，就算后面陈远编好了借口，赵玉琪也不一定会信了。反之，陈远提前打好预防针，吴小飞后面实锤，那你就是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说三道四，恶意重伤。实锤先后次序不同，效果完全不一样。赵玉琪好感度+1，当前好感度93点。陈远回寝室的路上，突然就发现赵玉琪对他的好感度又增加了1点，怎么回事？赵玉琪又怎么了？莫非又触发了什么隐藏剧情？陈远一头雾水，感觉最近这些女人都有点迷啊。何芷英也是这样，莫名其妙就增加好感了。赵玉琪居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看来哥的魅力确实达到了不用花钱也能吸引妹子的至高境界，这可能就是帅哥的烦恼吧。陈远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回到寝室，躺在了床上，然后打开鲨鱼直播，进入小米儿的直播间，开始给他刷火箭。卧槽，烟总你回来了，烟总大气，烟总牛逼，烟总在龙牙刷了1个亿，终于又回鲨鱼装逼了，感觉烟总一个人就可以吊打所有土豪了。哇，感谢烟总哥哥送出的超级火箭，谢谢烟总哥哥，么么哒！小米儿一脸惊喜地说道。看来那件不愉快的事情终于过去了，烟总真的原谅了他，不然不会给他继续刷礼物的。另一边，吴小飞被赵玉琪教训一顿后，有些不服气，在他心里已经认定了陈远是个渣男，他绝对不能让闺蜜深陷其中，必须要让赵玉琪醒悟过来。吴小飞打开了鲨鱼直播，他原本也没抱什么希望，可是一进来就发现了一个热度爆炸的直播间。世界公屏上，一个神豪正在给主播小米儿狂刷超级火箭，这人不是寂寞一根烟又是谁？好你个渣男陈远，本来我还想着收集证据继续实锤，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一波不把你锤到死，我特么就不信吴。琪琪，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刚才的微博截图，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你看看陈远这家伙现在又在干什么？吴小飞义正言辞地指着电脑屏幕，上面 ID 寂寞一根烟，已经给主播小米儿刷了1000多发超级火箭了，并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趋势。这时赵玉琪缓缓走了过来， PS 给大家推荐一本神作，我能冒牌万界大佬，作者拼音字母，这本书写得很不错，是帅哥一个群里面的好友，书荒的朋友可以去翻翻。第073，我特么鞋都换好了，看见了吧？陈远这个渣男正在给其他女主播送火箭呢。吴小飞双手抱胸，他很想看到赵玉琪脸色大变的模样，
可是，并没有。赵玉琪脸色依然平静，即使已经亲眼目睹了陈远正在给其他女主播刷火箭，但还是淡定的一批。这个女主播我认识，今天我还跟她一起吃过饭。她想方设法的勾引陈远来着。赵玉琪有些厌恶的说道：“一起吃过饭？是啊，我、他、陈远3个人一起。”赵玉琪点头道。听到这里，吴小飞已经震惊到石化了，他目瞪口呆，完全不可思议的看着赵玉琪。这还是他认识的文学院第一美女吗？这还是那个心高气傲的胡大校花吗？你难道已经可以为了陈远，卑微到可以不介意其他女人的存在了吗？我的天啊，你可是校花呀，如今怎么变成了一条舔狗？别想那么多，陈远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他给女主播刷礼物，其实另有原因，不过我现在不方便说。总之，我是不会放弃陈远的。如果我现在退出，反倒是给了这些贱人机会。听到赵玉琪这种解释，吴小飞差点吐血。他真的想不到，到底何种理由可以让赵玉琪不介意陈远给其他女人刷礼物？世界上有这么大度的女人吗？不可能，不存在，不相信。难道说赵玉琪心里也不是真的喜欢陈远，只是单纯拿他当提款机，所以完全不介意？可是这也不像啊，赵玉琪的表现明明是喜欢陈远的，太复杂了，我感觉我的三观都要崩塌了。琪琪，你好自为之吧，都已经这样实锤了，你还要替陈远说好话？看着吴小飞心力交瘁的样子，赵玉琪同样很无语。你可是我最好的闺蜜啊，为什么非得跟陈远过不去呢？人家招你惹你了？而且你仅仅只了解了表面情况，就去批判别人，你不觉得太武断了吗？赵玉琪不想解释那么多，因为她了解吴小飞的性格，这个闺蜜是个大嘴巴，特别喜欢八卦，根本保守不住秘密。如果让她知道陈远有500亿资产等着继承，估计过不了几天，全校的人都会知道，到时候不知道会有多少妖艳贱货想去勾引陈远，这不是平白无故给自己树敌吗？虽然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可学校里面还有一个秦冰雪，万一1个小时后，陈远给主播小米儿足足刷了1万个超级火箭。截至目前为止，鲨鱼平台的那些观众还有主播都已经彻底麻木了。第一次见到燕总这么刷礼物的时候，差点被震惊到喷出屎来，可是见多了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心脏承受能力变强了，似乎觉得几千万都不是钱了。你燕总都能在龙牙刷上1个亿，现在才刷2000万，说明还有所保留啊。56接做基本操作，直播间弹幕飞起，满屏燕总大气，燕总牛逼。不仅仅小米儿的直播间有人这么刷，整个鲨鱼平台所有主播的直播间几乎全都在刷燕总大气。他不是主播，名气却比主播还大，燕总的名头已经彻底在土豪界闻名了。妈的，天天这么刷礼物，手都快抽筋了，不刷了，洗澡睡觉。陈远想着，他是不是应该专门招聘一个给他刷礼物的工作人员，每天什么都不用做，专门坐在这里给老子刷礼物，每个月1万块钱工资。不过仔细一想，还是算了，目前燕总的身份还不方便在公众视线中暴露，系统的钱也只有他自己能刷，这种想法也就只是开开玩笑。洗完澡后，陈远就睡了。这一夜，星光点点，乌云消散，月牙悬挂天空，朦胧月光洒满大地，似乎预示着明天是个好天气。第二天，晨光明媚，金色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晒到了寝室书桌上，果然是个好天气。陈远上午10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他洗脸刷牙，洗了个澡，顺带连头也一起洗了。本来按照他以前的习惯，一般2天才洗一次头，昨天已经洗过了，按道理今天不用洗的。可是今天有同学聚会，肖若愚也会出现，这个头必须洗，不洗头感觉没有自信。男生总会莫名在意自己的发型。洗完头，陈远换好衣服去食堂吃饭。吃完饭，看了看时间，这特么才12点。不知为何，陈远觉得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漫长，平常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随便开几局游戏都可以打半天，可今天他真的没心情打游戏，在寝室来回走来走去，走的几个室友都烦了。老四，你今天到底咋回事啊？刚刚看你吃饭的时候就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老曹突然问道。来吧来吧，别晃悠了，赶紧上线，特种兵已经准备好了。熊涛催促道。你们玩吧，刚刚孙瑞跟我发信息了，他说他们寝室4个女生今天下午都很无聊，想和我们寝室一起组个局，刚好4男4女，
一起去 KTV 唱歌，你们有兴趣吗？周海泉突然兴奋无比地说道。此话一出，老熊、老曹也同样兴奋了。我去！妹子主动联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他们寝室除了孙瑞和林书彤，那个李小玲也不错啊。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熊涛一脸猥琐地笑道。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个胖子吧？没怎么关注。不过李小玲确实可以。搞起，搞起啊！赶紧给孙瑞回信息，就说我们答应了。熊涛一脸兴奋地催促道。他似乎把陈远的意见给自动忽略了。等一等，今天我去不了，下午还有其他事情。陈远说了一句。那好吧。周海泉点了点头，然后开始编辑信息。小瑞，今天陈远有事去不了，我们寝室其他几个室友都有空，咱们就去欢乐空间唱歌吧，反正也不远，要不先出来，见面之后再说。编辑好信息，周海泉立刻发了过去，对面很快回了过来。陈远去不了吗？那算了，今天的活动取消了。别啊，陈远去不了，咱们也可以玩嘛。没心情，突然不想去唱歌了。看到孙瑞发过来的信息，周海泉一脸懵逼，怎么好好的，突然就变挂了？老周，情况怎么样了？我特么鞋都换好了。D074女生迟到20分钟怎么了？那个啥，孙瑞他说活动取消了。周海泉尴尬道，什么情况啊？刚刚不是他主动约你的吗？怎么突然又取消了？陈远不去，然后他们一寝室人就不想出来了。周海泉摊了摊手，有些无可奈何，人生就是这么寂寞如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妹子爱上了自己的兄弟，偏偏你又什么都做不了，这能怪陈远吗？很显然，陈远从来都没打算跟他抢孙瑞，可偏偏孙瑞就是喜欢陈远，摆明了将他当个跳板，以此来接近陈远。他也想过要将孙瑞删掉，可是他做不到。他感觉自己莫名其妙就成了孙瑞的备胎，有可能连备胎都算不上。我明白了，他们寝室有林书彤，孙瑞好像也。老曹看了陈远一眼，并没有把话完全说出来，因为顾虑周海泉的感受。嗨嗨，这次联谊恐怕也是林书彤想要与老四和好，故意组的局。老四要是不去，今天的活动肯定的没了。老曹摇了摇头，他倒是看得挺明白。远哥，我叫你远哥还不行吗？为了兄弟们的幸福生活，你就牺牲一下自己，而且和妹子去唱歌，你也不吃亏啊。熊涛突然改口叫远哥，为了泡妞，他也是豁出去了。你叫远爷也没用，今天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陈远大手一挥，语气果决，根本不为所动。远爷，你真的如此狠心吗？我特么以后打光棍，你要负责的。对了，你下午几点有事？5点。5点你急个毛啊，现在才12点多，你先答应下来，等孙瑞他们宿舍的女生都出来之后，你可以4点转场啊，懂不懂得什么叫时间管理？熊涛这番话顿时让人茅塞顿开，时间管理好像真的可以，一天约2场也挺正常啊。据说有些牛逼存在，一天赶个5、6场都没啥问题。涛总说的对，不就赶个场吗？你只要前期把孙瑞他们寝室的人约出来，就算完成任务了，后面随便你去哪都行。远哥，兄弟们后半辈子的幸福生活可都压你身上了。老曹同样附和道。那行吧，最多4点，我就要走的。陈远想了想，欢乐空间 KTV 距离九州饭店也不远，打车也就20分钟的距离。高中同学聚会是下午5点，时间上完全来得及。OK， 老周你再约一波试试。不用熊涛多说，周海泉已经开始给孙瑞发信息了。小瑞，陈远答应出来了，咱们等下就在校门口集合吧，你觉得怎么样？女生寝室。孙瑞抱着手机，看到周海泉发来的信息，原本兴趣缺缺的模样顿时来了兴致。书童，陈远他答应出来了，怎么样？我还是挺给力的吧？既然你约不出陈远，那咱们就从他的室友下手。我这个思路没错吧？只要人出来了，那一切都好说。孙瑞满脸笑意，一副要帮林书彤拿下陈远的样子。可另一个室友李小玲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你帮林书彤约陈远，你自己兴奋个啥？还有这个陈远到底有什么魔力，竟然让林书彤和孙瑞对他的态度转变那么大？真的吗？陈远真的答应出来了吗？谢谢你小瑞瑞，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为了帮我挽回陈远，你竟然牺牲色相去勾引周海泉，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林书彤心中无比感激地说道。虽然他也能察觉到孙瑞对于这件事情有些过于热衷，但他并没有去怀疑什么。3年闺蜜情谊，小瑞瑞总不可能背着他
去勾引陈远吧。1点半左右，陈远和3个室友出现在了学校大门口，足足等了20分钟。林书彤、孙瑞、李小玲、王文娟4个妹子终于姗姗来迟。陈远也不知道为什么女生这么喜欢迟到，明明约好的1点半，非得迟到20分钟。陈远对于这一点相当反感，不要求你提前到，你准时到总可以了吧？好像不迟到或者提前到就会显得女生很没面子似的。对不起啊，陈远，我们来晚了，刚刚化妆换衣服，耽误太多时间了，你不会生气吧？林书彤小心翼翼地询问道。1个星期没见，他发现陈远似乎长高了一些，身材也变壮了，人也更加帅气了。虽然身上穿的还是地摊货，可自信阳光，显得气度不凡。林书彤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很快，他发现陈远越来越像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不仅仅有钱，连模样、身材、气质也都是自己喜欢的类型。自己以前怎么就瞎了眼，抛弃了陈远，看上了黄俊凯这个人渣？不生气，你迟到我已经习惯了，要是哪天你不迟到，我才感觉到意外。陈远语气冷淡，似乎不想与林书彤有过多纠缠。我去，你这人怎么这么没风度？身为一个男生，等一下女生怎么了？又没让你等很长时间，才20分钟而已，就不耐烦了？我真的没见过你这种没风度的男人。李小玲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她和陈远不熟，也不知道陈远的具体情况，只知道这个男生追了林书彤3年，林书彤好像做过什么对不起陈远的事情。可不管怎么样，人家都是女生，现在已经给你台阶下了，也道过歉了，你还想怎么样？在他看来，陈远的做法简直过分，而且穿的一身地摊货，除了有那么一点小帅，也没啥优点。小玲，别这样，确实是我们不对，不应该迟到的。陈远，我替小玲给你道个歉，他也不是有意的。孙瑞此话一出，李小玲懵了。在他的印象中，孙瑞不是这么讲道理的人啊。他以前约一个男的，迟到1个小时都理直气壮，现在迟到20分钟，居然就道歉了，不科学啊。气氛有些微妙，但李小玲心里还是不服气。一个当了3年舔狗的人，能有啥出息了？不就是长得帅点，帅能当饭吃吗？20分钟后，一行人到了欢乐空间 KTV， 刚刚走下出租车，一辆蓝色玛莎拉蒂停在了前面，里面坐着一个帅气的青年。哇，好帅啊！也不知道我男朋友什么时候能开上这样的豪车，他才有个奔驰350而已。李小玲感叹道，这话明显在装逼。这时第075，李云涛已经彻底膨胀了，帅气斯文的男子从玛莎拉蒂上走了下来。他身高1.82米左右，体型略微偏瘦，长得白白净净，甚至比女人还白。他身上有股子书卷气，给人第一印象就觉得这是一个有学识的年轻人，和现在的国民偶像坤坤少年倒是有几分相似，都属于小鲜肉类型。这男子看到陈远的第一眼，当即就愣了一下，足足过了5秒钟，才迈着步子走了过来。陈远，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你，咱们大概有3年没见了吧？啥？李小玲一脸懵逼，陈远居然会认识这种开玛莎拉蒂的富二代，而且人家还那么有气质，那么帅，有点韩国小鲜肉的感觉，这才是自己理想中白马王子的人选啊。李云涛，陈远有些不确定地问道。对，是我。李云涛点了点头。陈远没想到，高中同学聚会还没开始，他就先碰到了李云涛。这家伙表面斯文干净，实际上背地里闷骚的一批。据说因为他老爸是教育局领导，母亲也是教育机构创始人，导致他从小家教很严，高中时期一直不敢谈恋爱。他同样暗恋肖若雨3年，不过李云涛在最后毕业的时候鼓起了勇气，在全校师生面前对着肖若雨表白了，而陈远连表白的勇气都没有。据说李云涛高中时期一直被父母压抑，上了大学就彻底解放了自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经常流连于烟花柳巷之地。当然也有可能是被肖若雨拒绝之后深受打击，彻底放纵了自己。具体原因陈远不知道，反正这家伙喜欢表面一套背面一套。李云涛给人的第一印象温文尔雅，实际上这家伙特别喜欢装逼炫耀。高中的时候就炫耀考试成绩，上了大学炫耀自己的学校，炫耀豪车，炫耀别墅，炫耀妹子，经常发朋友圈装逼，动不动出国旅游，然后就是 KTV 酒吧聚会，年纪轻轻就过上了纸醉金迷、流连忘返的奢侈生活，搞得后来陈远干脆把他给拉黑了，因为心里看了不舒服。
陈远，这位帅哥是谁啊？高中同学，李云涛，他是我以前高3、2班的副班长，目前就读于华夏地质大学，985高材生，母亲是英语培训机构创始人，家里面资产都快过亿了吧？陈远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李云涛的资料背景，充分满足他喜欢装逼炫耀个性需求。没有，陈远你说的太夸张了，我家目前也就5套房，2栋别墅，4辆车，我妈也就喜欢当老师而已，其实总共加起来也不到5000万。陈远你说的太夸张了。李云涛摆了摆手，一副很谦虚的模样，可字里行间全是赤裸裸的炫耀。装逼不要紧，就怕连装逼的资格都没有。人家是实打实的富二代，与之前林书桐还有廖家碰到的假富二代不同，李云涛的家世背景全都是真的。果然，李云涛此话一出，李小玲、孙瑞、王文娟、林书桐4个女人眼睛全都亮了一下。她们看李云涛的眼神明显和看陈远身后的3个室友不一样，但是林书桐很快反应过来，李云涛虽然优秀，但也比不上陈远，毕竟陈远可是能在直播间刷几千万礼物的猛人。李云涛家里资产总共才5000万，根本无法与陈远相比，他不能再3心2意了，否则陈远绝对不可能原谅他。与林书桐的想法不一样，孙瑞对李云涛倒是非常感兴趣。陈远他勾搭不上，李云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吗？人家是985高材生，长相帅气，温文尔雅，家世又好，开着玛莎拉蒂，比周海泉这个穷比屌丝不强100倍。男人选择女人，女人也可以选择男人，只要遇到条件好的男人，为什么就不多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李云涛同学，我叫孙瑞，可以加你个微信吗？以后方便一起出来玩。孙瑞主动说道。此话一出，一旁的周海泉顿时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他懵了，在他心目中一直都很矜持、很可爱、很纯洁的小瑞同学，竟然会主动找男人要联系方式，什么鬼？他心太炸了，就因为这小白脸开着一辆豪车，你就可以这样主动？你可是我约出来的妹子啊，为什么可以丝毫不顾虑我的感受，当面找其他男人要微信？我也有自尊心的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周海泉心里面在咆哮，可这个话他却始终说不出口。他只是一个备胎，当孙瑞有了更好的选择，会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开他。从始至终，他都只是被利用而已。李云涛微微一笑，觉得很有面子，逼气四溢。陈远这个渣渣，自己约出来的妹子，居然找我要微信，哈哈，你怕是脸都丢到出太阳系了吧？就你这样的穷比屌丝，也敢打肖若雨的主意，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东西？屌丝终究是个屌丝，辛辛苦苦约出来的妹子，还不是被老子分分钟勾搭上了？李云涛内心已经狂笑不已，觉得今天同学聚会还没开始，就装了个逼，很爽。可表面上，他却露出了一副为难的模样。这个有些不太好吧？我加你微信，陈远不会生气吧？都是老同学，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哎呀，人家不是陈远女朋友了，咱们只是普通同学关系而已。孙瑞解释道。那好吧，你扫我。李云涛故意犹豫了几秒钟，然后掏出手机，打开了微信二维码，叮，扫描成功。孙瑞刚刚添加李云涛好友，李小玲居然也走了过去。我也扫一下，帅哥不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都是同学，都是朋友嘛。这位同学也可以加我的。李云涛突然指了指林书桐，因为这4个妹子里面，貌似林书桐是长得最好看的。李云涛现在已经彻底膨胀了，他看陈远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傻逼。第76渣男的核心理念，这不太好吧？林书桐迟疑道。如果以前他遇到这种情况，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添加李云涛的微信。可是现在，他看了陈远好几眼，很显然根本不敢当着他的面与其他男人暧昧不清，这态度与之前相比可谓天差地别。那好吧，你们先玩，我有事先走了。李云涛一脸无所谓的将手机揣进裤兜。林书桐虽然颜值还可以，但绝对算不上顶尖。他今天要重点攻略的对象，可是让他魂牵梦萦，已经高中毕业3年，至今都还恋恋不忘的初恋女神肖若雨。这种路边上随便认识的女人，也就这样，虽然有点姿色，随便玩玩可以，但真上心就没必要了。他还是能分清楚主次的。重点是，今天在陈远面前装了个逼，这个逼装的太爽了。陈远这傻逼恐怕现在都还是猛的吧？还有跟他一起的3个沙雕，老子就是当你们的面勾搭你们的妹子，你们这群沙雕也无话可说，
哈哈！李云涛一脸得意地坐上了玛莎拉蒂，发动汽车，扬长而去。帅哥拜拜，涛哥再见。孙瑞和李小玲无比热情地挥了挥手。妈的，别人叫涛，我也叫涛，咋就区别这么大呢？熊涛一脸自嘲，本来对李小玲有些好感，可现在发现，这女人不仅有男朋友了，而且有男朋友的情况下，还主动勾搭李云涛，这尼玛就是个渣女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不过没关系，越渣的女人她越喜欢，互相渣嘛。熊涛和周海泉完全不一样，他本质上是个海王，大学3年，已经换了20几个女朋友了，有时候同时谈2、3个，要不也不会精通时间管理。虽然熊涛家里条件也达不到富二代的标准，可也算有点小钱，加上这小子能说会道，脸皮厚，经常出去搭讪女生。他的核心泡妞理念就是广泛撒网，重点捕捞，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既然追求不了质量，那就用数量去弥补。大一的时候，他曾经脚踩4条船，因为翻车了，后来才比较低调。他表面是个青铜，实际上是个王者。这小子经常说他被初恋伤了，所以才会去疯狂认识妹子，疯狂聊骚。他泡妞经验极为丰富，陈远学会的很多套路都是从熊涛身上学来的。熊涛曾经说过，泡妞是个概率学的问题，你舔一个女神，你就是女神的舔狗；你同时舔100个女神，100个女神就是你的舔狗。量变可以引发质变，当你手机微信上的妹子超过了500个，你根本就不会缺女朋友，即使你没钱还是个屌丝，一样能浪得飞起。脸皮厚，可以战胜一切。他曾经还说过，男生只有同时追求几个女生，才能缓解内心的焦虑。如果你只追求一个妹子，你就会患得患失，她不回你消息，你就会想着她是不是对你没兴趣，你是不是说错话了，你是不是发错信息了，然后你就会像一条舔狗一样不停地给她发消息，女生也会对你越来越厌烦。可如果你同时追几个妹子，不仅成功概率更大，而且不会产生心理焦虑，因为这个女生不理你，你还可以聊另外一个，你就会很淡定，女生不回你消息，你也会很从容，表现大大方方，成熟理智。相反，妹子更加容易对你产生好感。所以同时追几个女生真的可以缓解心理压力，不用担心进度条的问题，你对一个妹子也会保持更长时间的热情，追到她的几率肯定会变大。陈远曾经对于这种渣男语录不敢苟同，可现在发现好像还真是这样。你越是不在乎妹子对你的看法，反而表现得会越好。当然，渣男终究伤人伤己，无论你多么高深的套路，都改变不了翻车的局面，只是永远包不住火的。男生最常规的套路是同时追几个女生，要是哪个妹子对你表现出好感，你就和她在一起，追到了就将其他几条线断了，既能缓解内心焦虑，又能更大概率泡到妹子，而且还不用担心翻车的问题，合情合理合法。这就宛如女生会寻找备胎一样，择优选择，如此真实。熊涛之所以会对渣女感兴趣，就是因为渣女可以互相玩，谁也不用对谁负责，完全不会因为分手而产生丝毫愧疚。10分钟后，他们一行8人开了个 KTV 大包，熊涛仿佛来到了自己的主场。他在 KTV 包厢里面活跃气氛，疯狂点歌，时不时和几个女生开玩笑，仿佛完全不在意刚才发生的事情。周海泉却十分沉默，很显然他刚才真的被孙瑞的行为给伤着了。老周，别太在意，男人嘛，应该大气一点。只要你今天能把孙瑞拉去开房，那么之前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待会儿唱完歌，咱们就去看电影，然后吃点宵夜，顺理成的喝点酒，一天流程下来应该也差不多了。熊涛唱完一首歌，走到周海泉身边，窃窃私语的说道，真的可以这样吗？会不会有些太快了？快什么快？你都追了孙瑞几个月了，这还叫快？你信不信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拿下李小玲？熊涛信誓旦旦，别吹牛逼，人家有男朋友，而且还对那个开玛莎的富二代感兴趣，你能一天就拿下他？周海泉一脸不信，就算熊涛以往有些辉煌战绩，可自从他翻车之后，都快沉寂1年了，还能拥有曾经牛逼的泡妞水准吗？呵呵，咱们打个赌，我要是今天能拿下他，接下来1个月，你每天给我带早餐，敢赌不？要是拿不下呢？拿不下我给你带早餐。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周海泉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了，今天孙瑞虽然让他脸上难堪，可至少赢了1个月早餐钱了。莫非熊涛这小子已经看出了我心里面难过，所以才故意打赌输给我，让我心情稍微好一点。好兄弟啊！周海泉心中十分感动，
可随后他就发现熊涛跑到李小玲身边讲起了笑话，而且是荤段子。李小玲被逗得花枝招展，他们竟然一起唱起了情歌。1个小时后，熊涛和李小玲搂在一起了。这操作看得周海泉瞠目结舌。李小玲对于熊涛上手，他竟然完全不反抗，也没有推开。什么鬼？第077还能反复打脸。看着熊涛和李小玲打得一片火热，包厢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暧昧。这时孙瑞突然举着话筒问道：陈远，我想找你确定一件事情。什么事？你说。陈远语气平淡的回答：你就是神豪烟总吗？我之前看过你的微信头像还有名字，你就是寂寞一根烟。不过你后来改微信名字了。此话一出，原本吵闹的 KTV 包厢顿时一片死寂静，气氛压抑的令人窒息。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的朝着陈远望了过来。孙瑞曾经猜测过陈远就是神豪烟总，可不能100%确定。陈远始终没有亲口承认过，没有实锤，所以需要确认。林书彤心中同样也有这样的疑惑。最近几天，绝世神豪、寂寞一根烟在各大直播平台刷的礼物越来越多，都特么已经刷了2个多亿了。本来已经确定寂寞一根烟就是陈远，可现在又有些不敢确定了。主要烟总太好了，牛逼到有些不真实。陈远就算隐藏了身份，就算是个富二代，但也不像随随便便能刷2个亿的猛人啊，这太夸张了。李小玲、王文娟，包括室友曹景言、熊涛、周海泉等人也全都一脸懵逼，他们呆若木鸡地望着陈远，似乎若有所思。我明白了，难怪最近这么多妹子突然对老四表达好感，难怪他最近突然桃花运暴涨，就连校花赵玉琪都与他走得很近。原来小子的真实身份竟然是……熊涛一脸恍然大悟的模样，太牛逼了！你真的是烟总吗？老四，烟总可是我的偶像啊！这妖牛逼的神豪居然是我的室友！老曹同样一脸震惊。我终于明白了输在哪里了。如果你真的是烟总，好吧，我输得心服口服。周海泉叹了口气，他其实也发现了陈远最近的表现的确有些异常。烟总是那个微博热搜上给某女主播刷了1个亿礼物的烟总，这怎么可能？李小玲推开熊涛放在他身上的咸猪手，同样一脸震惊地看着陈远。7个人，7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孙瑞今天的这番问话，就是打算让陈远彻底摊牌。林书彤也想得到陈远亲口承认，他已经被黄俊凯欺骗过1次，不想再有第2次。陈远一开始的表情很淡定，可骤然露出一副同样震惊的目光。我去，你们脑子瓦塌了吧？竟然怀疑我是烟总？我特么像是可以给女主播打赏2个亿的人吗？要是有这么多钱，我自己买豪车、买别墅，难道就不香吗？干嘛要把这些钱用来刷礼物？我有病啊！就为了听一句老铁666？陈远翻了翻白眼，直接否认了他是烟总的事实。这个身份有些敏感，几个室友要是知道他这么好，以后都不知道该这么相处了，搞不好以后会让他天天请客吃饭。重点是陈远没有那么多钱天天请客吃饭啊，到时候让人觉得他对网上女主播可以一掷千金，可是对于同寝室3年的兄弟却有些抠抠索索，搞不好会怀疑他人品有问题。陈远当场否认，让林书彤目光呆滞。你不是烟总，你真的不是烟总？林书彤不可置信地看着陈远，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有些失落。我确定我不是烟总，我是陈远，一个普普通通的大3学生，就是前段时间家里拆迁了，所以手里头才有点小钱。不过我之前确实有些吹牛，其实家里面分的房子都是郊区的，一套房子也就几10万，10几套加起来有个300-500万吧。陈远摊了摊手，一副彻底摊牌的模样。小陈这话我相信，虽然他这段时间表现确实有些异常，但我和他同事有3年，他的性格我还是了解的。平时200块钱请客吃饭都舍不得，更别说给女主播打赏2个亿了。哈哈，我说你小子最近怎么突然有钱买名牌衣服了？原来是家里拆迁了呀，拆2代，牛逼！3个室友你一句，我一句，似乎还蛮开心的。可是林书彤和孙瑞却闻之色变，一个身价用1来计算的神豪，和一个才赔了几百万的拆2代，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谓云泥之别，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一个人对于另外一个人期待值过高，一旦发现他真实情况不是自己想象中那样后，就会瞬间失望，甚至产生厌恶。林书彤好感度1，林书彤好感度1，林书彤好感度1。就这样，陈远发现林书彤对他的好感度开始不断下降。不过短短几分钟时间，
好感度就已经下降到了70点，并且似乎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叮，该舔狗绑定对象林书彤，对宿主好感度下降至70点。一旦好感下降至0点，可自动解除绑定，宿主可选择重新绑定，亦或者不再绑定。还有这种操作，陈远有点懵，逆袭的对象居然还能解除绑定，而且还能绑定第2次，这尼玛是要把人虐到死去活来的节奏吗？还能这么玩？失望、绝望、逆袭，失望、绝望、逆袭，可以反复装逼打脸。我套你猴子，系统你也太邪恶了。不过林书彤的反应确实让他失望透顶。之前陈远对他态度冷漠，林书彤好感度也没有丝毫下降，可发现陈远不是神豪烟总后，态度立刻出现了变化，实在让人有些不理解。难道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就真的这么重要？换一句话来讲，陈远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身份，你林书彤觉得自己配得上吗？有钱人不也讲究个门当户对？为什么非要攀高枝？是偶像剧看多了，还是童话故事听多了？书彤，其实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我觉得你是诚心悔改的。你之前说过要倒追我3年，这句话真的让我很感动。我觉得陈远话还没说完，林书彤立刻将他给打断了。陈远，我现在还没想好，脑子里面有些乱，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第078严总，您订购的超跑已经送过来了。林书彤好感度1，林书彤好感度1，林书彤好感度1，当前好感度62点。陈远嘴角仿佛自嘲地笑了笑，他刚刚那句话其实只是试探，没想到林书彤还是一如既往的现实。果然狗改不了吃屎，一个人的3观品行根本不是1天2天或者1个月2个月能改掉的。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才是人性。之前看到林书彤可怜兮兮的模样，他甚至动过一丝恻隐之心，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也太绝情了。可是现在，去特么的爱情，你不是想要一次机会吗？刚刚已经给过你了，奈何你始终不珍惜，以后不要再说我没给过你机会。陈远冷哼一声，起身大步离去。他随手带上了 KTV 包房的门，只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林书彤、孙瑞、李小玲、王文娟、曹景言、周海泉、熊涛，4女3男，面面相觑，气氛逐渐冷了下来。小瑞瑞，我刚刚是不是做错了？今天把陈远约出来，这个机会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可是我怎么就说了那种话？我的心是真的好乱，好乱啊！林书彤有些抓狂道，他感觉真的自我矛盾。之前想尽一切办法要挽回，可当他真有机会挽回的时候，他却犹豫了。这尼玛就很那啥，感觉不对味，自己否定自己的决心。书彤，你没有做错，幸好今天我问清楚了，不然你就真陷进去了。你仔细想想，这段时间你整天脑子里面都是陈远这个人，你给他发信息他不回，你给他打电话他不接，你还给他送早餐，像一条舔狗一样围绕着他。你已经失去了自我，卑微的没有一丝尊严。这不是我认识的林书彤，你的骄傲去哪里了？你怎么反过来给陈远当舔狗了？孙瑞一连几个反问，问的林书彤心里也开始越来越不舒服。一想到陈远对自己不理不睬，自己都那样放下身段，放下一个女生的矜持去讨好他，他竟然还甩脸子给他看，简直过分。想到这里，他的脾气也上来了。小瑞瑞，你说的没错，是陈远不识抬举，以为家里拆迁了就可以看不起人吗？他既然不稀罕我，我还不稀罕他呢。家里赔了几百万，就真拿自己当富二代了。林书彤一脸气呼呼地说道，你知道就好，这才是我认识的书童。小瑞瑞，谢谢你替我问清楚陈远的真实情况，不然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林书彤感激地说了一句，觉得男人都是渣子，还是闺蜜情谊靠得住。可他并不知道，孙瑞根本不是替他问的，而是替自己问的，因为他也想知道神豪烟总究竟是不是陈远本人。如果得到确认，谁还管你什么闺蜜情谊？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陈远。表面闺蜜，塑料姐妹花而已，谁他妈替你真心考虑？你怕是在想屁吃吧？真觉得自己长得好看一点，就要以你为中心了？陈远走出 KTV 以后，他发现林书彤对他的好感度还在持续下降，虽然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每隔几分钟下降一点，可是照这个情况持续下去，60点的好感度似乎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但他无所谓，已经成功逆袭过的舔狗对象，就算好感度掉光了，奖励也不会扣除。既然没有惩罚，那就随便你怎么掉。等好感度降到0点以下，
彻底拉黑，永不再见。这一次，陈远的内心已经坚定如铁，他绝对不会对林书桐再有一丝一毫的恻隐之心。走出欢乐空间 KTV， 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4点钟了。这时，熊涛给他发来一条信息：远哥，没事吧？看开点。林书桐拒绝你，不是还有徐乐乐和赵玉琪吗？男人就应该胸怀天下，哪能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呢？没事，我今天刚好去高中同学聚会，也不用找其他借口离开，刚刚好。陈远编辑信息回了过去。刚刚发完这条信息，已经好几天没怎么联系的车皇突然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过来：燕总，您订购的法拉利拉法已经运输过来了，现在刚刚下了高速，还有2个小时就能送到汉城。听到这条语音消息，陈远顿时一懵，他没想到车皇办事效率这么高，这才几天时间就已经将价值2000多万的超跑给运输过来了。本来这辆超跑他是准备送给赵玉琪当生日礼物的，可现在距离赵玉琪过生日还差几天，如果赵玉琪不签收的话，那送给谁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没有舔狗绑定对象签收的礼物，他是动用不了舔狗金的。不过以燕总的牌面，晚几天付钱应该没啥大不了的吧？那行吧，你让人送过来，等一下我给你发个定位。陈远编辑好信息给车皇发了过去。OK， 我将托运师傅的电话给您吧，到时候您有任何吩咐直接交代就是。车皇也很爽快，完全不提钱的事情。这辆顶级超跑燕总订购的时候没有花过1毛钱定金，不过燕总的牌面就不止1个亿了，怎么可能会缺他这点小钱？所以他完全不急，人家给女主播刷礼物都能刷2个亿，买你个2000多万的豪车算个啥？对于这样的神豪大佬，自然要有最顶级的服务，给大佬留下良好的印象才是重中之重。以燕总的身份，买车肯定不止买1辆，豪车在他眼中就跟玩具似的。搞好关系，以后的生意是源源不断的，要用发展性的思维去做生意，这才是成功之道。陈远一边给车皇发信息，一边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去九州饭店。好的，请系好安全带。今天市区的路况有些不好，原本从欢乐空间 KTV 打车去九州饭店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可是因为市中心堵车，差不多用了40-50分钟。这时刘文哲给陈远打了个电话：喂，小陈，你到了没有啊？我已经到九州饭店了，马上到，我刚下车。第79同学聚会。陈远挂了电话，从出租车上走下来。这时一辆蓝色玛莎拉蒂拉风无比的停在了九州大饭店门口，一个长相斯文干净的男子潇洒自如的将车钥匙丢给门口的保安：麻烦帮忙把车停一下，这是小费。李云涛丢出一把车钥匙，顺带递出了一张100元大钞。保安闻言立刻一脸欣喜的接过：老板大气。李云涛霸气十足，刚好又在门口发现了熟人，所以顺带装了个逼：刘文哲，你怎么还站在门口呢？我已经订好位置了，你跟着前台服务员去520包间就行。李云涛一脸熟络的说道：我等陈远一起，他应该马上也到了。刘文哲语气平淡的回答。如果是以前，他看着李云涛开着玛莎拉蒂肯定羡慕不已，不过现在他可是连2600万科尼赛格都开过的人，你这玛莎拉蒂总裁也才140万左右，没啥值得炫耀的，也就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马马虎虎，随随便便。陈远，说起陈远，李云涛就想笑，这个屌丝还是一如既往的废物。中午碰到他的时候，这小子约出来的妹子居然主动加他微信，这尼玛就很搞笑。屌丝终究是个屌丝，一点都不认清自己，总想着泡高分妹子，这不扯淡吗？你不当舔狗，谁当舔狗？卧槽，涛哥，你居然开着玛莎拉蒂，这也太牛逼了吧！一个同样打车过来的女生一脸震惊地说道：王小慧，是你啊！1年没见，你好像长漂亮了。什么漂亮不漂亮，只是会化妆打扮了而已，和你的女神肖若愚比不了。王小慧打趣道。这时候保安已经将玛莎拉蒂停在了酒店专用停车位上，并且将车钥匙归还给李云涛。咦，那人是谁？看上去很眼熟的样子。王小慧指着一个穿着拼多多 A 货的体恤男子：他不就是陈远吗？你不认识了？卧槽，他是陈远，好像长帅了呀，身材也高大了不少。高中毕业3年，他可是一次同学聚会都没参加过，没想到这次居然来了。王小慧惊奇道。不过片刻之间，陈远已经走到了他们跟前。小陈，
你今天的造型有点草率啊，怎么穿着 T 恤裤衩就过来了？刘文哲问。不碍事，同学聚会而已，又不是见什么重要的领导，随意一点就好。陈远拍了拍刘文哲的肩膀，二人勾肩搭背，形同一对基友。你不知道肖若雨今天要过来吗？就不能搞得调一点？刘文哲在陈远耳旁小声说道。我觉得这样就很调了呀。没关系，要是长得帅就能让肖若雨喜欢。李云涛不早拿下了？陈远摇了摇头，虽然很不想承认，但李云涛真的长得比他帅那么一丢丢。陈远最多算个班草级别的长相，可李云涛的长相在很多女生眼中已经是校草级别。他文质彬彬，皮肤很白，气质儒雅，穿着白衬衣，有种小鲜肉学长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受韩流文化以及偶像肥皂剧的影响，现在的妹子大多喜欢白白嫩嫩的男生，李云涛刚好就是这种类型。如果拍偶像剧，陈远长得像男二，李云涛长得像男一，这就是区别。虽然这个男二颜值也很耐打，但第一印象就是没有李云涛受欢迎，就很气。再加上李云涛身份、家世，连上的学校都要比陈远好，陈远与他相比，就显得更加没有存在感了。不过他不急，这才刚刚开始，就让你尽情的装会儿逼。你不是喜欢当逼王吗？小爷就给你这个机会，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很快，李云涛、王小慧、陈远、刘文哲四人几乎是一前一后的走进了酒店包厢。这个包厢很大，很豪华，足以容纳20-30人。虽然他们高中一个班有50-60个人，但每次同学聚会能够聚齐10几个就不错了。有些去了不同的城市，有些干脆就没读书了，还有些上了大专，各奔东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人甚至连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仿佛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之中。这一次听说肖若雨会来，所以才聚集了20多个人，其中男生占60%，女生占40%。陈远走进包厢的时候，里面已经到了13个人，都是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熟悉是因为这些都是他高中3年的同班同学，一见面就有一股自然亲切的感觉。陌生是因为3年没见，模样变化有些大，有几个人他甚至已经叫不出名字了。叫不出名字的是以前在班上就没什么存在感的人。我去，副班长，你可终于来了，我可是听说你现在都是开上玛莎拉蒂的人了，牛逼啊！一个尖嘴猴腮的男生刚见到李云涛，立刻拍马屁道。陈远记得他叫王伟，是以前在班上最喜欢研究岛国艺术电影的男生之一。别，我又不是自己赚的钱，没啥好炫耀的。李云涛一脸谦虚地摆了摆手，说完将玛莎拉蒂的车钥匙丢在了餐桌上，十分显眼。他还掏出一盒中华烟，开始散烟。有的同学抽烟，有的同学不抽烟。男生见面发烟，开始吹牛打屁；女生见面开始聊化妆品、衣服、包包、口红、发型、指甲等等之类的话题，要么就是叙旧，以前怎么，谁在班主任的茶杯里面放过粉笔灰，某把数学老师自行车的气给放了，半夜睡不着觉，翻院墙出去网吧包夜，然后被狗咬。说起来就很有画面感了，好像是挺怀念的，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接着按照正常的套路，从过去聊到了现在。说起现在，这就是某些人开始装逼的主场了。虽然还没毕业，但总得聊聊以后的发展方向。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如今就业行情怎么样？将来要买房买车，怎么样才能在大城市里面立足？是考研，还是上班工作？是去公司上班，还是自己创业？都快大4了，每个同学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焦虑。D080太真实了。这里面让人最羡慕的就是李云涛，他家里面有别墅，有豪车，母亲创办的教育机构，每年盈利都在增长，估计要不了2年就资产过亿。他父亲人脉圈子更广，本身就是教育局领导，之前还当过校长，可谓桃李满天下。这样的人脉背景，李云涛啥都不用做，就已经站在了很多人奋斗一生的终点上。在高中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这个意识，并不会因为你家庭背景好就对你格外讨好。可现在不一样了，都20大几的人了，马上要踏入社会，也该明白人脉圈子的重要性。所以围着李云涛的人有很多，各种吹捧，各种马屁，各种跪舔，听着就让人觉得尴尬和虚伪。当然也有不合群的，三两两散落在包厢的其他角落，自己坐在一旁玩手机。比如陈远和刘文哲。小陈，我发现李云涛这家伙是越来越膨胀了，不就开个破玛莎，有啥了不起的？你要不把科尼赛格借过来，狠狠地装一回逼。
刘文哲提议道：“没必要，老借别人的车也没啥意思。等以后赚了钱，咱们自己买辆车。”陈远摇了摇头，借车装逼，这种操作他已经觉得有些 low 了，不符合燕总的气质和身份。对了，上回的情况我还没问清楚呢，你怎么会认识那么多富二代？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刘文哲狐疑道。虽然上了大学之后，一起玩的时间越来越少，可基本每隔1-2个月，刘文哲都会找陈远喝酒聚聚，然后谈谈人生，谈谈理想，谈谈妹子。可自从上次陈远在他面前展露出无比强大的人脉圈子之后，刘文哲震惊了。2个月没见，陈远已经让他彻底琢磨不透。我本来就是富二代啊，不装了，摊牌了，不想再低调下去了。陈远打趣道：“你就吹吧。”刘文哲一脸不信，正准备继续询问，这时又有几个同学推门走了进来，一共4个女生。第一个走进来的是廖佳，她当目光触碰到刘文哲的第一眼，立刻低下了头，表情极其不自然。刘文哲同样一脸复杂之色。第二个走进来的是班长金梦颖，这是一个很爱笑的女生，虽然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性格大大咧咧，笑起来很有亲和力，和班上同学的关系都很好。这次聚会就是她组织的。第3个女生陈远已经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她同样长得很好看，打扮很时尚，颜值与廖佳相比也完全不逊色。陈远对她完全没有印象，但感觉她好像整过容。班长，这位美女是谁啊？好像不是我们班的吧？尖嘴猴腮的王伟第一个询问道。谁说不是我们班的？刘文啊，你们不认识了吗？噗，刘文，他是刘文。刘文不是200斤大胖子吗？卧槽，你真的是刘文？坦克刘文居然变身美少女了，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刘文以前还追过我呢，感觉有点血亏啊。包厢里面的男生一个个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就连其他女生也是一脸懵逼，似乎谁也没想到，曾经在班上最遭人嫌弃的胖子刘文，减肥成功之后竟然是个美女，颜值几乎都达到8分水准了。这形象逆转实在太过惊人，连陈远都差点震惊了。这时最后一个女生终于推门走进了520包厢，当她出场的一瞬间，全班男生顿时呼吸一滞，气氛莫名变得紧张起来。原本廖佳和刘文已经算美女了，可在这个女生面前，似乎3000粉黛毫无颜色。只见她眉如远山，清丽脱俗，仿佛古老传说中走出来的一位仙子。她目若秋水，仙姿玉色，会钟灵俊秀之气，秀外慧中。她与普通的网红脸不同，你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足以让你印象深刻。没见过肖若雨之前，你可能都不知道，原来现实生活中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恐怕也只有这样的句子才能形容肖若雨的气质。陈远从来没有给一个女人打过9分以上的高分，就算是校花赵玉琪，就算是100万人气主播许一涵，也仅仅只有8点几分而已。可是肖若雨真的可以打9分以上。毫不夸张地说，他们高中一个班有30个男生，貌似有29个是暗恋肖若雨的，还有一个可能性取向有问题。当年肖若雨就很漂亮了，不化妆不打扮，素颜也能风靡全校，而现在居然更加漂亮，一出场秒杀全场。在场所有女生都觉得在肖若雨炙热的光芒之下，她们就显得很普通，仿佛一群丑小鸭里面进来了一只白天鹅，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很怯。若雨，你终于来了，好几年不见，你更加漂亮了。一向自信优雅的李云涛李大公子，在肖若雨出现的一瞬间，竟然也露出了一丝少有的紧张。是啊，我之前企鹅号背到了，都没留下大家的联系方式，很抱歉啊。肖若雨客气的回答。这时，在人群中没什么人注意的陈远，居然站了起来，他迈着坚定不移的步伐，朝着肖若雨走去。肖若雨同学，3年不见，都快彻底失联了，加个微信吧，免得以后又找不到你人了。陈远大大方方的开口索要联系方式，似乎完全没有把李云涛放在眼里。叮，舔狗行动开启。姓名肖若雨，年龄21岁，身高166厘米，体重46千克，颜值9.2分。该女生对宿主好感度0点，当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超过95点，则逆袭成功。身份转换，对方会变成宿主舔狗。逆袭完成，奖励10%消费舔狗金，奖励强化点35点，强化点可强化宿主身体属性，包括体质、力量、
敏捷、精神。奖励技能：英语、法语、俄语、韩语4国语言。定，系统绑定成功。在系统绑定之前，陈远内心有过一丝期待，他期待萧若雨能对他有不错的好感度。当年他虽然没有表白，但至少有过付出。他曾为了萧若雨打架，也在路上偷偷跟随她回家，一路保护她。说句心里话，他做的这些，其实很希望能被萧若雨看到。可显然，现实是残酷的。萧若雨看他的眼神，仿佛对他根本没什么印象。在女神眼中，他从头到尾都只是个路人甲而已。太真实了。第081来自廖家的指责：同学，你是陈远，你不记得了吗？我以前坐你后面来着。啊，陈远，是你啊，我想起来了。萧若雨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他似乎真的想起了陈远这个人。当然，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起来了，就不得而知了。陈远心里面有些难受，有些心酸。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在萧若雨心中，他从未有过任何存在感。即使他曾经默默付出过很多，可这些又和萧若雨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极为优秀的女生，凭什么要在乎一个普通的男生？追求她，暗恋她，给她写过情书的男同学，不知道有多少。你陈远算个什么东西？既然你这么普通，又有什么资格让人另眼相看？想通了其中的道理，陈远很快摆正心态。以前他是小透明，可现在他要当人群中最靓的仔。你扫我吧。陈远也不客套，直接掏出手机，打开了微信二维码。好的。萧若雨点了点头，拿出手机扫了一下，他也没拒绝，主要拒绝高中同学添加微信，怎么也说不过去。李云涛看着萧若雨真的加了陈远的微信，心情很不爽。你特么一个路人甲，一个舔狗屌丝，不在一边凉快，跑在女神面前刷什么存在感呢？操你大爷的，还特么贼心不死呢！就你这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李云涛心里疯狂咒骂，可表面依然温文尔雅，风度翩翩。陈远，你去叫服务员上菜吧，顺便去外面买几副扑克牌，哥几个无聊的可以打打牌。李云涛大手一挥，颐指气使地说道。他吩咐陈远做事，就仿佛吩咐一个小弟。桌上不是有扑克牌吗？陈远指了指桌上一副崭新的扑克，让你买就去买，废什么话，就一副牌，这么多人怎么玩？咱们又不是来打牌的。陈远不为所动。你小子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敢吩咐你爷爷我做事，我特么给你脸了。陈远，我说你小子怎么越来越杠精了？人家涛总让你去买2副牌，你买就完了呗，是不是没钱啊？要不我给你20块，逼逼赖赖干啥呢？王伟突然插嘴道。咦，原来他是陈远啊，刚才都没认出来。我听一个湖大的朋友说过，陈远这家伙好像在他们学校还有点名气。陈远这样牛逼的吗？呵呵，不过是当舔狗当出了名。你们不知道，这家伙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追一个女生，追了3年都没追到。为了给人买苹果手机，买名牌包包，他自己生活费不够用，就经常找刘文哲借钱。为了这件事情，我跟刘文哲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要不是因为陈远，我和文哲也许根本就不会分手。廖家突然眼眶通红地说道。他因为自己贪慕虚荣，被人骗炮，主动分手，现在不敢怪刘文哲，居然把矛头指向了陈远。卧槽，大姐，你讲讲道理行不？你特么和刘文哲分手，跟我找他借钱有1毛钱关系吗？而且老子什么时候经常借了？总共也就借过3回。刘文哲自己1个月生活费2000，给你1200，只有3个月没给，你就记在心里了。陈远也是醉了，廖家这番话瞬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场所有老同学一个个面面相觑，无论男生女生，看陈远的眼神都带着一丝鄙夷之色。萧若雨好感度5，萧若雨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10点。廖家，你干啥呢？为什么这么说陈远？他又没得罪你，咱们分手是咱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要老是怪别人好不好？自己做了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刘文哲立刻站出来解释，可似乎旁人已经听不进去了，特别是那些女生。刘文哲，你怎么现在也变了？我记得你当初追佳佳的时候，不知道有多殷勤，多体贴，怎么现在分手了，就这样一副态度？难道你们男人都这样，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了吗？看来你也是个渣男。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女生当场骂道。噗！刘文哲听到这话，差点喷出一口老血。我特么被绿了，廖家提的分手，这也怪我喽。思思，你别这样说文哲，其实文哲对我挺好的，
都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所以才让文哲伤了心。上个月陈远找文哲借钱，我因为不同意，就跟他吵了一架。廖家说话说一半，留一半，他甚至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陈远的错。如果陈远不找刘文哲借钱，他们就不会吵架；如果不吵架，他也不会一时糊涂就想甩了刘文哲。如果没这个想法，就不会认识马凯这个骗炮的人渣。那么刘文哲依然会对他千依百顺。所以归根结底就是陈远的错，刘文哲只是交友不慎而已。廖家这番话更加让人误会了。陈远，我知道你和刘文哲关系好，可你也不能因为关系好就影响人家男女朋友的感情啊。王伟说道。妈的，我这辈子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人，借兄弟钱去泡妞，还他妈泡不到。没钱你瞎折腾个什么劲？买不起贵重礼物就不要去装那个逼，当舔狗也就罢了，还连累兄弟。算了，不说了，这种人已经没皮没脸了。一波波嘲讽，一波波议论，让现场气氛极为尴尬。其中嘲讽最凶的就是刚才吹捧李云涛的几个马屁精，他们几乎是当着陈远的面在讥笑，已经丝毫不讲同学情面了。陈远，我说你也是，如果你真的缺钱，可以找我呀，干嘛要去为难刘文哲呢？还害得人家小两口闹矛盾。李云涛一副很讲义气的样子，似乎真有同学遇到困难，他都很愿意慷慨解囊。看着陈远被廖家指责，被同学嘲讽，被女生鄙夷，李云涛心中畅快无比。今天这波装逼打脸简直完美，利用陈远的卑劣来衬托他李大公子的高尚，而且还当着肖若雨的面，简直不要太爽。让你小子不老实，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第082，燕总发话了。这时在一旁忍耐许久的刘文哲真的看不下去了。廖家，你够了，你真的够了。为什么你犯了错，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一味的推卸责任？以前我宠着你，爱着你，就算明明是你犯了错，我也不会硬拉着你讲道理。你说你不喜欢听大道理，好，我不讲大道理，我主动给你道歉，我主动去哄你。无论是谁的错，都是我先低头，因为我是个男人。我以为你会理解我的大度，我以为你会明白我一直在让着你，可最后你竟然真的觉得是我错了，是你的步步紧逼让我没了一个男人的原则和底线。我承认我犯贱，可是之前是你提出的分手，也是你先背叛了我。小陈找我借钱不是咱们吵架的理由，而且他也不是不还，是你贪得无厌，是你利欲熏心。你凭什么说我兄弟的坏话？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最后一句话刘文哲几乎是吼出来的。这段时间他过得十分压抑，上次分手他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开着科尼赛格离开了，可心中总有些郁闷之气，不吐不快。这一次刘文哲终于把心里话给吼了出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老实人就活该被欺负吗？你他妈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刘文哲，你……廖家懵了。刘文哲从来没有吼过他，从来没有过，而现在居然为了一个陈远骂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感觉到曾经对他百依百顺的刘文哲真的消失不见了，似乎再也无法挽回。老刘以前不是这个脾气啊，他性子挺温和的一个人，莫非廖家真做了什么对不起老刘的事？刘文哲是条汉子，为了兄弟连女人都不要了。可是陈远这家伙真的值得别人拿他当兄弟吗？陈远同样十分意外地看了刘文哲一眼，没想到这家伙今天这么刚，竟然当场跟廖家翻脸，不愧是10几年的真兄弟，统一战线没毛病。这波情谊记下了，算了算了，一人少说2句。今天咱们不聊其他事情，也不谈私人感情问题，大家伙好不容易聚一次，别把气氛搞得这么僵硬。班长金梦颖站出来说话了，他是个情商挺高的人，和每一个同学几乎都能打成一片，有他出面，包厢里面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一点。云涛，听说你最近挺不错的呀，好像在拍抖音短视频。金梦颖突然问道。马马虎虎吧，我平常除了上课学习，空余时间也会做一些兼职视频拍摄，做了大概半年多吧，有个200多万的粉丝数量。李云涛一脸微笑的看了肖若雨一眼，自动开启装逼模式。本来这种事情他也不好意思自吹自擂，不然会有种强行装逼的嫌疑。可金梦颖既然问他，这个逼装的也就顺其自然了。都有这么多的粉丝了啊，我还以为你刚开始玩，这么多粉丝应该能赚不少钱吧。金梦颖继续问道。也不多，每个月也就赚个10几万，就当是零花钱了。虽然家里面可以给我支持，但作为一个男人总不能一直啃老不是，而且我对教育行业是真的不感兴趣。
后期我打算自己开个自媒体工作室，然后慢慢做成传媒公司那样的规模，拍摄电影电视剧啥的。李云涛开始高谈阔论，疯狂装逼。他自曝收入，让在场大多数同学眼睛都瞪直了，特别是女同学，好几个看李云涛的眼神明显已经芳心暗动，其中还包括了廖家。在场的老同学中，有不少人对于自己的未来是迷茫的，他们毕业后甚至连5000块钱1个月的工作都不一定找得到。可看看人家李云涛，本身富二代不说，自己拍短视频搞直播，竟然1个月也能挣10几万。他才大3啊，人比人，气死人。涛总，不说了，以后跟你混了，你以后开了公司可一定要记得小弟我啊。王伟殷勤地说道。好说好说，都是同学，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李云涛逼气四溢，渐入佳境。他感觉肖若雨看他的眼神都有几分刮目相看，果然只有事业成功的男人才最容易吸引女神的注意。光顶着富二代的名头还不行，还得有自己的事业。仅仅只会花家里钱的富二代，那就是个败家子。能有自己事业的富二代，才是真正有逼格的青年才俊。两者之间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快，服务员上菜了，20几个同学坐在了一个长10米、宽1.6米的长方形桌子上，所有人一起上桌吃饭，也并不会觉得拥挤。陈远的心态很好，而且很有胃口，他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刚刚被人冷嘲热讽，现在居然跟个没事人一样，胡吃海喝。这尼玛但凡要点脸，估计也吃不下去。可陈远呢？他将所有人的鄙视和讥讽都彻底无视了，厚颜无耻到足以令人发指。小陈，你没事吧？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咱们走就是了。刘文哲凑过来小声问道。没事，我先发个消息。陈远摆了摆手，他点开微信汉城2代群。这几天时间，汉城2代群里面似乎又添加了不少人，都是被朋友带进来。群里面的规模已经扩张到了34人，主要每个2代都有不同的圈子。他们装逼的时候会说自己和烟总是一个群的，并且群主就是烟总本人，然后就有人想要加群了。烟总如今的名头和牌面是毋庸置疑的。陈远以群主的身份艾特所有人，然后发出来一条信息：老子要装逼，9州大饭店集合。这条消息刚刚发出，顿时整个2代群都炸了。卧槽，烟总大召唤了，妈的，到底是哪个不开眼的狗东西，竟敢得罪烟总？9州大饭店吗？等一等，我特么就在附近，20分钟就能杀到。吼吼吼，兄弟们，赶紧亮家伙！烟总发话了，牌面不能小。D083甜美的微笑。发完信息，陈远继续吃东西。李云涛坐在主位中间，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已经有了一副领导架势。涛总，来，我敬你一杯。咱们班发展最好的就是你了，还没毕业就能月入10几万，也只有涛总才有这种实力。云涛以前就是咱们学校的校草，现在威风不减当年啊，太牛逼了。涛总长得帅，家世好，自己又有能力，本身又是985高材生，各方面都十分完美啊。廖家闺蜜顾思思一脸娇羞着说道，要不是知道李云涛喜欢的是肖若雨，她早就忍不住投怀送抱了。想到李云涛如今这样牛逼，众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汇聚到肖若雨身上。她当年可是拒绝过李云涛的，不知道现在后悔了没有。但肖若雨从始至终都很淡定，并没有因为李云涛月入10几万就感到震惊。她的淡定也不是装出来的。当你见过月入100万、月入1000万，甚至自己打造10几亿上市集团的牛逼人物之后，自然会觉得月入10几万真的很一般。眼界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和高度，圈子不一样，自然接触的人也不一样。肖若雨本身家庭环境就不一般，她还精通5国语言，自然接触过一些十分优秀的人物。大2的时候，她还去英国做过1年的交换生，世界名校、海归精英、大佬聚会，她也不是没参加过。李云涛也就只能在同学面前装装逼，真要拉出去比，光是汉城比他优秀的年轻人就不下于4位数。肖若雨自然无需对他另眼相看。喝了点酒，李云涛已经有些飘了。若雨，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你。李云涛正准备来一波抒情表白，可没想到坐在角落里面，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突然兴奋地说道：卧槽，小米儿来9州饭店吃饭了，他还开着直播呢。眼镜男叫张超，是个肥宅。刚才吃饭的时候，他依然忍不住盯着手机看女主播，是个不怎么合群的人。小米儿，
是鲨鱼第1武姬小米儿吗？她真来汉城了。有男生惊奇道：那可不，你不知道小米儿现在人气到底有多高。昨天晚上燕总给她刷了1万多个超火呢，她现在人气已经爆炸了。到了今天热度依然不减，有500多万呢。走走走，赶紧去围观一波，我也是小米儿的粉丝，搞不好能要一张合照。有男生起哄道：我不是小米儿的粉丝，我是燕总的粉丝，燕总才是真的牛逼啊。你们可能不知道，燕总目前就在汉城，他是一个顶级富二代群里面的群主。就在昨天，我一个兄弟还跟我提过，有机会把我也拉到这个群里面，说不定到时候能约燕总出来一起吃饭。李云涛继续开始吹牛逼，强行给自己脸上贴金。听到这话，陈远差点就喷饭了。我操你大爷的，你他妈借我名头装逼，燕总本尊就坐你面前，你不尴尬吗？陈远有些好笑的瞥了李云涛一眼，不过他确实没想到小米儿会来九州饭店吃饭，还开了户外直播。涛总牛逼啊，你要真能和燕总一起吃饭，那可算是打入神豪圈子，一步踏入上流社会了。王伟羡慕道：燕总能够在各大直播平台打赏2、3亿的礼物，估计这位大佬的身价至少也是100亿级别的。一群同学议论纷纷，李云涛觉得自己的逼格又得到了几分提升。陈远在想，和我吃饭就算踏入上流社会了吗？原来踏入上流社会的标准就是这样的。他之前还想过该怎么混入传说中的上流社会，原来我特么在别人眼中就是上流社会，没啥毛病。走走走，另外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这个主播小米儿其实我认识，之前在魔都出席一次活动的时候，我和他见过一面，都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算得上同行。李云涛嘴角露出了迷人自信的微笑，今天的运气真的太好了。他在鲨鱼平台认识的大主播其实并不多，不过小米儿刚好是其中一位，现在恰巧碰到了这位鲨鱼第1武姬，这不是给自己长面子的机会吗？今天就让你们这些屌丝舔狗看看，老子的人脉到底有多强，老子认识的人到底有多牛逼。就这样，一群男生女生全都看热闹的一般冲出了520包厢。到了酒店大厅，他们果然看到了一个穿着时尚性感、身材曼妙婀娜，大概1.7米左右女生。这女生手上还拿着一个自拍杆，长得确实很漂亮。她身高要比肖若雨高一点，但样貌气质比肖若雨稍微逊色一筹，但同样也能算得上顶级美女。另外加分的是她的身份，鲨鱼超人气女主播，拥有数百万宅男粉丝，而且经过了燕总几波千万级巨额打赏造势之后，她的粉丝量快要突破1000万。小米儿已经开始成为现象级顶级女主播了。鲨鱼平台的现象级女主播以前也就冯小莫，现在也就小团团而已，可见这段时间她的人气提升有多快。小米儿，我能和你拍一张合照吗？我是你的粉丝，我有你7级粉丝牌子。张超一脸兴奋地跑过去问道，他神情扭捏，有些紧张。好啊，小米儿微微一笑，大方同意。一般高人气主播在户外直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粉丝合照的要求，他早就见怪不怪了。谢谢你，小米儿，我会继续支持你的，回头我就给你刷飞机。张超信誓旦旦地说道。那就谢谢粉丝大大的飞机了。哈哈，小米儿哈哈一笑，表现出很有亲和力的样子。直播的时候对于粉丝的态度一定要好，不然立马会被喷。小米儿，我也是你的粉丝，虽然我没有你的粉丝牌子，但我回头一定给你补办一张。我能和你合照吗？可以的。就这样，一群男同学兴奋地围着小米儿拍照。李云涛微微一笑，他双手插兜，迈着淡定自若的步伐朝着小米儿走了过去。他正准备打招呼，小米儿却看到了一个让他极为惊喜的男人，顿时露出了甜美羞涩的微笑。李云涛还以为小米儿在看自己。第084，卧槽，这是法拉利拉法吗？小米儿，你好。李云涛伸手打了一个招呼，露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笑容。可是小米儿从他身旁走了过去，仿佛根本就没看到他这个人。无视，赤裸裸的无视。李云涛表情僵硬了，感觉脸上的面子有点挂不住。刚刚还在所有同学面前吹牛逼，说他认识小米儿，可现在人家当他是个空气，这就有点尴尬。他立刻回头追了上去，想要强行挽回面子，可随即他就发现小米儿走到了陈远跟前，还露出了一副娇羞可爱的模样。陈远哥哥，我今天原本还想约你一起出来吃饭的，可是又怕你忙，没时间。没想到咱们竟然碰巧遇到了，真是太有缘分了。小米儿语气娇滴滴地说道，一听就是在撒娇。他看陈远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男神，那眼神中所蕴含的崇拜与敬佩完全不像装出来的。
李云涛懵了，当场沙雕了。他有点搞不清状况，小米儿是什么样的存在？几百万人气的大主播，拥有宅男女神之称，是无数舔狗、屌丝、肥仔心目中的梦中情人。而陈远只是一个垃圾，一个废物，一个泡妞都要找兄弟借钱，并且还泡不上的舔狗。就这样的渣渣，居然能让鲨鱼第一武技宅男女神小米儿露出这般娇羞模样。卧槽，什么情况？现场懵逼的不仅仅只是李云涛，还有李伟、廖家、顾思思、金梦颖、刘雯等人，甚至连肖若雨原本毫不在意的目光中也露出一抹异色。这个陈远难道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吗？确实挺巧的，我高中同学今天在这里聚会，没想到你跑这儿直播来了。陈远微笑着摊了摊手，这些都是你高中同学吗？怎么不早说啊？陈远，你是怎么认识小米儿的？李云涛突然插话道，我也是他的粉丝啊，昨天他来汉城的时候，我就在机场，因为缘分，所以聊了很多，还顺带吃了个饭。陈远语气平铺直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仿佛在叙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实际上这种事情在他眼里确实很平常，也并不需要过多的去炫耀。可这话听在李云涛耳朵里，他就觉得陈远在装逼，一个屌丝而已，碰巧和大主播吃了顿饭，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觉得自己可以在他李大公子面前装逼了。你怕是有点认不清自己了。原来是这样，米儿，咱们之前在魔都见过的二次元漫展那次。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有点眼熟。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噗！听到这话，李云涛差点喷出一口老血。本来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强大人脉，可谁知道人家小米儿根本就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这就有点拉闸了。还有这么多同学看着呢，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哈哈，小米儿你真幽默。李云涛机智地打了个圆场，稍微缓和了一下尴尬的气氛。涛总，现在饭也吃完了，时间还早，咱们不如去唱歌吧。李伟突然提议道，一般同学聚会也都是这个流程，吃完饭就去唱歌，然后在 KTV 里面吼到凌晨1、2点，喝酒、聊天、嗑瓜子，借着朦胧的灯光，让原本已经有些陌生的感觉迅速升温。有那么1、2对男女可能会互相看对眼，或者旧情复燃，之后干柴烈火，发生点难以描述的事情，这才是让人期待的节奏。不止男生这么想，可能有些女生也是这么想的。毕竟青春即将逝去，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年轻的时候不放纵，老了你还放纵个屁。好啊，走起走起，从这里去欢乐空间也就20分钟路程，咱们一会儿到欢乐空间门口集合吧。我是开着车过来的，应该能坐3、4个人。若雨，要不你坐我车吧？李云涛转头对着肖若雨问道。肖若雨没有拒绝，轻轻的点了点头。班长、顾思思、廖家，你们也坐我车吧。后面坐3个人，应该也不算挤。李云涛开的玛莎拉蒂，并不是只有2个座位的跑车，而是拥有4个座位的豪华轿车。跑车只是拉风，轿车一般情况下比跑车更加实用。后排稍微挤一挤，坐3个人确实没啥问题。小米儿在陈远身后静静的看着，他一眼就能看出，这群人似乎根本不知道陈远的真实身份，否则哪里轮得到一个啥也不是的李云涛在这里发号施令。可陈远既然没有拆穿，小米儿也不好多说什么。燕总大大还是全场震惊，只见率先出场的是一辆兰博基尼大牛，然后紧跟着的就是兰博基尼小牛，随后保时捷911、法拉利488、阿士顿马丁、迈巴赫、迈凯伦、宾利、劳斯莱斯幻影等等豪车纷纷登场，甚至还有一台科尼赛格。这些豪车全都方向一致的朝着九州大饭店行驶而来，气势汹汹，霸道无比，路边行人无不惊叹。一眼望去，竟然有30多辆豪车，每一辆豪车都不比李云涛的玛莎拉蒂总裁逊色，画面感简直炸裂，气氛压抑的令人窒息，全场一片死寂。整个九州大饭店的所有工作人员无不心中狂颤，这排场吓人。不一会儿，30多辆豪车全都停在了九州大饭店门口，将整个饭店的停车场都给围了起来。一位戴着墨镜的青年男子率先从科尼赛格上走了下来，然后就是一个白毛男子走下了兰博基尼大牛，后面一群富二代纷纷下车，他们齐刷刷的朝着陈远身边走去。呵呵，还是这群人，换汤不换药，连人都不换一批，太敷衍了。这个戴墨镜叼牙签的青年，我上次就见过了，那辆科尼赛格不就是上次借给刘文哲的车？
廖家继续嘲讽，满脸鄙夷。他也没见过什么世面，虽然同样被眼前的排场给震惊，可他心中已经认定了这是一群演员，不管有多大的排场，那都是假的。闭嘴，你个沙雕东西，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是张浩天，张家大少，龙江地产，就是他家的。李云涛立刻翻脸，对着廖家一顿训斥。这可是张家大少啊，他做梦都想攀关系，走进个顶级富二代圈子，可惜人家根本不带他玩。还有白麒麟白家大少，也同样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人家老爸可是大米手机的股东，简直吊炸天。张少白是何等身份？人家这样的气势排场，是演员能演出来的吗？你特么脑子里面装的都是屎吧！龙江地产，廖家当场傻眼了。龙江地产的名头，汉城谁不知道？别说只是汉城，就算全省都是有名的大企业。廖家自然也听过龙江地产的名头，他甚至还想过，等以后赚了钱，要在龙江地产旗下买一套房子。可现在，李云涛告诉他，这墨镜男竟然是龙江地产的少东家，什么鬼？廖家人都傻了。李云涛自然没必要骗他，那就说明这群人不是演员。可为什么这样的顶级大少会给刘文哲借车？刘文哲有资格进入这样的圈子吗？就在廖家当场懵逼，脑子已经凌乱的时候，这位传说中的张家大少仿佛一个小弟一般，小跑到陈远跟前，态度恭敬地喊道：远少好，远少好，远少好！30多个富二代此起彼伏地喊道。这一刻，全场石化，所有人呼吸一滞，几乎倒吸一口凉气，空气仿佛被凝结。李云涛震惊了，顾思思震惊了，金梦颖震惊了，所有老同学集体震惊了，就连九州饭店所有围观人员也纷纷震颤。夸张，吓人！30多个富二代，里面包括了龙江地产少东家、大米股东之子，还有各种背景惊人的二代狂人，竟然集体给陈远问好。尼玛，头皮发麻！此刻，就连一向淡定如水的萧若雨，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惊愕之色。龙江地产的少东家，他也在一次高档酒会中见过一次，对方桀骜不驯的脾气是出了名的。这样的顶级大少，就连他也不一定有自信能高攀上。而且张浩天已经有女朋友了，对方是香果集团的千金，香果网市值接近100亿，和张家也算门当户对。这样的顶级大少，还是出了名的臭脾气，居然会给陈远问好。那么陈远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不敢想象，无法想象，元首陈远竟然如此牛逼。班长金梦颖语气颤抖着说道，刚才嘲讽过陈远的同学，比如李伟等人，现在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丢人。刚才他们嘲讽陈远是个废物、舔狗、屌丝，如果这样都算舔狗屌丝，那他们算什么？请问你们是个啥？李云涛脸已经绿了，他真的没想到陈远会有这样的实力，能让张家大少都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元首。一想到自己刚才在包厢里面吹牛逼，还当着陈远的面炫耀他一个月能赚10几万块钱，就很尴尬。之前装逼装的飞起，现在想想自己在别人面前就是个傻逼。廖家，你这人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一直污蔑人家陈远，害得我们对他有所误会？闺蜜顾思思一脸愤然地说道，她眼睛都瞪直了。顾思思现在才发现，原来高中同学里面最牛逼的人居然是陈远。陈远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比李云涛强了100倍都不止。若不是廖家误导，凭借老同学的身份和情谊，就算不能和陈远发展出超越友情但不是爱情的关系，至少也可以托关系找个好工作，或者认识其他富二代。而现在这层关系估计要断了，损失不可估量。这怎么能怪我？我也不知道啊。思思，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廖家委屈道。陈远面对一群富二代的问好，他只是挥手笑了笑。诸位，你们今天很给我面子，这个情谊我先记下了。哈哈，群主大大召唤，咱们岂敢不到？大佬客气了。燕大，我可是你的粉丝啊。这群富二代在陈远面前姿态都放得很低。可就在此时，李云涛突然发现了一个熟人。这群富二代中有一个名叫杨环宇年轻男子，和李云涛关系不错。之前李云涛在饭桌上吹牛逼，说他认识个牛逼人物，能把他拉进汉城顶级大少群，而且群主就是网络第一神豪燕总本尊。现在杨环宇到场了，还有很多牛逼的富二代也纷纷到场了。看着众星捧月一般的陈远，他心里面突然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想，不会真的这妖巧吧？我特么在燕总本尊面前装了个逼，我靠！第087，别说兄弟不讲义气，
李云涛，怎么是你小子？就在李云涛发现杨环宇的时候，杨环宇也发现了他。这家伙是个开着保时捷911的富二代，家里面的资产刚刚过亿，比李云涛家里环境稍微强一点，勉强能加入上层二代圈子。30几个富二代中，真正牛逼的也就3、5个。张浩天、白麒麟这种都是圈子里面的顶尖人物。杨环宇在李云涛面前很牛逼，可是在张家和白家大少面前也就是个跟班小弟。他看到李云涛的第一眼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妙。杨哥，陈远的真实身份莫非是那位神秘的？李云涛额头已经冒出了冷汗，有些欲言又止地问道：难道刚刚在燕总面前装逼叫嚣的是你小子？杨环宇懵了，他还以为是什么牛逼的存在，敢在燕总面前装逼，这可是连张家大少和白家大少都敬佩的人物，谁知道竟然是李云涛。你特么不想混了吗？你小子身上有几根毛？把你全家家产拿出来，也不够燕总刷1天礼物的钱，脑袋被驴给踢了吗？真是燕总。李云涛闻言双腿一软，差点没跪在地上。其实丢了面子倒也无所谓，大不了以后不和这些同学来往了，可得罪了燕总这件事情就很严重。谁他妈能想到自己的屌丝同学竟然是神豪燕总？真是日了狗。你完了，你真的完了。别说兄弟不讲义气，以后别说你认识我。杨环宇赶紧开始撇清关系。别啊，杨哥，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我特么哪知道他是燕总啊。李云涛内心慌乱地说道。杨环宇要跟他撇清关系，如果圈子里面其他人知道了这件事，岂不是也要跟他撇清关系？这尼玛还怎么混？别跟我说你错了，你去给燕总说，当面给燕总道歉，服个软，说2句好话。杨环宇建议道。真的要道歉吗？可是我好像也没做错什么啊。李云涛有些难以启齿，他真的有些拉不下这个脸面。如果燕总本尊是其他人，是他不认识的大佬，他估计立刻就跑过去赔礼道歉了。可这个人偏偏是陈远，这就让他有点心理障碍。陈远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直都只是个舔狗屌丝，是个垃圾废物。给一个垃圾废物道歉，这不比吃了屎还难受吗？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肖若雨还在一旁看着。我要是现在跑过去跪舔陈远，这不是面子里子都丢光了吗？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他妈以后再也不装逼了。李云涛内心无比挣扎，以燕总的身份地位，真的可以让他在汉城混不下去。可如果当着肖若雨的面，在陈远面前卑躬屈膝，他同样不能接受。一时间陷入了两难之地。肖若雨和李云涛的位置不到5步距离，所以杨环宇和李云涛的谈话他听到了。燕总，陈远就是那个在各大网络直播平台狂刷2个多亿的神豪燕总，难怪会有这么多富二代给他面子，难怪主播小米儿看陈远的眼神就跟看男神一样，原来这家伙隐藏的这么深。如此说来，廖家之前诽谤陈远的言论也是无稽之谈。想通了这一切，肖若雨对陈远的印象大为改观。如今陈远众星捧月，光芒万丈的样子，好像真的还挺帅的。而且陈远和李云涛不一样，他低调内敛，成熟稳重，虽然很牛逼，但从来不自己吹牛，只用行动证明，这才是真正的大佬风范。自己以前的同学中居然会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存在，为何我对他却没有太多的印象？肖若雨仔细回想了一下高中的记忆，似乎真的想不起来。陈远不知道肖若雨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只知道肖若雨对他的好感度开始蹭的往上涨了。肖若雨好感度加20，肖若雨好感度加20，肖若雨好感度加20，当前好感度40点。这一波逆风翻盘，肖若雨从负20点的好感度直接暴涨到40点。陈远觉得今天的这波安排值了，他目光游离的朝着肖若雨站立的方向瞥了一眼，刚好肖若雨的目光朝他看了过来，二人眼神互相交织，触碰在一起，足足对视了3秒钟。肖若雨眨了眨大眼睛，竟然毫不示弱的与他对视，眼神并未闪躲。这眼神有戏。第一次高中心仪的女神这么重视的打量他，陈远内心有些小激动，但很快平复下来。他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了，能够理智的去看待一些问题，不会随随便便的头脑发热。即便肖若雨是他曾经的初恋女神，可他今天的做法依然让陈远有些失落和不满意。之前肖若雨对他的好感度是负20点，但因为一波逆袭翻盘，好感度就上涨到了正40点。这个过程里面，陈远从来没有和肖若雨讲过一句话，但很现实的是，因为外界因素影响，即便颜值高达9.2分的女神也并不能免俗。也许人性本来就是如此，
她颜值高不代表她就和别人不一样，都是俗人而已，哪有那么多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不过该舔还是得舔。陈远将心态摆正，从这一刻他开始明白，世界上哪有什么女神，不过都是凡人罢了。只因为你把她捧得太高，才会觉得遥不可及。你若以平常心看待，她也就是平常人。就在陈远内心感叹不已的同时，两个负责送车的工作人员早已经将法拉利拉法从拖车上给放了下来。只不过刚才的排场有些惊人，一时间把他们给整懵逼了而已。现在过了10分钟才反应过来，老板，车已经给您卸下来了，支付款项的事情直接跟我们上头联系就行。这是您的车钥匙。工作人员态度恭敬地将车钥匙递给陈远，这次终于见识到什么才叫真正的排场了。不愧是能买得起2000多万超跑的大佬，果然牌面惊人。陈远接过车钥匙，这时已经纠结了很久的李云涛最终决定放下姿态。第88，肖若雨家是开宾利的，他迈着举步维艰的步伐，终于走到陈远跟前。李云涛深吸一口气，然后弯腰90度鞠躬。陈远，李云涛想说一些讨好谄媚的话，可如鲠在喉，怎么也说不出来。李云涛，你这是干啥？都是老同学，别这样。陈远拍了拍他的肩膀，很显然已经并不在意这个装逼犯刚才疯狂装逼的样子。对于之前的冷嘲热讽，他也并没有放在心上，可能是被嘲讽惯了，已经有了一定免疫力。他还真的犯不着去记恨李云涛。我擦，桀骜不驯的李云涛怎么给陈远鞠躬了？陈远的身份真的这样牛逼吗？李伟震惊道：牛不牛逼你自己看不见吗？这排场何止是牛逼2个字能够形容？咱们这位老同学太低调了，都5、6年了，谁也没看出他的真实身份。一群同学心中震怖无比的同时，也觉得李云涛有些搞笑。本来还以为是个逼王，谁知道是个弟弟。刚才疯狂装逼，吩咐陈远就像吩咐一个小弟一般，让人家干这干那，现在还不是弯腰跪舔了。不过这家伙到底识时务，拿得起放得下。老刘，上车吧。各位同学，今天的聚会暂时就到这里了，我还有事先撤了，你们晚安。陈远给刘文哲招了招手，让他坐上了法拉利拉法的副驾驶，随后他也坐上了驾驶位。说实话，第一次开这样的超跑，陈远有点小紧张，而且他驾照刚拿不久，貌似开车不怎么熟练。不过他的精神力增加到15点以后，学习领悟能力变得非常强悍，差不多摸了2遍就上手了。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其实开超跑和开教练车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嘛，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手上的这辆车可以买200台教练车了。班长，晚上 KTV 唱歌，咱们还去吗？顾思思有些兴致缺缺地对着金梦颖问道。你们问问大家的意见吧。其实我也感觉有点索然无味。金梦颖摇了摇头，今天看到了这么拉轰的排场，谁还有心情唱歌呀？而且陈远都不去，他们就更加不想去了。这时李云涛退了回来，若雨，上车吧。不好意思，云涛，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去唱歌了。大家也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致，还是散了吧。肖若雨摇了摇头，似乎不打算坐李云涛的车了。即使陈远没有邀请他上车，他也不想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那这样，若雨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家吧。李云涛继续殷勤，似乎有点穷追不舍的意思。真的不用了，我家司机来接我了。肖若雨话音刚落，一辆宾利豪车开了过来，驾驶员还是个女司机。小姐，上车吧。好的，梅姐，各位同学，有空再聚。肖若雨挥手告别，然后坐上了宾利。梅姐发动汽车，扬长而去。一群同学面面相觑，有点傻眼。肖若雨他家是开宾利的，我丢啊！以前就觉得他家里环境挺优越的，没想到原来这么有钱，还是开宾利的。这么说，肖若雨还是个千金大小姐，可能他家比李云涛家还有钱。李伟、顾思思、廖家、张超、金梦颖等人都已经彻底无语。今天到底怎么了？为何同学中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富二代，并且一个比一个牛逼？肖若雨上车离去后，这群看热闹的富二代才终于注意到这位颜值超高的女生。他们看了看法拉利拉法上的烟总，似乎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烟总今天要装这个逼，很显然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打脸李云涛，重点应该是为了泡这个颜值超高的妹子吧。张浩天在肖若雨上车的时候，重点打量了她好几眼。这妹子有点眼熟啊，好像是肖家的千金，我之前在酒会里面见过一次，确实长得漂亮又有气质。
让人印象深刻。不过萧家最近好像遇到困难了。张浩天点头又摇头，有些颇为惋惜地说道：“他并不是因为萧家遇到困难而惋惜，而是觉得这么漂亮的妹子，他却不能泡。这个富二代当的也太憋屈了。谁叫番茄集团的千金太过强势，他根本不敢在外面拈花惹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远听到张浩天说起萧若雨家里面的事，顿时就来了兴致。他立即趴在车窗口问道：“萧若雨家到底遇到什么困难了？”燕总，您知道萧家是做什么生意的吗？不知道。陈远摇了摇头，他家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听到这里，不用张浩天继续解释，陈远也知道他家遇到什么困难了。本来进出口贸易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利润极高，可因为去年一波流行病席卷全球，导致经济受挫，国外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很多国家都已经出现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各行各业的经济都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旅游业、酒店业、网吧也就不多说了，进出口贸易更是严重受挫的行业之一，凉得很彻底。萧若雨家里面是做进出口贸易的，结局自然可以想象，恐怕这一波天灾人祸足以让很多富裕的家庭当场破产。萧家的事情我并不太清楚，我只是听说萧家在去年年关将近的时候囤积了很大一批货物，可是现在这批货根本就出不去，已经砸在自己手上了。萧家的银行贷款也已经到期，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准备卖房卖车来还债了，甚至萧汉军这段时间到处找各大家族联姻，想要把自己女儿给推销出去。不过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无底洞，现在整体行情都不太好，谁有这么多钱砸进去啊？张浩天摇了摇头：“天哥，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之前是没见过萧若雨，可这次见了之后，发现是真的漂亮啊！要不是燕总已经先出手，我可能就按捺不住了。”白毛打趣道。张浩天和白毛的谈话让陈远陷入了沉思，也许这是一个机会。第089小米儿逆袭成功，陈远的目光一直都只关注萧若雨一个人，可他似乎搞忘了另外一个人，主播小米儿，从头到尾都在静静的看着，并且他还开了直播。虽然时间已经7点多钟，天色有些暗淡，他与陈远也隔着10几米距离，画面拍摄的不是特别清楚，可刚才这波30多辆豪车炸机而来的震撼画面，他还是给全场直播了下来。数百万粉丝集体震战，卧槽，富二代装逼打脸，这节目效果爆炸呀！小米儿，刚刚那个人就是燕总吗？燕总居然这么年轻，这么帅气，燕总的牌面太惊人了，太牛逼了！主播，你能不能把镜头拉近一点？这根本看不到燕总长啥样啊！小米儿，我们要看燕总，快点给我们看燕总！直播间弹幕飞起，但小米儿根本就没有看弹幕，他目光痴迷地看着陈远单手握着法拉利方向盘的样子，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原来单手开法拉利的男人真的帅炸，燕总太优秀了，排场太惊人了，太有魅力了。小米儿露出了花痴一般的表情。有时候一个人的气质是需要靠衬托的，你单独看他本人的时候，也许他仅仅只是有点小帅，还没有帅到惊天动地的地步，可是在30多个富二代开着豪车而来的衬托之下，燕总一身强大的逼王之气炸裂全场，舍我其谁，帅到你湿！小米儿当即沦陷了，他对陈远本来就有极高的好感度，现在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许一涵好感度+1，许一涵好感度+1，许一涵好感度+1，许一涵好感度+1。该目标当前好感度95点。叮，检测到5号舔狗对象许一涵，艺名小米儿，对宿主好感度成功突破95点，恭喜宿主逆袭成功。叮，5号舔狗对象共计消费舔狗金3120万元，奖励宿主312万元。叮，许一涵成功转化为宿主舔狗，奖励25点强化点。叮，奖励技能舞蹈精通，姓名陈远，年龄21，身高180厘米，体重67 kg， 力量19，体质19，精神15，敏捷14，成年人巅峰水平值10，状态非常健康，强化点25点，请宿主选择强化方向。就在陈远与张浩天议论萧家之事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陈远当场懵了，他回头看了一眼，才发现九州饭店门口还有一个女主播正眼神痴迷地望着他，真的没想到居然会有这种意料之外惊喜，这莫非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他今天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让萧若雨对他刮目相看。这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取好感度，更多的是想弥补高中时期的遗憾。他不愿再做卑微的舔狗，也不愿再去偷偷的暗恋一个人。他想成为这条街上最靓的仔。可谁知道，这波操作并没有博取萧若雨太高的好感度，反而把小米儿给逆袭了。逆袭小米儿的奖励极为丰厚，光是返利奖金就有300多万，还有25点的强化点。叮咚，建设银行提醒您，您的尾号7687的账户到账312万元，当前余额362万1410元。看着银行到账300多万，陈远一脸狂喜，这尼玛总算有钱了，300多万到账的感觉比他刷2个亿的时候还要爽。给女主播刷礼物，除了第一次刷有点兴奋以外，后面陈远其实已经很平淡了。2个亿多刷出去，感觉就跟刷免费荧光棒差不多，还他妈刷的手酸。这300多万不一样，进了私人账户，就是他自己的钱，可以给自己买想要的一切东西。不如换个电脑，来个最顶配。不如在学校附近买套房子，以后方便带女生去，还不得再换个车开一下。屁股下面的这辆法拉利拉法，早晚要送出去的。陈远自己要求很低，也不需要什么豪车，买个20-30万的 SUV 就够了。晚上8点钟左右，30多辆豪车陆陆续续的离开了九州大饭店，有几个没吃饭的，顺带就在这吃了个饭。陈远驱车，准备将刘文哲送回武大。路上，刘文哲好奇心爆炸，满脑子疑问：小陈，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兄弟？咱们这么多年感情，我居然现在才知道你身份原来这样牛逼。别说你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啊。陈远一脸无奈的感叹道：啥意思啊？跟你实话实说吧。有一天我突然获得了一个系统，可以给我花不完的钱，然后行了，小陈，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咱们这么多年兄弟，你能不能不要敷衍我？10几年兄弟，我对你推心置腹，你却连你真实的家庭情况都不肯告诉我，你这样真的很伤人。刘文哲脸色一沉，似乎真的动气了。换位思考一下，你对一个兄弟推心置腹，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什么都告诉他，包括被绿了的事情也告诉了他，可他却一直对你有所隐瞒，并且隐瞒了10几年，你能好想吗？你心里好受吗？这样的做法让人心寒。陈远有些无语，我特么跟你说实话你不信，非得让我编故事。好吧，是这样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个富二代，直到前段时间老爸突然告诉，其实我家里很有钱，然后给了我一张10几亿的银行卡，让我随便花。陈远信口胡诌，这种稀烂的借口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假，可没想到刘文哲居然信了。原来是这样，听说王校长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也不知道家里这么有钱，谁知道回国之后才发现自己老爸是首富，然后开始到处泡网红。看来你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刘文哲一脸理解的点了点头。如果陈远真是这个情况，那还真的不能怪他，毕竟他也不知道自己家里面的情况，不是故意隐瞒。陈远翻了个白眼，跟你说真话你不信，给你讲故事你就信了？就你这智商，到底是怎么考上武大的？叮咚，陈远内心开始疯狂吐槽的时候，手机微信上突然弹出一条消息：老刘，我在开车，你帮我回一下信息。刘文哲接过手机，看了一眼微信消息，顿时一脸懵逼。小陈，肖若雨主动给你发消息了，他发了啥啊？第090。陈远竟然学识渊博，他发了你好，陈远同学，一共6个字。刘文哲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说道，这条消息很普通，很简短，很平常，并没有任何其他任何意思，好像只是一个客气的打招呼方式而已。陈远却莫名有些兴奋。很显然，发什么样的消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发的消息。这条消息是肖若雨发的，而且是主动发的，这意义就显得有些不一样了。你来替我回吧。陈远开着车，一脸目不转睛地说道，他内心有些激动，表面却淡定的一批。怎么说也顶着燕总的身份，自然不能表现得太屌丝，不然威严何在，霸气何在？这不太好吧？我不怎么会和女生聊天，廖家之前就说我情商低，钢铁直男，经常把天聊死。刘文哲有些不自信地说道，没关系，随便聊，聊崩了哥也不怪你。陈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同样不知道该和肖若雨聊什么，好像心中积攒了千言万语，可最后却一句话也说不出。真的随便聊吗？那我给他回一句，若雨同学，你今天真好看，可以吗？随便你。得到陈远的同意，刘文哲果断打字给肖若雨回了过去。很快，这条消息
发出不到10秒钟，肖若雨就回了过来。难道我以前就不好看吗？谁说的？你以前也好看啊，只不过每一天都在变漂亮，也不知道你上辈子到底犯了什么错，会被贬下凡。刘文哲一边打字发消息，一边在嘴上念叨：我靠，你小子不是挺会聊的吗？廖家为什么要说你钢铁直男？陈远震惊道：土味情话是我在网上学的，可廖家说我发这种消息有点恶心油腻，他看了就想吐。好吧，那可能还是得分人。陈远点了点头。他话音刚落，叮咚，手机上又有一条消息弹了出来。陈远同学，你是在聊我吗？对的。就这样，刘文哲抱着手机聊了起来，反正不是自己的号，随便聊。他随意发挥，潇洒自如，各种段子信手拈来，完全不用想东想西。而且肖若雨是武大的学生，他也是武大的学生，对武大了如指掌。从学校生活切入，讲起了武大的传承历史，还有历届优秀的学长学姐，以及一些发生在武大的奇闻异事。他学识渊博，肖若雨刚好又是个学霸。一时间，肖若雨对陈远的印象再次改观了。原来这个男生并不仅仅多才多艺，长相帅气，他还学识渊博，知识层面非常丰富，即便不是自己的母校，他也能了如指掌，甚至比自己还了解，这绝对是下一番功夫的。一时间，肖若雨对陈远这个高中男同学越发欣赏了。肖若雨好感度+5，肖若雨好感度+5，肖若雨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55点。卧槽，老刘你可以啊！谁说你不会聊天的？谁说你是钢铁直男的？你这撩妹水准比我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啊！真的可以吗？我也就随便聊聊。没想到肖若雨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高冷，她其实话还挺多的。很多男生以为越漂亮的女生就会越高冷，越不好追。事实上好像并不是这样，很多漂亮的女生其实也挺好相处的，聊天回消息也很快。男生追女生的时候，总喜欢找那种有一点姿色，但又不是特别漂亮的，这样感觉自己应该能追得上，也不用担心妹子太漂亮会招人觊觎。实际上这样的妹子应该是最难追的，因为竞争太大，那种颜值高到一定程度的女生，相反追她们的人会少很多。这也就造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社会现象：5、6分长相的女生，一个个膨胀到不行；9分长相的美女，居然很好接触。当然，世事无绝对，只能说女生好不好接触，不能光靠长相来定论。刘文哲得到了陈远的肯定，已经开始放飞自我。小陈，你手机上好像有很多未读消息啊！卧槽，徐乐乐给你发了10几条，林书彤给你发了3条，赵一奇给你发了5条，何芷英给你发了2条，主播小米儿给你发了6条，主播沙拉拉给你发了4条，主播若曦同学给你发了7条。1、2、3、4、5、6、7、8，再加上肖若雨。小陈，这都有9个女生主动给你发消息了，你最近有点花心啊？我怎么感觉你已经变成一个渣男了？刘文哲语气中带着强烈的质疑，可眼神中却透露出一股羡慕嫉妒之色。果然有钱的男人就是不一样，你不打开他的手机，永远不知道妹子会有多么主动。一想到自己跪舔廖家，廖家却懒得回他消息，而陈远的手机里面却有这么多妹子主动给他发消息，这就很扎心。我怎么就是渣男了？难道因为我长得帅，有女生喜欢我，他们想追我，觊觎哥的颜值，就可以将我定义成渣男吗？好吧，也许我不该释放这无处安放的魅力。滚！刘文哲翻了个白眼，就没见过这么欠揍的人。虽然对是对了，可看到陈远手机上这么多妹子消息没回，他心里面就有些难受。毕竟他可是有强迫症的人。D091，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小陈，看到消息不回，我有点浑身难受。我替你回了呀。刘文哲强迫症犯了，他当舔狗当习惯了，每次给廖家发消息，必须都是男方最后回消息结束。如果女生上一条消息发出，男生下一条消息没有回复，他本能的就会想着女生看到消息没回，会不会心里不舒服，会不会很失落，会不会有小情绪。他非常在意女生的感受，甚至有些敏感。可他没有想过，为什么女生可以理所应当的不回男生消息，男生怎么就不能不回女生消息了呢？都是第一次当人，凭啥要让着你？随便你，想回就回吧。陈远没有管刘文哲，他专心致志的在开车。说实话，这是他拿完驾照之后第一次开车上路。作为一个新司机，还开着价值2000多万的法拉利拉法，他真的不敢分心，更加不敢一边开车
一边玩手机。新司机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就怕出错。半个小时后，他将刘文哲送回了武大，然后开车回学校。这个期间，陈远微信消息一直响个不停，他也没管。又过了将近40分钟左右，陈远才开车回到湖大。他将跑车停在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地下停车场，然后走路回宿舍。时间已经到了晚上9点半。湖大西后门是很多学生平时吃饭、宵夜、买水果、买零食、上网包夜、地摊购物的一处必经之地，来来往往的学生有很多。陈远也经常从这条路上经过。和往常一样，他将法拉利拉法停在地下停车场以后，宛如一个普通学生一般，经过了学校西后门。可就在这时，异变突生，只见一群手持钢管木棍、嘴角叼着香烟、看着气势汹汹的社会青年，齐刷刷的朝着陈远走了过来。这些人里面有体院的学生，有外面的混混，一眼望去，竟然有20多个。陈远面色一沉，在这群人中，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李阳。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上次因为何芷英的事情，李阳对陈远怀恨在心，他当面被绿，并且感觉自己3番2次被羞辱，这口气他实在咽不下去。年轻人做事都比较冲动，特别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他已经不想去考虑后果了。不将陈远打一顿，不狠狠地打他的脸，不把这小子的腿给打断，他感觉自己就是个乌龟王八，一辈子抬不起头。今天他已经在这里堵了陈远整整3个小时。陈远，你个狗逼总算出现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你不是很牛逼吗？今天我把兄弟都叫过来了，你他妈有种一个打20个！李阳暴吼道。他用钢管指着陈远，一群人已经将陈远团团围住。说实话，以陈远目前的身体素质，一个打5、6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一个打10个就相当勉强了，甚至可能打不过，一个打20个完全没有胜算。而且今天这群人并不是赤手空拳，他们还拿着钢管木棍。不考虑地形因素，陈远单独一人只有被虐的份。如果是前几天，陈远搞不好真就慌了，可是现在他一点都不慌，甚至感觉有点好笑。刚刚获得25点的强化点，还没来得及使用，你就找上门来了？可以的，你可能不知道，昨天我只有3成的战斗力，今天已经有4成了，20个人就很牛逼，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绝望。陈远单手背负，淡然冷笑。系统，我要强化10点身体素质，强化10点力量，强化5点敏捷。陈远心里默念道。叮，系统强化中，强化完成。刹那间，陈远只感觉一股熟悉的暖流涌遍全身，他的身体似乎再次觉醒了一股爆炸性的力量，一身肌肉越发强健，从内到外刚猛无比。姓名陈远，年龄21岁，身高181厘米，体重68 kg， 力量29，体质29，精神15，敏捷19，成年人巅峰水平值10，状态非常强健。强化点0点。怎么不敢说话了？怂了？你他妈之前不是很嚣张的吗？再给老子嚣张一下试试！李阳越发张狂的吼道。这群围着陈远的社会青年也露出了不屑的冷笑，一个个拽的跟个258万似的。他们手中的钢管跃跃欲试，似乎早已经有了动手的打算。只要李阳开个头，接下来就是一顿围殴了。面对李阳的威胁与咆哮，陈远并没有任何慌乱怯场，他只是悠悠地叹了口气，随手将刚买的蛋炒饭丢在地上，然后抬头仰望天空，仿佛那璀璨的星空才是他的向往。李阳，你收手吧，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陈远语气平淡，可平淡的话语中却透露着一股蔑视全场的逼王之气，仿佛20几个人加在一起他都没放在眼里。卧槽，你他妈找死！李阳，你在干什么？李阳刚准备动手，何芷英突然从人群中冲了过来。他刚刚也是接到了室友的电话，得知李阳带了一群人蹲在学校后门准备堵陈远，所以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刚一来就见到了这副剑拔弩张的场面。李阳没看到何芷英还好，一看到他，心中的怒气就像汽油桶一般被点燃了。他目光血红，宛如一头发怒的公牛。把他拉一边去，男人的事情不需要女人来插手。李阳，你知道聚众斗殴的后果吗？这是要被学校开除的。何芷英高声喊道。少他妈吓唬我，到了现在你还维护陈远这个狗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贱人，老子今天就当你的面把这条狗给废了。李阳满脸狰狞之色，
他提起钢管，猛地朝着陈远甩了过来。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远以灵活无比的速度躲过了这一记重抽，反而后发先至，一脚将李阳踹飞。这一脚力量极重，李阳几乎被瞬间踹到晕厥。要不是他身体素质极好，恐怕连肋骨都被踢断了。操！你个小逼崽子，敢还手？总有人会问这种沙雕问题。似乎一群人打一个人的时候，就认定了这个人肯定不敢还手。他们感觉自己的尊严遭到了挑衅。20个人全都怒了。第0921挑20，干死他！20个人挥舞着钢管木棍，叫嚣着冲了过来。陈远四面八方被包围夹击，他不退反进，宛如战车冲撞，朝着人群碾压而去。只见他大手一抓，一个140斤的青年被他整个提了起来，当成人形武器丢了出去，瞬间砸倒一大片。体质提升可以让他拥有更高的抗击打能力，力量提升可以让他拥有更高的攻击力，敏捷提升可以让他拥有更灵活的速度反应，有肉又有输出，还灵活，这根本不是1+1等于2这么简单。下一秒，陈远虎入羊群，带着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神勇气势，单人 PK 20人，拉开了群架模式。他宛如长坂坡赵云，7进7出，势不可挡，刚猛绝伦，横扫一片。这哪里是20个围殴一个，这特么明明是一个围殴20个。10分钟以后，10几个社会青年倒了一地，一个个躺在地上痛苦哀嚎，还有几个已经被吓破了胆，当场就跑掉了。这时陈远捡起了地上被踩坏的蛋炒饭，随手扔进垃圾桶，好像很有素质，是个讲文明、懂礼貌、不随地丢垃圾的3好市民。所有围观学生一个个傻了吧唧的望着眼前的一幕，呆若木鸡，宛若石化。太牛逼了，我从来都没见过真有人能一个打20个的。这不是陈远吗？那个渣男陈远。卧槽，我终于明白赵玉琪为什么会喜欢他了。从今天开始，陈远就是我的男神。一个女生捂着脸犯花痴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李阳一脸痛苦的捂着肚子，他根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3年前，陈远就是一个吊丝废物，他一个人就可以骑在陈远脸上扇他耳光。3年后，陈远在短跑比赛中完胜了他，在装逼炫车中打他的脸，在何芷英面前让他颜面扫地，甚至连单挑他也打不过陈远。今天他叫了20个兄弟来报仇，谁能想到20个人都打不过陈远一个？什么鬼？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强成这样？为什么短短3年他就可以从一个废物舔狗蜕变成一个吊炸天的男人？他不敢相信，无法相信，这不科学。这时陈远目光冷淡地走到李阳跟前，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不要再来找我麻烦了，都是高中同学，没必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你可能不知道，刚才我踢你那一脚还留了3分力气，不然你该进医院了。陈远这话不假，他真的没有使出全部力气，就怕把人给打成重伤，到时候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你……李阳面如死灰，浑身战栗，似乎不敢相信陈远已经如此威猛绝伦，竟然还留了一手。陈远走了，他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从始至终，他都没有说过一句装逼打脸或者耀武扬威的话，也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去嘲讽李阳，因为不需要。他的牛逼已经深入骨髓，他的逼王之气早已震慑全场。废话太多，反而会破坏他冷酷潇洒的形象。从今天开始，也许陈远这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名字会成为湖大的一个传说。何芷英呆呆地望着陈远离去的背影，眼神迷离又渴望。他感觉自己的心都被这个洒脱不羁的男人给偷走了，从此以后恐怕再也无法忘记他的身影。谁能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他急冲冲地跑来劝架，架没劝成，可却看到了如此震撼人心的一幕。这个男人远比他想象中要更加牛逼，原来一个人真的可以打20个，太帅了，真的太帅了。何芷英好感度+1，何芷英好感度+1，何芷英好感度+1，当前好感度94点。陈远刚离开湖大后门，就发现何芷英的好感度已经攀升到了一个几乎快要突破临界值的程度。陈远终于将他重视起来，已经94点好感度了吗？这个工具人岂不是只差一点就能将其逆袭了？可目前为止，我好像没有在他身上花过1分钱，逆袭了之后也没有奖金，有点亏啊。要不找机会在他身上刷一波，或者送点什么贵重礼物，
陈远想到了那台法拉利拉法，这台车送给肖若雨不适合，主要人家也不一定会要，他们关系没到那一步，贸然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搞不好还会产生反效果。有时候送礼物并不是越贵越好，要时间合适，场景合适才行。肖若雨又不过生日，也没到七夕情人节，好像没有太多合适的借口。送给赵玉琪好像也可以，但陈远已经送了她一套别墅，而且名义上只是暂时寄托在她手中。一个女人要是真的喜欢一个男人，你送她越贵重的礼物，她越不会要，毕竟她也想在你心目中维持一个良好的形象，以此希望获得你更多的好感。赵玉琪现在对陈远好感度极高，搞不好真不会要。何芷英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反正无论将超跑送给谁，只要能送得出去就行了。回到寝室，陈远发现宿舍3个室友竟然都没回来，这尼玛都已经晚上10点了呀！莫非这些家伙的联谊活动还没结束？算了，不管了，洗澡睡觉。陈远今天有点疲惫，经历的事情有点多，他不是身体累，而是心累。他上午10点开始就收拾准备，中午因为一些意外，和林书彤寝室4个女生来了一次联谊活动。不过这个过程，林书彤让他很失望，可能他也让林书彤很失望。下午4点，又转场跑去高中同学聚会，顺带来了一波装逼打脸，让肖若雨对他刮目相看。没想到意外逆袭了小米儿，本以为没什么事了，回学校后居然又被人堵了一波。本来他只想在校园低调的生活，装成一只舔狗，然后寻找一些可以绑定的舔狗目标，谁知道一连串的事件让他根本低调不起来，毕竟实力不允许。第093肖若与母亲谈话。晚上11点半，室友老曹和老周互相搀扶着回到了寝室，二人喝得醉醺醺的，嘴里面一直在谈论妹子，可唯独不见熊涛。这家伙以前就经常夜不归宿，1年前因为脚踩4条船翻船了以后，就收敛了许多，似乎打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也不知道最近是不是被陈远给打击到了，居然又开始重出江湖。陈远没有管那么多，因为他今天已经很疲惫了，没有心思再去管别人的事情。手机上都还有好多微信消息没回，陈远打开微信，给所有的妹子统一发了句晚安，然后就睡觉了。这里面发晚安的也包括了肖若雨，反正是一起发，也不差这一个。如果是以前的舔狗心态，估计给喜欢的女神发一句晚安都会纠结老半天，现在就很随意，反正微信好友上的妹子多，个个都长得漂亮，就很有自信。没错，当一个男人认识的高质量美女变多了以后，仿佛人都会自信一些，因为妹子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她们可以给男人带来自信的力量。另一边，水岸国际联排别墅小区，一个仿佛少女一般的粉红闺房里面，肖若雨看到手机上陈远发来的晚安2字，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时她的房门被推开，母亲于芳霞走了进来。这是一个模样40岁左右的风韵妇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身材颜值都有所下滑，可从她的脸型轮廓可以看出来，于芳霞年轻的时候想必也是名噪一方的美人。有其母必有其女，母亲长得漂亮，生下来的女儿就更加漂亮。于芳霞性格温和大方，但极有主见，肖若雨这一点也随母亲。妈，这么晚了还不睡吗？妈来看看你，你平常1个月也回来不了几次，今天好不容易回来，咱母女之间谈谈心，可以吗？于芳霞态度温和地问道。虽然是自己的女儿，但她从来不用命令的语气，而是征求女儿的意见。可以的，妈。肖若雨点了点头。听说你今天去同学聚会了，怎么样？玩得还开心吗？其实开心倒也不是很开心，只是有一个同学让我挺意外的，好像以前都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他。肖若雨想到了陈远被一众富二代众星捧月，光芒万丈的样子，私下里又知识丰富，学识渊博，很有内涵。这个男生貌似真的很有趣。哦，能让我女儿意外，那说明这个同学应该真的挺优秀。妈，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就直说吧。肖若雨似乎觉察到了母亲谈话的动机，于是出言问道。好吧，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你也知道，你父亲这段时间事业受挫，咱们肖家控股的远航贸易集团如今濒临破产，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业务往来，前期投资的巨额资金无法收回，公司业务萎缩，人心惶惶。现在不仅有很多底层员工离职，就连很多中高层也都纷纷出走。如今的远航只是强撑着面子，不拖欠员工的工资罢了。公司账户上已经没有钱了，甚至可能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起。银行贷款马上就要到期，如果还不上，
可能咱们现在住的房子都会被收走。说到这里，于芳霞潸然泪下。曾经的辉煌已经是昔日黄花，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富贵的生活，再回到贫穷，他会觉得生不如死。萧若雨也知道目前萧家遇到了困境，可没想到事情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妈，远航真的已经严峻到这种地步了吗？比你想象中还要严重。你父亲这段时间为了公司的事情，头发都掉了一大半，可这种天灾人祸，谁又能想得到？不过危机也是机遇，如今国内已经得到控制，相信要不了多久，国外流行病也会渐渐得到控制，到时候百废待兴，经济需要复苏，国家一定会扶持相关产业，只要能撑过去，萧家不仅能挽回破产危机，甚至可能比以前更加辉煌。于芳霞说了这么多，萧若雨似乎听明白了一点，母亲话里有话，既然半夜不睡觉找他谈话，那说明谈话的重点和他有关。他能够挽救远航贸易集团吗？自然不可能，除非他隐隐约约猜到了什么，但还是有些不太愿意相信。妈，爸他想到什么办法了吗？萧若雨目光平淡地问道。不错，如今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身上了。我现在汉城有实力，也肯给远航注资的，只有韩家。韩家独子韩小刚，你应该见过吧？他挺喜欢你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相处着试试看。于芳霞这个话说得很委婉，但很显然萧若雨能听明白他的意思。所谓的相处着试试看，不过就是联姻罢了。韩家出钱，萧家出人。如果只是单纯的相处着试试看，韩家怎么可能会拿出那么大一笔资金？毕竟人家也不是傻逼，只有确定实质上的关系，这笔钱才可能拿出来。萧若雨闻言脸色有些惨白，她真的没想到一向豁达开明的母亲也会有一天跟她说出这种话。韩小刚他怎么会不认识？曾经因为某会所与女子发生不正当交易而被抓入警察局，事后虽然很快就被捞出来了，可这种花边新闻已经传遍了整个汉城二代圈子。汉城有钱的公子里面，喜欢玩女人的不在少数，可去路边打野的是真的有点 low。 你打野也就算了，还被抓到了警察局，搞得人尽皆知。萧若雨内心完全无法接受。妈，你知道韩小刚是个什么人吗？萧若雨不可置信地问道。小雨，有些传言你也不能尽信，你没仔细接触过人家，又怎么知道人家一定是那种人呢？你爸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明天你就和韩家公子见一面吧。妈也不是一定要逼你，只是你别见也没见就直接拒绝啊。你知道为了这次机会，你爸都求过多少人了吗？第094，真的一天拿下了？于芳霞态度委婉，语气中带着一丝哀求。萧若雨是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她还是自己的母亲，有时候人往往能对态度强硬的命令说 no， 但却无法拒绝婉转的哀求。你态度越好，她越不容易拒绝。明明心里不愿意，可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软刀子才最让人为难。妈，您别说了，我答应和韩小刚见一面，我就知道小雨你一直都很懂事的，不枉我和你爸栽培了你这么多年。你弟弟马上也要上大学了，如果咱们萧家破产了，他可能以后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于芳霞叹了口气，同样是一个爹妈生的，姐姐萧若雨每次考试年级第一，啥事都不用替他操心。弟弟萧若涵也不知道给他请了多少家教老师，学习成绩一直提不上去，居然还跟社会上的一些混混玩在了一起，不学无术。今年高考刚刚结束，分数线还没下来，以萧若涵的成绩，别说考上一本，恐怕连个2本都考不上。如果是以前，萧家家境优越，到时候大不了将他送出国，然后找个国外不知名野鸡大学混个几年，回来后那也照样是海归，照样高学历。可现在这情况，还出啥国呀？如今国外一片混乱，真送出去搞不好连命都没了。萧若涵不上进，萧家就更加不能倒了，总得给他留下一份家业不是？萧若雨闻言默然无语。萧若涵这兔崽子，他真的不想提了。为了让这小子把学习成绩提上去，他请了自己大学室友来给他当家教老师，可谁知道这小子居然调戏他的室友，甚至动手动脚。为了这件事情，室友都跟他翻脸了，他只能从寝室搬了出去，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外人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家庭背后，谁又知道其中的辛酸苦辣？世界不公平，但又很公平，无论富人穷人，好人坏人，都会有自己的烦恼，谁也不例外。妈，我要睡觉了，你也早点睡吧。好的，妈也不跟你啰嗦了，我去看看小韩。母亲离开之后，萧若雨翻出手机，打开了陈远的聊天信息框。他想说些什么，
但又觉得有些不太好，最后给陈远回了句晚安。他想着陈远会不会继续回过来，可是等了10分钟，陈远没有回。他放下手机，关了灯，闭上了眼睛，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还睡不睡得着。今夜月明星稀，时间已经接近7月份，天气越来越炎热，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要放暑假了。赵玉琪的生日是6月25号，今天已经23号。陈远早上睡醒的时候，全身都是汗，脸上一脸的油，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睡觉的时候把空调关了，这尼玛是要把人热死。可能住寝室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有时候大家玩在一起很开心，但同样也会出现一些生活中的小矛盾。比如有些人他不喜欢开着空调睡觉，怕冷；有些人怕热，因为睡觉开不开空调的问题都已经吵过好几次了。陈远不想纠结这些事情，还是抓紧时间在外面找个房子。当然有人会问，陈远不是已经有别墅了吗？虽然名字写的赵玉琪，但他也可以住啊。没错，别墅是他买的，他也可以住，但江景别墅小区距离湖大距离有点远，开车过去最少也要40多分钟的车程，坐地铁公交还需要转车，可能需要1个小时以上，来回时间2个小时，终归有些不太方便。湖大旁边有个秦园小区，这个小区刚开发出来也没多长时间，房子都是新的，和湖大完全挨在一起，走路去学校也用不了10分钟，地铁公交也就在附近，十分方便。这算标准的学区房了，而且是最核心的学区房。要是能在这里买套房子，陈远觉得会很不错。学校附近的房价，陈远以前查过，差不多3万左右1平米。秦园小区的房价可能会达到至3.2万至3.5万之间。里面的房子基本已经没有一手房出售，可能在楼盘刚刚建立的时候就卖了出去。现在大多都是二手房交易，国内二手房交易市场远比一手房交易要大得多。那是因为二手房交易通常不会贬值，反而会增值。你10年前花50万买的房子，现在可能价值100万，甚至200万。好的地段，一手房的房子根本就不愁卖不出去，有些楼盘甚至还没建完，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二手房成为了主流市场。陈远手上有个300多万，刚刚购买个100多平的样子。不过到底是买房还是租房，陈远还没想好。他拿着手机在中介市场上搜索房源。这时熊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终于回到了寝室，他双眼顶着黑眼圈，看上去特别憔悴。卧槽，老熊你怎么成这样了？妈的，别提了，李小玲欲望太恐怖，顶不住啊。老周，愿赌服输，说好了要请我1个月早餐的呀。熊涛此话一出，陈远差点震惊了。这才1天时间，这小子居然真将李小玲给拿下了。我丢啊！是现在的妹子太开放，还是我太保守了？为什么我聊了这么多妹子，现在也都仅仅处于暧昧阶段？你丫的才1天就可以发生实质性关系，牛逼啊！熊总重出江湖，果然势不可挡。周海泉一脸蛋疼之色，差点心态爆炸。他以为熊涛跟他打赌是因为讲兄弟义气，是为了照顾他低落的情绪，是因为看出了孙瑞把他当备胎的悲惨事实，所以才故意和他打赌，想要输给他1个月早餐钱。谁知道这小子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自己昨天不仅眼睁睁地看着熊涛和李小玲进了城市快捷酒店，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却被孙瑞一顿训斥，最后还得当舔狗，把他送回女生寝室。他都已经如此伤痕累累了，熊涛居然还提打赌的事。卧槽，你特么能不能有点同情心？能不能不要落井下石？太气人了。D095，你有兴趣加入我们公司吗？老熊，李小玲可不是一个老实人，她有男朋友的，你难道就不介意吗？曹景言开口问道。介意个啥？我也没把她当女朋友啊，我只是昨天和她聊得比较投缘，然后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探讨一下人生理想。我试探一下她的深浅，她了解一下我的长短，咱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纯粹的友谊。熊涛一本正经的回答。靠，你个禽兽！寝室3人集体竖起了中指。周海泉越发怀疑人生。涛子，我就想不通，昨天我跟孙瑞表白，说我愿意一生一世对他好，他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可你这个渣男，明明只想玩玩李小玲，李小玲心里也明白，可为什么你成功了，我却失败了？你懂个锤子！你以为现在的女生还会相信这种不靠谱的口头承诺吗？就算你真有这个心，人家也不一定稀罕。什么一生一世，狗屁！你以为只有男的想在外面到处玩，女人就不想吗？人家也想尝尝新鲜，人家也有需求。
生活需要点缀，只要彼此互不干涉，偶尔出来探讨一下人生，又有何不可？熊涛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日，你个渣男，太渣了！你又错了，这不叫渣，只是你情我愿而已。海泉啊，你应该能看得出来，孙瑞和李小玲其实是一种人，他们内心都不安分，他们都想要追寻刺激的人生，而你却想给他安分守己的日子，这明显不是别人想要的。而且说实话，现在追女生单靠追是不行的，你得提升自己。”熊涛这话说的很有道理。陈远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男生想要获得女生青睐，最核心的方式就是提升自己。你自己硬件条件不够，就算学会万般套路，依然无计可施。你若盛开，清风自来。陈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可他依然没法做到熊涛这般浪荡不羁，还是心肠不够硬。有些大男子主义，认为哪个女生和他发生关系，他就一定要负责，搞不好人家女生都不一定想让你负责。你怕是在想屁吃，爽了第一次就想一直爽下去。陈远骨子里的直男思想根本不是1-2星期就能改变的，他还需要经历更多才行。洗脸、刷牙，随便收拾了一下，陈远踩着拖鞋、裤衩、背心，准备去学校食堂吃早餐。一路上有不少学生对他指指点点。我靠，那是陈远吗？我男神哎，太帅了，真的太帅了！即便穿着背心裤衩，依然挡不住他自信洒脱的气质。他身材真的很好啊，肌肉轮廓分明，很强壮但又不显得臃肿，是我最喜欢的类型。他就是陈远吗？昨天晚上朋友圈好像都传遍了，说他昨天在学校后门一个人干翻了20个人，真的假的？最近好像确实有很多人在议论这个陈远，一会儿传言校花赵玉琪给他送早餐，一会儿又说他挖了李阳女朋友，还有人说他是火遍抖音的奔跑侠，现在又说他一个人能打20个，我听着怎么越来越不靠谱了？是网红造势吗？陈远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反正他一出门就到处被人指指点点，好像学校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他。陈远有些不理解，他好像莫名其妙就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就在此时，一个27、8岁左右，身高1.72米，看上去有些御姐风的时尚美女，突然拦在了陈远跟前。这女人是开着路虎过来的，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助理。你好，请问你是陈远同学吗？我是。请问您是？陈远有点懵，他还没怎么被陌生女人搭讪过，特别是对方还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亲属女，好像自己也不认识这类型女生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沈淑仪，香果集体旗下筑梦传媒的创始人。我觉得你很有做网红的潜力，想把你签约到我公司旗下，年薪300万，你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啥？陈远再次懵逼，他真的没想到，竟然会有经纪公司的人专门跑过来，要签他做网红，并且还开出了300万年薪的价码。这事情好像有些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毕竟这段时间，奔跑侠的视频在抖音平台上持续火爆，他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网红，只不过是看不清脸的网红。但既然他这么火，自然会有人把他给挖出来。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探寻，还有视频原作者的爆料，终于有经纪公司将目标锁定在了陈远身上。也正是因为这位原作者的爆料，众人才知道了奔跑侠原来是湖大的学生，知道了详细地址，那么锁定陈远本人也就不算什么难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陈远的身份最终还是暴露了。看来以后在学校里面，他再也低调不起来了。陈远摇了摇头，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做网红什么的，我没有太大兴趣。陈远的回答让沈淑仪有些诧异，他一个普通的学生而已，居然这么果断的就拒绝了年薪300万的诱惑，这尼玛不科学啊！现在大学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一个应届生刚毕业，能拿1万块钱工资的，都算凤毛麟角。年薪300万，算下一个月至少20几万的收入，这你也能拒绝？陈远同学，我觉得你还是考虑一下吧。咱们公司是很正规的，不是那些到处招摇撞骗的无良经纪公司，也不会给你签署一些文字合约漏洞。我们公司已经捧红了数十名网红主播，比如最近抖音上新晋崛起的七七小可爱，他刚开播没多久，就获得了燕总1000万礼物的打赏。你要是加入我们公司，我敢保证，你的成就不在七七小可爱之下。陈远闻言，面露沉思。你说的七七小可爱，是赵玉琪吗？燕总的大名，我也是听说过的。对，赵玉琪是你们学校的校花，你听过应该很正常。另外，我不妨告诉，我们公司背景强悍，与沈豪烟总也是合作关系，
要不然他也不会平白无故给琪琪小可爱打赏1000万。你若肯加入，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沈淑仪一本正经地说道。第096封杀你，也就一句话的事情。陈远翻了个白眼，这尼玛真能忽悠，看你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差点就信了。你扯谁的虎皮不好？你扯燕总的虎皮。请问你是来搞笑的吗？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打算做网红，你还是去找别人吧。陈远点了点头，礼貌拒绝。他大概也知道了这些经纪公司都是些什么尿性了，反正不怕你吹牛皮，就怕你牛皮吹得不够响，先把人拉进来再说。这就跟那些租房中介一样，网上图片拍的一个比一个漂亮，一去问，全都租出去了，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你要么将就一下，找个差一点的，要么花更多的钱，找个高档次的，都是门面工作。沈淑仪听到陈远的回答，她愣了一下，没想到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陈远还是拒绝。陈远同学，你是对薪资方面不满意，还是有其他方面的顾虑？没关系，你都可以和我提的。如果是薪资方面的问题，我可以给你涨到350万1年的签约费。另外，你也可以考虑自由分成的合约，公司不会对你有任何约束。同时，你还可以享受公司福利，还有公司替你合理避税等等一系列好处。沈淑仪继续诱惑着，如果陈远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估计根本架不住这样的糖衣炮弹。可惜，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下回再说吧。陈远有些不耐烦了，他扭头就走。虽然这个女人长得超 A，一副美女总裁的高贵气质，气场十分强大，说话条理清晰，逻辑思维缜密，谎话编起来脸不红，心不跳。可陈远对她是真没什么好感。沈淑仪并没有放弃，依然跟在陈远的屁股后面。她原本以为陈远真的有什么急事，谁知道这小子转头就来到了学校食堂，然后点了2份小笼包，1碗热干面，1碗黑米粥，2根油条，1张葱油饼，再加1碗米粉，满满一大桌。他自己一个人悠哉悠哉地吃了起来，哪有半分着急的模样。陈远同学，你急急忙忙就是为了跑到食堂吃早餐吗？沈淑仪强忍着怒气问道。自然，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请问还有什么比吃饭更重要的事情吗？陈远浑然不在意地吞下一只小笼包，一边吃东西一边敷衍地回答。你……沈淑仪怒了，她真的怒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生。作为一个公司老总，20岁白手起家，8年打拼，积攒下数千万身家。他凭借出众的外貌、高贵的气场，加上强大的忽悠能力，空手套白狼，在男人之间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他见过的人很多，有成功的老板，有钱的富二代，不谙世事的小年轻，以及最普通的学生。按照他的理解，陈远这样的小年轻，最近突然在网上火了，但依然是吊丝心态。他开出300万的签约费，应该可以轻松将其拿下，可结果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最让他生气的是，这小屁孩居然无视了他的颜值容貌。一般这种小男生，不是最喜欢御姐型的美女吗？稍微跟他们近距离说2句话，他们都会脸红的。怎么这个家伙完全不一样？你是钢铁直男吗？还是直男癌晚期那种？或者根本就是个脸盲症患者？太气人了。陈远当然不是脸盲，只是最近接触的美女有点多，他有点审美疲劳。沈淑仪的颜值都还比不上肖若雨跟赵玉琪，自然没啥好经验的。难道你见过了珠穆朗玛峰，还会感叹乔戈里峰很高吗？陈远同学，你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太尊重人？我诚心诚意开出300多万的价码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你要是不满意这个价格，可以直说，为什么要用这样一副敷衍的态度？沈淑仪居高临下的质问道。我态度敷衍吗？我觉得我对你已经很客气了。陈远呵呵一笑，你打着燕总的名头到处招摇撞骗，我特么没拆穿，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居然不依不饶，啥意思？以为长得有点姿色，老子就不敢打你脸了？什么玩意？叮！舔狗行动开启。姓名沈淑仪，年龄28岁，身高172厘米，体重54千克，颜值8.0分。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负60点，绑定舔狗关系。当该女子对宿主好感度超过95点，则逆袭成功，身份转换，对方会变成宿主舔狗。逆袭完成，奖励10%消费舔狗金，奖励强化点20点，强化点可强化宿主身体属性，包括力量、体质、敏捷、精神等。奖励技能大师级忽悠。听到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陈远有些不理解，这样也能绑定舔狗关系吗？
他都没想过要去舔沈淑仪啊？难道系统绑定的机制是随机的？或者说，只要是现实生活中遇到颜值超过 7.6 分以上的美女，发生交集，并且产生一定程度的交流，系统就会自动绑定？其实绑不绑定倒也无所谓，毕竟也没啥损失。陈远担心的是，万一以后把兄弟的女人给绑定了，一不小心又给逆袭了，这不是很禽兽吗？或者干脆让身边的兄弟不要找太漂亮的女朋友。咦，我脑子里面怎么会冒出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就在陈远思绪逐渐被拉得很远的时候，沈淑仪身旁的助理看不下去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你信不信就你现在的热度，要是没有公司包装你，1个月以后你就凉了。我们沈总肯亲自过来挖你，是给你面子，你特么别给脸不要脸。这个助理是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身高1.8米左右，长得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他暗恋自己的美女老板已经很长时间了，非常佩服沈淑仪的口才还有能力。虽然他平常总会说一些忽悠人的话，但他们这一行哪个不忽悠人？不忽悠人怎么赚钱？小钱，不用跟他废话了，我们走。小子，你完了，你恐怕根本不知道我们沈总的关系网和能量。就算网络第一神豪燕总，也得给我们沈总几分薄面。不识抬举的东西，封杀你也就一句话的事情。第097面对疾风8，钱鑫口出狂言，陈远当即笑了。很好，你装逼的样子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面对疾风吧，你们的公司叫筑梦传媒吧？我打个电话。陈远面无表情的掏出手机，给张浩天打了个电话。因为张浩天女朋友就是香果集团的千金，筑梦传媒又只是香果集团旗下合作的一家经纪公司。喂，燕总，我正好想给你打电话，没想到你电话先打到我这里来了。张浩天意外道，什么事？今天韩小刚那小子到处炫耀，说是要把肖若雨给拿下。我寻思着肖家这妞不是燕总您看上的人吗？就想着把这事给您说一下。韩小刚，陈远皱了皱眉头，没想到给张浩天打电话竟然会听到这种消息，他突然有种被人挖墙脚的感觉。对，韩家也算汉城有头有脸的家族之一，比我们张家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他家也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和我们张家算是竞争对手。我平时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也玩不到一块去。听说今天肖家和韩家还专门安排了一场相亲见面会，双方家长都会到场，名为相亲，其实就是定亲。张浩天也不知道是出于朋友义气，还是故意透露出这个消息，反正陈远听着就很不爽，连老子墙角都敢挖，你怕是不想混了吧？就算张浩天真的故意引战，陈远也不能坐视不管。对了，燕总，您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大事，今天有个筑梦传媒的沈总说是要封杀我，听说还是香果集团旗下的。原来是这样，香果集团的事情我插不上手，我家也不是做新媒体行业的。不过您可以直接去找龙皇，龙皇本人就是香果集团董事会高层，无论是传统影视行业还是互联网直播短视频行业，龙皇在这一行都有很高的地位。好的，我知道了。陈远点了点头，挂断了电话，随后打开微信，给龙皇拨打了一个语音电话。看着陈远到处找人打电话，找了一个不行，还找第二个。沈淑仪和钱鑫2人差点就笑了，这家伙还真把自己当成大佬了。电话谁不会打？故弄玄虚，虚张声势，关公面前耍大刀，这套路都是他们已经玩烂的。你在你祖师爷面前耍这种小伎俩，你装逼给谁看呢？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学生涯，这行为看上去就很幼稚。香果高层会议室内，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正在开会，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本来他开会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接电话，可当他看到手机微信上显示的人是燕总之后，他没怎么犹豫，走到一边接通了语音。喂，燕总，您这大忙人怎么有空给我来电话？是这样的，龙皇，今天有个香果集团旗下筑梦传媒的经纪公司说是要封杀我心里面有点慌，所以想要打听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有多么牛逼。龙皇闻言脸色一僵，燕总这话既不是群友聊天，也不是生意上的合作，言外之意明显是来兴师问罪的。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他觉得燕总完全是可以与他平辈论交的人物，甚至比他更牛逼。先不提他在直播间打赏女主播2个多亿，现实生活中燕总也极为土豪大方，他买6000万别墅送人，前2天又找车皇买了辆2000多万的豪车。这还仅仅只是他看到的一面，他没看到的地方又有多少？
燕总此人深不可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是龙皇对他的评价。这样一位神豪大佬，必须以结交为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谈成一笔大生意。燕总现在在皇帝群里面也是非常具有号召力的牌面人物之一，因为燕总的存在，最近皇帝群里面的大佬都增加了好几个。此时燕总过来兴师问罪，龙皇顿时怒不可遏，也不知道哪个傻逼装逼竟然装到燕总头上去了，偏偏还是香果集团旗下的。这尼玛，你们这群蠢猪，脑子都被驴给踢了吗？燕总请放心，这件事我会立马询问清楚的。挂了电话，龙皇一脸阴沉地问道：你们谁知道筑梦传媒？我知道。一个30多岁戴眼镜的青年男子站了起来。筑梦传媒是一家与香果集团合作了2年的经纪公司，规模不算大，但也算还可以。他们公会一共有200多个主播，但大多都是默默无名的小主播，只有2、3个人气还可以。吩咐下去，从今天开始，这个经纪公司列入香果集团黑名单，全网通告。龙皇此话一出，会议室一众高层集体震动，实在搞不清楚。龙总接了一个电话，为什么就生这么大气？筑梦传媒到底是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龙总，这怕是有些不太好吧？不管怎么样，筑梦传媒与我们也有2年的合作了，突然封杀，怕是会引起其他合作伙伴的不满啊。筑梦传媒得罪了燕总，刚才就是燕总亲自打来的电话。你是让我为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经纪公司，得罪拥有数百亿资产的大佬吗？此话一出，全场哑然。另一边，沈淑仪与钱星2人看着陈远打完2个电话，开始继续吃早餐。他感觉有些好笑，钱星更是面露鄙夷之色。怎么不打电话了？打听清楚咱们筑梦传媒了吗？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沈总大人有大量，不一定会与你一般计较。你要是低个头认个错，把这份合约签了，你照样会有300万年薪。你还是火爆网络的奔跑侠，经过咱们公司的包装之后，你会比现在更火，到时候月入100万也是有可能的。一边是功成名就，一边是全网封杀，你自己选。钱星居高临下的看着陈远，仿佛站在上帝视角俯瞰人间。他满嘴跑火车，也就偏偏不懂降的人，一个小小的经纪公司都快把自己给吹到天上去了，你他妈真这样牛逼，还用得着到处挖人吗？就在这时，沈淑仪的电话响了起来。第098沈淑仪正部，喂，沈总，大事不好了，不是早跟你们说过，别出了一点小事就急急忙忙的，遇事要淡定，这世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是，沈总，是真的出大事了，香果集团要将我公司列为黑名单，全网通报，现在都已经发了官方微博了。电话里的声音刚刚落下，沈淑仪当场懵了。小袁，你别开这种玩笑，香果集团和咱们合作的好好的，是真的。沈总，孙总监的电话都已经打到咱们这里来了。沈总，您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听孙总监的意思，您这回好像真得罪了大人物，孙总监都保不住您。懵了，彻彻底底的懵了，这简直就是惊天噩耗。香果集团在业内是什么地位？他一个小小的传媒公司，怎么可能搬得动这样的大腿？如果这个黑名单不撤销，恐怕业内都不会再有任何平台与他们合作。重点是他旗下那些签约主播，估计也会闹翻天。8年艰苦创业，很可能会一朝毁于一旦。为什么会这样？沈淑仪差点当场瘫软在地上。沈总，您没事吧？是身体不舒服吗？钱星看着沈淑仪脸色惨白的样子，赶紧过去搀扶。刚才还好好的，为什么接了一个电话就仿佛受到巨大打击的样子？该不会公司真出了什么大问题吧？赶紧给孙总监打电话，赶紧打！沈淑仪急忙叫道。好的，好的，沈总别急，我这就打，这就打。钱星额头也开始冒汗，他从来没见过沈淑仪这般失态的模样。喂，您好，请问是孙总监办公室吗？我是筑梦传媒沈总的助理小钱啊。不用说了，孙总监已经吩咐过了，你们沈总得罪了神豪燕总，刚刚集团高层已经亲自下达命令，筑梦传媒将会从此列入香果集团黑名单，自己看着办吧。嘟嘟嘟，喂喂喂，钱星沙雕了，他搞不懂筑梦传媒怎么就得罪燕总了？难道他们借用燕总名头装逼的事情被燕总知道了？不可能啊，没道理啊，他们也不认识燕总，也就最近2天才借用燕总的名头装逼，怎么会这么快就被燕总本尊给知道了？这尼玛也太倒霉了吧！莫非燕总拥有千里眼，顺风耳，爪牙遍布全华夏？
一点点风吹草动也能尽在掌握之中。就算米国中情局也没这么恐怖吧？沈总，咱们真的得罪了燕总吗？可燕总到底是谁啊？该不会……钱鑫转头朝着身后瞄了一眼，刚才打电话的只有陈远一人，他们今天也并没有得罪其他人。根据推理排除法，那么真相只有一个。钱鑫突然瞪大了眼睛，心中产生了一个无比荒诞又可怕的猜想。沈淑仪当场震惊，她同样用一副不可思议的眼神盯着陈远，这个最近在网络上突然爆火的奔跑侠，他竟然是……卧槽！头皮发麻。钱鑫站立了，沈淑仪站立了。燕总，您是燕总？沈淑仪结结巴巴地问道。是啊，你们不是要封杀我吗？听说燕总跟你们公司是合作关系，我就在想，我特么什么时候跟你们合作过？是在梦里吗？陈远脸上的表情依然云淡风轻，桌上的早餐已经被他横扫一空，勉强吃了个8分饱。最近长身体，食量有点大。陈远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平淡的语气说着不平常的话语，宛如电影里面的传奇大佬，气质炸裂。即便穿着拖鞋、裤衩、背心，依然挡不住他一身强大的逼王之气，让人联想到星爷电影里面的火云邪神，也是这样不拘一格的大佬派头。听到陈远这样的回答，钱鑫当即就腿软了。听说燕总不仅仅是网络上的绝世神豪，他还是汉城富二代中的魁首人物，能量背景惊人，实力深不可测。他一个小助理，刚才竟然指着燕总的鼻子说要封杀他，吓人。钱鑫现在想到的已经不是丢脸不丢脸的问题，而是恐惧。燕总这样的人物，要整死他一个小助理，不就跟完事的？燕总，这完全是个误会啊！我真的不知道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要不这件事情就算了吧。钱鑫是我新招聘的一个助理，他刚出社会，有些不太懂事，但这都是我的问题，我愿意给您赔罪。要不晚上我请您吃饭，您要让我怎么样都行。筑梦传媒是我的心血，我真的不想失去。沈淑仪此刻再也没有任何高贵气场，宛如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脱下了皇后的新衣，只剩下卑微和乞怜。这件事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就当是给你一个教训，别老想着忽悠人，自己做过的事情就应当付出代价。陈远根本没有丝毫怜香惜玉，他大步离开了食堂。沈淑仪当场就跪坐在了地上。沈总，这个家伙太过分了，简直欺人太甚，他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要不咱们找人曝光他，他不是想低调，想隐藏，想扮猪吃老虎吗？我偏不让他如意。钱鑫，你是脑子被门夹了？你敢报复燕总？你知道人家是什么能量吗？得罪了第一次，你还敢得罪第二次？你真不想活了，还是觉得自己胳膊能拧过大腿了？而且就算曝光，又能让人家有什么损失？无非就是第二个王校长罢了。沈总您说的对，可现在又该怎么办呢？总不能真的眼睁睁地看着公司倒闭吧？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一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3次，3次不行就10次。软磨硬泡，他只要是个男人，我就不信他不心软。沈淑仪目光坚定地下定了决心，他从20岁白手起家，能够打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传媒公司，最大的优点就是拥有足够坚定的毅力，任何事情他都不怕失败，并且在某些时刻，他甚至可以为了成功，完全丢掉人格和尊严。这是一个为了成功可以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女人。陈远懒得去管沈淑仪，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肖若雨居然被逼去相亲了，这能忍？第099，这场相亲不仅仅是走个过场。出了学校食堂，陈远掏出手机，就给肖若雨发出了一条信息：你在哪儿？话分两头，此时的肖若雨正坐在一辆宾利豪车上，他父亲肖汉军亲自开车，肖若雨和于芳霞坐在后排，车上的气氛略显沉重。肖汉军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留着一个大平头，他身材不算高大，1.75米左右，体型微微有些发福，但不算胖。他模样棱角分明，浓密的眉毛，高挺的鼻梁，眼睛炯炯有神。从他这副模样判断，肖汉军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帅哥。老爸长得帅，母亲长得也漂亮，肖若雨完全继承了上一辈优秀的基因，所以才能拥有这么高的颜值。昨天和母亲于芳霞谈话之后，肖若雨原本打算今天自己去见韩小刚，两个年轻人找个咖啡馆坐下来聊一聊，就当是为了完成长辈交代的任务，走个过场，然后聊个10几分钟，就可以说不合适，礼貌说声抱歉，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相亲套路，一般电影都是这么演的，但肖若雨明显失策了。
他小看了萧汉军和母亲于芳霞对这次联姻的重视程度，他也小看了这次破产危机对萧汉军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压力。人到中年，从巅峰跌入谷底，坚持了整整大半年事业萎缩期，萧汉军还能在儿女面前保持一个父亲该有的淡定气场，已经说明心理素质十分强大了。但这不过都只是在强撑而已。看着曾经一起在公司打拼的老员工一个又一个离开，看着自己好不容易挖来的高薪人才要一个个强行辞退，公司的业务每天都在萎缩，每一天都在亏损，账户上的流动资金已经彻底断裂，他还要借钱去给员工发工资，拆了东墙补西墙，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煎熬。连续几个月以来，他每天都去找人拉投资，他所有的关系人脉都已经动用完了。然而全球经济危机，到处都有人失业，并不仅仅只是他一个遇到了困难。这时候手里有钱的人，只要稍微脑子正常一点，都绝不会把钱拿去支撑外贸行业。这尼玛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萧汉军不肯放弃，他要坚持到最后，他要坚持到市场回暖。他坚信，只要能坚持到市场回暖，撑到最后的一定是赢家。道理没错，可惜他真的撑不下去了。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公司账户，破产已经是必然的结局。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韩家抛出了橄榄枝。对方提出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萧若雨肯嫁过去，韩家愿意出资1个亿，收购萧家远航贸易集团20%的股份。这个价格，如果是前2年，别说嫁女儿，就算不嫁女儿，他也不可能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远航20%的股份。但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远航，你20%的股份，就算只卖5000万，也不一定会有人要。当然，韩家的要求远远不止这么简单。这1个亿并不是一次性打款，而是分期，他们会签订内部协议。第一，当萧若雨与韩小刚成功定亲，韩家会头期打款1000万，帮助萧家还上一波银行贷款，公司账户上也能拥有几百万流动资金，勉强支撑一段时间。第二，萧若雨与韩小刚领证结婚，并且举办婚礼，韩家就会支付4000万。第三，萧若雨什么时候怀上韩家长孙，什么时候支付剩余5000万。如果快的话，2个月内应该可以怀上。另外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这笔钱并不是韩家送给萧家的彩礼，而是用于购买远航贸易集团20%股份所支付的钱。没错，就是这样的霸王条款，萧汉军却不得不接受。毕竟韩家也不是傻逼，你想空手套白狼，结婚后迅速离婚，不想付出一点实质上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在商言商，既然是交易，那么就得保证双方利益。韩家能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萧若雨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她也能感受到车上微妙的气氛，还有父母对这次联姻的重视。萧汉军和于芳霞都亲自陪同出场了，这场相亲见面就注定不仅仅只是走个过场这么简单。他有些后悔了，早知道就不应该那么轻易答应母亲请求的，现在想反悔都来不及，感觉自己被坑了。就在此时，萧若雨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陈远给他发来了一条微信消息，消息的内容很简单：你在哪儿？萧若雨编辑打字，很快回了过去：我在前往帝豪国际大酒店的路上，今天家里面安排了一点事情。萧若雨并没有详细说明是什么事情，因为他和陈远的关系还没到那一步，甚至连暧昧都算不上，仅限于高中老同学的关系，仅此而已。我知道了，等着我。陈远的消息很快回了过来，简单霸气，他甚至不问缘由，不问因果，仅仅只是问了一个地址。萧若雨内心突然产生了一丝淡淡的涟漪，陈远该不会已经知道了吧？萧若雨猜想到，以陈远的关系人脉，好像知道这件事情也不算困难。萧若雨有些心跳加速，她不知道陈远出现在帝豪国际大酒店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总之心里面有点慌乱。陈远又不是她男朋友，好像也没有正当名义可以替她解围，可她心里竟然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期待。她只能自我安慰，相比较韩小刚，她可能对陈远更有好感吧。陈远发完消息，他扭头就去了学校附近的地下停车场，连衣服都没换，就准备开车去帝豪酒店。刚刚来到地下停车场，就发现2个穿着 JK 制服的网红脸女生正蹲在法拉利拉法旁边拍照。麻烦让一下。你让谁让一下呢？你个屌丝，这么宽的路，我挡着你走路了呀。就是，穿个裤衩背心，一看就是没女朋友的单身狗。你就这样的，还得单身20年。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法拉利拉法，价值2200多万。就你这样的屌丝，打100年工都买不起。
两个女生双手抱胸，你一言我一语，无情嘲讽道：“你们挡着我车了。”陈远掏出车钥匙。第150短3粗的韩小刚，两个 JK 制服网红脸，当场沙雕了。刚刚一波无情嘲讽，鄙视别人是个屌丝，谁知道打脸环节竟然来得这么快，话还没说完，脸就被打了。等一等，帅哥，这辆车是你的呀？难不成还是你的不成？陈远有些好笑地问道。帅哥，要不加个微信吧，以后有时间一起出来玩。没兴趣。陈远将这两个网红脸扒开，上车后扬长而去，只留下一屁股汽车尾气。切，什么人了？有钱就了不起啊？开个法拉利就把自己膨胀的，指不定车还是租的呢。钢铁直男，去死吧！两个女生双手叉腰，在地下停车场破口大骂，似乎被打脸后有些恼羞成怒，无处发泄。陈远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犯贱，反正主动加他的妹子，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有他主动去舔的妹子，才会有那么一点兴趣。这可能是男人内心的征服欲在作祟。不过正常情况下，比较主动的妹子，好像确实长得差一点。长得漂亮的妹子，一般都不怎么主动。当然，这是指一般情况下。总有些男生会感慨，为什么我喜欢的女生名花有主，喜欢我的女生惨不忍睹？这样的男生，其实还对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他们甚至没有真正努力过。陈远虽然是一条舔狗，当初为了追求林书彤，卑微到没有一丝尊严，但实际上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甚至有些固执。他可以为了心中所爱付出行动，并且为之努力，要不当初也不可能坚持追林书彤整整3年。虽然失败了，但他在行动方面比很多人都要强。有不少男生直到大学毕业都不敢去接触自己喜欢的女生，这类男生可能比舔狗还悲哀，因为舔狗还尝试过，他们连尝试都不敢。直到进入社会后才发现，原来他们当初有过那么多的机会，只是没有珍惜，留下一生遗憾。你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你不行呢？就算被拒绝了，就换另外一个试吗？多试几个，套路自然就掌握了。不要拒绝成长。陈远不喜欢渣男这个定义，他觉得这只是一个正常男人逐渐学会权衡利弊的必要阶段。你长大了，也就不会为一个人倾其所有的付出，爱得太满，反而让人窒息。留3分尊严给自己，别人也会更加看得起你。话分两头，此时的肖若雨一家已经驱车来到了帝豪国际大酒店。这时，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年轻男子走了过来。请问是肖先生吗？韩总已经在帝豪305议会厅等着您了，请跟我来吧。好的。肖汉军点了点头，手上提着一个公文包，带着老婆于芳霞还有女儿肖若雨一起跟着衬衣男走进了帝豪酒店。衬衣男子时不时地瞥了肖若雨好几眼，眼神中带着一丝惊艳，又带着一抹叹息。如此美丽的一朵鲜花，怕是要插在一坨牛粪上了。韩小刚这狗日的，不就有个好爹吗？平时霍霍那些拜金女也就罢了，连这样气质脱俗的女神也要惨遭毒手，实在令人惋惜不已。很快，一行人跟随着衬衣男来到了305会议室。肖若雨一脑门子问号，不是说来相亲吗？跑到会议室来干嘛？这是什么节奏？父亲手上提着公文包又是什么意思？肖若雨不明所以，他只是掏出手机给陈远发了一条信息，我在305会议室。就这样，衬衣男推开了会议室的门，里面很宽敞，韩家父子就在其中，还有韩小刚母亲霍春梅以及韩氏集团法务部，里面竟然坐了10多个人。肖若雨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椅上翘着2郎腿和女秘书聊天的韩小刚。韩小刚身材5短3粗，1.7米左右的身高，体重估计有170、80斤。他满脸横肉，皮肤黝黑，脖子上还纹着一条青龙纹身。本来20多岁的年纪，看着像30多岁的油腻大叔。如果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颜值打分标准，韩小刚勉强有个3分。虽然很多女人对男人长相并不是那么看重，但韩小刚这样的实在让人有点难以接受。因此，圈子里面的富二代女生就没有一个看得上他的，这也就让他养成了喜欢打野的爱好。肖总，你可算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刘秘书，赶紧上茶呀。好的。韩总。最先发话的韩总同样是个胖子，他与韩小刚长得有5、6分相似，不过身上的气质却与韩小刚完全不同。他一副笑眯眯的表情，给人的感觉很有亲和力，就仿佛一个和蔼的胖大叔，但同时他身上又有着长期身居高位的上位者气度，让人不敢小觑。他就是韩氏集团董事长
韩三水，坐在他身边的一个贵妇，也是他的老婆，韩氏集团财务部总监霍春梅。肖若雨在一旁静静的观察，他感觉今天不像是来相亲的，反而像是来谈生意的。若雨，我终于又见到你了。自从上次酒会一别，我的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其他女人，只有你。这段时间我经常做梦都能梦到你，我感觉我都瘦了。若雨，你放心，你家里的困难我已经知道了，我会让我爸全力资助你们家的。韩小刚看到肖若雨到来，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屁颠屁颠的跑到肖若雨面前讨好着说道。他那痴迷贪婪的眼神让肖若雨有些不舒服，仿佛被一头饿狼盯着，赤裸裸的。谢谢你了。肖若雨强忍着内心的不适，礼貌性说道。不客气，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我的不就是你的吗？韩小刚呵呵一笑，似乎认定了肖若雨必然会成为他的女人。什么一家人？我觉得韩公子现在说这个话是不是有些太早了？若雨，你怎么说话的？怎么对韩公子这样一副态度？肖汉军板着脸对着肖若雨一顿训斥，旋即转头对着韩三水说道。不好意思啊，韩总，我这女儿平时被我宠坏了，有些不懂规矩，还请韩总多多见谅。无妨无妨，年轻人有点脾气也是很正常的。不知肖老弟把合同带过来了没有？第101，你真的无动于衷吗？韩三水大手一挥，显得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眼睛笑眯眯的，仿佛是一个胸怀大度之人。但是了解韩三水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笑面佛。他20岁靠杀猪起家，开过养猪场，后来养猪场做大之后，才转战房地产行业，能够在汉城地产行业中争夺一席之地。他绝不是表面看上去这么和蔼可亲，不知道有多少商业伙伴被他坑得家破人亡。韩三水绝对是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就比如今天这场联姻，他不仅要让肖家的漂亮女儿替他儿子改善下一代基因，他还要慢慢侵蚀肖家远航集团的产业。远航现在不赚钱没关系，有了他的资金投入，总能撑过市场回暖。到时候他暗中收购远航股份，再把肖汉军踢出远航。这样做既能满足儿子对肖若雨的迷恋，也能完成韩氏集团对远航的吞并，可谓一举两得。肖汉军知道这么做可能会引狼入室，但没办法，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现在答应韩家的条件，还能保住远航不是？再不济也能留下一笔资产给肖若涵。韩总，股权转让合同我已经拟定好了，您看一下。肖汉军放下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叠文件。韩氏集团法务部成员立刻接过这份文件，开始仔细审查。审核了大概几10分钟，一个戴眼镜的青年才恭恭敬敬地说道：韩总，这份股权转让合同没什么问题，远航集团的资产负债也都一目了然，不过需要添加一个附加条款。协议签署，肖家远航集团20%的股权即归韩氏集团所有，韩氏集团会当场支付1000万流动资金，这一点没什么问题。但后续隐藏条款之中，肖家若是没有按期限完成约定，韩氏集团将不会支付剩余9000万尾款，并且远航20%股权也即归韩氏集团所有。法务部和律师一本正经地说道。隐藏条款是什么？无非就是肖若雨1个月内和韩小刚领证结婚，并且1年内怀孕生子，3年内不得离婚。签署协议之后，如果肖家不能履行约定，就等于韩氏集团花1000万就把远航20%的股份给买下了。远航集团在巅峰时期，市场估值超过10个亿，就算现在市场行情不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花1000万买人家20%的股份，等于和抢劫没什么区别。关键还是得做好肖若雨的思想工作，这笔资金才能拿得到手。肖汉军内心十分绝望，但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破产一贫如洗，要么赌上一把，只需要2年，只要韩家资金注入，他有把握在2年内逆风翻盘，甚至把远航的规模做到比之前还要大。至于肖若雨，其实韩小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家里有钱有势，还那么喜欢肖若雨，女儿嫁过去应该也不会吃苦受罪。虽然人长得是马虎了一点，但他身上应该也是有很多优点的。肖汉军只能下意识的这么安慰自己。什么隐藏条款？肖若雨皱眉问道。他走过去抓起那一叠文件合同就看了起来，也没人阻止他，反正早晚会让他知道的。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必要隐瞒了。这份股权转让合同前面都还很正常，可当肖若雨看到最后面的附加隐藏条款之后，他懵了，一脸不可置信。这份隐藏条款书面文字上说的冠冕堂皇，
但总结起来就3个字：卖女儿。萧若雨必须答应那一系列过分条件，韩家才可能将1亿资金打到远航贸易集团的账户上。偏偏就是这样一份令人发指的合同，萧汉军和于芳霞他们竟然是同意的。萧若雨心态崩溃了，一时间她面无血色，只觉得万念俱灰，眼眶的泪水不自觉地流淌下来。小雨，你别这样，其实妈妈早应该把话给你说清楚的，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希望你能理解爸爸妈妈。这段时间你爸承受的压力真的太大了，他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已经精疲力尽，他甚至还想过要跳楼。小雨，你从小到大都很懂事，你能理解爸爸妈妈的，对不对？于芳霞拍了拍萧若雨的后背，轻声细语地说道：我不理解，我真的不理解。你们生意失败了，大不了从头来过，以后赚不了钱了，我来养你们，我萧若雨来支撑这个家，可你们为什么都不问我的意见，就替我做了决定？我是个人，不是牲口，你们怎么能这样？母亲，不要再说我很懂事了，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懂事，我只想做一个坏女孩，一个做错了事能被父母维护的坏女孩。萧若雨梨花带雨地说道，她很想吼出来，可长期以来的教养让她下意识的就不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举动。她不想这样，她一直压抑着自己，因为她是姐姐，她就必须给萧若涵树立榜样。萧若涵可以犯错，但是她不能，因为她一直都是母亲最骄傲的女儿，她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她要维持母亲心中的骄傲形象，她无法懈怠自己。可她真的累了，从小到大所有的同学都很羡慕她，她何尝不羡慕别人？小雨，你别这样，妈知道你这件事情不该瞒着你，可你总得为萧家考虑考虑，你总得为你弟弟考虑考虑。萧家不能倒，如果咱们破产了，你知道那些亲戚朋友会怎么看咱们？你知道你那几个阿姨又会怎么笑话咱们家？小雨，你都长这么大了，也该学会替家里分忧了。人不能一味的索取而不知回报，做人不能太自私，什么事情都只想到自己。爸爸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总得为家里面付出一些，现在只有你能挽回远航破产的局面，你难道真的狠心让萧家破产，让你爸、你妈、你弟弟一起流落街头吗？你真无动于衷吗？萧汉军沉声道。第102，狂妄到令人发指。爸，我不是不愿意为家里分忧，我也不是不愿意承担责任，可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呢？难道远航真的比你女儿一生的幸福还要重要吗？孽障，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不孝女？这么多年，我给你吃，给你喝，给你最好的教育，什么时候亏待过你？现在萧家遇到困难了，你却只想着你自己，难道真的要让萧家破产，你才满意吗？萧汉军怒发冲冠，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就在此时，于芳霞突然双腿一弯，当面跪在了萧若雨面前。全场死寂，所有人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萧若雨。萧若雨也懵了，她真没想到母亲于芳霞会给她下跪。这个世上只有子女跪父母的道理，哪有父母跪子女的？你真要让父母给你下跪，你就是大不孝，你不仅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恐怕连自己的内心都会感到不安。妈，你这是干什么？你赶紧起来啊！萧若雨连忙蹲下腰去搀扶于芳霞，可于芳霞根本不肯起来。女儿，妈也是没办法了，你父亲已经走投无路，现在全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你就答应了吧。小刚也已经向我保证过，他一定会对你好的，这孩子是真心喜欢你的。于芳霞眼眶泛起泪花，一边哭一边哀求着说道。他和萧汉军一起，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软硬兼施，手段高明，并且不要脸皮。萧若雨的心机手段怎么可能玩得过他们？他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地，他能拒绝于芳霞吗？当妈都已经给你跪下了，你真的能狠下心来拒绝？若雨，阿姨说的对，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只要你肯嫁给我，以后不管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房子我给你买新的别墅，车子你想要什么类型的，就一句话的事情，就算你想要飞机，想要游轮，我也替你买过来。韩小刚拍了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说道，好像十分真诚的样子，但实际上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想要的。他早就想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了，正好找老头子要一套别墅，车也可以顺理成换新的。至于这些东西买了之后，那肯定是要写自己名字的，反正夫妻一体，是谁的都一样，只要萧若雨不离婚，住一辈子也没问题啊。很多有钱人貌似越有钱越喜欢精打细算，韩家不缺钱，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的是一个比一个精。萧若雨目光呆滞，
哑口无言。他知道，他拒绝不了母亲的苦苦哀求，他没有这个勇气，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命运的枷锁是如此牢固，世间又有几人能够挣脱？人这一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也许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从小享受了别人没有的物质条件，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萧若雨闭上了眼睛，两行泪珠滑落在地毯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声音冷刻着说道：母亲，您起来吧。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乖女儿，这才是我懂事的好女儿。于芳霞站了起来，长舒一口气。小雨，刚刚爸爸也不是故意要说那种话的，爸爸给你道歉，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女儿。萧汉军语气也开始软下来，他也不想说那些刻薄的话，只不过有时候不说这种话，根本没法达到目的。他了解萧若雨的性格，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同意嫁到韩家去，只能让老婆配合着他故意演场戏。夫妻二人联手，萧若雨段位太低，根本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场面，他除了被迫答应，没有第二个选择。韩三水眯了眯眼，他自然能看出萧家夫妇唱双簧的伎俩，不过这种伎俩用在自己女儿身上就有点 low 了，但他也并未多说什么，从头到尾都只是冷眼旁观。既然现在把人给说服了，那自然就可以办事了。萧总，既然令千金已经答应嫁给我儿子，那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把这份股份转让合同签了，下个星期刚好有个黄道吉日，我会在帝豪酒店大摆宴席。小刚和若雨，还是赶紧把证给领了吧，毕竟早一点领证结婚，韩家的资金也会早一点到位。我想萧总应该很清楚吧。韩三水皮笑若不笑地说道。清楚。萧汉军点了点头，他坐在椅子上，拿起合同正准备签。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萧若雨突然喊道：父亲，您当真要签这份合约吗？没错，只有这样才能救远航，远航是我大半生的心血，绝不能放弃。萧汉军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在说，他可以为了远航放弃他的女儿。砰！萧汉军话音刚落，会议室的大门突然就被人给踹开了，众人目光齐刷刷地望去，只见一个脚下踩着人字拖，穿着背心短裤的年轻男子，一脸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妈的，是哪个狗日的吃了雄心豹子胆，连老子墙角也敢挖？你们特么的是不想混了吧？来人不是陈远又是谁？他这副造型实在有些吊丝，可口气却狂得惊人。哪里来的疯子？你特么的是活腻歪了吧？韩小刚当场暴怒，冲过来就想提着陈远的衣领，打算把他丢出去。可他还没抓到陈远的衣领，陈远反手一巴掌就把他给扇飞了。啥玩意？你就这胖的跟个球似的玩意，也敢跟你爷爷我动手？大胆！你个小逼崽子，你知不知道你打的是谁？连韩公子你也敢打？你知不知道在座的都是些什么身份的人物？两个身形壮硕的保镖冲了过来，一边严厉斥责，一边威胁着陈远，并且打算动手将其拿下。你们动我一下试试，不就是韩家老总和萧家老总在这里谈卖女儿的事情？你们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让你韩家在汉城消失？陈远肆意张狂地吼道，他这已经不仅仅是嚣张了，简直狂妄到令人发指。但在场的所有人心里却咯噔了一下，这家伙居然知道韩总和萧总的身份，不知道敢这么嚣张，可以说无知者无畏。可知道了你还敢这么嚣张，这怕是身份背景不简单啊。韩三水目光一凝，第103，白送5个亿，不知小友是哪一家的公子？韩某改日必定登门拜访。不必了，你还没有这个资格。陈远大手一挥，似乎完全没有把韩家老总放在眼里。韩三水差点肺都气炸了，他怎么说在汉城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从来没被人这般轻视过，更何况这家伙还只是一个年轻人。你到底是哪来的勇气和自信，可以无视韩家老总的威严？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若雨，你放心，你家的困难我来替你解决。陈远对着萧若雨微微一笑，他旋即转身走到萧汉军跟前，旁若无人地拿起了他手上的合同。萧汉军刚想阻止，可已经来不及了。陈远的手速实在太快，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合同就已经到了陈远手中。陈远随便翻了几页，当场就笑了出来。呵呵，萧总是不是太轻看自己的女儿了？才1亿你就给卖了，还顺带搭上了自己公司20%的股份，你可真牛逼。这样吧，我出5个亿，买你萧家远航集团60%的股份。萧总意下如何？此话一出，全场死寂，语不惊人死不休。陈远这个造型，这个吊丝模样，实在不像能拿出5个亿的大佬，可5个亿在他口中
却是如此的云淡风轻，而且看他的样子，似乎和女儿萧若雨认识，是专门赶来阻止这场联姻的。小雨，这位是？萧汉军疑惑地问了一句。他是陈远，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很有钱。萧若雨不知道该如何介绍陈远，毕竟陈远不是她男朋友。可陈远今天这副举动，意思又是如此的明确。最后他还说了一句陈远很有钱，算是解答萧汉军心中的疑虑。他表情十分复杂，心中有些五味杂陈，对萧汉军的态度有些冷，对陈远的到来他十分感激。原来是陈公子，你真的愿意出5个亿买下我萧家远航集团60%的股份吗？萧汉军心里盘算着，若是真有人出5个亿买下远航集团，别说只要60%的股份，就算整体打包卖出去，他也是愿意的。现在的远航已经接近破产边缘，根本不值这个价。有了5个亿，他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又何必守着这么一个烂摊子？不错，5个亿我可以拿出来，但我也是有要求的。陈远冷笑一声，随即看了萧若雨一眼。萧汉军同时也看了萧若雨一眼，瞬间明白过来，陈少愿意花5个亿收购远航集团60%的股份，自然不是看中远航的价值，而是另有目的。他的目的和韩小刚一样，同样是看中了自己的女儿。不过陈少出价更高，更有诚意，而且他长得也更帅，也比较符合女儿心中的审美。萧汉军和陈远的目光让萧若雨身体有些发寒，没想到陈远的到来依然改变不了他沦为货物的局面。在父亲眼中，他只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拿来出售的商品，价高者得。在陈远眼中，他也同样是可以被买下来货物。他是一个人啊，为什么要如此没有人格的被人当场交易？就算他对陈远有些好感，他也忍受不了自己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别人的女人，这是对他尊严的一种践踏，是人格的侮辱。陈公子，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出来。我的条件只有一个，我出5个亿，你将远航集团60%的股份转让到萧若雨名下，股份协议转让完成，5个亿立马到账。此话一出，萧若雨懵了，萧汉军懵了，韩三水懵了，在场所有人集体懵了。陈远说了什么？他要花5个亿买远航集团60%的股份，最后居然什么要求都不提，还要把股份转让给萧若雨。萧若雨也是萧家的人，股份转过去同样也是萧家的，这尼玛和自己白花5个亿把钱送给萧家有什么区别？你是脑残吗？你是傻逼吗？还是真的为了爱情可以付出一切，不求任何回报？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这一刻，萧若雨被感动了。陈远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件货物，他和韩小刚完全不一样，他只是单纯想要为他付出，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借机索取任何东西。这个男人，他的感情世界是纯粹的。萧若雨好感度加10，萧若雨好感度加10，萧若雨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85点。萧若雨眼眶再次溢出了滚烫的泪水。陈公子，您提出的要求真的仅仅只是这样吗？萧汉军有种被天上馅饼砸中的感觉，有些不太真实。自然是这样，你还想有什么？陈远心里有些好笑，要不是股份不能转让到自己名下，不然舔狗精会花不出去，他才不会提出这么奇葩的要求。可是萧若雨不知道啊，他以为陈远真的爱他入骨，愿意为他倾其所有，这样的男人简直世间少有。女生有时候往往会憧憬一些童话中的爱情，陈远今天的表现与童话中的王子没有任何区别，他甚至表现得比王子还要完美。也许在别人眼中他是个傻逼，但在萧若雨眼中他是天神下凡，他是脚踏七彩祥云的孙悟空。终于在紫霞仙子快要嫁给牛魔王的时候成功登场了，他一出场就震慑全场，霸道惊人，扭转乾坤，男友力 max。 陈公子，我没有任何意见，我现在就按照陈公子的要求重新拟定一份股权转让合同。这个会议室里面有打印机，陈远提出的要求太过简单，只需要将合同重新修改一下就行了，连后面的隐藏条款都可以直接撕掉。几乎不到20分钟，萧汉军就重新拟定了合同。公司1大半股份转让给萧若雨没什么关系，反正也是萧家的人。陈远白送5个亿，这尼玛不要白不要。当然股权转让，陈远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实力一口气拿出5个亿？萧汉军内心依然抱有怀疑态度。若雨，你签个字吧。第104，我不是第一次救你了。萧若雨签完股份转让协议，陈远没有食言，当场就拿出手机开始转账。叮咚，您的尾号9898的工商银行账户收款5亿元，5个亿。
真的是5个亿？于芳霞懵了，她拿着手机，看着账户上真的多了5个亿的资金巨款，差点兴奋到语无伦次。陈远打款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可思议，如此巨大的一笔款项，即便是与世界500强集团合作，也不可能这么快给你到账，因为资金太过巨大，所需要申请的手续十分复杂，能在1个星期内把款项批下来，都算快的了。有些企业甚至给你拖上1个月、半年，也是正常的。但陈远只用了1分钟，协议转让完成1分钟，5个亿，秒到账，就是这么豪横，就是这么牛逼。他根本就不需要申请什么复杂的手续，也不需要打电话找家里要钱，5个亿的流动资金，自己账户上就有。震惊！实话，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不仅仅是萧汉军和于芳霞，韩三水、韩小刚、霍春梅以及韩氏集团公司法务部一众成员，心里面无不掀起了滔天巨浪。陈远刚才所拿出来的5个亿，所代表的绝不仅仅只是5个亿这么简单。说句实在话，韩氏集团总资产超过30亿，但大多都是固定资产，还有公司股份以及一些项目投资的总和。韩家真正能够拿出来的流动资金不会超过2个亿。实际上现在很多企业都这样，他们用钱去生钱，用力去滚利。一个大企业市场估值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可你真让他一下子拿出10个亿的资金，他不一定能拿得出来，就算能拿出来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准备。可陈远不需要准备，他5个亿的资金打过去，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实力背景简直恐怖如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手里头随随便便揣着5个亿以上的流动资金，貌似当年千达集团董事长之子，名震娱乐圈，被人称之为国民老公的王校长，也不过如此吧。太牛逼了，太惊人了，难怪口气能狂成这样，原来人家是真有这个底气。韩三水不敢再继续摆谱了，陈少手笔惊人，韩某佩服。刚才全子与陈少有些冲突误会，这里韩某这个当父亲的就先说声抱歉了，还希望陈少不要与全子一般计较。韩三水眯了眯眼，拱手说道：爸，您在说什么呢？刚才是他打了我，又不是我打的他，凭啥要给他道歉啊？他还抢了我老婆，这口气我特么咽不下去。不就是5个亿，我韩家也拿得出来。啪！韩小刚话还没说完，韩三水反手就是一耳光，扇在了他肥胖的大脸上。闭嘴，你个孽畜，韩家的家业早晚要毁在你这个蠢货身上。韩三水一顿训斥，韩小刚捂着脸，已经被打懵。他也不是真的傻，只不过年轻人喜欢意气用事，而且他是真的喜欢萧若雨。本来事情进展得很不错，马上就能将女神娶回家了，可没想到关键时刻，煮熟的鸭子都给飞了。这能忍？老婆都被人抢了，这你能冷静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羞辱了，这是奇耻大辱，这是传出去以后汉城2代圈子他还怎么混？所以他才会失去理智。不过韩三水的一耳光犹如当头一棒，让他冷静下来。陈远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底蕴确实有些惊人，韩家没摸清楚对方底细之前，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陈远单手背负，用一股睥睨天下的目光扫视全场，他浑身上下洋溢着惊人的逼王之气，无一人敢与他对视，包括韩三水，包括萧汉军。萧总，我希望你记好了，以后不要强迫萧若雨做她不喜欢的事情，不然今天我能救你萧家，明天也能将萧家连根拔起。远航在我眼中连个屁都不是，你明白了吗？陈远这话说得很难听，简直目中无人，可偏偏萧汉军压根就不敢反驳，反而越发恭敬。陈远这副嚣张跋扈的嘴脸很符合豪门公子那副不可一世的模样，他越嚣张越跋扈，越不容易让人怀疑他的身份。陈少放心，您的话我听明白了。萧汉军点了点头，他觉得陈远这番话应该另有含义，表面上是为了维护萧若雨，实际上是在暗中警告他，萧若雨已经是他的人了，以后不准让他跟其他男生接触。人家给你5个亿，又怎么可能是真的白送你的？他说把股份转让给萧若雨，其实也仅仅只是想要在女儿心中留下更好的印象而已，这意思还不明确吗？陈少明显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要得到一个女人，不仅仅只是为了得到她的身体，他还要得到这个女人的心。陈远的手段比韩家高明了数倍不止，让人心服口服。萧汉军有些无语的看了萧若雨一眼，早知道你认识这妖牛逼的豪门大少，他还找个锤子的韩家，还签什么坑爹的协议，简直多此一举。陈少一句话，萧家面临的所有困难迎刃而解。
5个亿的资金注入，别说仅仅只是挽回破产局面，就算让萧家事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也是十拿九稳。陈远放完这句狠话，也没管萧汉军和其他人，他抓起萧若雨的手，旁若无人地走出了会议室。等到走出帝豪国际大酒店，他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妈的，刚才紧张死了，也不知道这波强行装逼有没有镇住这群扑街。陈远心想到，他平时也不是一个嚣张跋扈的人，这次一进门发现有那么多人，而且一个个气度不凡，里面还有萧若雨父母。陈远觉得表现太低调了，可能会被人看不起，干脆就装成不可一世的样子，要多膨胀有多膨胀，要多嚣张有多嚣张。没想到还真把这群家伙给镇住了，就连身家几十亿的大老板也得在他面前认怂。这波操作十分优秀，主要陈远也没见过太多世面，演技略有欠缺，稍显浮夸，以后见过的世面多了，装逼的功力也会越发圆润，越发自然。陈远，这次谢谢你啊。萧若雨面露感激，但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去述说，毕竟5个亿的人情他还不起。没关系，我好像不是第一次救你了。陈远笑着摸了摸后脑勺，不是第一次，难道你以前也救过我吗？萧若雨疑惑道，你真的忘记了吗？高2那年晚自习放学后，你被2个混混堵在巷子里面了，还是我冲出来救的你。陈远此话一出，萧若雨顿时愣住了，一股回忆涌上心头，他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第105，萧若雨彻底沦陷了。5年前，萧若雨下了晚自习，正常回家，因为那天写作业写得比较晚，原本经常跟他一起结伴回家的2个女同学先走了。父亲公司里有很多事情，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母亲也忙得不可开交，没人接他回家。他骑着自行车经过一条僻静小巷的时候，突然就被2个黄毛混混给拦住了。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孩子，在夜深人静小巷深处被2个混混给拦住了，可想而知他当时有多害怕多紧张。那时他只有16岁，一个人经历这种事情差点就把他给吓哭了。就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个男生突然冲了出来，二话不说的就和2个混混扭打在一起，一边打一边还让萧若雨赶紧跑。然后萧若雨真的跑了。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男生似乎根本不是2个黄毛混混的对手，被人按在地上一顿胖揍。萧若雨跑掉后立刻报了警，过了半个小时，民警终于赶了过来，可那2个黄毛混混和见义勇为的男生已经不见了踪影，似乎打完一架就闪人了。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那天天很黑，光线比较暗，再加上事发突然，萧若雨慌的一批，根本没有看清楚这个男生的长相。他内心十分愧疚，一个人帮了他，他却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想要感谢却连人都找不到。经过了这个事件后，过了整整5年，他依然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因为留下了心理阴影。这件事情逐渐成了他埋藏在心底的一个秘密。可没想到，万万没想到，时隔5年之后，陈峰的记忆被掀开，原来曾经见义勇为的男生一直都是陈远，这个当初在班里面默默无闻的男生，一直在偷偷的守护着他，不管是5年前还是5年后，一如既往，从未改变。当5年前那个身形瘦弱的小男生和5年后的陈远逐渐重合在一起，2次事件所形成的冲击，宛如一颗 AWM 狙击子弹，以不可阻挡之势死死地打进了萧若雨的内心，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经过了5年时间的酝酿，萧若雨内心的愧疚和感动才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原来当初帮我的人竟然是你！我的天啊，我当初可是找了你很长时间的，可是一直没找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萧若雨好感度+5，萧若雨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95点。叮，检测到6号舔狗对象萧若雨，对宿主好感度成功突破95点，恭喜宿主逆袭成功。叮，6号舔狗对象共计消费舔狗金5亿元，奖励宿主5000万元。叮，萧若雨成功转化为宿主舔狗，奖励35点强化点。叮，恭喜宿主获得技能英语精通、法语精通、俄语精通、韩语精通。刹那间，系统界面弹了出来，姓名陈远，年龄21岁，身高181厘米，体重68 kg， 力量29，体质29，精神15，敏捷19，成年人巅峰水平值10，状态无比强健，技能舞蹈精通、英语精通、
法语精通，俄语精通，韩语精通。强化点35点，提示：强化点可强化基础属性以外，还可强化技能。每一项技能添加1点强化点，都可以提升5年技能熟练度。请宿主选择强化方向。这一刻，陈远被震惊了。他原本认为，以萧若雨的颜值气质，想要逆袭的难度肯定是最大的。他甚至做好了长期攻略的准备。谁能想到，仅仅只是因为提起了5年前的一件小事，竟然直接就逆袭成功了。他可是知道，好感度提升越往后越困难，特别是最后5点，每提升1点，都相当于前面10点。因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好感度是有极限的，增加到某种程度，就不会再继续增加了。给多少钱都没用，只有打破瓶颈，让他觉得你是真的优秀，你是真的很有魅力，让他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才能成功逆袭。原本以为这个过程会很困难，毕竟他花了5个亿，萧若雨的好感度才提升到85点，就算继续花更多的钱，效果也不一定会有之前那么好。可谁知道，因为提起了5年前的往事，萧若雨对他的好感度突然就爆炸了。这一刻，陈远才终于明白，原来萧若雨不是不记得这个事情，而是没有把他认出来。陈远一直以为萧若雨是知道的，只是没把他当回事。原来5年前就造成了某些误会。当然，陈远心里也很清楚，就算5年前萧若雨认出了他，估计也不会和他有什么故事发展，最多只是当面感谢他，或者拿些钱财弥补，就当是医药费。当时的萧若雨是不可能当陈远女朋友的。也许时隔多年以后，同学聚会时，他会在萧若雨心目中多一些印象，仅此而已。可现在不一样，恰恰是经过了5年时间的酝酿，陈峰的记忆被陡然掀开，再加上陈远一系列装逼打脸，震慑全场，让萧若雨摆脱了家族联姻的困境。好几件事情叠加，所产生的效果非同凡响。萧若雨被感动到一塌糊涂，而且不仅仅是单纯的感动，她是真的被陈远的魅力所吸引。该霸气的时候霸气，该低调的时候低调，相貌、家世、内涵、学识，无一不缺。偏偏他还如此长情。这个男生不仅仅是现在才喜欢他，而是5年前就已经肯为他搏命了。可偏偏他现在才知道，感人肺腑，用情至深。萧若雨不可遏制的沦陷了。女生有时候会很盲目，当一个她并不怎么在意的男生为她拼尽一切去付出的时候，她是看不见的。可如果是一个她心里在乎的男生，只要稍微为她付出一点，她都会记住很久很久。这就是选择性记忆，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陈远今天能一次性将萧若雨逆袭成功，可以说5年前那一场因果埋下了很深的伏笔。不过后来陈远才知道，这2个混混也并不是真的混混，而是李阳这个家伙故意找的2个哥们，打算堵着萧若雨来一波英雄救美的。谁知道被自己给截胡了，到头来谁也没讨着好。这时气氛逐渐开始升温，陈远看着萧若雨已经彻底沦陷的眼神，他下意识的就将这个女孩搂在了怀里，看着对方绝美的容颜，陈远忍不住想要一口亲上去。2人的脸颊越拉越近，萧若雨也闭上了眼睛，似乎不打算反抗。陈远甚至能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声，滴滴滴滴滴。关键时刻，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打开来电显示一看，居然是赵玉琪打来的电话。我靠！第106陈远精通6国语言。喂，陈远，前2天洪总已经搬出江景别墅小区了，这2天我去采购一些新的家具，还有生活用品什么的。今天上午去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明天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赵玉琪在电话里面开心地询问道，他的心情似乎很好，可能是刚刚搬进了花园别墅的原因。我当然知道，明天不就是你生日，我礼物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对了，陈远，你明天不要送我太贵重的礼物，我邀请了很多学生会的同学，你要送我太贵重的礼物，我不好意思收的。赵玉琪似乎预感到陈远会送他很贵重的礼物，于是提前将他的后路给堵死了。陈远有些无语，女人的第6感都这么准的吗？老子法拉利拉法都给你买好了，你提前1天说不要送贵重礼物，这不是在为难本座吗？不过陈远之前也有过这方面的猜测。当然，一个女生对你很有好感，是真心喜欢你的时候，有可能她会变得不舍得花你的钱，甚至会替你主动节约钱，因为她希望在她心目中留下更好的印象。赵玉琪的态度无疑印证了这一点。好吧，那我再想想给你送个什么礼物。陈远一脸犯难地说道，给女孩子送生日礼物好像也是一件特别操心的事情。先不跟你说了，我要打扫卫生了。琪琪，赶紧过来擦玻璃，这么大的房子
你也不说请2个阿姨过来打扫一下，居然把我拉过来当苦力。我也是日了狗，以后我要是没地方去了，就赖在你家不肯走。哼！赵玉琪挂掉电话之前，陈远似乎听到了吴小飞一脸埋怨的声音。他想了想，难怪赵玉琪这2天都没怎么跟他联系，原来是在忙别墅搬家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这套价值6000万的别墅现在都在他名下，就相当于是他的房子，自然十分上心。这时候打个电话来，应该也是主动会汇报一下情况。赵玉琪开始忙了，挂了电话，肖若雨神色如常，并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什么。她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女孩子，通常都很聪明，知道什么问题可以问，什么问题不可以问，而且有些问题问了，你也不一定可以得到真实的答案。肖若雨的内心是高傲的，她并不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女人，她性子清冷，甚至从没有为一个男人吃过醋，因为不需要吃醋。在她的思想观念里面，只要自己足够优秀，该吃醋的就应该是其他女人，而不是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管是学校里面谈恋爱的一些小情侣，还是大街上手拉手的那些男生女生，好像碰到肖若雨的时候，这些男生会下意识的将目光盯着肖若雨身上，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将女朋友都给忽略掉，导致这些男生的女朋友各种吃醋，各种埋怨。因为长得太好看，肖若雨时常也会有些烦恼，每次出门都有很高的回头率，有些男生还撞在了电线杆上，可谓无妄之灾。也许这种事情发生1次2次，他觉得很兴奋，很开心，很有面子，但次数多了，他也就不喜欢那么多目光聚焦到他身上了。每次出门他都会戴口罩，以前街上戴口罩出门的人比较少，他这样会显得有些另类，但现在全国上下几乎人人都戴口罩，他反倒显得十分正常了。刚才给陈远打电话的明显是一个女生，但肖若雨依然不会吃醋，因为陈远人已经在他这里了，这不就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吗？怀疑只会将一个男人越推越远。他不介意陈远有正常的社交，因为他很自信。刚刚有个同学过生日，明天打算搞个生日派对，你有兴趣参加吗？陈远主动对着肖若雨询问道。无论他吃不吃醋，陈远觉得主动邀请是很有必要的，主要能表现出他豁达坦荡的一面。不用了吧，明天我家里面还有很多事情，学校里面也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可能抽不出时间来。另外，你们学校的同学开生日 party， 我又不认识人，去了也不太好，那可真是有些遗憾。你要去了，肯定能够艳压群芳。陈远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其实他心里长舒了一口气。这尼玛，肖若雨要是去了赵玉琪的生日 party， 不就成了大型翻车现场？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去你们学校玩的。肖若雨眨着圆圆的大眼睛，点了点头。陈远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吃醋，反正看不出来。如果是以前的林书彤，突然遇到有别的女生给自己的男朋友打电话，估计早就炸毛了，必须得刨根问底才行。肖若雨的表现和林书彤完全不一样，搞得陈远有些不太适应，可能当舔狗当习惯了，都是下意识反应。接下来，陈远带着肖若雨去了一家法国餐馆。肖若雨惊奇地发现，陈远居然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甚至比他的法语更加流利。不仅如此，在接下来吃饭聊天中，陈远还会俄语、英语、韩语、日语5种语言，加上本国汉语，就是6国语言了，简直吊炸天。肖若雨和陈远越聊越投机，越聊越钦佩，差点没达到仰望的高度。他天生拥有很强的语言天赋，即便如此，也经过了长达10几年的学习，才勉强掌握5国语言。可陈远居然比他会的还要多，这可真是个宝藏男孩。你以为你已经够了解他了，可是真的深入接触后，才发现他原来比自己想象中还要优秀。而且特别巧的是，陈远会的另外4国语言之中，和他学习的4国语言基本是一样的。这么一聊下来，共同话题就很多了，甚至2人之间还玩起了用不同语言来回答对话的游戏。这操作秀得隔壁桌吃饭的情侣差点头皮发麻。当然，肖若雨不知道的是，陈远所掌握的4国语言完全是从他身上获得的逆袭奖励。至于日语，不好意思，陈远不是特别精通，只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艺术电影有点多，陈远以前也比较偏爱艺术，所以涉猎广泛，耳濡目染之下，顺口飙上几句日语，信手拈来，不成问题。肖若雨不会日语，自然不会深究，只需要通过其他几种语言的对话，他自然就够判断出陈远对韩语、俄语、英语、法语的精通，绝不仅仅是片面的，不仅正常流利对话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某些生僻词汇他也了解得一清二楚。
那么可以想象，他的日语自然也和前面几种是一样精通的，这是思维惯性。第107，嘴巴张得老大。直到肖若雨和陈远离开，旁边狄情侣才有些不爽地说道：“妈的，吃个饭也要标5国语言，有意思吗？欺负老子英语没学好是不是？就算学习再好，不照样也是个穷瘪？全哥，你少说一句吧，人家开着法拉利过来的。卧槽，还真是开法拉利的。”就在这男子骂骂咧咧的时候，陈远拉着肖若雨坐上了路边的法拉利拉法。本来看着这么漂亮的一个美女学霸，跟着陈远这个穿着背心裤衩人字拖的屌丝在一起，似乎有点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意思。可是现在没脾气了，因为人家会单手开法拉利啊。陈远，今天真的谢谢你，我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开心了。你对我家里面的帮助，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报答你。既然不知道该怎么报答，那要不以身相许呗？许你个大头鬼！哼，大不了我以后慢慢赚钱，把钱还给你就是了。那我可是要收利息的，按照正常银行贷款利息，5个亿的贷款，每个月收你200万不过分吧？你每个月给我200万，我就不用你以身相许了。陈远开玩笑着说道。肖若雨心算了一下，陈远说的好像还真没错。正常银行贷款，放贷5个亿，每个月只收你200万利息，已经是超低利息了。有些不正规的贷款公司，放贷5个亿，一个月收你500万，甚至1000万的利息，也不是不可能。而且还是先息后本，你得先把利息付了才能拿钱。正常情况下，就算你真的肯付这么高的利息，也没有人会借5个亿的巨款给你。要不萧汉军也不会走投无路去接受韩家开出的条件。你真的想让我还利息吗？可是我还不起啊，要不我亲你一下，就当200万利息行不行？不，肖若雨说完，在陈远脸上亲了一口。陈远刚想说，你的嘴可真金贵，亲一口就要200万，可话还没说出口，这突然一下袭击，当场就把他给搞懵逼了。卧槽，你竟然占我便宜！谁占你便宜啊？讨厌死了！下午2点钟，陈远将肖若雨送回了武大。他今天下午还有课，其实上午也有课，只不过他请假了。肖若雨的学业很繁重，以他长期以来的学霸人设，仅仅只是一个本科学历，很显然是满足不了他的。高中的时候，他的高考分数就极高，几乎达到了燕大录取分数线。只不过父母都在汉城，刚好武大也是全国排名前10的大学，也就没有选择去燕大。可是本科即将毕业，他已经决定好报考燕京大学外语系研究生。他这么喜欢外语，也并不一定是想做翻译，只是因为单纯的喜欢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而已。这样去国外旅游的时候，也许会更加方便。当然，女生学习多门外语，也有可能是想见识更多的世面，遇到更多优秀的人，这一点无可厚非。陈远也不是那么狭隘的人，这个社会，无论男人女人，谁都想接触更加优秀的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因为你喜欢他，就想要将他捆绑住，心是绑不住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然后去吸引他。你必须得有你自己的价值，要不然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生，凭什么要喜欢你个屌丝？你这不是在想屁吃？咦，这不是肖若雨吗？她怎么坐着一个男生的法拉利来学校啊？该不会被人给……卧槽，咱们的女神被富二代泡走了，我感觉我的心都要碎了。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满脸痛苦地说道：“若雨女神，我要崩溃了，我真的要崩溃了。我暗恋了她整整3年，没想到她还是沦为了金钱的奴隶。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为什么好白菜都让猪拱了？”看着肖若雨从法拉利拉法上走下来，不少男生捶胸顿足，咬牙切齿，恨不得将陈远碎尸万段，以泄心头之恨。陈远猛然间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杀意，不是一股，是很多股。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估计他已经被秒杀100遍了。这个地方有点危险，还是赶紧溜之大吉。将肖若雨送到武大校门口后，陈远立刻调转车头，扬长而去。话分两头，自从上次 KTV 陈远自曝身份，当着林书彤的面澄清他不是燕总以后，林书彤对陈远的好感度开始迅速下降。后来又有孙瑞在他耳边不停点滴陈远，林书彤越想越气，一想到自己在陈远面前做过那么多卑微的事情，说过那么多卑微的话，他就觉得很没面子。陈远以前只是他的一条舔狗，还当了整整3年。虽然现在对方开始变得优秀了，家里也拆迁了，但没有优秀到能让他林书彤死心塌地的地步。重点是陈远高傲的姿态让林书彤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人格受到了侮辱，尊严遭到了践踏。
所以短短2天时间，林书桐对陈远的好感度已经彻底清零。他决定将陈远忘记，开启下一个阶段的养育计划。人不能总是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之中，总是要走出来的。想要走出失恋的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启下一段新的恋情，让新欢来弥补旧爱的伤害。所以今天下午，林书桐和孙瑞花了1个多小时化妆，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他们决定先去千达广场购物，然后晚上8点钟就去酒吧狂嗨一场。正好都快有1个月没去蹦迪了，今天他要嗨爆全场。刚刚走出校门口，孙瑞突然惊奇地喊道：书童，你快看，前面那是一辆法拉利拉法叶，这可不是普通的法拉利，我在网上查过，这辆豪华超跑可是价值2200多万超级豪车。这么贵的吗？一辆车居然值2000多万，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有钱人才能开得起这样的豪车。林书桐羡慕道。这时，这辆法拉利拉法迎面缓缓驶来，林书桐突然觉得超跑上的车主看着有点眼熟，而且越近越眼熟。当这辆豪车距离林书桐只有不到5米的时候，林书桐震惊了，他嘴巴张得老大。第108书的一无所有，目瞪口呆。陈远，怎么是你？林书桐语气结结巴巴地喊道。陈远并没有将车停下来，他仿佛没有看到林书桐这个人，而是开着车朝着前面不远处的停车场驶去。小瑞瑞，我刚才没眼花吧？开着法拉利拉法的居然是陈远，陈远竟然开着2000多万的豪车。林书桐心中巨震，他一脸不可思议的神色。原本已经下定决心将陈远彻底忘记，甚至连陈远的微信他都已经拉入了黑名单，不想再与陈远有任何瓜葛。可谁知道，就在他下定决心的时候，陈远居然又以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打脸方式出现了。书童，你没有看错，这个人好像真的是陈远。我靠，咱们该不会被陈远给骗了吧？他上次并没有说实话，或者说他其实是想考验你。孙瑞突然恍然大悟地分析道。林书桐闻言，整个人后退了2步，差点没稳住脚跟摔倒在地上。一时间他脸色惨白。陈远是骗我的？他是骗我的吗？燕总的身份是真的？林书桐崩溃道。也不一定，兴许这辆车是陈远租的，他想故意在你面前装逼。可是也不对啊，今天咱们出门，陈远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行踪，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会走出校门的？我想他应该不是故意的，也许真的只是凑巧碰到了，那这就排除了陈远故意租车装逼的可能。孙瑞理智分析道。他先是怀疑陈远租豪车装逼，但立即又把这个可能性给排除掉了，并且陈远和林书桐的关系恶化到这个地步，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去装这个逼。从陈远开着法拉利路过，并没有停下来看林书桐一眼，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小瑞瑞，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东西？我感觉那天在 KTV， 陈远是有心和我和好的，对不对？他是真的愿意和我和好，对不对？可是当时我怎么就说出了那种话？林书桐后悔了，他真的立马就后悔了。陈远开着法拉利拉法在他面前路过的画面实在过于震撼，简直比他得知陈远是燕总身份后还要震撼。毕竟直播间给女主播打赏礼物都是虚拟货币，而且林书桐平时也不怎么看直播，他心里没有什么具体概念。就算燕总给女主播打赏几个亿，那也仅仅只是一堆数字而已。可陈远刚才开着2000多万的豪车，是实实在在的，是无比直观的，这冲击力远比直播间打赏来的更直接，更震撼。林书桐说着说着，他看孙瑞的眼神也逐渐开始埋怨起来。当初要不是孙瑞一直在他面前说陈远坏话，林书桐也不会短短1个月就和陈远提出分手，甚至还说了很多难听恶毒的话。前2天同样是这样，因为孙瑞的影响，当时在陈远单独一个人离开 KTV 包厢的时候，林书桐是有打算追上去的，可最后因为孙瑞故意拉起他心中的怨恨，也就让他彻底放弃了心中的一丝挣扎。要是没有孙瑞，也许现在他已经坐上法拉利了。林书桐越想越后悔，越想越不甘心。小瑞瑞，你那天为什么要当面问陈远的身份？你干嘛要这样？我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机会，就因为你问了，我才对陈远造成了更深的误会。恐怕我现在无论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了。林书桐情急之下，有些不太理智地说道。这话可把孙瑞心中的怒火给点着了。本来孙瑞平时也只把林书桐当个表面闺蜜，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以为全世界都要以你为中心，你算个什么东西？孙瑞表情一愣。林书桐，你不要把话说得太难听了，平时我忍着你，让着你，给你出谋划策，是真的把你当姐妹，现在你因为自己的愚蠢就想把责任推卸到我头上了。
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以为所有的男人都必须围着你转？小瑞瑞，你怎么还不能说你了？你自己蠢，又怪得了谁？你这个绿茶，想要钓有钱的凯子，居然让我去勾引周海泉，你怎么自己不去勾引？说实话，那天我想方设法把陈远约出来，不是替你约的，是替我自己约的。我也喜欢陈远，我凭什么不能打听他的身份信息？陈远身上写你名字了吗？我为什么就不能公平竞争？你林书桐看中的东西就一定是你的吗？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贱婊子！孙瑞这番话似乎已经在他心里憋了很久，这一刻终于爆发，他已经不想再隐藏下去了。平时和林书桐在一起，基本80%的男生都以林书桐为中心，早就让他心里不爽很久了。他一忍再忍，终于忍无可忍，索性今天就把事情摊开，以后遇到陈远就光明正大的竞争，省得以后还要偷偷摸摸的，怕被人发现。这番话几乎给林书桐造成了毁天灭地一般的打击，他懵了，难以置信，他是真的把孙瑞当闺蜜，也是真心拿她当姐妹。正因如此，他才什么事情都愿意跟孙瑞分享，甚至很多时候在林书桐心目中，姐妹情谊比男友更加靠得住的。备胎舔狗可以经常换，但闺蜜只有1-2个，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可他万万没想到，他一直推心置腹的闺蜜孙瑞背地里早就对他有了诸多不满，他甚至还想要勾引陈远。不能接受，无法接受，这是赤裸裸的背叛。孙瑞，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我把你当闺蜜，把你当姐妹，你居然背地里想要抢我男人！林书桐怒骂道。呵呵，说我抢你男人？林书桐，拜托你要点逼脸，陈远已经和你分手了，他不是你男朋友了，我凭什么不能公平竞争？你……林书桐差点肺都气炸。孙瑞，从今天开始，咱们绝交。沉默了10秒钟，林书桐语气决绝地说出了这句话，然后转头他就哭了，哭得撕心裂肺。这时候他才终于回想起来，3年间陈远对他的种种体贴入微，只是因为孙瑞经常在背后嚼舌根，时不时传输一些金钱至上的观念，才导致他忽略了陈远的好。为了这个所谓的表面闺蜜，他失去了一切，输得一无所有。第109，林书桐的回忆。林书桐好感度加30，林书桐好感度加30，林书桐好感度加30，当前好感度90点。我擦，这林书桐到底是咋回事？一会儿好感度蹭蹭蹭的往下降，一会儿又蹭蹭蹭的往上涨，这尼玛是有毛病吧？陈远将车停在停车场，忍不住开始吐槽道：难道因为他看到我开着一辆法拉利，就又后悔了？我日，能不能不要这么善变？陈远彻底无语了。反正林书桐已经败坏了他心目中最后一丝好感。叮咚，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陈远打开一看，果然是林书桐发来的消息。陈远，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错了，这回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前我一直把孙瑞当成最好的闺蜜，可我万万没想到她竟然会背叛我，我现在真的很后悔，不该听信她的谗言。陈远，你陪陪我好不好？我真的好绝望，好痛苦。没空。陈远毫不犹豫，简单2字，果断拒绝。你以为还是以前吗？想要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醒醒吧，不要白日做梦了。哥这条舔狗已经进化成狼，你再也把控不住了。果然，林书桐看着陈远回过来的消息，越发失魂落魄。他今天已经没有心情去酒吧蹦迪了，一个人回到了学校操场，漫无目的的走在操场橡胶跑道上，回忆着当初和陈远一起散步的时光。那是陈远给他买了苹果手机以后，他第一次同意和陈远来操场散步。这个男孩甚至不敢去拉他的手，只是单纯的和他肩并肩走在一起，说着一些没有太多营养的话。可即便如此，陈远也兴奋的像个孩子。他以前很单纯，不知道该怎么去追女生，有时候还会做出一些很幼稚的举动，比如捧着一束玫瑰花，在女生宿舍楼下大喊林书桐，我喜欢你。这种幼稚的做法，林书桐当初真的很讨厌。在寝室几个室友的调笑中，林书桐通常会毫不在意的说道，我只是吊着他玩而已，打牌输了，你们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有人屁颠屁颠的给咱们送晚餐过来，然后他一个电话，陈远真的仿佛一个外卖小哥，准时把晚餐送到了。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你们信不信我说我在酒吧喝醉了，陈远立刻会跑去酒吧接我。半个小时后，陈远真的出现在酒吧一条街，还顺带拍了一张照片过来，询问林书桐到底在哪里。这时
林书彤就会淡定自若地发出一条消息：我已经打车回学校了。然后一群姐妹疯狂嘲笑陈远这条舔狗。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戏弄，陈远始终对他不离不弃。这个男生似乎真的很好骗，他随便找个借口，陈远都会相信，即便这个借口很离谱，也很不合理。终于有一次，他和黄俊凯在一起了。他喜欢这个高大、英俊、有钱的男生，一起走出去，闺蜜都会用羡慕嫉妒的眼神看着他。至于陈远这条舔了他3年的舔狗，就开始显得格外碍眼。他不想因为这条舔狗的存在而破坏他和黄俊凯的感情。可谁知道他有意外了，黄俊凯却不肯负责，他只能又找到了陈远，还是陈远替他垫付了3000块钱。当初在医院，林书彤是真的被陈远给感动了，才答应做他的女朋友。可这才好了1个月，林书彤再次将陈远一脚踢开。黄俊凯一番花言巧语的哄骗，林书彤就忘恩负义了。可他觉得自己这么做是情有可原的，毕竟黄俊凯是他真的付出了感情的男人。爱情从来都是自私的，没有对错。而陈远，对不起，感动不是爱，他不想将就自己。现在回想起来，他才发现自己早就离不开陈远了，只是他自己从未意识到。就在林书彤失魂落魄的时候，迎面突然走来一男一女，男的文质彬彬，24、25岁的模样，女的气质高贵，27、28岁，留着一头大波浪，身高1.72米，身材火爆性感，十分亮眼。沈总，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前面那个女生就是林书彤，她是燕总的初恋女友。燕总为了她伪装了整整3年，就是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女生和燕总分手了，燕总才性情大变，到处在各大直播平台狂刷礼物，可能是为了发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无论怎么样，林书彤在燕总心目中的地位肯定是非同一般的。咱们只要拿下林书彤，撮合她和燕总重归于好，给足燕总面子，也许咱们公司也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钱鑫一脸正色地分析道。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林书彤和陈远是有些恩怨的，但就是因为有恩怨，恰恰说明了燕总内心无法放下。林书彤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就算这个突破口没有用，尝试一下总没错。林书彤不行，不是还有沈总可以亲自上场吗？沈淑仪看了林书彤一眼，顿时皱了皱眉头。他原本以为林书彤会长得惊为天人，要不怎么可能让燕总这样的存在死心塌地追他3年。可见面之后却大失所望。林书彤虽然有些姿色，也青春靓丽，但在他眼中也就是个2流主播的苗子。论长相气质，他旗下至少有5个女主播，颜值气质可以超过林书彤，这也不是那么独一无二。莫非燕总看人并不是单看颜值长相的？就在沈淑仪心中腹诽不已的时候，钱鑫已经走了上去。你好，请问你是林书彤吗？我是。你们又是谁？林书彤面无表情地问道。他今天真的没有心情去搭理路人，即便这个路人小伙长得还挺精神。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筑梦传媒总经理助理，我叫钱鑫。这位是咱们筑梦传媒的创始人沈淑仪沈总。这次找到林同学，其实是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什么忙？林书彤开始警惕道。第110徐乐乐战斗键盘之下，林同学不必紧张，你应该认识陈远吧？钱鑫说道。不提陈远还好，一提陈远，林书彤就感到心痛，所以没什么好脾气。我认不认识陈远关你们什么事？林同学不要生气，我们没有恶意，其实有求于你。你可能不知道，陈远的身份背景无比惊人，之前沈总和他有些冲突，谁知道他一句话就把沈总的公司给封杀了，8年创业毁于一旦。我们也是走投无路才找到的你，如果你能说服陈远，让他联系香果集团高层撤销对我公司下达的黑名单，我们沈总一定感激不尽。当然你也不是白忙活，这张卡里面有10万，事成之后还有20万，林同学考虑考虑吧。钱鑫掏出了一张银行卡，语气诱惑地说道。然而林书彤已经被钱鑫所暴露出来的信息给震惊了，陈远的背景竟如此惊人，一句话就能将一个新媒体公司给封杀，还能命令香果集团高层。我的天啊，恐怖！林书彤懵了，彻彻底底的懵了。他除了震惊还是震惊，除了震步还是震步。陈远一句话就能让人花30万来买通他，原来他真的这样牛逼。也许半个小时之前，陈远开着法拉利从他身边路过，林书彤心中依然有些疑虑，依然不敢完全相信他就是神豪燕总，依然觉得陈远可能会有那么一丝故意装逼的嫌疑。那么现在再无疑虑，陈远真的是一个超级巨少，就连市值100亿的香果集团他也能随意命令。
如此牛逼，如此优秀的一个男神，当初一心一意的对他，他却狠心辜负。林书桐真想给自己一耳光，太蠢了，实在太愚蠢了，他肠子都差点悔青了。都怪孙瑞这个贱人，要不是他，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蠢事？孙瑞，你误我终身，我跟你不共戴天！林书桐心底疯狂咆哮道，他眼睛都红了。林同学，你不要太激动，我们也并没有拿钱收买你的意思，只是真的想请你帮个忙，我们是诚心诚意的，只要你肯帮忙，无论事情成不成功，这10万块你都可以拿着。钱鑫一副诚心诚意的样子，真的，只要我肯帮忙，就有10万块吗？不管成不成功，林书桐心动了，虽然心里面很伤心，很愤怒，很绝望，但既然有10万块送上门，不拿白不拿，正好弥补孙瑞对他造成的打击和伤害。反正他确实有挽回陈远的想法。是的，不管成不成功，你都有10万块，但你也不能敷衍我们，我可以先给你转1万，作为活动经费。你需要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拼尽一切努力，去挽回燕总对你的感情，让他消除误会。只有这样，咱们的成功性才更大一些。钱鑫见林书桐开始上钩，又开始耍起了套路，这是他的老本行，先开口几10万，把人引上钩，然后具体给钱的时候，又磨磨唧唧的开始设置各种条件。不行，1万不够，我最少要5万。林书桐狮子大开口。经过一系列背叛后，林书桐现在对谁都充满怀疑，他根本不相信任何人，1万块就想把他打发了，没门。这5万就5万，给他吧。就在钱鑫面露迟疑的时候，沈淑仪倒是十分豪爽大方的说道，几万块钱而已，与能否挽回公司局面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叮，您的支付宝到账5万元。收到钱，林书桐沮丧的心情有所缓解。去你麻痹的闺蜜情谊，孙瑞根本就不值得让她伤心，她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陈远重新追回来。这一次她下定决心了，她真的下定决心了，绝对不会再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林书桐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95点。陈远回到学校，心里面是越发疑惑，这林书桐到底咋回事？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好感度居然又涨了，还重新回到了巅峰值。请问你真的是善变的吗？反正这回无论林书桐表现得多么可怜，多么伤心，他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心软。这时室友老曹突然给陈远发来几条信息，老四，你特么火了，你真的在学校里面火了，现在都成了校园风云人物。你知道不知道，我刚刚出门，有个妹子突然跑过来找我搭讪，我他妈以为她是看中了哥的颜值与内涵，谁知道她居然问我和陈远是不是一个寝室的。我操！后来我去查询了一下原因，才发现有人在校园论坛上曝光了你就是奔跑侠的事实，并且键盘之侠对你的那篇帖子，似乎徐乐乐本人亲自站出来回应了。这妹子对你是一往情深啊！看到室友老曹发来的3条消息，陈远恍然大悟，难怪今天一大早起来，似乎全校的人都认识他，原来他又一次被曝光了，这才还带着奔跑侠的名号。陈远打开浏览器，登录了校园论坛，之前那篇喷陈远渣男的帖子再一次被置顶了，并且随之置顶的还有另外一篇帖子，是徐乐乐发的。篇帖子的内容是这样的：大家好，我是徐乐乐，在此回应一下键盘之侠怒喷陈远渣男事件。因为陈远最近越来越火，他是斗鹰奔跑侠的事件被曝光，有越来越多的校友开始被带节奏，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让大家对陈远的人品有所怀疑。当然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键盘之侠怒喷陈远渣男的3个女生之中，我就是其中之一。其实那天发生的事情很简单，有3个女生同时给陈远送早餐，但她们都不是陈远的女朋友，只是同时喜欢他，仅此而已。没错，我承认我喜欢陈远。其中一个女生是陈远的前女友，她因为爱慕虚荣和一个富二代跑了，后来发现了陈远的优秀，又想要挽回，所以陈远才会被人拍到他对女生冷漠的样子。至于校花赵玉琪，她是我的竞争对手，只要陈远一天没有公开恋情，我就不会放弃。确实陈远有女生喜欢没错，但他至今单身，又何来脚踩3条船一说？你凭什么说别人是渣男？所谓键盘之侠，不了解事情真相就一顿乱喷，你可真是个键盘侠，只会躲在背后暗箭伤人，恐怕你现实中也是一条单身狗。我徐乐乐今日发帖，战斗键盘之侠，你1日不删帖道歉，我就和你战斗到底。这篇帖子下面同样有很多评论，乐乐美女牛逼，我操，
美女太刚了，我还没见过一个女生为了维护男人跑出来战斗的。第111，我还没同意啊，老王，强都不服，就服你。不认识陈远，他长得很帅吗？怎么最近到处都是他的帖子？莫非他18厘米不含头？支持战斗，键盘侠必须删帖道歉。陈远看了一下楼层评论，已经是999加。这个帖子也不是今天才发的，而是昨天就已经发出，不过今天才彻底火爆校园论坛，成功置顶。除了这个帖子，还有什么陈远一挑20，震惊湖大，陈远挖李阳墙角，校田径队队长当面被绿，等等一系列的帖子。陈远心中有些许感慨，虽然他从来没有在意过那些校园论坛上的风言风语，他也不介意网上对他的攻击谩骂，可徐乐乐能替他出面澄清，并且发帖战斗键盘侠，说他一点都不感激，是不可能的。可问题是，陈远从头到尾都只把徐乐乐当个工具人。他们第一次认识，陈远也是抱着尝试刷舔狗精的想法才去主动搭讪的徐乐乐，并且搭讪的过程并不怎么愉快，还被徐乐乐鄙视了一波，最后凭借着超能力让徐乐乐好感不断增加，直到成功逆袭。但工具人就是工具人，陈远没有在徐乐乐身上投入过任何感情，大家都是金钱交易，我给你花钱，你给我刷任务，多么和谐友好的场面。可现在你却变了，你不想要钱了，想要感情，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徐乐乐这个做法让陈远很感动，但陈远也看得出来，他应该是故意的。这个女人很清楚，她在颜值、气质、名声等方面都不如赵玉琪，因此想要和赵玉琪竞争，就必须拿出点真心实意。而且她的做法很聪明，徐乐乐并没有像一条舔狗一样整天围着陈远身边让他厌烦，而是选择网上去战斗键盘侠，公开维护陈远的名声。他在微信上从来都没有跟陈远提过这件事情，但很显然陈远早晚会知道，也早晚会看到这篇帖子。当陈远看到这篇帖子的时候，就会越发感动。这一顿操作，徐乐乐为爱付出不求回报的形象就慢慢建立出来了。高段位的渣女一旦发力，果然有两把刷子。但你还别说，陈远就算看穿了他的套路，也对他讨厌不起来，因为人家实实在在帮你了，你总不能忘恩负义的去防备人家吧。高，实在是高。陈远想了想，退出校园论坛，然后给徐乐乐发了一条信息，你战斗键盘侠的帖子我看到了，谢谢。陈远发这条信息，他只是礼貌性的感谢一下而已。徐乐乐很快回复过来，不用客气，陈远哥，你给的帮助那么多，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不值一提的。对了，陈远哥，我想约你去看电影，听说《战狼3》要出来了，不知道你明天有没有空？我明天有事情啊，要不下回再说吧。陈远礼貌拒绝，他总不能明天又来个时间管理，白天陪赵玉琪过生日，晚上跑去和徐乐乐看电影。关键是赵玉琪和徐乐乐是认识的，还是不要重叠在同一天比较好。那好吧，听说明天是赵玉琪的生日，他邀请了学生会的很多人，连秦冰雪都邀请了。徐乐乐有些吃味，但也没有怪陈远，他知道赵玉琪的生日陈远肯定会去，想拦也拦不住。既然如此，还不如放宽心态。秦冰雪，提起这个名字，陈远简直如雷贯耳。湖大第一校花，学生会主席，大4学姐，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学校里面有80%的学生都听说过她的名头，但偏偏见过她的人好像并不多，其中就包括了陈远。第一校花的名头听了整整3年，这尼玛都快毕业了，居然一次都没见过，也不知道这个第一校花的名头到底是谁给安排上去的，反正吹得神乎其神，听说见过的都惊为天人。赵玉琪的拥护者有很多人不服，他们想方设法的想要见秦冰雪一面，真有人见到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家伙都叛变了。陈远一直对这种坊间传闻不太相信，赵玉琪已经那么漂亮了，她比赵玉琪还好看，岂不和肖若雨级别差不多，也是9分以上的妹子，万中无一。如果真的是这样，陈远盘算着是不是也可以将其发展成舔狗对象。当然现在想这么多也没啥卵用，搞不好有人故意夸大其词，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反正见过肖若雨之后，陈远目前还没有发现比肖若雨长得更好看的女生，就算是娱乐圈的顶级女明星，颜值上也不一定能胜过肖若雨。刚回到寝室，辅导员王学兵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陈远，你最近怎么经常逃课？是不想要学分了吗？不想毕业了？还是打算重修？你知不知道你考试都已经挂了好几门了，
王学兵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不好意思啊，王老师，最近事情确实有点多，不得已才逃课的。您放心，我挂的科目一定不上来，我肯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行了，别扯这些有的没的了。我知道你最近成网红了，威风了，就觉得可以不上课了，做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顺便给你提一件事，体院田径队教练楚老师和金老师觉得你是个很不错的苗子，打算破格让你加入田径队。这件事情已经跟校领导反映过了，领导也同意。你做好准备，下个星期就跟着田径队一起训练吧。咱们省田径运动会马上就要召开，楚老师和金老师极力推荐你代表咱们学校参加省级联赛。你要是能够代表咱们学校拿下金牌，为校争光，就有机会登上校园10大风云榜，是可以载入校园史册的。你的档案也会变得和普通学生完全不一样，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珍惜，明白吗？听着王学兵的长篇大论，陈远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蛋疼之色。可是王老师，我是文科生啊，我将来的梦想是写小说，成为大作家，不是当运动员啊。行了，别扯这些有的没得了，就你这文笔水平还想当大作家，老师不想打击你，你还是趁早收心，别浪费自己的天赋。我都已经答应金老师了。行了，就这样。喂，王老师，我还没同意啊。老王，第112件小号自己喷自己。老王无情地挂断了电话，似乎并不想听陈远说什么废话。闲下来的陈远终于有时间搜索附近房源，特别是秦园小区的房源，被他重点关注。今天成功逆袭肖若雨，又获得了5000万资金入账，可算意外之喜，这是他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系统奖励。所以他决定了，不仅要替自己买套房，还要替县城的父母买一套别墅，这样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老爸老妈也会倍有面子。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笔钱总得有个出处，你把5000万巨款随随便便拿出去，搞不好他们还以为陈远抢银行了。貌似抢银行也不一定能一下子抢到5000万，所以这笔钱的来源一定要有个借口。似乎当网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就能合理解释他的收入来源。不过网红身份和烟总身份还是要区分开，不然引起的社会反响太大，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除此之外，陈远决定建立多重神豪马甲身份，光是一个烟总还不够，主要系统账户上的舔狗金额度太过惊人，他要真用一个账户给各大直播平台刷上几百亿，估计连国家都会来调查他。所以建立多重马甲身份也是势在必行。陈远前期光顾着装逼，某些方面考虑不到位，现在自然要想办法补救。而且建立多重马甲还有另外2个好处，第一，可以用不同的身份去逆袭女主播，这样也不用继续编故事说他家里有500亿继承，必须1个月内花光10个亿，这种借口太拙劣，说的太多，可信任程度就不高。第二，换马甲刷礼物，他之前已经认识的人，已经知道他烟总身份的女生也就不会吃醋，可以更大程度保证好感度不会降低。这么一分析，多重马甲身份的好处简直不要太多，难怪某些渣男总是会有好几个微信号，好几个朋友圈，甚至好几个手机，身份随时切换。就算在一个女生圈子他的名声败坏了，也丝毫不影响他继续泡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陈远是一个行动派，他用一个企鹅小号开始在各大直播平台建立新的马甲。这个马甲的名字叫番茄第一帅哥，名字是随便取的。抖音上的小号刚刚建好，没想到赵玉琪开播了。琪琪，你怎么好几天没开播了？主播你现在飘了呀？是不是被烟总包养了，就不想努力了？烟总这个大色批，特么到处给女主播刷礼物，恐怕已经忘了我家琪琪了。琪琪，你这样会掉粉的。看着直播间的弹幕，赵玉琪一脸歉意地说道：不好意思啊各位，最近几天都在收拾新家，所以有些忙，没有开播。不过今天已经收拾好了。我操，琪琪你家可真大啊，这是别墅吗？琪琪，医生说我牙不好，只适合吃软饭，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主播，我要当你的总榜第一。就在直播间粉丝震惊于赵玉琪新家之豪华的时候，直播间的弹幕上，一个名为番茄第一帅哥的 ID 账号突然大言不惭地说要当赵玉琪榜一，这就很搞笑。为什么好笑？谁都知道赵玉琪的榜一是烟总，烟总是什么样的存在？绝世神豪，能在各大直播平台狂刷好几个亿的牛逼大佬，
他就算只给赵玉琪刷过一次礼物，但也超过了1000万。想要当赵玉琪榜1，至少得刷上超过1000万的礼物吧。兄弟，你很有勇气，居然连燕总的榜不想秒，加油！奥利给！估计是个小学生，恐怕根本不知道燕总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没有一点点敬畏之心啊！哈哈，这傻逼，笑死老子了！直播间弹幕一顿嘲讽，戾气有些严重，动不动就拿燕总出来抬杠，就很气，很不爽。陈远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生气，很无语，总不能自己跟自己置气吧？但是为了表现出他这个新马甲和燕总不是同一个人，陈远在直播间开始喷人了。燕总算个什么东西？我特么就没听过！你们这群垃圾，根本就感受不到强者的气息！给老子等着！我特么现在就去充钱！番茄第一帅哥开始口出狂言，在弹幕中疯狂怒怼，他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就连赵玉琪都皱了皱眉头。主播，要不把这家伙禁言算了？一个喷子，屌丝，在这刷存在感，燕总你都没听过，麻烦你出门右拐，自己打听打听，别用你的无知当荣耀。这个傻逼东西，还帅哥？帅你妈个球！这种喷子我见多了，说是去充钱了，指不定已经跑路了。就尼玛喜欢过个嘴瘾，到处刷存在感，估计现实生活中过得很不如意。就在直播间几个高级账号疯狂鄙视番茄第一帅哥的时候，直播间公屏上一发豪华嘉年华礼物送了出来。番茄第一帅哥送给主播七七小可爱嘉年华乘号1，番茄第一帅哥送给主播七七小可爱嘉年华乘号2，番茄第一帅哥送给主播七七小可爱嘉年华乘号3。陈远虽然是个喷子，但也是个豪爽的喷子。他虽然喷了人，而且把他自己给喷了，但礼物照刷。他这一次出手，绝不会比燕总逊色。与燕总不同，他要建立出一个性格嚣张跋扈的神豪马甲，对天对地对空气，这样才能让人将燕总和番茄第一帅哥区分开来。而且刚才他连燕总都喷了，估计谁也不会想到燕总会是一个这么无聊的人，居然见小号自己喷自己，这不是闲得蛋疼吗？刚开始所有人都瞧不起这个番茄第一帅哥，认为他就是一个傻逼、喷子、屌丝、咸鱼。可半个小时后，全场震步，番茄第一帅哥在短短半个小时之中就刷了5000多个嘉年华，成功秒掉了燕总留下的总榜第1。但是他依然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刷。赵玉琪直播间人气也从一开始的2000人突破至20万，并且登上全平台小时榜第1名。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赵玉琪的直播间。1个小时后，第113一眼就被看穿了。陈远给赵玉琪刷了1万多个嘉年华，折合成软妹币就是3000多万，足足超过了之前燕总礼物的3倍。直播间几十万观众一片哗然。我日，这个女主播之前不是燕总给她刷过1000万吗？怎么又冒出一个帅总？震惊了，我特么又一次被震惊了。琪琪小可爱到底有什么牛逼后台？该不会燕总和帅总是同一个人吧？这手笔惊人的一致啊！不可能，刚刚帅总还把燕总给喷了，这应该也是个隐藏级的牛逼大佬，对燕总有点不服气吧？想要一较高下。赵玉琪已经懵了。这时陈远停止了刷礼物，他发了一条飘屏弹幕，不是说燕总很牛逼吗？人呢？他怕是个弟弟吧？这条弹幕一出，赵玉琪的直播间瞬间就炸了。尼玛，这是要公开战斗燕总吗？牛逼！发完这条弹幕，陈远就退出了直播间，因为寝室的2个室友已经上网回来了。至于熊涛这个家伙，似乎今天又打算夜不归宿。陈远没有用马甲给赵玉琪的发私信，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试探并不好。人性有时候是经不起考验的。对女生而言，她们通常都无法拒绝一个对她们好的男人，特别是这个男人还特别有钱。万一真的用小号把赵玉琪给聊上了，这尼玛不是自己把自己给绿了？就在这时，陈远突然收到了赵玉琪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陈远，刚才在我直播间刷礼物的帅总，是你本人吗？看到这条消息，陈远有点懵，这么快就暴露了？赵玉琪也太聪明了吧？他并没有第一时间承认，而是发信息反问道：你觉得我有那么无聊吗？自己喷自己？哼，还说你不是帅总，不然你怎么知道帅总喷你了？调皮鬼，谢谢你的礼物了。等一等，我不承认，我只是刚刚去你直播间看了一眼，就发现有个小子在喷我，我现在正想要和他干一架呢。行了，行了，别装了，这个番茄第一帅哥跟你刷礼物的方式一模一样，除了你，我想不到还会有谁给我无缘无故刷那么多钱，你就别演了。我靠，
陈远差点裂开，好像赵玉琪比他想象中还要聪明。他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竟然被对方一眼就看穿了。哥的演技真的这么拙劣吗？没道理啊！陈远仔细检讨了一番，好像还真的挺拙劣的。见小号没有问题，给女主播刷礼物同样没有问题。问题是刚刚陈远在直播间刷礼物的方式和烟总太像了，都是啥也不问，就是一顿狂刷。以赵玉琪对陈远的了解，不怀疑他才怪。陈远觉得自己应该吸取教训，不能再犯同样的低级错误了。这次幸好看穿他的人是赵玉琪，换作肖若雨就不好解释了。吃一堑长一智，好吧，玉琪小姐姐，我不装了，摊牌了，帅总就是我，我就知道是你。陈远，以后不要给我刷这么多礼物了，你知不知道你给我刷礼物，平台要抽一半的，你刷3000万，就亏了1500万，不心疼啊？赵玉琪是真的心疼，有钱也不能这样花啊。虽然这样做可以让他名气暴涨，也可以迅速增加他的直播间人气，可亏了1000多万，他直播好几年都不一定能把这个钱给赚回来。赵玉琪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想法已经和陈远站在同一战线上。我这不是看你快过生日了，提前给你庆祝一波。陈远回信息道。看到陈远发来的信息，赵玉琪心里一暖。赵玉琪好感度+1，当前好感度94点。哈，女人啊，就是喜欢口是心非，嘴上说着不想让我刷礼物，可为什么刷了之后好感度就增加了呢？真实，太真实了。怪不得熊涛经常会说，女人的话有时候要反过来听。他说不想让你给他买礼物，你就真的不给他买礼物了？这不是缺心眼吗？老曹回到寝室后，第一时间将一盒巧克力丢在了陈远床上。老四，我刚刚在楼下碰到林书彤了，他说有礼物要送给你，你不接他电话，也不回他信息，他就让我给你带上来了。哇！陈远看着眼前粉色盒子的巧克力，脑子有点宕机。林书彤居然会给他送礼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认识林书彤3年，从来都只有陈远给他送礼物的份。他什么时候给陈远送过？不记得了，好像有过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一的时候，陈远生病，林书彤突然跑来给他送药，也正是这一次，把陈远给感动到了。当时觉得林书彤像个天使，温暖了他的心田，所以才不惜一切代价的去追他。可除了这一次，往后的3年，林书彤从来就没有给他回过任何一件礼物。开玩笑，女神肯收你送的礼物，已经是你的荣幸了，你还想要回礼？你怕是在想屁吃？没想到时隔3年后，林书彤竟然回礼了。巧克力你们留着吃吧，林书彤送的，我吃不下。陈远随手将巧克力丢在了书桌上。老四，可以的，当初他对你爱答不理，现在你就让他高攀不起。既然你不想接受他的好意，那就让我来承受这份罪过吧。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老曹，我也要一半，见者有份。靠！你不是不喜欢吃巧克力吗？不喜欢我也要一半，这可是9星巧克力，一盒老贵了。第2天一上午，陈远老老实实的上了4节课。中午吃饭后，他就去秦园小区看房子了。昨天已经联系好了一个中介，不过看了一下午，都不太满意，要么价格偏高，要么房型不太好。陈远给赵玉琪买房的时候很果断，但是给自己买房的时候就有点犹豫不决，好像买房这个事情1天之内他还决定不下来，需要看更多一点的房子才行。到了下午4点，陈远开车前往江景别墅小区。此时1号花园别墅内已经热闹非凡。哇塞，琪琪，这别墅租1天得多少钱啊？太豪华了，太漂亮了。一个学生会部长刚走进花园别墅，就一脸惊奇地问道。是啊，琪琪，搞个生日聚会而已，你这也太奢侈了。什么奢侈不奢侈的，这是琪琪自己的房子。赵玉琪还没说话，吴小飞就已经开口了。啥？这栋别墅是琪琪的？这怎么可能？有个女生震惊道。一群男生同样一脸震惊。第114生日聚会，足有20-30个同学，全都一脸懵逼，震撼无比。我的天，这可是1号花园别墅啊！按照这里的房价来计算，这一栋怕不得5-6千万啊！这档次，这装修，我看最少得6千万。赵主席，你确定这栋别墅是你的吗？江景别墅小区，刚刚开盘的时候，我爸就带我来这里看过楼盘，听说1号别墅被一位姓洪的老板买下来了。这位洪老板已经34岁了吧？赵玉琪还没说话，一个打扮艳丽、全身名牌，看着一脸傲气的女生，有意无意地透露道：
她叫钟丽丽，是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半年前，她和赵玉琪一起竞争学生会副主席，因为1票之差，输给了赵玉琪，导致现在都怀恨在心。怎么看赵玉琪怎么不爽。学生会也是一个小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这次来参加赵玉琪的生日聚会，她就是来找茬的。看她的穿着打扮，不难看出她平时也是一个喜欢装逼炫耀的人。很多时候，不止男人喜欢装逼，女人同样喜欢装逼。她刚刚说的那番话，用心极为险恶，居然当面指出这栋别墅是一位洪姓老板的，而且40岁了。这不等于告诉别人赵玉琪被一个40岁大叔给包养了？你，钟丽丽，你什么意思呢？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吴小飞一脸愤怒，赵玉琪脸色同样也有些难看。丽丽说的没错呀，这位洪老板，我爸也认识。之前洪老板给女儿过生日的时候，也在这里宴请过宾客，我也有幸参加过。他女儿现在都12岁了吧？一个男生和钟丽丽站在一起，同样有些好笑的说道：“他叫吴天豪，是钟丽丽的男朋友，家里同样有点小钱。之前他追过赵玉琪整整半年，可赵玉琪都没怎么理他。吴天豪干脆放弃，转头去追了钟丽丽。虽然追上了，可他心里面依然喜欢的是赵玉琪，但喜欢中又带着一点恨意。这就是因爱生恨吧。既然我得不到，我就想要毁掉。”吴天豪这一记补刀，让在场所有同学看赵玉琪的都眼神变了，特别是男同学，一个个痛心疾首。他们其中有不少人都暗恋赵玉琪，现在发现女神竟然被40岁中年大叔给包养了，而且这大叔还有个12岁女儿，无法接受，感觉好白菜又被猪给拱了。以玉琪学姐的条件，找什么样的男朋友找不到，干嘛要自甘堕落？堂堂学生会副主席，湖大排名第2的校花，竟然也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这时，吴小飞怒气冲冲地冲进了别墅，从里面翻出了一张房产证。你们自己看看，这栋别墅上到底写的是谁的名字？房产证丢在了桌子上，而且是摊开的。全场死寂。当众人看到房产证上的名字，一个个脸色都僵硬了，特别是钟丽丽，有种当面被人打脸的感觉。这真的是琪琪学姐的别墅啊，而且上面只写了她一个人的名字。我的天，琪琪学姐竟然能买下6000万别墅！有个小学妹惊呼道：“这位洪老板我的确认识，因为这段时间市场行情不好，生意亏损严重，所以才将这套别墅给出售了。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吗？”赵玉琪微微一笑，大大方方地说道：“他承认了这套别墅之前是洪老板的，但也说明了人家已经出售了。牛逼！赵主席，你还没大学毕业，就买下了江景别墅，太厉害了！我听说琪琪学姐家里本来就很有钱，而且她还做直播，已经有好几百万粉丝了。特别是琪琪学姐的粉丝中，有2个超级土豪，一个烟总，一个帅总，2人加起来就给琪琪学姐刷了好几千万的礼物呢。烟总我听过，这位帅总又是谁啊？帅总同样是一个超级土豪，他昨天晚上给琪琪学姐刷了3000多万的礼物。小学妹似乎是赵玉琪的粉丝，昨天晚上竟然还看过他直播，这是赵玉琪没想到的。毕竟他开直播从来没有在同学朋友中宣传过。赵主席也在抖音开直播了吗？看来最近直播行业真的很火呀。我说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把话题扯偏了？今天是赵主席的生日，咱们就不扯这些乱七八糟的了。礼物都准备好了没有啊？当然准备好了，不过都是些小礼物，希望赵主席别嫌弃。一群男男女女围着赵玉琪，开始各种吹捧讨好。钟丽丽脸色变得很难看，吴文豪脸色同样很难看，他们不知不觉已经被众人给排挤了。看着赵玉琪风光无限，钟丽丽肺都气炸了。今天这个生日聚会，赵玉琪不仅仅邀请了大学同学，还有高中同学，以及一些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今天来的人里面，女生居多。赵玉琪的圈子很广，现在才4点多钟，就来了30多个同学，还有很多人都没到。另外，除了赵玉琪邀请的这些人，有些人不请自来了，其中就包括了赵玉琪的追求者。4点50左右，陈远将车开进了江景别墅小区，随便找了个路边停了下来。他从车上取下一个泰迪熊，然后朝着1号花园别墅走去。之所以不将车开进1号别墅区，主要今天湖大的同学有点多，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是低调点比较好。就在他抱着泰迪熊刚刚走进1号别墅区，没想到一辆熟悉的法拉利488开了过来，并且停在了1号别墅的停车位上。哇塞，是法拉利488哎！听说这个系列的豪车售价高达400多万，是真正有钱人才开得起的。那不是郑斌学长吗？郑斌学长2年前
还是咱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听说他毕业后接管了家族企业，如今不过25岁的年纪，就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了。人比人，气死人啊！我就算奋斗20年，都不一定能当上总经理。人家一毕业，直接就超过了我20年努力。为什么我老爸不是燕总？一个戴眼镜男生当着陈远的面感叹道。陈远闻言，差点没一屁股摔倒在地上。第115，准备露一手。兄弟，你可真优秀，我特么婚都没结，就有你这么大个儿子了。陈远一脸无奈，不过在场的众人都没怎么注意他，所有人的目光基本都汇聚在开着法拉利488的郑斌学长身上。人家年纪轻轻，25岁就是公司总经理，将来有过亿家产要继承。他们这些普通学生和郑斌相比，宛若云泥之别。在场不少男生都有些自惭形秽，但这里面不包括陈远。郑斌下车之后，还拿着手机打电话。喂，对，就是江景别墅小区1号花园洋房，你们把车开进来吧。郑斌打完电话，正准备进别墅，刚好碰到了陈远。又是这小子，上次骑着自行车带走赵玉琪的家伙。郑斌看着陈远，神情有些傲慢，特别是看到他手中拿着的泰迪熊玩偶之后，脸上顿时浮现出鄙夷之色。屌丝果然是屌丝，给赵玉琪送生日礼物，居然就准备了一个泰迪熊，这怕还是路边摊上随便买的，100块钱都不到吧？你真好意思拿得出手？陈远，你来了呀！赵玉琪看到陈远，脸上的笑容如花朵一般绽放开来，他小跑着步子，迅速来到陈远跟前，一脸娇羞之意。他对陈远的态度明显和对其他男生不一样。郑斌脸色一僵，他以为赵玉琪一脸欣喜地跑出来，是准备迎接他的，谁知道在赵玉琪眼中，就只有陈远这个屌丝。他有些不能理解，难道赵玉琪真的跟其他女生不一样，是金钱如粪土，对开着法拉利488的优秀学长视而不见，眼里就只有这个穷屌丝？玉琪，生日快乐，这个送给你，你看喜不喜欢？陈远微笑着将泰迪熊递出，赵玉琪欢喜地接了过来，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噗！一众男生闻言，差点齐刷刷吐血。赵玉琪居然会喜欢这样的玩偶公仔。刚才我送了赵玉琪一只2000多的手表，也没见他这么惊喜啊。你送的手表也一般，没看见孙浩宇，他今天可是下血本了，买了一个价值2万多的普拉达包包给赵玉琪当生日礼物，人家当场就给他退了回去，压根就没收。咦，这不是学校旁边小饰品店里面售价50块钱一个的泰迪熊吗？钟丽丽双手抱胸，满脸嫌弃。她不只是嫌弃陈远送的礼物，仿佛也在暗示赵玉琪的品味有点 low。堂堂赵大校花，居然会喜欢这种地摊货。陈远极其无语，你丫的谁啊？我特么送赵玉琪生日礼物，又不是送你生日礼物，正主都没嫌弃，你个路人甲跑出来嫌弃啥？你是闲得蛋疼吗？陈远白了钟丽丽一眼，其实大家能送我礼物，我就已经很开心了。礼物无论价值多少，都是心意，大家也别太计较这个。而且你们如果真送我太贵重礼物的话，我反倒不好意思收。赵玉琪站出来替陈远解释，人家昨天在他过生日之前就给他刷了3000多万，陈远会没钱买礼物吗？你这不是在搞笑？玉琪学姐情商真的很高啊，她说话滴水不漏，是我学习的榜样。确实，过生日吗？你总不能当面嫌弃别人送的礼物，这样太失礼了。赵玉琪表现得得体大方，我估计其他男生也会对他高看一眼。这家伙不是陈远吗？好像最近学校很多人都在议论他，学生会里面似乎有人认出了陈远，但也并没有对他高看一眼。今天能被赵玉琪邀请过来的同学里面，基本家庭条件都还可以，而且都是学生会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赵玉琪玩在一起的都是中产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们在陈远这个只能送泰迪熊的家伙面前，自然带着几分优越感。这时，一辆大货车突然停在了别墅门口，郑斌嘴角露出一抹笑意，终于到了他装逼的时刻。他和别人不一样，这一次为了给赵玉琪准备生日礼物，可谓煞费苦心，是真的下了血本的。普通有钱人送给拜金女，他们基本都会送包包、送手表、送钻石、送项链、送品牌衣服等等诸如此类，反正一个字贵，越贵越有诚意。女生也喜欢这些东西，但赵玉琪不一样。赵玉琪的父亲是国际名厨，是曾经主持过国宴，拿过无数奖项的大厨师。虽然当厨师不一定赚钱，但是做到赵玉琪父亲那个级别，那就很有钱了。光是一个赵氏私房菜馆，
1年利润至少几百万，这也是赵家不肯开连锁的原因。要是开连锁，早就发财了，送几万块钱的包包就想拿下赵玉琪，显然不太可能。赵玉琪也不是买不起这样的奢侈品，所以送礼物除了贵，还要有新意，要投其所好。郑斌今天的准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好像有人送货来了。什么东西啊？不知道，物件还挺大的，我感觉像是一架钢琴。真的是钢琴哎！郑斌学长太有心意了，他知道玉琪学姐擅长弹钢琴，还拿过钢琴10级证书，给玉琪学姐送一架钢琴，比送名牌包包要强多了。很快，2个送货的师傅将这架钢琴抬到了别墅大厅。郑斌优雅地拆开了黑布包裹，这是雅马哈 SU7 原装进口的专业级演奏钢琴。我的天！有女生惊呼道：“这钢琴很牛逼吗？”当然牛逼，就这一架钢琴，售价高达34万，专业级演奏钢琴。你开玩笑？我家里面也有一架钢琴，花了1万多买的，很一般，跟专业级的演奏钢琴完全不能比。一群女生议论纷纷，其中有2个识货的，一眼就认出了这架钢琴的价值。虽然这架钢琴还不能与世界名琴相提并论，但一个生日礼物肯花这样的手笔，也足以让人震惊了。玉琪，生日快乐！这架钢琴是我专门送给你的礼物，喜欢吗？郑斌学长一脸微笑着说道。喜欢是喜欢，不过这架钢琴也太贵了。要不这样吧，学长，礼物我收下了，但这架钢琴多少钱买的，我给学长转过去。玉琪你喜欢就好，钱不钱的都无所谓。其实今天我除了想送你一架钢琴，还有一首曲子要送给你。郑斌说完，优雅地坐在了钢琴椅上。他今天是准备露一手了。第116，我要强化50年钢琴熟练度。你们恐怕根本不知道，想当年哥也有过钢琴小王子的称号。郑斌心里冷笑一声，他有意无意地瞥了陈远一眼。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恐怕根本买不起钢琴，也没有多余的闲钱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他郑斌今天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他不仅仅有钱，在才华方面也足以吊打陈远。赵玉琪应该明白，谁才是他最好的选择。郑斌闭上了眼睛，只见他双手放在钢琴键上，开始熟练地演奏起来。他弹奏的是一首十分动听温暖的钢琴曲目《星空下的咖啡》。听到这首曲子，你脑海仿佛就会自动浮现出星空下喝咖啡的美好画面，浪漫、婉约、甜蜜、微风徐徐。这首钢琴曲目，郑斌弹得十分熟练，并且其中还融入了丰富的情感。他的手指随着琴音律动，富有节奏、知性、优雅、才华横溢。就这一首，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功底。就连赵玉琪也忍不住高看了郑斌一眼。他弹的确实很好，这首钢琴曲目的演奏几乎与原声弹奏相差无几了。当然，这也归功于这架钢琴的音质很好，太好听了。没想到郑斌学长弹钢琴这么好听，我耳朵都快听怀孕了。不得不说，郑斌学长真的很有才华啊。他和我之前见过的那些富二代完全不一样。有些富二代家里虽然有钱，但本身就是个草包，除了花钱大手大脚，几乎啥也不会。可郑斌学长的年纪轻轻就接手了家族生意，他钢琴还弹得这么好，简直太优秀了。不行了，我感觉从今天开始，我可能要成为郑斌学长的小迷妹了。真可惜，为什么这首钢琴曲子不是送给我的呢？如果是送给我的，那就太浪漫了。一群女生已经露出了花痴般的目光，就连男生也是发自心底的佩服。毕竟人家实力摆在那里，没啥好反驳的。承认别人优秀也是一种品质。郑斌一曲弹罢，顿时掌声雷动。谢谢你，郑斌学长，你的钢琴真的弹得很好，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呢。玉琪学妹，你太谦虚了，我在你面前也就是班门弄斧，我其实弹得很一般，就当是献丑了，大家别见怪哈。郑斌微微一笑，给人感觉如沐春风，而且他说话很谦虚，一副翩翩公子，有实力但不故意卖弄的意思。不过陈远一眼就看出了他涉嫌装逼的本质。不过他装逼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炫豪车、炫豪宅，他是炫才华，而且他本人也有豪车，这就显得他更为优雅，更有内涵，更为与众不同了。不怕富二代有钱，就怕富二代有钱又有才华，你根本没得比。也不知道玉琪学姐是怎么想的，这个陈远到底哪里好啊？他怎么可能比得上郑斌学长？可偏偏玉琪学姐对郑斌学长态度疏远，对陈远却态度亲密。我可是还听说
这个陈远很花心，他除了和玉琪关系暧昧，还同时和林书彤、徐乐乐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甚至连李阳的女朋友何芷英，听说也是被他挖了墙角，才导致别人分手的。我操，太恶心了！这样的渣男还留着干嘛？也不知道最近是怎么回事。现在一些男的真是越穷越渣，越穷越恶心。陈远除了长得有点帅，真的一无是处。女生们议论纷纷，有时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陈远本来也是个挺帅的精神小伙，又没有招谁惹谁，可偏偏就是有很多人质疑他、贬低他、看不起他，因为赵玉琪对他态度不一样。郑斌又是赵玉琪的追求者，这么一对比，好像陈远啥也不行，啥也不会。他这种吊丝舔狗，给郑斌提鞋都不配。陈大公子，要不你也来露一手？我听说你才华横溢，玉琪学妹才会对你刮目相看。钢琴你应该会弹吧？郑斌语气随意，他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在故意针对陈远。就陈远这种吊丝，怎么可能会弹钢琴？别说是钢琴，恐怕他啥琴也不会。所谓的才华横溢，不过是在讽刺而已。行啊，既然郑大公子想让我弹，我就满足你的愿望。陈远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会弹钢琴吗？自然不会，不过他还有35点的强化点没有使用。强化点除了可以强化身体属性，还可以强化技能。一个强化点能够强化技能5年的熟练度，10点就是50年。只要拥有足够的强化点，老子瞬间就能变成国际一流钢琴大师。你想在哥面前装逼，想踩着哥的面子上位？不好意思，你怕是在想屁吃。陈远此话一出，不少人露出了意外的神情，似乎不敢相信陈远竟然真的会弹钢琴。不过就算会弹，应该也是半吊子水平吧。学一首钢琴曲目并不难，几个月时间就能速成，但真的想要弹好，必须要花费大量时间练习，还得有老师教。正常义务教育可没有钢琴课，你必须自己请私教，或者报钢琴班。买了钢琴要花钱，学习钢琴更要花钱。就算报了钢琴班，很多人也并不会持之以恒，最多只是一时兴趣，学个1-2年就不学了，一个兴趣爱好而已，很少有人练到大师级水准。你真想要练到那个境界，没个1-20年还是别想了。能有郑斌这个水准的真的不多。陈远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坐在了钢琴椅上，只见他轻轻地将2只爪子放在钢琴键上，随意地按动了几个音符，一阵杂乱无的声音响起，十分刺耳。如此生疏稀烂的手法，恐怕连一天钢琴都没摸过吧？你这也好意思说你会弹钢琴？不要急，我只是试一下这架钢琴的音质而已。陈远微微一笑，此时他眼前浮现出了一个系统版面。系统，我要强化钢琴技能。叮，提醒宿主，您当前技能栏里面并无钢琴技能，因为是零基础，所以强化此技能需要额外支付10点强化点。请问是否强化？继续强化。我要强化50年钢琴熟练度。第117神乎其技的钢琴技术。叮，强化成功。叮，恭喜宿主领悟宗师级钢琴艺术。姓名陈远，年龄21岁，身高181厘米，体重68 kg， 力量29，体质29，精神15，敏捷19，正常成年人巅峰水平值10，状态无比强健。强化点15点，技能舞蹈 LV5， 英语 LV5， 俄语 LV5， 法语 LV5， 韩语 LV5， 钢琴 LV50。 就在这一瞬间，陈远脑海中浮现出了无数钢琴知识，原本看着非常生疏的钢琴键，现在摸起来竟然异常熟悉，仿佛他与生俱来，早已进入此道数十载。陈远轻轻地抬起双手，优雅地按下了键盘。就在这一瞬间，他身上的气质突然变了，就仿佛一个普通的平民突然穿上了龙袍，向世人展现出了他不同寻常的身份，霸道威严，舍我其谁，问鼎至高，笑傲江湖。星空下的咖啡，同样是这首曲目，刚刚郑斌已经弹过一次了，并且弹得很好。如果是别人，肯定不会选择弹同样一首曲子，因为会产生审美疲劳，而且同样的曲子，对比实在太明显，你稍微弹得差一点点，都会被人听出来。郑斌选择这首曲子，肯定是他最拿手的，可偏偏陈远就选择了与郑斌弹同样的曲子，因为打脸就要往死里打。当音符响起的那一刻，所有人目光一致，这个陈远竟然真的会弹钢琴哎，好像弹得还不错。
星空下的咖啡，这不是郑斌学长刚刚弹过的曲子吗？不要说话，你们仔细听。陈远刚刚弹奏的10几秒，还有人窃窃私语，可半分钟以后，整个别墅大厅40多人，再无一人说话，鸦雀无声，全场死寂，只剩下高山流水一般的动人音符，疯狂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在音符的带动下，一股强烈无比的画面感扑面而来，仿佛将所有人强行带入了幻境之中。刹那间，所有人内心的情绪都被音乐声牢牢牵动心弦。即使这并不是一首哀伤的音乐，可不少人依然被戳中了泪点，潸然泪下，亦不自知。这是一股发自灵魂的共鸣，能让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顷刻间喷发而出。这首《星空下的咖啡》被陈远演奏出了神乎其技般的境界。一曲弹罢，所有人目光都痴迷了，直到陈远手指离开琴键1分钟后，才有人开始陆续鼓掌。随后掌声雷动，有几个女生激动到差点把自己手都拍红了。太好听了，实在太好听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曲子。这真的是星空下的咖啡吗？为什么感觉比原版还要好听10倍？不可思议，陈远的钢琴水准竟然如此之高。我也学过5年钢琴，虽然水平不高，但鉴赏能力还是有的。我感觉刚刚陈远所展现出来的演奏功底，与国际一流钢琴大师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他的代入感更强。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原来陈远真的这么有才华，难怪赵玉琪会对他另眼相看。刚刚的视频我已经拍了下来，本来打算当笑话来看的，现在可得好好保存，等下我就发抖音。此时众人看陈远的眼神不一样了，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屌丝，而是一个低调内敛但才华却惊人的少年。郑斌刚才演奏的水平虽然还可以，但终究只是业余级别。让人搞笑的是，你一个业余的青铜，竟敢当面嘲讽王者。自己买的钢琴，想要故意炫技，想要大出风头，结果你装逼装到真正牛逼的大师头上来了，你这不是搞笑吗？本来人家都不想弹的，是你偏要自取其辱，这不傻比了吧？此时郑斌脸都绿了，很难受，很僵硬，感觉自己挖了个坑，把自己埋了。没道理啊，陈远这个屌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超的情节？这家伙在扮猪吃老虎，太扎心了。没有理会郑斌脸上是什么表情，赵玉琪望着陈远的目光已经彻底痴迷了。在他的印象中，陈远本来就很优秀，不仅家里有500亿资产等着继承，而且身手敏捷，出手大方。现在他发现陈远的优点远不止如此，他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那么好。赵玉琪拿过钢琴10级证书，正是因为他考过钢琴10级证书，才深刻明白陈远所掌控的钢琴技艺究竟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宝藏男孩啊！你原本以为你已经够了解他，谁知道每一次接触，他都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好像你对他的了解永远都只是冰山一角。这个男人太有魅力了，他太优秀了，优秀到赵玉琪感觉自己都有点配不上陈远了。赵玉琪好感度+1，当前好感度95点。叮，检测到3号舔狗对象赵玉琪，对宿主好感度成功突破95点，恭喜宿主逆袭成功。叮，3号舔狗对象共计消费舔狗金9816万元，奖励宿主981.6万元。叮，赵玉琪成功转化为宿主舔狗，奖励25点强化点。叮，恭喜宿主获得技能钢琴精通，由于宿主已拥有该技能，系统奖励技能自动叠加，您的钢琴技能将升级到 LV60。宿主当前剩余强化点40，钢琴技能还能叠加吗？陈远有点懵，他之前觉得强行兑换钢琴技能是有点亏的，毕竟赵玉琪就会钢琴技能，如果能将他逆袭了，也就不用去兑换了。毕竟他逆袭成功之后，技能重叠就有点亏，可现在发现技能还能叠加，好像亏的也不算多。赵玉琪的钢琴技能有10级，陈远已经到了60级。也许国际上并没有60级钢琴等级这个说法，但系统对技能评级就是这样的，具体高到什么程度，陈远也不知道。刚才50级的钢琴技能就已经震惊全场，现在升到60级，那还不得逆天？陈远，你的钢琴弹得真的太好了，你为什么总是能够给我意外啊？赵玉琪俏脸嫣红，她圆滚滚的大眼睛里面仿佛冒着粉红的爱心泡泡，即便她是校花，此刻也成为了陈远的迷妹。咦，那个白衣女孩是谁？长得好有仙气啊！赵玉琪的一个高中男同学突然站在窗外惊呼道：“是秦冰雪吗？我操！
我的女神来了。第118，精通格斗。只见一女子，一袭白衣，飘飘若仙。她五官天生丽质，明艳动人，芳华绝代，可外表十分冷艳，似乎不苟言笑，无形中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这同样是一个美到让人窒息的女生。如果将萧若雨比喻成一朵出水芙蓉，那么秦冰雪就是一朵绝世而独傲的天山雪莲，同样美丽惊心动魄，但却会让人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甚至不敢接近的感觉。她身上的气质太冷了，冷到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这就是秦冰雪吗？竟然真的完全不逊色于萧若雨。陈远口中喃喃自语，他感觉事情有些不凑巧。刚刚演奏钢琴曲目的时候，秦冰雪没有来，现在演奏完了，秦冰雪就来了，恰好错过了陈远的装逼时刻，这感觉就很蛋疼。这种秀操作的时候，漏掉了一个关键人物，感觉这个逼装的就不够圆满，就不第一挨近。秦学姐，你可终于来了，人家都等你好长时间了呢。赵玉琪热络地走了过去，和秦冰雪打招呼。刚刚路上堵车，来晚了。秦冰雪点了点头，似乎有些歉意，但她脸上的表情一动不动，语气也很生硬，不仅没有给人丝毫歉意的感觉，反而显得很傲慢。整个别墅大厅似乎因为秦冰雪的到来，导致气氛冷了下来。这个女生长得绝美动人，可看起来真的很不好接近。很奇怪，陈远内心有些疑惑。按照正常情况来讲，秦冰雪作为学生会主席，她应该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至少很会做人，情商应该很高。陈远想象中，学生会主席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秦冰雪完全相反，她根本就是生人勿近。这样的性格，到底是如何选上学生会主席的？很奇怪吧？没事，秦主席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次见他的人都会觉得他很冷，可是熟悉了之后，就会发现他其实人很好。有个女生给不熟悉的朋友介绍道：“真的是这样吗？他对女生才是外冷内热吧？他对男生那可是一直冰冷到底。”吴天豪再次不爽地说道：“他追过赵玉琪，同样也追过颜值更高的秦冰雪，可赵玉琪拒绝他，至少礼貌客气。秦冰雪干脆直接将他给无视了，冷漠到甚至懒得和他说一句话。我听说一个关于秦学姐的传闻，当然你们不要传出去。听说秦学姐她是个同性恋，当初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学生会干部里面基本都是男生居多，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将票投给了秦学姐。可是秦学姐当上学生会主席后，就只提拔女生，好像对所有男生都很厌恶。小林说的没错，好像真的是这样。秦学姐大学4年没有交过任何男朋友，甚至连绯闻都没有。她长得这么漂亮，应该不缺男生追才是，可偏偏就是没有任何绯闻。所有想要追她的男生，无论多么优秀，1个星期之内必然败退。这2个女生的议论，让在场所有男生心中一凉，原本火热的内心就像被当场浇了一桶冷水，从头凉到脚。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竟然是个玻璃，感觉有种暴殄天物的感觉。陈远同样觉得十分可惜。如果真的是个同性恋，陈远觉得还是不要去打扰别人了，毕竟性取向也是自己的选择，何必强行把别人掰直呢？其实秦主席也不是天生就这么冷，我之前还专门找人调查过他，后来才发现了他身上的秘密。听说他以前也是很活泼开朗的一个女生，有一次被变态绑架，囚禁在地下室长达1个月，听说差点被强暴，后来以死相逼，才躲过一劫，但从此也留下了心理阴影，对任何人都变得十分冷漠，特别是男生，看谁都像变态。此话一出，在场的不少人几乎倒吸一口凉气，似乎谁也没有想到，如此明艳动人的秦冰雪，当初也有过这么黑暗不堪的经历。一个仿佛仙女一般的女生，被人囚禁在污秽不堪的地下室，长达1个月之久，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那么秦冰雪对人冷漠，似乎也可以理解。当然，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不堪回首的经历，只是没有秦冰雪这般绝望惨痛而已。长得太漂亮，有时候也是一种危险。陈远觉得自己还是不要与秦冰雪有任何交流，万一绑定了舔狗关系，他实在不忍心去扎这样一个女生。但命运就是这么奇怪，有时候你不想要什么，偏偏就来什么。来，秦学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陈远。赵玉琪谁也没介绍，专门介绍了一下陈远，感觉待遇就不一样。是个人都能看出他和陈远的关系不一般，好像赵玉琪已经把陈远当成男朋友来看待了。陈远，刚刚弹钢琴的就是他吗？秦冰雪突然问道。
虽然他刚刚过来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听到陈远的演奏，但最后结尾的时候也听到了一部分，所以才有此疑问。是的，我也没想到他还会弹钢琴呢。赵玉琪一脸甜蜜。你好，秦学姐，久闻不如见面。陈远礼貌性的打了一个招呼。我听说过你，陈远，最近很出风头，和学校里面很多女生都有暧昧不清的关系。秦冰雪语气依然冷漠，她平淡的话语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陈远花心的本质。很尴尬，别人就算知道这些事情，也不会当着本人的面来说，秦冰雪就当着陈远的面，完全不避讳。